为了让考第2的白月光开心，我把考第1的校花拉进了小巷，不但烧了她的书包，还不让她回家。结果少女的母亲为了找她遭遇了车祸，校花也因此一蹶不振自杀而亡。而我也在白月光的婚礼上喝的太多，酒精中毒，直接嗝屁，记忆如潮水般涌来。我揉了揉泛疼的太阳穴，这是重生了，还不只是简单的重生，而是先穿越了一次，经历种种，然后现在又重生回来。重新站在这里的意义是为了救赎吗？女孩近在咫尺，长发下是一片洁白的脖颈，脸上的些许灰尘也掩盖不住她白皙的皮肤和绝美的容颜。向下看去，稍显鼓胀的校服甚至能遮住脚，我要稍稍拉开点距离才能看到她破洞的裤子，凄美的破碎感让我心脏都多跳了一下。真是个畜生啊！似乎是听到了我的话，温暖的眉梢动了动，四目相对，我从她眼里看到了些许疑惑，然后便是无尽的冷漠。一个无助的少女正在被自己壁咚，这个少女如果再晚回去一点，她妈妈就会被车撞死。我突然松开了手，脸上意兴阑珊，回忆着之前那种漫不经心的语气，欺负一个女生着实没什么意思。算了，你走吧。不是峰哥，你之前不是说怎么你不服，还想出声的人立刻就不敢吱声了。我记得他刘伟，其实前世做的很多事情本质上没有那么糟糕，可惜那时候的我没什么脑子，总是被这家伙硬拱火，最终拱成了不可挽回的结局。这一次带走温暖的事情，其实就是被刘伟拱火促成的。这家伙很会装，嘴上喊峰哥，背地里骂傻叉。虽然我以前确实傻，我一脸不在乎的说道，特么的一群大老爷们欺负个你，这么没出息的事情老子干不出来。散了散了，各回个家，各找个妈。目送几个小弟散去，我又看向还在凝视自己的温暖，你还看啥？走吧。温暖虽然疑惑我为什么突然终止了恶行，但不用被继续欺负总归是好。他迅速起身就要离开，我却突然叫住了他，喂，等等。听到我的话，温暖立刻停住脚步，他并没有说话，只是警惕地看着我，冷漠清澈的目光中满满的防备和怀疑。被一个美女防狼一样看着我，多多少少有些尴尬，不过我也没什么好辩解的，事情都发展到这样了，想洗一下自己都很困难，只能拿起地上那个有些破旧的书包，递给了温暖的同时，回忆着曾经那种痞里痞气的语态。那第1名。温暖听到我叫他第1名，冷漠的表情产生了一丝细微变化，很快又恢复原状。温暖原本想说声谢谢，可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完全没理由这样说。谢什么？谢他把自己强行带到这里，还是谢他扯断了自己的发绳？难道还要感谢他的不期之恩？没这个道理。默默背上书包，温暖朝着工地外走去。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10点多，这里是市里郊区，温暖的家正好在反方向，要是让温暖这样走回去，怕是得2个小时，到时候都12点多了。记忆中这天晚上的细节我并不知晓，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舔顾雪萍，只能依稀记得后面的一些学校传言。温暖妈妈应该是12点见温暖还没回来，才外出寻找，然后出的事。我们晚自习9点下课，晚1个多小时还算能说得过去，要是12点都不回家，他妈肯定会不放心。温暖的脚步很快，没有手表也没有手机，他只能根据之前耽误的时间估算一下现在几点。看着月亮，温暖微微蹙眉，时间估计很晚了，妈妈肯定会担心他妈妈的身体不好，而且有较为严重的心脏病，心脏病不宜剧烈运动，他怕自己很晚回去的话，妈妈会跑出去找他。想到这里，温暖紧了紧书包的背带，脚步比之前更快了1分。机车排气管的声音就在耳后跟着，速度应该很慢。听到这个声音，温暖本就没松开的眉宇此时蹙得更深了。未上车，我顺你一程。突然听到我的话，温暖的第一反应是我又要搞什么名堂，但素质和教养让温暖做出了回应，只是声音依然冷漠。谢谢不用。我突然加速，随后一个急刹将车横在温暖的面前，表情略显浮夸，语气也是十分嚣张，指了指后面的工地，怎么不愿意？还是说你想再回去？现在可就你和我2个人。听到我的威胁，温暖握紧了自己的拳头，这样的威胁让他感觉愤怒。他是一个普通学生，但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懦弱的人，也不会像这样的恶霸妥协。我不会上你的车，大不了还没等他把狠话说完，我就打断了施法，还搁那说废话呢，懂事点就上来，都这么晚了，你这样走回去得几点？温暖，你也不想让你妈妈太过担心吧？温暖微微一愣，我这番说辞好像真的有些道理，太晚回去妈妈确实会担心的。温暖心底暗暗道，你还杵在那干啥？早点上车就早点回家，这个世界不止你一个人有妈，我也有，我还等着回家看我老妈呢。温暖撇过头，他也是个很干脆利落的人，既然做了决定，就没有必要再去纠结这些。跨腿上车，温暖几乎把屁股移到了座椅最后面，以便于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也懒得计较，我只是不想让这一世的自己继续作孽罢了。走喽！车子一起步，没有坐摩托车经验的温暖就向后一顿，险些掉下去。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温暖的俏脸微微有些发红，但眼中的冷漠比之前更重。我懒得去管他此时是什么情绪，只是不想温暖一不小心从车上掉下去，万一摔死了咋办？抓着点两边。温暖轻声应道，握住了车座位两边的铁杠，两人一路无话，一直到一辆渣土车闯了红灯，我连忙急刹，反应不及的温暖直接撞在了我后背，这一撞让我彻底愣住，该怎么去形容校服下的世界？撞上我的温暖连忙用手推开，同时声若蚊蝇，对不起。好家伙，他还感觉是自己的错，这女孩真是和平日里冷若冰山的样子有些不同。我连续眨巴了几下眼，一边回味着刚才的冲击，一边对着远去的渣土车破口大骂，不是你的事你道什么歉？赶着投胎，妈了个巴子！听着我骂人，温暖只是默默低着头，不评价不附和，重新上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的插曲，温暖对我的抗拒似乎减少了一些，每到红灯刹车的时候，他会主动用手推一下我的腰，以防贴在我身上，这也算是我们骑车过程中的唯一接触。来到温暖家的城中村时，时间已经11点10分，这个时间确实很晚，晚到他的妈妈王亚琴已经站在巷子路口等他回来。妈，我回来了。温暖低着头小声的说道。温暖的妈妈王亚琴看起来有些憔悴，虽然骨相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她昔日的容颜。此时王亚琴目光有些闪烁，眼神在我和温暖之间徘徊不定许久。怎么这么晚才回来？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解释的温暖只能低下头，拽着自己的书包带。平日在学校里冷若冰山的温暖，在妈妈面前就像是一只懦懦的小鸡。这种时候我这个老油子再不说点神，温暖妈妈估计是过不去的，自己女儿被鬼火混混带走，
发生了什么？这太容易让人联想了。于是我挠挠头，露出一副憨憨的表情。阿姨，我叫季风。是这样的，这不是要冲刺高考了吗？现在老师弄了个1对1的助学活动，让优生帮差生补一补课，我就是被帮助的那个哈。真不好意思，耽误了温暖同学这么久，怕您担心，所以我主动把温暖同学送回来，顺便跟您解释一下。听到解释，王亚琴眼中的怀疑稍稍减少了几分。温暖是这位季同学说的那样吗？是的，我在给季风补课。王亚琴眉宇多了些慈祥，笑呵呵的说道：“帮助同学是应该的，但是不该弄这么晚。若是需要给季同学补课，时间可以安排在周末的时候，这样合理一些。”阿姨说的是，那以后要是补课就安排在周末吧。阿姨，你们赶紧回去吧，都这么晚了，我也得赶快回去。再晚一点，我怕我妈叨了我。听着我开玩笑式的语气，王亚琴也笑了起来。那你快回去吧，阿姨再见。哎，小暖，你怎么不跟同学告个别？此时温暖冷漠的俏脸上多了些古怪。周末补课，他不会真的要来吧？季风再见，明天见。两世为人，再次见到母亲，我心中感慨万千。人终将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扰一生。曾经我的不可得之物，可不只是顾雪婷这个白月光，还有那对看着自己沉沦的父母和他们脸上逐渐消失的笑容。自己当时舔顾雪婷舔的失去自我，做了太多的错事，而父母就跟在我后面，一点点的给我擦屁股，却又毫无办法的看着我沉沦。曾有人问，这个世界上真的会有女孩子陪一个男孩子长大吗？当然有。妈妈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也才20几岁，当时的她风华正茂，连抬头纹都没有，她不是也一直陪着你长大了吗？重活一世，舔狗那种懦弱之举我绝不姑息。第二天清晨，躺在床上的我猛然睁开眼睛，倒不是闹钟响了之类，是多年习惯的生物钟把我叫醒的。我看着5点半的时间，用被子蒙住头开始呢喃，不想起床，感觉被子好像活过来了，拉着我死活不让我起身。应该是他心疼我，让我多睡一会。这辈子真该死啊，他太温柔了，为了不辜负他的好意，还是再眯一会吧。再度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觉，挨没睡懒觉的命，快速起床，收拾好自己就出门锻炼。说起来这时候的我身体素质不算差，一是年轻，二是经常打架，三是弱水3000之舔一人还没破身。说到底这时候的我还真有点运动底子，不是那种跑几步就喘成狗的细狗肥宅。我没跑几步就看到了一位熟悉的身影，正是昨天晚上被自己堵在郊区工地的温暖。望着温暖我张张嘴，迟疑几秒之后干脆低下头，默默从他身边跑了过去。两人交汇时我没说话，温暖也没有，我不清楚温暖有没有看见自己，反正我是低着头的。第3圈的时候我已经没有看到温暖的身影，我也没多想，自顾自继续运动起来。跑完步回家冲了个澡就去上学了。年轻就是好，骑个车头发还能飞扬。一进3年级的楼层，我就看到走道上贴着的大字报，距离高考还剩101天。看着这个日子我也是嘴角抽搐，知识这种东西如果不用真的会悄悄溜走，我这个成绩水平怕是要进场打螺丝了。快速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吃包子，刚吃2个，记忆中那个熟悉的身影就气冲冲的来到了面前。季风，你昨天晚上去哪了？我叫你来怎么没来？顾同学，你在说啥？昨晚我补课呢。顾雪婷嘴角抽抽，你补个锤子课，昨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回我？还关机了，答应我来的也没来。顾雪婷说着就要拿出手机，却突然想起手机还在君豪 KTV 内压着，我也没跟她客气，直接拿出自己的手机，翻到我和顾雪婷的聊天记录，干干净净一点不剩。顾同学，你是不是喝多了？你看看我们昨晚哪有联系过？你不要诬陷我好吧，我可是正经学生，是不会去君豪 KTV 那种地方的。季风，你要是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雪婷啊，再过半年咱们就成年了，17、18岁的人不要说这种7、8岁孩子的话好不好？你都有男朋友了，跟我走得这么近，不怕嫣红浩吃醋？哦对了，你有事可以找嫣红浩啊，干嘛找我？我又不是你的谁。提到嫣红浩，顾雪婷顿时有些急。红浩他也忙于功课的，别结巴了，他怎么样也不关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听到我的话，顾雪婷陷入了沉默，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这种沉默持续了很久，一直到我盯着一个无人座位好一阵子，突然打了个饱嗝。我拿起手里的包子问道：雪婷啊，这包子你吃吗？顾雪婷嘴角微微扬起，果然季风还是那个季风，永远都不会变。我还没吃。说罢，顾雪婷对我伸出了手，我也是眉宇舒展，总算没浪费，指了指包子和蛋汤，这个1块，这个3块，要几个？顾雪婷一脸的不敢置信，那个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人，居然开口问自己要钱。顾雪婷压着自己起伏的胸口，努力不让自己吼出来。季风，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撇撇嘴，咱俩虽然挺熟，可亲兄弟明算账，熟人吃饭也是要给钱的。季风，你出来一下。顾雪婷刚想发飙，班主任黄继海就冷着脸站在门口。办公室里老黄冷着脸开口：季风，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过来了？不知道，说说吧。你昨天晚上晚自习下课后去哪了？这是有人打了小报告啊，就是不知道哪个干的。我昨晚补课，认真学习来着。怎么了，黄老师？你也别在这狡辩了。今早已经有人跟我说了。黄继海双手环抱靠在椅子上，多人举报你欺负殴打同学，今天你不说清楚，高低是要落个处分在头上。来，继续说，我今天就坐这儿，看你能不能说出一朵花来。我表情有些难绷，低声嘀咕：到底谁举报的？他们也许是骗你来着。你老问谁举报的干啥？怎么还想打击报复同学？我撇过头，没这回事。黄老师，你误会我，也许你听到的并不是真的，不信他们。行啊，那你总得给自己找个人证明清白吧？你说说班里谁能给你证明？说不出来了，来跟我到教导处走一趟。眼瞅着木已成舟，一个略显清冷的声音从门口传来：老师，我可以为他证明，昨天我确实在给他补课。盯着门口那个习惯性低着头的身影，愣住的不只是黄继海，连我自己都懵了。老黄以为是温暖被我威胁过，连忙说道：温暖，你要是被欺负了就直接跟老师说，不要怕，老师学校都能为你做主，要是有人威胁你也不用担心，一中的一些毒瘤是该处了。听到黄继海这样说，我有些无奈，一个人的印象是很难改变的，我过去种种实在炸裂，想要改观老黄的印象也需要时间。门口的温暖则是走进了办公室，看着老黄认真说道：谢谢黄老师，真的没人威胁我，也没人欺负我，昨天晚上我真的在给季风补课。黄继海听到温暖这样讲叹了口气，算了，你要有事就和老师说，还有补课的事情。老黄扫了我一眼，这都高考冲刺的阶段了，别耽误自己学习，我心里有数。黄老师，温暖低着头
头，让人看不出他在想些什么。黄继海这时候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摆摆手，行了，回去早读吧。好的，温暖点点头，没事了，那我走了呀。老黄，你叫我什么？还没等黄继海继续问罪，我已经一溜烟的跑了。来到走廊，我默默的跟在温暖后面。温暖谢了，不用。温暖还是老样子，无论是早上跑步还是此时，都回归了他那种生人勿近的状态。回到教室，我看到了温暖桌上放着的馒头和咸菜，印象中他似乎一直都是这样吃早饭的，但我以前没怎么关注。看了眼自己桌上还没凉的包子和蛋汤，目光向上看了会，随后快速放在了温暖桌上。包子还有蛋汤。温暖奇怪的看了我一眼，不用，昨天的事情我还没跟你说声对不起，这早饭我买多了，要邀你换换口味，反正丢了也是浪费，不要钱随便吃。见他还是一副冷冷的样子，软的看来是不行，那就来硬的，蒸馍不吃，是不是不给我季风面子？来，今天要是不吃，晚上放学别走。温暖撇过头看向窗外，还是没有理会我，只是伸向冷馒头的手，在半途中转向了包子，随后一小口一小口的吃了起来。两人的一举一动都被同学们看在了眼里，高中时期同学之间的八卦简直要比后日职场还要离谱。在看到温暖吃我递过去的包子时，已经有人开始窃窃私语，昨天晚上温暖和季风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昨晚上的事情可不简单哟。不会吧，你以为呢？带节奏的人正是之前拱火的刘伟，看着我突然站在他面前，这个名义上的马仔有些脊背发凉。天不热呀，刘伟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峰哥，你峰哥我要好好学习了，这种破事以后少多做，不然的话可要小心了。刘伟目光躲闪的低下头，其实我知道刘伟喜欢温暖，但温暖的目光中从来都没有过刘伟，连停留一下都做不到，所以刘伟的那种喜欢有些不太一样。昨天晚上拱火去堵温暖，今天又给温暖造谣抹黑，都是他激情喜欢的一种表现。温暖对于刘伟来说太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似乎只有把他污染，让他落入凡尘，他再以救赎者的角色出现，才会有那么一丝丝的机会。曾经的我根本看不透这些事，但此时的我就三个字，目光如炬。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真的翻看起了自己的课本和笔记，看到零零散散的一些乱涂乱画，我叹了口气，我大抵是吃了，这书横竖都看不进去，这书上的字犹如恶鬼的低语，想要乱我心智。高中只有2个结局，一个是高考，另一个也是高考，罢了，还是看吧，两世为人怎么也要上个一本吧。可惜也没觉醒个学神系统之类的东西。有了明确的目标，我硬着头皮学了一上午。我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浑浑噩噩的走到食堂。高三那着实有点痛苦，餐盘落下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一脸迷茫的看着眼前一份鸡腿饭，这饭是温暖给我打的。温暖，你做什么？还你早上的包子。温暖冷冷道。他没抬头，我甚至没看到他动嘴，低头看了看餐盘里的鸡腿，又看了看对面只有白饭的餐盘。我稍作停顿后，语气骤然一变：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再说了，老子什么身份，还需要你且？别烦我拿回去，你不吃可以丢掉。温暖的声音依然很冷，可我根本不吃他那套。丢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小学生都知道，你不知道，你怎么念的书？说罢，我直接将温暖的餐盘一转，然后把自己的鸡腿饭推了过去。我跟你讲，你别烦我呀。温暖看了一眼满脸凶横的我，又看了一眼我面前的餐盘，就再次低下头。那是他吃过的。吃完饭回到教室的我，又开始了认真模式。接下来的2天，之前的流量变现计划稳步进行。我租了间房子作为工作室，而我本人这几天基本属于是课堂做大佬。除了每天早上运动时会碰到同样晨跑的温暖作为一些情绪上的调剂外，我甚至都不怎么和其他同学讲话。当然晨跑的温暖也不跟我讲话。期间顾雪婷也找过我几次，只是我完全没有搭理她的意思，因为真的有在认真学习。我感觉自己用脑子用到头发都不长。语文英语还稍微好点，可数学就不同了，前面的课落下太多。现在我看数学和看天书没什么区别，拆开题目看每一个字都认了，可聚在一起之后连下笔都不知道从哪下。思索片刻，我一把拿起数学书，朝着那个位子走去。他要干啥？不知道，该不会要去打温暖吧？在众多同学诧异的目光下，我拉过来一个座椅，大拉拉的坐在温暖面前。温暖抬眼看了看我，默默把手里的凉馍塞进桌洞里。他的动作其实很小，可这些小动作完全逃不过我的目光。我没吱声，只是拿出自己的数学书指了指，你能不能帮我讲讲题？温暖顿了几秒，抬头看向我的目光有些疑惑，连眉毛都快皱在一起了，似乎在确认我是不是逗他玩。我抿抿嘴又强调了一遍，我一点也看不懂，实在没办法了。温暖蹙了蹙眉，但很快又松开，红唇轻启，清冷冷道：好，从哪题开始？就这个，已知函数 f(x) 等于。温暖在讲题的时候，浑身上下散发出一种与平时完全不同的气质，是自信，绝对的自信，犹如光。我曾在顾雪婷的身上看到过这种自信，因为顾雪婷学习好，长相好，家世也不错，但温暖不同。温暖大部分的时候都跟个边缘人一样，她太冷，而且家里经济不好。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女孩子经济不好，真的会让她失去那种自信的气息，哪怕是学习。温暖考入高中之后，在英语方面也有着极大的短板，2年多的时间，她一直都是追逐者，一直到上次月考，她才登顶年级第1。对于家境不好的温暖来说，或许只有在学习上，她才能毫无保留地展现自我，散发自信。这题的基础解法就是这样，你听懂没有？没听懂，我有点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神游。温暖歪了歪头，舒了口气，没事，我们再来一遍。好，这一次我也将注意力集中在题记上。我和温暖讨论学习，这是放在以前班里人只会当笑话听，可事实就在眼前，很多人只感觉抽象。闲言碎语多了之后，讲完一题的温暖停了下来，还没开口，顾雪婷就气冲冲地走了过来。季风，你到底在干嘛？是不是我这阵子没有理你，你故意这样做来气我？即使在顾雪婷看来，我也不可能真去学习，我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为了气她。我面色复杂地回头看了她一眼，普信女真下头，回头敲了敲温暖的桌子，不知道我稍微认真读个书刺痛了哪些人的神经，他们就像踩了屎扎了胎跳了脚。偌大的教室不属于我一分，这些人的脸上只剩下2个字：嫉妒。罢了，我们换个地方。温暖抬头看了一眼我，又看了看一旁的顾雪婷，其实她还在回味刚才我说的话，怎么说呢，有点文学底子，却又完美融入了一些粗话，好奇怪的话术，我都可以。走，这里傻子太多了，我怕传染。我拽起温暖就走，
度。温暖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拽到了教室门口。他冷冷甩开我的手，不用拉我，那走吧。我也没说去哪，温暖也没问，就这么一路跟着我来到食堂。这里更吵吧，大脑的运转需要消耗很多能量，先恰饭吧，不然学不动了。那我回去了，挨等会还讲题呢。你这个时候回去做什么？我又一次拽住了温暖，也又一次的被甩开。温暖扭头看向窗外，想着自己的饭还在桌洞里，我也要回去吃饭的。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见温暖又要走，再次拦住对方，换了副恶狠狠的表情。我刚才差点被你一句话说的小脑萎缩了，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我找家教1节课多少钱？120一个课时，你给我补课，我还能差了你这顿饭？坐下。温暖没吱声，不过也没有继续离开的意思，找了个位子坐下。你吃什么？随便。我没继续问，想从女生嘴里问出随便是什么，那可太难了。我跑去打饭阿姨那，全部按柜的减环点了很多，其实有点捉弄温暖的意思。随便，小样撑不死你。可当我把餐盘端过去的时候，温暖居然没说太多了吃不掉之类的话，只是看了看餐盘上的食物后声若蚊吟道谢谢，随后就直接吃了起来。这顿饭我越吃越是心惊，吃一半的时候我都开始打嗝了。对面的温暖居然还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知道温暖很有料，但他很瘦，这样的吃饭方式让我想起了那些工地上的工人，虽然同样很瘦，却能够一顿吃7、8个馒头，3、4碗米饭。此时的温暖就跟那些人差不多，很缺少营养。在吃掉一大半的时候，温暖悄悄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早有准备，已经撇过头去根本没看他，这才让温暖放下了心里的别扭，继续吃，一直到把饭全部吃完，我都没再说过一句话。我吃完了，吃完走啊，愣什么？不还得给我讲题吗？一直到走出食堂，我都没提温暖吃饭时的举动。温暖表情依然冷漠，但目光早已经躲闪到别处，很干脆的应声好。撇过头不只是为了避开我的目光，因为吃太多的缘故，他还悄悄打了个嗝。有了温暖的帮助，我度过了一个稍微不太一样的晚自习。等到第2天，大家逐渐接受了我和温暖这种烂仔加年级第1的奇葩学习组合，两人那种认真钻研的学习态度，还是感染了一些人的。比如班长李龙，他就主动跑去找顾雪婷发出了邀请，雪婷我们也一起学习吧。可顾雪婷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径直走到我和温暖那主动说道季风，这题我给你讲吧，我也会。认真学习中的我很烦别人这样打扰，前世做了太久的上位者，脾气真的不怎么好。抬头就准备喷人，恰好看到温暖撇过头看向窗外的一幕，很明显，要是我和别人吵起来或者离开，他也会默默接受。温暖似乎一直都是这样的性格，很边缘人。盯着温暖我突然就消了气，看了眼顾雪婷，又看了不远处尬住的班长李龙，突然举起双手在胸前虚摆了几下，用台湾腔的骄病语气道不用了顾同学，有温暖同学教我就好，他超厉害。顾雪婷怔住，虽然这些天我已经连续拒绝他好多次，可他还是没办法接受我现在的态度。为什么我们会这样？难道我拒绝了你就不能继续做朋友了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嘴角抽搐，普信语太哈人了。我没说话。顾雪婷不依不饶的继续，他厉害难道我就差了？他年级第1，你才第3，高下立判好吧？班长李龙见我拒绝了顾雪婷，连忙走过来插入话题，雪婷你看，温暖和季风已经有些默契了，我们这时候加入只会互相打扰，不如我俩一起。顾雪婷本就心情不好，听到他这样说立刻炸毛了一般，他们有什么默契？你眼睛瞎了吗？李龙被顾雪婷打脸2次，脸色也是一阵青红，周围一些吃瓜看戏的同学甚至鼓起了腮帮子，生怕自己笑出来。季风你别这样了好吗？我不想这样，我们回到以前那种关系好不好？顾雪婷的声音已经带上了哭腔，有人劝好，有人劝坏，两种我都能理解，但劝人死的你还是独一份，你是真想我死啊？赶紧滚，你已经耽误老子9分钟学习时间了。我一凶，顾雪婷连忙后退一步，李龙上前扶她，却被他一把甩开，离我远点。说完便直接甩脸子走出了教室。李龙站在原地凌乱了一会，脸色忽明忽暗，不知道想些什么。而我这边已经重新开始了和温暖的学习。随着几人的插曲平息，教室又重新回归平静。周6，一个星期的最后1天课，白天大家还是照旧的学习，一直到了傍晚，我准备照例喊温暖一起去食堂吃饭，可窗边的那个位子上并没有人。起初我也没放在心上，就准备坐下来等一会，可刚坐下来没多久，耳边就传来了些闲言碎语。温暖被老黄叫走了，听说是和季风的事情，早恋，估计是要叫家长了，也不知道温暖是怎么想的，整天和他混在一起。我突然起身，刚才还在传八卦的几个立刻闭上了嘴。我走到其中1人的身旁，笑眯眯地问道：“这是谁传的？”是班长。我没有再追问什么，径直走出教室，然后在老师办公室门口转悠了一圈。我又不是什么霸道总裁龙傲天，冲进去救人之类的戏码太扯淡。来这里只是为了看看温暖在不在。几天的接触下来，我发现温暖这女孩挺自闭的，除了讲题的时候有些自信。说实话，温暖的这种性格并不算好，虽然学习很努力，可她身上总是有种消极感，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季风你怎么在这？看到对面来人，我微微眯起了眼，没找到温暖，却碰到了他。班长李龙，我心头有点火气，不过懒得和李龙对线。温暖呢？不知道，可能是被黄老师批评了之后心情不好吧。毕竟下周1被叫了家长，刚才还哭了来着，估计自己这时候也挺悔恨吧。提到悔恨，李龙略显得意的看了我一眼，但我现在的心思都在温暖身上。听到温暖刚才哭了，我心里突然就有种不妙的感觉。温暖的性格其实挺偏激的，孤僻不合群，已经算是她的一种伪装了。前世在母亲去世、高考失利之后，她直接选择在学校自杀。她从来都不是那种在坚强和挫折中成长的小白花，正相反，温暖的性格很脆弱，所以平日里我吃饭学习都是大大咧咧，尽可能照顾温暖的情绪。除了弥补前世对温暖的过错外，我也实在不忍心伤害这朵脆弱的小花。被李龙这样挑衅，我深吸了口气，指着对方的鼻子：“他最好没事，不然你指定有事。季风学校是讲校规的，我讲你妹！我现在等着找人，滚一边去！”甩下这话，我直接离开了教学楼。我先是来到食堂，然后是操场，甚至女厕所都托人问了几个，依然毫无所获。我站在操场上，突然感觉到了一阵微冷的夜风，下意识的抬头看向天空，迎着月色，我好像在教学楼的天台边上看到了个人影，避闪而过。草不会吧？我忍不住爆了句粗口，连忙返回教学楼，直奔天台。美丽的校服女孩坐在天
天台的栏杆旁，默默地凝望着天空。即使此时的月色已如画卷，但它依然让这幅画卷更加灿烂多彩。女孩的侧颜温婉而细腻，宛如定格在夜景中的白玉。夜风徐徐地吹着她的长发，让人很想用手指插进去，感受一下这长发的丝滑。劝下来有个卵用。她要是想不开的话，下次还会再跳的。我一改往日风风火火的气场，默默地走到温暖身边坐下，什么都没说。见我坐下，平日里几乎不会主动说话的温暖率先开口：“季风，人生这条路太漫长了。”我感觉到了温暖情绪上的不对劲，没有冒动。为什么这么说？那些哲学书上说，人生就是一条路，途中会历经坎坷风雨，有时候要迎着风，要顶着雨，有时候还要借过。真的好累啊，季风，人生这条路太漫长了，活着真的好累啊。说完，温暖便回头看向我，这是他第一次这样主动直视我，目光有些刺眼，像是在期待我的回答。我没有着急回答，而是同样注视着温暖。温暖，难道有抑郁的症状？你想死？温暖很直接的承认了。我没有去问为什么，前世他是真的死了，就是不知道主要原因是不是自己。所以听到这个答案，我也只是稍稍的沉默了几秒。细腻的人真的可以看到世间一切，可惜的是，你唯独没有看到珍贵的自己。珍贵？温暖反问，我却不退让，说想死的人都在虚张声势，以求命运网开一面放他一马。真想死的人会像一台沉默的列车，毫不减速地冲向没有洞口的山壁，玉石俱焚，把生活和至亲之人的回忆撞成飞灰。温暖张了张嘴，他很想知道眼前的人和那个曾经的混混真是同一个人。你是在劝我吗？温暖紧盯着我，我也不否认，是的，一个真正想死的人不会再计较人们说什么，一个拿死说来说去的人，以我的经验来看，并不是真的想死，而是什么？而是还在渴望爱。这一瞬间，温暖的目光中似乎多了些光，但又很快熄灭。他低下头，声音越发冷漠。我没惹过任何人。我起身站在天台栏杆的边上，任由夜风轻抚自己的脸颊和头发。我笑了起来，因为温暖一旦恢复这种冷冷的状态，那就说明他好了，好了就不会想去死。不过温暖却有些不理解我在笑什么。我突然咧嘴，露出2排洁白的牙齿，笑容很奇怪。你是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些人天生就是贱种，他们一天不搞事心里就难受。这些人除了长得像个人，他们做的事说的话，基本上和崽种无异。他们只是看你弱，觉得你好欺负罢了。谢谢我好多了，心情的消解可不是1天2天，可以多做喜欢的事，靠近一些喜欢的人会好起来的。喜欢的事，喜欢的人。见温暖若有所思，我想起了前世他和嫣红浩之间的传闻。当时所有人都说他喜欢嫣红浩，可最终嫣红浩选择了顾雪婷，温暖失去了母亲，又失利了学习，然后他选择了自杀。我觉得这妹子真的太苦了，自己应该鼓励她一下。如果你喜欢嫣红浩的话，就勇敢去追，不要惧怕任何人任何事。原本一番劝慰之后，温暖还软软糯糯的，可听到我说起嫣红浩，温暖突然站了起来，看着我的目光有些生气。神经病！丢下一句话，温暖直接走了，只留下我在风中凌乱。我说错话了，算了，不想死就行。温暖没跟我去吃饭，我只能去食堂买了2份炒面。没办法，我要是不带饭的话，温暖大概率会啃我，而且是还没完呢。回到教室，温暖已经坐在了座位上，我刚把炒面放过去，不吃还生气，这气什么？有什么好气的？算了，女人心思多，先把贱种处理一下才是正事。我放下自己的炒面，然后径直走向班长李龙的方向。教室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不对劲，我来到了李龙面前，季风你，砰！即将倒下的身子居然没完全倒下去，李龙已经被我拽住了头发。你特么的，连老子照的人都敢惹，打小报告不说还搞污蔑，你是真不怕死啊！李龙脸上是清晰的血印，像是打印机印上去的一样。这货惨叫一声躺在地上，开始一边哭一边呻吟。在李龙惊恐的目光下，我蹲在了他旁边，别惹他记住了。见李龙点头，我没再多说什么，起身返回了座位上。班级里的气氛依然压抑，以前的我就只是混混，现在的我，一个偶尔懂礼貌、打人又特别狠的混混。沉默压抑的气氛被一阵脚步声打破，班主任黄继海突然出现在教室门口。李龙，你跟我来一下办公室。好。李龙应声，老黄立刻看出了不对劲。李龙，你的脸怎么了？李龙看了看黄继海，心中顿时涌现出一股狠狠告状，然后让我得到重罚的想法。可未关的窗户吹进一丝冷风，马上浇灭了他的这个念头。告状之后就不会动手了，他马上就要高考了，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不能折在这里。没什么，黄老师，刚才不小心摔的。黄继海走过来看了他一眼，这很明显就是被人打。你确定自己是摔的？就是摔的。黄继海感觉不对，又看向其他人，来，你们谁说说？李龙脸上怎么搞的？黄继海的问话根本无人回应，教室气压低的可怕。老黄扫视一圈，见没人回答自己，顿时来了火，随便指了个学生问道：娄阴阳，你来说说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哇，老师，我刚拉屎去了。黄继海蹙眉又指了一人问道：焦玉桥，你来说。不知道，我也刚回来，都不说是吧？那我们就等到有人说为止，我有的是时间，我就不信了，一中能容得了这种毒瘤。黄继海说话已经若有所指，我叹了口气，犯错要肯认，挨打要立正，这个时候肯定是不能当缩头乌龟，让全班人跟着背锅的。正当我准备起身承认时，一直悄悄盯着我的温暖猛然站起。黄老师，李龙是自己摔的，我亲眼看到，被众人注视的感觉很不好。可今天的温暖有点奇怪。温暖，你在说什么？在黄继海不敢置信的目光下，他冷冷道：黄老师不会连我也不相信吧？好，温暖你很好，毕竟说话的人是温暖啊，温暖可是全校第一。现在温暖这样搞，黄继海有些下不来台，最终只能甩手离开。教室里大部分人的表情都很怪，这其中甚至包括了我本人。刚才温暖在帮我说话，对老黄的时候，有种把门焊死的感觉，好猛啊！这天晚上的晚自习我没有再去找温暖，只是自己在作业本上画圈，画了好多个圈。这种宛如脑残一样的举动被我自己深深唾弃，然后在唾弃之后继续画圈，一直到晚自习结束，再也没了交谈。星期天的早上，我在公园里晨跑，很意外的没有遇到温暖。之前几天虽然双方还是没有说话，可我已经有些习惯了跑步时两人的相遇。今天早上过来，我原本是想跟温暖说声谢谢的，可惜迟疑了许久。我骑上了自己的鬼火，朝着城中村方
方向奔去。说好要补课的，我可是守信之人，可不能失约。我骑得有点快，当来到上次送温暖回家的那个巷子时，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温暖住哪。那天晚上我并没有送温暖回家，温暖也没有手机。现在站在巷口的我，宛如一个憨憨失策呀。正当我觉得今天的补课行动恐怕要落空时，温暖的声音却在身后响起：“你怎么来了？我来补课的。”说这话的时候，我稍稍有些心虚，失去了往日的那种锐气。我看向温暖，才发现他手中大包小包拎着许多东西。你才买回来，我帮你拎吧。温暖看了我一眼，表情和声音都恢复了曾经那种冰冷的状态。不用，我尴尬地站在原地。等到温暖走了好远时，他突然回头：“你不是要补课，为什么还站在那？”啊，来了！我连忙跟上，不过温暖依然没有让我帮忙拎东西，1米8几的个子跟在后面，两手空空，实在有点不像话。跟着温暖一路在巷子里前行，在一扇锈铁门前停下，一手裹住怀里的东西。温暖熟练拿出钥匙开门，屋子很小，一眼就可以看完。房间里有一些药味，有中药味，也有一些需要消毒水的气味。听到声响，王亚琴逐渐醒来，缓缓起身靠在了床上。你是那天晚上的那个季风同学？王亚琴看着我的表情似乎有些意外，可声音却很温柔。我连忙笑着应道：“是的，阿姨，我今天来是找温暖同学给我补课的。”我知道那天晚上妈该吃药了。温暖端着一杯水和药递给了自己的母亲王亚琴，也打断了聊天。哦好，那我先吃药。我默默看着王亚琴吃药。房间太小，除了温暖的书桌和床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在来之前我有过心理建设，可我还是没想到温暖家的条件会这么差。王亚琴吃完药，一脸歉意道：“不好意思啊，季风同学，家里太小了，有点挤。”没关系的，阿姨，你们妈我等一会要给季风补习功课，待在家里挺不方便的，也会影响你休息。等下我们会出去，可以吗？很少听到温暖说这么多的话，即使昨天晚上在学校天台时都没有。可我还是感觉很奇怪，不是别的，就是温暖和他妈妈之间的关系怪怪的。这已经是温暖第2次打断我和王亚琴之间的对话，有些尴尬，总感觉温暖不是很想让我和王亚琴说太多话。王亚琴也没再继续，她只是看着自己的女儿，而温暖也同样盯着自己的妈妈，沉默像是一种对抗。许久，温暖又重复了一遍：“可以吗？”沉默了一会的王亚琴重新笑了起来：“当然可以，谢谢妈。”温暖的声音有些小，我明显感觉到她像是松了口气一样。那妈，我们走了，周末你就好好休息吧。到了此时此刻，我就算再迟钝也明白过来了，温暖和她妈妈关系并没有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很复杂。这样来说，前世温暖自杀的原因也变得更复杂了。两人带着学习资料出了门，走在这个城中村的院子里，温暖一直低着头没说话。虽然平日里的温暖也是这样子，可我还是觉得他此时不太开心，所以自己也没说话。上了车我才问道：“我们去哪？”随便。我稍稍思考了一下，去图书馆吧，那里有空位子，相对安静也免费。好，言简意赅。很快来到了市里的图书馆，找了个角落的位子，两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复习。到了中午，我简单买了点面包和水，就打算在这里和温暖凑合一下。当我以为我们会快速吃完，然后重新进入讲题状态，温暖却突然开口：“季风，你之前说的做流量变现那个能不能教我？”我微微一愣，第一反应是温暖为什么想学这个？教当然可以教，我连那些不是很熟的烂仔都能教，教温暖有什么问题？还是有问题的。做流量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还需要一丢丢的金钱投入，对于温暖来说都不太友好。虽然在自己的帮助和干预下，温暖也会赚到钱，在前中期，这个钱对于普通人来说甚至可以算很多，可这与温暖存在的潜力对比，根本屁都不是。让他来做这个，真是妥妥的浪费。温暖很聪明，但他缺少社会的阅历与经验，这两样东西真不是聪明能够弥补的。温暖向我提出想要学习做流量的原因很简单，钱。我自从和温暖接触开始，就知道温暖家里条件不好，一直到今天去了温暖家中，我才明白到底有多缺钱。家中有病患堪称无底洞。我轻轻敲打着桌子没有说话，温暖则是因为这种拖延，逐渐失去了勇气，重新低下头。沉默中我突然开口：“我找家教补课，一个课时是120，虽然你能力上比一般的补习老师强很多，但你没有从业资格证，所以我也不能议价给你补习的费用。这么一算，每周我只能付你1800的补习费用。”一脸诧异的温暖举手打断了我：“等等，我问你的不是这个，而且给你补习功课讲题是不用收费的。”我没说话，居高临下的看着温暖。自闭女孩只能躲开我的目光，都是为了赚钱。你能接受自己去一个完全不懂的领域，花时间去购入学习探索，然后用普通人都能掌握的技巧，透支自己未来的潜力去赚一点辛苦钱，却不能接受靠自己强悍的专长去赚省力的钱？说实话有点蠢，且没什么道理。温暖背对了之后就有些无措，这种小丫头怎么可能说得过我？我插起自己的双手，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语言打击。温暖，我一直以为你很聪明，很有天赋，未来不可限量，别干这种蠢事，也别浪费自己的时间和天赋，可以吗？略显严厉的言辞换来的是温暖沉默，许久才听到一个很细小的声音：“知道了。”见温暖委屈巴巴的，我笑了笑，给他接了一杯温水放在桌上，收起了自己刚才的凌厉。我们继续吧，温暖老师。好，下午两人各做各的事情，互相都没有再去搭理对方。离开图书馆的时候已经5点了，熟练的踏上鬼火，并没有直接回去，而是去了营业厅。来这里干嘛？交话费。我随口说道。温暖将信将疑的点点头。那我在这等你。时间1分1秒的过去，留在车旁的温暖微微蹙眉，这充话费的时间未免有些太久。他盯着门口张望了一会，突然收回目光，重新靠回车子旁，站直了身体。等急了没有？温暖目光冷冷，口是心非。我将手里提着的袋子递给温暖，这个给你。温暖微微一愣，虽然心里隐隐有些猜测，可看到袋子里的手机时，他还是立刻拒绝。抱歉，我不能要这么贵的东西。温暖的拒绝完全在我预料之内，我的表情也十分平静。充话费送的不要钱。温暖一愣，充话费还送手机？那你也可以把它送给家人。如果我需要手机，我会自己赚钱买。我挑了挑眉，这么便宜的手机，我家人看不上。这丫头一根筋的，我要是说什么不要就丢掉那种霸道说辞，温暖大概率真会直接丢掉。我放缓了自己的声音，温暖，其实我每天回家的时候也会复习功课，但我的水平你也是知道的，很多题目，尤其是理科的题目看不懂学不会，待在家里也是求学无门，想找你帮忙都没门路。你要是有一部
部手机的话，我通过 QQ 或者微信就能联系到，问你问题，所以收下吧，我真的很需要你。温暖默默低下头，但我看不到他的脸颊，只有耳根的位置一片通红。迟疑一会，温暖没有再说话，但也没有再拒绝，默默地接过手机袋子，回去了。重新回归校园，我的生活节奏逐渐稳定下来，每天早晨锻炼，白天学习，晚上回家督促小弟做流量，好像一切都没有变化，可好像一切又都变了。温暖妈妈来到了学校一趟，也不知道办公室里发生了什么，一整天都很平静，而且在那天之后，老黄那里的早恋风波也平息了。时间飞逝，一转眼就到了月考的日子，成绩下来，温暖还是年级第一，而我也从196变成了466。上了课，各科的老师开始讲解试卷题目，一直到中午，又干一早上的我伸了个懒腰，就准备喊上温暖去食堂吃饭。班级门口突然穿入了一个身穿红裙的靓女，虽然没有温暖和顾雪婷那样漂亮，但也很好看。她火急火燎地跑到我面前，表情略显羞涩地递给我一封带着爱心的信。季风同学，这个给你。我没有说话，主要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看着那封带爱心的信件，五味杂陈，居然有女生跟我表白，还真是第一次。对面这个不认识的女生见我迟迟不接信，顿时有些焦急。季风同学，砰！女孩的情书被人突然拦下。你做什么？来者让我微微蹙眉，是已经有阵子没纠缠我的顾雪婷。你做什么？她纠结半晌之后才开口。再过2个月就高考了，这个时候早恋实在太不像话。我作为和你一起长大的朋友，自然有必要监督你。在说别人之前，你不应该先想想自己吗？那个谁，燕先生。我提及燕红浩，顾雪婷的脸色一下子就变得难看起来。我已经有阵子没和她联系了。季风，我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过，你们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与我无关？我也不想知道。我冷淡的态度瞬间刺痛了顾雪婷。这1个月时间里，顾雪婷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劲，没有了以前的嘘寒问暖，没有了曾经的细心照顾，更没有了过去的随叫随到。季风，你以前说过会一直喜欢我，一直照顾我的，我是你的白月光，你还记得吗？我瞥了一眼顾雪婷，眉头皱得更深了。别瞎说，哪有什么白月光，那只不过是少年时代的滤镜罢了。我们总要回归现实的顾雪婷，以前的季风已经死了，现在的我只想好好学习。抱歉，让一下，你别走。顾雪婷直接拉住了我，我想要拽过手，顾雪婷却死死抓住我的手臂，不让我走。正当我有些上火的时候，一道冷清的声音从旁边传来，走去吃饭。冷冰冰的声音让3人同时一愣。平日里都是我主动找温暖一起去吃饭，今天还是温暖第一次反过来找我。温暖身上的气压很低，面对他，顾雪婷下意识的就松开了手。我笑着看了温暖一眼。好，这时之前那个表白的女孩又唤了一声季风同学，我这才想起这个跟自己表白的女孩子。看着这个略显羞涩的女孩，我的目光逐渐变得温柔。深吸了一口气，十分郑重且认真。这位同学，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但谢谢你的喜欢，也谢谢你鼓起勇气向我表达心意。我很荣幸，也很幸运，这份深重的情感我心领了。但我很抱歉，没办法收下这份厚礼。以后你会遇到更好、更优秀的男孩子。最后祝你前程似锦。说罢，我在女孩盈盈的泪眼中，对着她轻轻躬身。这是一份尊重的拒绝，没有半遮半掩，也没有池塘养鱼。这样的拒绝，比起顾雪婷那种吊着我几年的做法，不知道高尚多少。周围的同学们也纷纷投来赞许的目光。女生会觉得我给了女孩尊重，男生会觉得我像个真正的野莓。所有人也都因为这次表白而感受到一些美好和遗憾。高中的尾巴就是这样。脱离人群的我松了口气，对着身旁温暖笑了笑。谢谢啊，刚才压力真是巨大，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温暖没吱声，低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一直到食堂门口时才应声不用谢。打完饭我递了张卡给温暖，补课的费用。温暖看着卡，目光有些失神，帮你补课只是顺带的，也没有花费太多精力。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劳动所得请务必收下。不知为何，看到我给他的卡，温暖心里很不舒服，可他真的很需要钱。迟疑半晌，最终他还是收下了卡，然后便是2人后半天的沉默，双方都没有再说额外的话。回到家中，温暖拿出了自己的手机，点开了那个头像，犹豫片刻发出了消息：明天有空吗？我想请你吃饭。刚洗完澡的我拿起了手机，看到信息时不由得一愣，仔细确认了一下发信息的人，我有些无措的搓了搓下巴。要是一般女孩，我想都不用想，肯定就给拒了，但这是温暖啊！我一时间甚至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去回复她。在我纠结于该怎么去回答温暖的时候，温暖已经在准备取钱，她时不时的看一眼手机，可始终没有等到自己期待的消息。看着 ATM 机上的7000块钱，温暖一时间有些失神。对于金钱她很有概念，知道家里的不易，也知道妈妈的辛苦，但她对于赚钱这件事情其实一点概念都没有。7000块对于此时的她，还有此时她的家庭来说，毫无疑问是一笔巨款，一笔连她妈妈估计都会动容的钱。温暖恍惚地站在 ATM 前，一直到身后传来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喂，你还取不取？不取赶紧走，我等着有事呢。”恰好这时手机也传来了消息：“好，我明天去接你。”这个回答让温暖隐隐有些高兴。抱歉，回头对着身后的人表示了歉意。温暖将目光放在 ATM 的数字上，他先是取了2000，迟疑一下后又取了1000。第二天一早，铁门被人敲击，早已经换好衣服的温暖将门打开，我一身休闲风衣出现在门口，温暖白皙的脸庞上猛然一红，随后就有些不知所措。人靠衣装，平日里为了照顾温暖的情绪，我几乎都是穿休闲运动，甚至是直接穿校服。今天刻意打扮，就是因为足够重视温暖的这次约饭。可现在好像有些弄巧成拙。温暖看了一眼自己身上的校服，低着头，温暖的呼吸都有些重。他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可好像无论他说什么都没有意义。此时此刻，温暖的自卑情绪几乎要溢出来。他闭上自己的眼睛，突然想要关上房门，可我的动作比他更快，铁门直接夹到了我的手掌上。温暖被吓了一跳，对不起，我直接打断了他。怎么说好的请我吃饭，这个时候又打退堂鼓，开了那么多补课费，舍不得这点，我没有。温暖低着头，目光还停留在
在我的手掌上。他的身体忽然一斜，我直接拽住了他的手臂，将他拽了出来。没有那就走，今天这顿饭你是跑不掉的。我的语气不容拒绝，从温暖的神态和着装，我已经大概猜到了少女在抗拒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哪怕是自闭的温暖也不例外。可美貌这个东西也是需要衬托的。温暖这套平平无奇的校服，加上她那厚重的刘海，只会将她本身的光芒彻底掩盖，明珠蒙尘，暗淡无光。温暖甩开了我的手，我不想去了，我给你钱，你自己去吃吧。给我钱，我是缺钱的人。这是正常脑回路能说出的话。我有些震惊，不过也意识到温暖的自卑情绪有多强烈。自卑和自尊心这两个东西，有时候真不好说。温暖正是因为自尊心强，所以才会感觉到自卑。我挠了挠头，思索片刻，你很在乎外表。温暖撇过头，没吱声，说不在乎外表的都是骗子。我当然也明白这一点，这种时候给少女喂鸡汤是没用的。你要是在乎自己的外表，那就更应该跟我走。温暖抬起头，眼神有些疑惑。我可以让你产生改变，变成你想象中的样子。说的好像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样。温暖说完就后悔了，这样说话真的很没礼貌。他其实很想去，可他觉得和我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要是不信的话，那就跟我去看看呗。我声音温和道。温暖还是很抗拒，但也有些异动。好在他是一个不会犹豫太久的人，稍作思考便得出了自己的答案。两人走出狭隘的城中村，只是这次的温暖总是和我离得很远，有点像是装不认识的意思。我也没戳破他，性格上的改变哪有那么容易？人叫人不顶用，事叫人一次毁。只有让温暖真实感觉到了自身的改变，这些心态上的缺陷才会被逐渐弥补。抓稳喽，骑上鬼火。少年和少女消失在街道上，等两人到市区的商业街，时间只有9点。到这里做什么？温暖看着面前的商场，表情有些抗拒。我刚吃过早饭，现在吃中午饭应该不太合适，所以来逛逛。等等我把自己逛饿了，中午才好大吃你一顿。我的这个理由有些蹩脚，温暖却找不到什么反驳的角度。在温暖迟疑的态度中，我继续：你未来是要上大学的，不可能一辈子在高中自闭阳光。为了以后的大学生活，我先勉为其难的带你见见世面。温暖没有想过那么远，他之前的想法只停留在了高中，他要证明给妈妈看，证明自己的能力。至于未来，管他呢。现在听到我和他说起未来，说起大学的生活，那阳光下的脸庞突然让他有了一丝期待。我原本以为自己这样说，温暖会冷哼一声，然后撇过头去进行冷式傲娇，没想到他居然应声了，着实有些意外。来吧，带着自闭少女走入商场，我第一时间就把她带入了女装区，态度不容拒绝。但温暖在看到衣服上的价格时，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季风，我们是要在这里买衣服吗？当然，这里的衣服价格不高，而且款式多。价格不高，温暖心里有些纠结。为了请吃饭，他今天可是带了2000块钱过来，他不知道请吃饭要多少钱，以前也没请过，就是怕不够，所以才带了2000。可要是买这里的衣服，温暖低着头，已经不敢再往下面想。在温暖心里打小99的时候，我这边已经开始挑起了衣服。营业员，这件还有这件，拿来让他试试。温暖眼睛瞪得大大的，真的要试吗？怎么，你不试？难道是想让我当女装大佬？可是，别可是了，快去！试试又不要钱。再说了，人的成长总是要伴随改变的。我不想说什么校服也很美之类的话，人靠衣装，换一身行头，或许会让你更漂亮，更有自信一些。快去，快去！换好了让我康康。我把选好的衣服递给了温暖，在他纠结的目光中，把他推进了更衣室，随后便开始了男士时刻，玩手机等待女人换衣服。这是一段漫长的时光，一直到温暖怯怯地从更衣室中走出来。没有了校服的遮掩后，温暖白皙的皮肤彻底暴露在视野里，她的长发散落在肩上，灵动的大眼睛带上了几许羞涩，双手不知道往哪放，只能抱着自己的校服低下头。高挑修长的身材，却有着不属于这份身材的傲人胸围。月是水中月，人是镜中人。见多识广的柜员此时也不禁露出赞叹的目光。帅哥，你女朋友真漂亮。不是，不是。我和温暖同时开口。见温暖撇过头，我才继续说道：我们是同学，不是男女朋友。我不好意思，再试试其他2件。柜员露出了姨母笑，没再纠缠男女朋友的事情，只是把话题往衣服上引。好，温暖，你再试试别的。好，有了第一次的尝试，温暖心中的抗拒早已经消减了大半。之后3种不同的穿搭，全方位无死角地展现出温暖修长的身段和傲人的身材，每一套温暖都很满意。一直到我递给她的第4套，一件露脐半露胸的上衫，下身是齐膝短裙。温暖怎么看都觉得不对劲，她盯着衣服看了一会，这件是不是有点露了？也要试吗？瞧你这话说的，选衣服不就是试吗？不试试怎么知道好不好？难道我之前选的那3套衣服不好看？我义正辞严，表情也很严肃，让温暖一时间看不出毛病来。之前的那3套衣服确实很好看，也让温暖放下了心防和警惕。那我试试吧。去吧。我摆摆手，一脸的不耐烦，只是我的嘴角已经快要压不住。温暖这次换衣服的速度比之前几次更慢，过了许久，她才捂着自己的胸口，慢吞吞的从更衣室里走出来。季风，我感觉这套太暴露了，不太适合我。温暖低着头，有些抗拒和羞涩的说道，可完全没得到回应。她抬起头，却见我正直勾勾的盯着她，那眼神和平日里完全不一样。季风，没事没事，不喜欢就换下来吧。我们身为学生，确实不应该这样着装暴露。温暖心里有些奇怪，她从我的表情神态上来看，我应该很满意这套才对，可为什么又说不应该这样穿？真是因为太暴露了吗？温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胸口，可只到膝盖部位的短裙，确实太暴露了。温暖抿抿嘴，返回更衣室。在她换衣服的时候，我已经让柜员结账了。等温暖出来，我已经提着袋子站在门口等她。季风，这些多少钱？一共1100多。温暖默默将手伸进口袋，抓紧钱的小手已经被汗水浸湿。3套衣服一共1100，划到一套300多，这就是正常的商场价。只是这个价格让温暖实在有些难以承受。我也没给温暖太多思考问题的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去调整温暖的想法。来，站着。我将温暖拽到了试衣镜前，指着镜中的可人儿，好看不？温暖有些不确定，还行吧。我一脸夸张，这么漂亮的一个女生，你竟然说她只是还行，还有王法吗？温暖撇过头去小声道，哪有你说的那么离谱。这时候开了单的柜员也走过来跟着赞许，美女你不要这么谦虚，如果这样都不算漂亮的话，那我们这样长相平平的人，怕是要羞愧死。被店员夸奖，温暖的心情
情又好了一些。被人称赞外貌真是一件愉悦的事情，任何人都一样，更何况温暖这样一个涉世未深还很少被人赞美的女孩子。看到了自己的改变吗？温暖点点头，那就先别纠结钱的事情，今天听我安排 OK。避开我的目光后，温暖这才点点头，感觉到温暖的情绪松弛下来，我也跟着笑了起来。要是温暖不愿意配合，那我就算是有心帮温暖改造，恐怕也力所不及。那好，现在衣服有了，我们再去找几双好搭的鞋子。原本温暖还有些退缩，可他想象到刚才说的话，想要改变就配合，暂时不要去管钱的事情。同样希望自己有所改变的温暖，此时逐渐坚定起来。好，到了2楼女鞋区，我将温暖拉到一旁的座位区，按了按她的肩膀。温暖有些不明所以，干嘛？先坐下。之前的服从性让温暖顺势坐下，可他总觉得这回我眼神有些怪怪的，他说不上来哪里怪，大概是女人的直觉。现在要做什么？看到温暖这副软绵绵的样子，我强行忍住狠狠欺负她的想法，语重心长起来。温暖，你知道吗？其实很多时候，男生不需要看到女生的脸，不用听到女生的声音，也可以产生喜欢和爱慕。每个人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闪光点，它是标志性的，就像是烟花升起，大雪落下，被爱人拥抱，被信徒拥簇。当我们感受到闪光点时，就会想起那份美好，所以要尽量展示出自己的闪光点，明白吗？温暖疑惑道。能说人话吗？来看看这有。温暖的脸瞬间红到耳根子，虽然早有准备，但刚刚那套说辞还是太抽象了。好，脸上的娇羞并不是拒绝，只是花季少女的迟疑。温暖没拖太久，就开始脱自己的鞋子，只是动作慢吞吞的。我的目光在温暖白色的纯棉袜子上停下，距离真的很近，隔着袜子也闻到了一些少女独有的曼妙气息，一丝清新中带着些酸涩，被掩盖在淡淡的洗衣粉清香下。但就是这清香中隐藏的那一丝气味，悄悄抓住了我，让我忍不住多嗅了几次鼻子，也让我多了一些奇怪的憧憬和幻想。见我目光几乎锁死了她的脚，温暖心里更是羞意难耐，连袜子也要脱吗？那可不，你难道要穿着袜子再穿凉鞋？你要真这么干，我只能说你对穿搭是有理解的。我的阴阳怪气还是起到了作用。温暖默默脱掉了自己的袜子，放在一边，露出了自己白皙的脚掌。少女的脚白皙娇美，如同一双玉佩般晶莹剔透，肌肤柔嫩润泽，画出优雅的弧线，确认了是绝美的艺术品。连续眨了好多次眼，哪怕是我前2世存于胸，此时也有些心神荡漾。看到我心神失守的眼神，温暖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狡黠。以往的我太淡然了，每时每刻都是一副尽在掌握的样子，让温暖觉得她在我面前就是个小孩子。这难得的失态，才让她有种和我是同龄人的感觉。温暖很快便换上凉鞋，当她站在我面前转圈时，我发出由衷的赞许，这就是艺术，我吗？简单的交谈让温暖十分愉悦，此刻的心情又美丽了几分。这种美丽的心情，一直到我去付钱的时候，3双鞋子又是近1000的价格。见到温暖蹙眉，我瞬间意识到，可能是少女的钱没有带够。我很想说这些都是送给她，可我太了解这丫头的性格，皱得不行。这些衣服鞋子，温暖是肯定会给钱的，只能劝说道：先别急，也别担心太多，你的补课费可没有多少，还要留一些补贴家用和照顾阿姨。要是现在都给了我，那肯定会影响生活。这样吧，等下次给你补课费的时候，从课时费里扣吧。我感觉自己说的已经很委婉，可温暖思索片刻后，只是摇摇头。季风，你不用和我说这些的。他脸上露出了少见的坦然与阳光，搭配上新换的衣服鞋子，此时的温暖就像是时光滤镜下的女主角，真正的白月光。我怔了怔，这丫头是有了自己的想法了。好，现在去哪？去找个托尼老师。女生做造型可比男生慢得多。盯着镜子中越发亮丽的身影，我借口出门买了包蚊香，顺手给自己点了一根。重生之后，我其实很少点蚊香了，主要是每次开始点蚊香或者想要点蚊香的时候，温暖都会直勾勾的看着我，算不算死亡凝视不好说，反正被人这样盯着，怎样也不好意思继续点下去。几次之后，在温暖面前，我基本已经保持了不点蚊香的习惯，可今天实在有些忍不住了。我现在的心态也很特殊，就像是自己发现了一块胚子，在自己精心的雕琢下，逐渐成为了宝石。这便是温暖给我的感觉，这原本是很好的事情。问题是这颗宝石实在太过于耀眼，耀眼到即使我2世为人，也不能按耐住自己那隐隐的心动，所以我才出来点蚊香吹吹风，让自己冷静一下。可我发现自己有些冷静不下来，脑子里的身影总是挥之不去，心也有些难平。我原本觉得自己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很淡然才对，和温暖之间的关系也是因为曾经错误和愧疚的补偿，不至于真不至于。别这么没出息，连续按压着打火机，这破玩意就像是故意在和我作对，明明还有气就是打不着。刚刚口头批评一下自己，一个让我有些讨厌的声音就从身后传来：季风，你怎么一个人处在这？转身看向来人，声音的主人我很反感，无论是前世还是如今都很反感。顾雪婷的官宣男朋友嫣红浩，也是前世学校传言中温暖一直喜欢的人。不得不说，要是从女生的角度来看，嫣红浩几乎可以说是完美，品学兼优，篮球打得也好，很会哄女孩子，长得也帅，家里还很有钱，也不怪会有那么多女孩子喜欢他。我可以不在乎顾雪婷，但现在的我无法不在乎温暖，不知道是不是温暖的原因。总之看到嫣红浩就烦。嫣红浩说话的语气有些浮夸，故意强调了一个人，他就是想要在我面前显摆身边之人顾雪婷。我看着嫣红浩眼神慢吞吞的，默默放下了打火机，对2人打了个招呼：哦，是你们啊，你们好。你好。嫣红浩笑道：季风，我其实……顾雪婷想要解释一下自己和嫣红浩一起逛街的原因，可她的目光突然怔住。我好了，接下来去哪？声音是温暖的，声音很温暖，声音的主人也很温暖，感觉到一只温润的小手扶住手臂，我的嘴角微微上扬。稍等一下吧，我没说为什么要稍等一下，我在享受嫣红浩和顾雪婷目光中的诧异，那种不敢置信和错愕，都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你是温暖。嫣红浩说话都有些哆嗦。温暖这个年纪，第一他肯定是见过的，这丫头平日里是什么样子他自然知晓。可以说温暖平日里的颜值被封印了70%以上，和顾雪婷根本没法比。可以说今天的温暖经过我调整穿搭，那被封印的颜值彻底解封。哪怕是往日里的班花顾雪婷，此时在温暖的面前也是黯然失色。比起嫣红浩的惊讶错愕，顾雪婷的脸色都苍白了些。和温暖相比，学习方
方面已经被对方缓缓超过。上次月考两人差大概10几分，这次已经差20多了。然后便是样貌。作为一个样貌出众的女生，其实顾雪婷对温暖的直觉比大多数人都要敏锐。在温暖一直自闭隐藏的时候，她就已经看出了温暖的样貌绝不一般。一直到今天，重新打理后的温暖身上犹如散发着光芒，让她这个所谓的班花都有些不敢直视。温暖，真的是你？温暖朝着我身边靠了靠，声音里只有冷意。昨天才见过，不至于不认识吧？这时的温暖没有像平时那样怯场，便对嫣红浩和顾雪婷两人的凝视，她目光平静而冷淡，吐字清晰，平静而淡然的样子，为她添置了一份高冷。唯有她一直握住我的手掌溢出的手汗，暴露了她此时真实的心情。这丫头还挺会装，我还以为她不紧张呢。我心里这么想着，脸上却没露出什么额外的表情。月考结束了，她说请我吃饭，正好我就陪她出来逛逛。原来如此，温暖她今天真漂亮。嫣红浩盯着温暖的目光已经有些不明意味，我反手拉住温暖，挡在了她的身前，也挡住了嫣红浩那让人不舒服的眼神。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温暖一直很漂亮。温暖闻言微微一愣，又感觉自己的手掌被人紧了紧。自闭少女微微撇过头，不想暴露自己的情绪，只是嘴角微微有些上扬。嫣红浩指了指街道另一边的千禧餐厅，既然这么巧遇上，那不如我们一起去吃个饭，你们觉得怎么样？嫣红浩语气很柔和，看似询问我，可眼睛却一直在盯着温暖，但温暖却没给他正眼，只是沉默地看着我。他的性格让他不会去抢我的话，可表情不会说谎。看着温暖闷乎乎的表情，我哑然失笑，低声附耳：你要是不想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们就走。温暖原本是想要应声的，可他看到顾雪婷盯着我的眼神，答应的念头又被强行压了下去。想着包里的钱和银行卡，温暖感觉到一股没由来的烦躁。他知道自己很卑微，但卑微从不意味着怯懦，可他还是害怕吃饭的钱不够。他不想在我面前出丑，也不想让我出丑。我像是猜中了自闭少女的心思，突然晃了晃温暖的手臂，停止了她的胡思乱想，对着两人笑道：这餐厅看起来挺高档的，不便宜吧？其实这里的消费也就那么回事，不过你们要是觉得价位高了，也可以换一家。嫣红浩笑眯眯的双手插兜，摆出一个自我感觉最帅的状态。可他的自我展示没什么用，温暖的目光就没停留在他身上过。我倒是无所谓的笑了笑。现在工作室的收益虽然还不算太高，但用在这里已经是小巫见大巫了，那就去吧。说起来，我也有好一阵子没和顾同学一起吃饭了，今天碰上，有些事情确实应该说清楚一些。顾雪婷眉宇微挑，我果然还是在乎她的。好啊，那就一起。顾雪婷没意见，嫣红浩就更不可能有意见。既然知道温暖这么漂亮，有接触的机会他自然不能放过。温暖家境不好，想来攻略难度要比顾雪婷这个拜金女低得多。嫣红浩的思绪正飘着，我忽地冲他咧嘴笑了笑。嫣红浩顿时有些不自然，好像心里的龌龊被眼前人看穿了一样。那就走吧。嫣红浩没有继续逗留，刚才的目光交汇让他心有余悸，就要拉着顾雪婷先走，可顾雪婷却挣脱了他的手。我可以自己走。见两人离开，温暖立刻松开了我的手臂，目光躲闪，欲言又止。我大概明白了他在担心什么。在担心吗？别慌，有我。有了我的安慰。温暖再次点头，情绪比刚才镇定了许多。来到千禧餐厅，嫣红浩和顾雪婷已经坐下。我平时可以混可以土鳖，但今天我也不介意让自己绅士一下，就比如为温暖拉开椅子，顺手的洗叠开餐具，然后展开这家店专门附赠的围裙，来戴一下围裙，这样可以防止汤汁溅到身上。温暖愣了愣神，随后立刻举起双手，像个提线木偶一样，任由我为他打理这一切。他的耳根子有些红，目光移向窗外，也不说话，清冷的样子与往常无二。拒人于千里之外，只有温暖自己知道他的心跳得有多快。对面的顾雪婷心底忍不住泛酸，以前的我也会像此时对温暖一样对他，那股隐藏的温柔一直都没有改变，唯一的改变就是人变了。两女的沉默被嫣红浩尽收眼底，她没吱声，目光闪烁的在菜单上画着勾。季风同学，我点了些菜，你再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温暖同学也可以看看。嫣红浩将菜单递了过来，故意放在了温暖面前。在看到嫣红浩所点的菜肴时，温暖的目光明显震了一下。嫣红浩是有心思的，他知道温暖的家境并不好，而在感觉到温暖闪烁的目光后，嫣红浩的嘴角立刻扬起，他就是想看到温暖惊慌失措的样子。这顿饭的价格温暖肯定承受不了，等会提议私人 A 就行。要是我打肿脸充胖子，把温暖的钱付了，他也不亏，东西反正会吃进肚子里，我付不起更好。到时候他把钱付了，搭了亲，很多事情就会变得容易。盯着菜单，温暖的手指捏得发白，这种消费已经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而我恰合时宜地握住了他的手，对上温暖的目光，我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不知怎么，温暖的心立刻平复下来。我抬起头看向嫣红浩，绷着脸一脸苦逼相：燕哥怎么点这么贵？这顿饭账怎么结啊？回头钱不够怎么办？土鳖！嫣红浩心有些不屑，可他面上露出的表情却只是愕然和无辜。他摊了摊手，一脸抱歉：你瞧我光顾着点了，没征求你们意见来着。其实也没多少，要么这顿我们 AA， 反正都是吃到肚子里，这样大家都不吃亏。那行吧，不过我能不能再点些别的？我笑了笑，当然，给你们菜单就是想让你看看有什么补充的。在我和嫣红浩交接菜单时，温暖目光低垂，盯着嫣红浩的眼神有些凶。他之前只有一次流露出过类似的眼神，就是帮我对班长李龙的那次。嫣红浩刚才眼里的鄙夷，他是完完全全看在眼里的。类似的眼神他已经见过无数次，绝对不会有错。温暖不笨，他当然明白嫣红浩这个混蛋就是故意的。那么贵，要不拽着季风直接跑吧。正当温暖又悄悄拉我的手指时，我另外一只手不动声色拍了拍他的后背，像是在安抚，又像是在提醒他不要急。不过温暖的小手我是没放的，还搓了好几把。温暖见我不紧不慌，居然还在认真的点菜，他果断抽回手，又摸他手，知道我不打算走。温暖心里便暗暗决定，实在不行就拿出卡里剩下的4000，无论我作何选择，他都不会在此时怯场。温暖，你看看想吃什么？不知道，似乎是感觉到了自闭少女有些生气。我的眼睛眯成了月牙。鱼子酱怎么样？味道大概是新咸口，不咋好吃，其他功效也基本都是吹的，但我估计你没吃过，咱们点几份尝尝鲜。我的话语很粗鄙的贬低着这些菜，可点菜的手却没停下的意思。看着菜单价格越来越高，温暖眼睛
睛已经有些呆滞。对面的嫣红浩微微蹙眉，不知道我在搞什么名堂，真的打肿脸充胖子。现在消费已经5000多了，4人 AA 每人也有1000多，就算是他也要肉痛。坐在他身边的顾雪婷欲言又止。季风刚开口，顾雪婷就被嫣红浩瞪了一眼。季风同学想点，我们没理由阻拦吧？被看了一眼的顾雪婷突然有些烦闷，不再说话。之后我加了2000多块钱的菜，还点了一瓶2万多的百图斯。季风，你点的那个酒是不是燕哥喜欢我给你点的酒吗？其实那酒一般，要按照我的口味，还不如15的牛栏山。嫣红浩此时的表情有些丰富，你既然觉得不好喝，那为什么还要点？他心里在想着怎么把那瓶酒退了。2万多的酒真不是他们能喝的，他嫣红浩实在丢不起这个脸。被嫣红浩质问，我嘴角向下，表情略显委屈。刚才我不是问你要不要喝点吗？你也同意的。嫣红浩深吸一口气，平复了一下自己心头的怒气。喝点也不至于点百图斯吧？那酒2万多，我脸上重新浮现笑容。不是巧遇同学吗？你们又说一起吃饭，我寻思高兴来着，来都来了还能咋地？都是同学多大点事啊？回头多喝点都在酒里了。嫣红浩有些头皮发麻，经典的来都来了，经典的都是同学，经典的都在酒里。眼见温暖和顾雪婷都在看着他，这顿饭硬着头皮也得吃下去。吃饭的气氛有些沉闷，我却并没有因为对面2人的存在而尴尬。我吃我的，然后带着温暖一起吃。温暖连火锅都没吃过，更别说这种高档海鲜了。他很多食物都不会弄，不过我也知道他不会，所以从不让他动手。温暖的饭量很大，这顿饭如果不谈价格，吃的其实挺爽。可对面的嫣红浩理智已经慢慢被阴霾的情绪淹没，突然笑了一声，他看向身旁默不作声的顾雪婷，语气有些怪异，感觉季风同学剥虾的手法很熟练了。我就不会，一看就知道你前女友把你调教的很好，有点心疼你。温暖的叉子突然撞上骨碟，他的目光冰冷，好看的眉宇锁定了对面的顾雪婷。可顾雪婷只是一脸尴尬的低下头，没去解释。一旁剥虾的我并没有停下，我笑呵呵像个没事人。我记得从小时候起，我就经常给妈妈夹菜剥虾来着，我妈总是会夸我懂事。怎么你没有妈妈吗？你说什么？你这个我这个什么？来说说看，我根本不惯着，颇有种你在逼逼，我就要捶你的架势。嫣红浩这个时候也彻底尬住，眼见这顿饭的情绪越来越重，一直不吭声的顾雪婷终于开口，够了季风。场面一度安静下来，我根本没有搭理顾雪婷的意思，先是看了一眼旁边的温暖，吃饱了吗？盘子里的吃完就差不多饱了，吃饱了就行。问好温暖，我随手扯掉了自己身上的围裙，用湿巾擦了擦手，然后扯了一下领口。这一系列的举动，很多人都不清楚，但顾雪婷实在太了解我了，这是我动手的前兆。嫣红浩也感觉不对劲，尤其是他在看到我把面前的勺子掰弯了，那感觉就像是在掰他的手指头。你做什么？季风，你要做什么？顾雪婷也紧张的站了起来。季风，你能不能别打架？我不想你这样。都这个时候，顾雪婷还是这样一副自以为是的语气。顾雪婷，本来有些话就是打算吃完饭跟你好好解释清楚的，现在正好，我郑重的告诉你，我们之间早就没关系了，别整天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也别整天给自己加戏。你怎么样？你和他怎么样？我完全不在乎。还有你嫣红浩，你要是不想挨揍就离他远点，看到你的眼神我就烦。我口中的他肯定不是顾雪婷，我也一样。温暖突然的附和让2个男生都是一愣，我马上反应过来，听到了吗？嫣红浩气得发抖，但他不敢在这个时候吱声。我拿起温暖之前购买的衣服，走吧。眼见着2人离开，嫣红浩终于反应过来，季风这顿饭的钱可不是说了 AA， 我们的我付了，你一个大少爷不会连1万3都付不起吧？说罢我便扫码付了钱，带着温暖离开了餐厅。离开餐厅后，温暖突然开口道，季风，今天本来是我请你吃饭的，这顿饭花了好多钱，我会想办法还你。温暖其实非常在意钱，这是没办法改变的事情，一顿饭吃了1万3，对于他来说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件事有些因他而起的意思，才导致了温暖此时心里有些愧疚。真不至于，其实是我自己想吃了，请好朋友吃顿饭不是很正常？我也经常请我的那帮哥们吃饭。再说了，你想请我吃饭还不容易，不还有晚上吗？温暖一愣，是啊，他们好像还可以吃晚饭。那我们现在去哪？图书馆吗？今天不去了，我们先逛逛，晚点的时候带你去一个地方吧。我知道你一直很好奇那边，我租了个房子，正好带你去看看我兄弟。温暖闻言目光变得有些奇怪，晚点的时候一直很好奇的东西，租了个房子看看兄弟。随着联想，温暖的脸色逐渐发红，站在原地显得不知所措。你怎么了？他撇过头去，站在原地不动，声音也变得很小。季风，这样是不是不太好？这有什么不好？你是还在生他们的气吗？上次的事情确实是我们不对，还有人跟你动手了，我先在这里跟你说个对不起，回头到那了再让他们跟你道歉。温暖微微张嘴，他们上次的事情道歉，感觉自己想歪的温暖脸色更红了。你很热吗？不热，他们现在都在忙，我们先逛逛街消消食，尽量把时间逛到晚上，他们工作结束再去。我找了个地方寄存了一下衣服鞋子，便带着温暖在市区里溜达起来。我们去了温暖从没去过的游戏厅，抓娃娃、扭蛋机，甚至还带温暖去玩了会沙子。虽然那里都是小孩，准备离开时已经5点多，温暖中午的阴霾早已经一扫而空，他的心里只剩下开心，从小到大都没有过的感觉，应该是很开心吧。走吧，去工作室看看。温暖还是低着头不说话，我也没有什么越界的举动，只是走在路上时，2个人的身影逐渐靠近了一些。2人一直走到一个普通小区的门口，这是个老小区，楼房只有7层的那种，大部分1楼的位置都有院子，而季风租的房子就在1楼。就这里，季风指了指其中一个靠边的院子，门口停着2辆小快递面包车，上面有2个快递员正在贴单子。12年的时候，热敏电子面单还没有普及，这时候的快递单都很大，需要自己贴上去。这2人面前堆积着大量的快递，他们都很忙碌。见到季风来了之后，2人立刻让出一条道，并对着季风点点头。季老板，忙你们的。在听到他们对季风的称呼时，温暖明显诧异了一下，随后他便跟着季风越过那些堆积的快递，来到了工作室里面。坐在沙发上抽烟的豆丁见到季风时，马上起身给他递烟。
峰哥来了。可他马上就看到了跟在季风后面的温暖，手上的烟也尬住了。豆丁看着温暖有些不知所措，就觉得他有点眼熟，所以眼神询问季风。季风笑了笑，也不打哑谜，不藏着掖着，直接解释道：温暖一直给我补习功课，他对这方面的事情一直都有兴趣，我们之间关系不错，我就带他来看看。温暖，之前那个被他们堵在厂房里的。豆丁表情有些古怪，他记得季风就是那天晚上之后突然开始转性的。这女人魅力这么大，长得确实挺漂亮，当大嫂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大嫂，豆丁猛地点头。温暖愣住，啊，我不是。温暖连忙摆摆手。一旁的季风这个时候也开口解围。豆丁，别乱说。哦，知道了。豆丁有些纳闷，看错了，感觉也不像啊，这里可是他们这帮人的秘密基地，是连顾雪婷都没有来过的地方，不是大嫂，季风能带过来。不过见两人都否认，豆丁只能改口。那，你好，温暖同学。你好。温暖也点头回应，不再去解释自己和季风之间的关系。互相打了招呼后，就开始跟季风聊起了最近工作室的发展情况。峰哥，就跟你说的一样，在拿到第1个月的佣金之后，兄弟们都跟打了鸡血一样拼。这次的业绩如何？现在一共9个人做流量，总业绩19万7，业绩最好的皮仔佣金3万4，业绩最差的大黄1万出头，还是挺不均匀的。季风点点头，做淘客流量这种事情，哪怕是同样的方法，同样的时间，同样的设备，不同人做起来结果都不一样。人与人本身就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为了赚钱很拼，有的人则是白子，赚2个就开摆，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峰哥，15号阿里妈妈会派发佣金，这钱怎么分？按照之前说好的，佣金他们拿全部，我1分都不要。季风的语气十分平静，好像对于那10几万的佣金一点都不在意。虽然关于佣金分成方面的问题，季风之前就有聊过，当时季风没明说，只是简单和豆丁透露了一下，有关于做流量的佣金，他1分不取，弟兄们拿全。可豆丁始终不理解季风为什么要这样做。引流的方法是季风教的，做流量的话术是季风找的，推广用的软件是季风买的，最终的选品也是季风拉的。可以说，工作室若是没有季风，连开都开不起来，更不用说大家一起嘎嘎赚钱了。作为季风的头号小弟，豆丁对季风这种不分钱的举动颇有微词。不是我多嘴啊，峰哥，要按我的想法，你在佣金里抽个50%都不算过分。9个人加起来佣金差不多20万，你抽个50%，那就是整整10万块钱。这只是1个月的时间，而且是头1个月。只要这生意不炸糊，咱们的工作室能够稳定发展壮大，以后的日子收入肯定是步步高升的。未来2-3年赚个几百万，感觉问题不大。1个月10万，2-3年赚几百万。听到这个数字的时候，温暖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之前他从季风那里拿补课的费用，1个月7000块，他感觉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可季风散出去这个做流量方法，他所能赚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他所能设想的极限。不敢置信，又或者无法理解。听豆丁的意思，季风是不打算要这个钱的。温暖惊奇的目光让季风很享受，其实装逼的时候不需要太多观众，只要有在意的人就行。豆丁所说的情况基本上属实。早期那批淘客大部分人都是通过这种模式，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少则赚了几十万，多则赚了几百万。但这批人的上限就在这里了，能够赚上1000万的几乎没几个。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分成。上头吃下头的分成，师傅吃徒弟的分成，领导吃团队的分成，都是这样。只是这些人吃分成的举动，从最开始的50%一直降到最后的5%左右，然后便是分成模式彻底玩完。这些风口上的淘客也就只能吃些残羹剩饭了。面对豆丁的问题，季风没有着急回答。工作室里人太多，谈钱这种事情还是私密一些好。他挥挥手，招呼豆丁和温暖去他的办公室里聊。虽然这间办公室很简陋，就1张桌子，1台电脑，却是这里唯一的办公室。在季风眼里，豆丁和那些人不太一样，是属于值得信赖的伙伴。哪怕他现在什么都不懂，眼光也不长远，能力也不够强，可单就值得信赖一点便足够了。其他方面他都可以慢慢培养。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很大，但也没那么大，走的路多了，见的事广了，也就会有些自己的道理。豆丁，你眼光长远一点。峰哥你说。问这话的时候，季风顺手拿起豆丁做的那本简陋账单，其实就统计个数字，还有大概的单数。看着这本账单，季风捏了捏自己的眉心，这憨憨能力确实不行，或者说他不太适合做生意。你感觉现在维系我们之间关系的是什么？豆丁有点慌，其实每次季风考教他的时候，他都很慌，怕把事办砸了。而随着这段时间收益的暴涨，
豆丁对季风的佩服已经达到五体投地、化身崇拜的地步。要是没季风的话，他毕业就要去开大车了。所以每次季风问问题的时候，豆丁都会认真的思考，然后给出一个让季风有些难顶的答案。维系关系，那必须是兄弟情谊了。跟着峰哥混，吃香喝辣，都是兄弟。原本豆丁还说得兴起，可他看到季风一脸无奈后，声音突然就小了很多。峰哥，我说的有问题吗？哎，豆丁，兄弟情是有的，比如你和我之间，我信你，所以才带你到这，才跟你说这些东西。所谓的兄弟情谊，真没你想象中那么多，也维持不了大伙的生活。大伙之间能在一起玩，一是好玩，二是有人带着玩。不用我说你也该知道，到了毕业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小团体大概率会分崩离析，绝大多数人会逐渐不再联系，少部分人会偶尔出来聚一下，喝点啤酒，吃点串，吹吹牛逼。到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阶级，最终走向不同的路。听到季风的话后，豆丁低下头。其实不只是他们这些混子学生，大部分的同学在高考完之后都是各奔东西的状态，哪怕是豆丁自己，毕业后都做好了开大车的准备。峰哥，你继续说，我听着呢。想要在毕业之后一起玩下去，其实很简单，就是让兄弟们没有后顾之忧。后顾之忧是什么？无非就是钱。峰哥，我不在乎钱，我就怕你不带我玩了。豆丁颇有些真情流露的意思。季风拍了拍他的肩膀。豆丁，你不在乎钱，有人在乎钱，人都是会变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兄弟们也会越来越看重钱，越来越需要钱。现在你还意识不到，但肯定有人已经意识到了。我现在去分成，分他们的钱，性质就会转变，从兄弟之间的帮扶逐渐变成经济上的合作。一旦牵扯了经济，那每个当事人都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这种关系甚至都没有去公司上班稳定，你明白吗？峰哥是什么意思？他们要是有异心的话，我帮你教训他们。哎，坐下。季风有些无语。哦，看着1米9几的豆丁因为季风一句话就乖乖坐下，温暖突然感觉有些好笑。有这样的兄弟似乎也不错。豆丁，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你能理解吗？听懂一点。豆丁硬着头皮说道。季风无奈，看他的那个样子就没听明白。他叹了口气，突然转向一旁聆听的温暖。你听懂了没？听懂一些。说说。我怕我说不好。温暖有些迟疑，也不太明白季风是什么意思。季风摆摆手，随便说，说错了又不罚款。温暖见季风都这样说了，也就放下心。只是平时里的学习往往都是季风请教温暖，温暖考教季风，类似今天这样季风反过来考教温暖的情况还是头一次。他低眉酝酿了一下。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需要钱，很多人都会逐渐意识到钱很重要，尤其是见过钱之后，这点我很赞同。说到这里，温暖看了一眼季风，季风没吱声，只是抬手示意他继续。你们所说的分成模式我不了解，听你们的意思，分成就是分工作室成员的佣金对吧？是这样的，东西都是峰哥教的，分钱也是理所当然。豆丁瓮声瓮气，话是这么说，可如果真这么做，一次两次还行，时间长了，他们心里肯定会想，为什么不自己做？反正都学会了。这一点不只是你们这行，修车的、厨子、理发师，所有学徒工种应该都是这样。我妈、我爸都做过类似的选择。听到温暖的回答，季风笑了起来，他看向豆丁。你听懂了没？听了温暖的话，哪怕豆丁脑子不聪明，也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爸就是先学跑车，熟悉路线，有客源之后立刻就自己出来单干了。正如温暖所说，所有学徒工种都一样，一旦人有能力赚到钱，并且自己拿不到全部的利益，立刻就会起心思。所以峰哥承受了一切，这帮狗东西，哎，峰哥还是太心软了，舍不得这帮兄弟。季风笑了笑没说话，只是搓了搓自己的眉毛。办公室里陷入了沉默，豆丁不太喜欢这种气氛，也不知道季风想要和他聊什么。这种冷场很常见，季风很无奈，豆丁自己也很无奈，只能试探道：峰哥，那我去把钱全分的消息告诉他们。去吧，正好我中午喝了点，休息一会。那峰哥我先出去了。豆丁几乎是跑着走的，他总感觉季风最近和以前不一样，压迫感比他爸还强。被季风对在办公室里的时候，就像是抽烟时被校长对在厕所，两者压力是差不多，甚至在办公室里压力更大一些。砰！随着房门关上，季风微微叹了口气。哎，有时候想拉兄弟一把，兄弟看不明白，也挺难顶的。不过仔细想想，豆丁也不过是18岁的少年罢了，虽然长得抽象了点。看着原地皱眉的季风，温暖也跟着沉默了一会，但他又像是突然决定了什么事情一样，对着季风举起手。季风，在学校里举手申请发言的学生是这样的。季风哑然失笑，你想说什么就说呗，不至于这样。季风其实没意识到
他给豆丁的压力，温暖同样能感觉到。温暖低下头，声若蚊蝇：“感觉你刚才像个老师，所以就举手了。”说吧说吧，不用那么纠结。温暖朝着季风走近了几步：“我觉得你是不想让工作室散了。”“是啊，我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不是惦记兄弟情谊，你就是单纯的不想让工作室散了。你需要这个工作室，工作室本身具有更高的价值。”闭着眼睛处于松弛状态的季风听到这里时终于睁开了眼，从几句简单的对话中就能看出这些东西。季风换了个姿势，坐直身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就我们说的那几句话。”温暖低下头，然后悄悄拿出了季风上次给他买的手机，显露出了上面的淘宝还有阿里妈妈。“你上次在食堂说的那些我听了，但没听全，我后来请教你，被你拒绝了。有了手机之后我就自己研究了一下，但是我不知道方法，网上也找不到，所以这段时间温暖一直在研究这个。”季风凝神思索，他觉得自己好像把一个好学生带歪了，是不是不该给他手机？为了避免有太多接触，季风几乎没有用手机和温暖闲聊过。现在看来这个举动好蠢。“你晚上回家不看书吗？”“全会了，不用看。”“好吧，我就不该问这种愚蠢的问题。继续说说我为什么会需要这个工作室。”“我只能大致猜测。”“那就猜。”温暖没有立刻开始说，他先是用一次性纸杯接了点水，一口气喝完，深呼吸一番，让自己逐渐进入那种类似在给季风讲题的模式。“首先，你掌握吸取流量的方法，但吸取流量需要人员和精力、时间。工作室的其中一个作用就是为你提供人员，弥补精力，增加时间。然后便是有关于引流的办法，你有方法不假，但我估计这个方法的保密程度和难度并不高。如果你抽取分成，这些掌握技术的人就会逐渐离开，单干。所以你不会抽成，让这些已经有流量、有技术的人走。最后，其实你需要的不是人员，而是稳定的流量。除开他们所赚的佣金，你应该还有其他赚钱的手段，就是通过这些流量赚钱。只是我不知道其中的方法，外面那些人应该也不知道。我感觉你好像根本不在乎那些佣金。”听温暖说到这里，季风的表情已经不能用简单的震惊来形容，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以前完全低估了温暖的能力。“温暖，我很少由衷的夸奖别人，但你真的很厉害。”被季风夸奖时，温暖的耳根子还是会红，也就这种时候他才会露出少女的羞涩。不过很快他的眼神又逐渐黯然下来。“我学习很好，家里条件很差。”季风能理解他的意思。温暖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保持了很好的学习，并且一直都还在进步，这一点从他和顾雪婷之间的成绩差距就能看出来。之前没有条件的温暖，英语和语文其实差得很多，英语主要差在听力这块，语文则是阅读理解。作文这两门看似死记硬背的科目，实际上隐藏着一些门槛，阅读量、听读量，普通家庭其实就可以满足。问题是温暖连普通家庭都够不上，这两门课温暖用了2年半时间才慢慢追上来，还是因为一中有足够大的图书馆，免费借阅。经济条件这东西真的很影响学习成绩，而且这种影响占比逐年在增高。温暖学习好，分数高，只因为他是学生，学生只能接触到学习，只能通过考试分数来展现学习能力。但实际的生活，甚至社会中，学习能力的体现绝不是分数那么简单。他们学习任何事情都很快，天才就是这样的，而温暖就是天才。季风闭上眼睛，他下意识地开始用手指敲打办公桌。温暖的表现让他惊讶，甚至让他想起了前世那些值得成为对手的人物。对手总是值得尊重的。温暖，你跟我说这些是有些自己的想法吗？听到季风这么问，感觉到那种略显冷漠的语气，温暖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勇气突然就碎了。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刚才的表现有问题。季风的那种语态有点类似上位者的审视，和曾经那些敌视他的人一模一样，让他内心深处的自卑瞬间溢满。是啊，他是季风，所以他不配。季风见温暖低着头不说话，心里有些奇怪。他疑惑地走过去，弯下腰看了温暖一眼，才发现自闭少女不知为何就哭了。见识过温暖抑郁的季风立刻意识到自己怕是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一下子引到了少女的自卑情绪。季风顿时有些手足无措，一整天都好好的，哪怕是遇到嫣红浩和顾雪婷，温暖都没怂过，可现在的他就这么哭了，像个小鸭子。他想起了一句话，无论是非对错，当他哭的那一刹那便都是我的错。温暖，你还好吧？温暖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后，就迅速进入了自闭状态。他平时都是这样，只会自己慢慢消化情绪，消化不了就忍着，没有其他任何渠道。温暖深吸一口气，在季风略显无措的目光中抬起头，抱歉，刚才有些失态，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吗？可以。
我想改变，不只是外貌上的改变。这时候的温暖目光灼灼，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在听到温暖想要改变自己的时候，季风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温暖一直都想要改变，不只是外貌上的改变，可他一直苦于没有钱，没有人脉，没有时间，没有任何试错的成本，更没有学习的渠道。所有学校都会教你怎么考试，但绝对不会教你怎么赚钱。这一点哪怕是季风前世也一样。而他在接触到季风，从季风口中了解到一些信息后，立刻意识到季风就是那个有能力改变他的人，不只是外貌。他想要的改变是成长，而不是成为一个花瓶。季风明白，可面对温暖的想法，季风自己却犹豫了。他在犹豫什么？他在担心什么？犹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担心以温暖的能力飞得太高，还是在害怕成长起来的温暖再也不能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随他掌控支配的脆弱少女。重生之后说好要好好弥补温暖，可我现在的想法似乎有些自私啊。温暖见季风沉默不语，心越来越沉，头也越来越低。他已经做好了被季风拒绝的准备。季风可温暖的请求，季风又如何能拒绝呢？当然可以啊！已经快要落入尘埃里的温暖眼中突然亮起了光。他看着面带微笑的季风，眼神有些不敢置信。真的可以吗？真的可以，既然你有这个能力，你想学什么，你想知道什么，我都教你。季风承诺之后，心里莫名感觉轻松许多，可在和温暖对视时却没了白天的那种默契。季风知道，其实自己在犹豫的那一刻就已经有私心了，有些东西悄然无声地发生了改变。想到这里，季风感觉有些羞愧。靠着先知先觉和一些手段去支配控制一个少女，这种行为和前世欺负人家又有什么区别？如果真的有私心，那为什么不光明正大一点呢？作为一个二世为人的重生者，连这样的信心都没有。哼，一个重生者欺负小姑娘，这么卑鄙无耻，有点下作了。季风微微摇头，自我批判了一番。可温暖在看到季风摇头的时候，心里更难受。季风是不是对她的要求很失望？她是不是一个很功利的女人？温暖默默低下头，没再去看季风的眼睛。季风谢谢。此时温暖心里的想法其实和季风一样，唯有羞愧。在他的角度来看，自从郊区工地的那一晚之后，季风就一直在无条件的帮助他，支持他，鼓励他。很多时候的无微不至都让他怦然心动，但他卑微在尘土里，而季风已经在云端，触不可及。有些东西并不是分数能改变的，他从小就知道。虽然他也有给季风补习课程，但他自己最清楚，那只是季风补贴他的举动罢了。可他今天居然用自己的想法裹挟了季风。温暖，你太卑鄙了。温暖和季风各自内心鄙夷着自己，又各自陷入沉默。一直到心态更为成熟的季风消化好情绪，屋子里的气氛稍微缓和，他才悠悠开口：休息一会，我们就开始吧。收拾好情绪，季风将温暖拉到了电脑前，开始跟他聊起有关于流量变现的事情。夕阳日落，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只是老师和学生对调了身份。季风指了指自己电脑上的后台：你之前也说有对流量推广做了一些了解，既然如此，基础部分就暂时搁置，先从你之前说的做淘客真正赚钱方式开始说起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刚才大声说出想法，用尽了所有勇气，这时的温暖唯唯诺诺的。你知道我为什么需要长期、大量且稳定的流量吗？季风见温暖摇头，又继续说道：商家准备商品，推广者抽取佣金，粉丝购买便宜的货物，这听起来是不是天衣无缝？季风此时的声音轻柔缓慢，上位者的气势暴露无遗。他见温暖眼神躲闪，突然问道：温暖，你有在听吗？啊，我在听的，感觉是这样，但好像又少了些什么。温暖的声音越说越小，向来冷漠的他，这时候却像是一只温顺听话的小猫，默默坐在旁边听季风叙事。有了回应，季风才点点头。是的，其实这里面少了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是什么？做流量的淘客应该如何与商家对接？温暖好看的眉眼揪在一起，他隐隐想到了些什么，但在没有说明白的情况下，这种事情单靠聪明真不容易想通。见温暖疑惑，季风也没卖关子。一个知心账号的粉丝多则几万，少则只有几千，转化到 QQ 和微信群的真实客户就更少。单独淘客的实力不够，能力也不够，是根本没有办法支撑起一个单品的，更别说庞大的品类了。没有足够的推广能力，就无法产生销量效应。反过来说，单独的淘客没有实力，所以他没有办法影响店铺的选品。双方的实力不对等，就没办法建立信任。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桥梁，一个流量的集中者，也可以称之为推广话事人。在季风说出这个称呼的时候，温暖已经明白了他想表达什么。推广话事人，是不是那些收水果、
再到城里卖的批发商、渠道商。聪明，两者确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过推广话事人的实际权力远远大过那些搞批发的渠道商。温暖有些不理解，他感觉两者的定位是很相似的。被季风的目光注视，温暖有些无措，不过他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些问题上。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当你拥有足够的流量乃至精准流量时，事情的定义就会悄然改变。推广这个品类的话语权将会落入你的手中，你可以影响店家的选品、价格、佣金。因为淘宝的流量过于集中，你甚至可以威胁店家，做不做？不做。可以，你不做，有人做。后面的店铺做，销量一起，前面的店铺就会受到影响。很多时候，店家会被逼到不做不行的地步。这便是流量的魅力，也是所有互联网大佬都在追逐的东西。温暖听得怔怔出神，他点开了自己手机上的淘宝，随便选了个女装品类，选了个差不多的款式。看到第一名和第二名的销量差距只有几十，稍作思索便理解了季风的意思。第一名总是会比第二名优先选择的，这是必然。而持有流量者有能力将第二名变成第一名，感觉有些可怕。季风笑了笑没说话，前世用流量裹挟一切的情况可太多了，已经成为了常态。就比如美团，商家被迫做活动，被迫降价，被迫打折，还要被抽水，到最后很多商家网销根本不赚钱，却又不得不做。这就是流量裹挟，只是美团的流量太巨大，和它没可比性。季风现在的这些人，几十个知心姐姐、心灵鸡汤账号，总粉丝不过几十万，能够影响的品类其实只有2个，女性、母婴。可即使是这样，也足够他赚的了。温暖默默消化了好一会，季风也没有进行催促，他默默打开了自己的后台，示意温暖过来看一眼。在看到屏幕上的数字之后，温暖的瞳孔瞬间收缩了一下。237452是佣金，绝对是佣金，温暖知道，可他还是想要确认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多？他拿起了豆丁歪歪扭扭写在小本本上的账单，上面9人的佣金总和只有19万多。为什么你的佣金比他们的总和还多？连续2个为什么并不足以表达温暖此时的惊讶情绪，他只是不理解。温暖点点头，他努力学习了好多年，可对于赚钱还是一窍不通。妈妈也很努力，可勤劳并不能致富，只会带来伤病。现在看到季风后台的数字，他才意识到赚钱这件事已经不是努力的问题了，而是信息的代差。季风轻轻摆手，示意他平复一下情绪。见他没那么吃惊了，才开始解释。淘客的佣金分为 A 和 B，A 是对接推广话事人的，总金额为固定值加一般小于淘客的佣金分成， B 是淘客拿的，我外面那些哥们的总金额为销售额 20% 至 40%， 这便是我的佣金高于他们总佣金的原因。分成低为什么总额还会高？淘宝的有些东西分成是没什么意思的，比如5块钱的3包纸、2块钱的毛巾、1块钱的钥匙扣之类，这种低金额的东西佣金收 40% 也才5毛1块，所以分成就不用看了，看固定值。温暖今天已经吃惊了太多次，他有预感接下来的问题和答案还是会让他吃惊，但他还是想问，那这种低价的东西你收多少？其实都差不多，一个真实销量5块钱。温暖呆坐在椅子上沉默良久，一个真实销量1块钱的东西收5块钱固定佣金，这种事情真的会有商家去做？好吧，其实季风后台的数字已经给出了答案。季风的身份从来都不是淘客，他自己根本懒得做这种小流量，他是推广话事人，所以你根本不在意他们赚多少佣金，你们原本就不在一条跑道上，你甚至希望他们多赚一点，是这样吗？也没那么无情，我这个人心善，还是希望兄弟好的。心善，希望兄弟好。温暖看着季风的眼神有些怪怪的，此时季风在他眼里已经化身邪恶资本家了，资本家心善。看到温暖那种怀疑的目光，季风微微一笑，你不必用这种眼神看我，我说的都是事实。不管怎么说也是玩了几年，兄弟们的感情也都很真挚，我是需要他们努力，需要他们的肝，需要兄弟们为我猛冲流量，但我也希望兄弟们过得好一点，干几年买套房子换个车什么的。我不怕兄弟开路虎，却真的怕兄弟日子苦，明白了。温暖点点头，也不知信了季风这话没有。你为什么不招外人？也不是不招人，只是招人的时候需要谨慎，毕竟这个技术是没有护城河的。护城河？没有护城河的东西最后都会变成烂事，这是必然。这事如果放出去招人做，肯定也能招到人，可一旦不同心的话，技术就会迅速外流。技术外流之后，流量池很容易被污染，流量池一旦被污染，衰败就会变得不可逆。虽然这种情况早晚都会发生，但我还是希望污染的那天来得晚一点，让我多赚一点。
兄弟们还是把我当做大哥的，我也没亏待他们，这样不是很好？明白了。在聊了一番推广画室人的事情后，季风又教温暖一些基础的知识。温暖上学的时候其实很散漫，总是在想自己的事情，倒不是因为不认真，而是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都会了。到了最后，只剩下重复的刷题、新题或者找一些偏门试卷。他喜欢学习的感觉，知识和技能的增长能让他感觉到自身的力量，也能让他更为充实，就像现在季风对他的教导也是一样。你既然有心学这些，那从明天开始，我们的补习场所就转到这里吧。白天嘛，白天肯定是要去学校的，这样以后把晚自习砍了，我带你过来。对于你来说，这段时间应该也够了。好，简单的聊天，季风便敲定了温暖未来的走向。而他也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温暖虽然能力很强，但好像没什么主见。这个情况他还不能确定，还是要再观察一下才行。这回时间已经来到了7点，工作室的下班时间。憋了许久的豆丁终于在下班的时候向工作室其他成员公布了季风的佣金决定。兄弟们听我说，今天下午峰哥已经说了，所有的流量佣金兄弟们拿全额，峰哥一分不抽，以后兄弟们都上点心，钱都是自己赚的，让我们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好，丁哥说得好，峰哥牛逼。听着外面的吵嚷声，温暖逐渐明白了季风的用意。自己拥有稳定的流量池只是基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峰哥去吃饭吗？哦，不好意思。已经工作结束的豆丁突然推门而入，然后又迅速关上门。在季风和温暖面面相觑的时候，门又被豆丁打开了。哎，你们怎么什么都没干啊？温暖脸色一红，撇过头去。季风更是怒气上涌。TMD， 你觉得老子应该干点什么？豆丁看了看温暖，摊摊手，表情不言而喻。滚，去吃饭。好嘞。季风开了口，工作室里一大群人嚷嚷着走出去。当天晚上便随便找了个烧烤摊举行了庆功宴。季风看着这些目光激动、朝气蓬勃的兄弟们，心里也跟着高兴。只是他也明白，这个年纪的小伙子是闲不住的，尤其是赚到钱之后，能够压抑住情绪的更是少之又少。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有可能产生膨胀情绪，或许能拉回来一些，但肯定也有不少回不了头的。这种事情是必然。曾经很多人都想要给年轻人一些建议，也有一些自省的年轻人问过来人建议，可有些事情的发生一直都悄然无声。人间清醒者极少，没过来的人听不进去过来人说的话。而且季风觉得人生在世也确实不太需要别人的建议，在亲身经历之前，再多的道理也没意义。一众人喝了很多啤酒，气氛热烈洋溢，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笑容，都憧憬着他们未来。既然如此，那他为什么要去做那个扫兴者呢？干杯，干杯！季风和兄弟们一同举杯，开怀畅饮。只是温暖拽他的时候，他拒绝了温暖喝酒的请求。他对温暖的要求并不多，不让喝酒算是一个。饭局结束，各回个家，各找个妈。喝酒不能开车，季风只能打车将温暖送回去。两人一路都在沉默。今天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从开始的贴心靠近、靓丽换装，再到后来遇到嫣红浩、顾雪婷针锋相对，到最后的工作室相谈，看似贴近，实则疏远。两人的心里都有些莫名。在车子里，温暖悄悄盯了一眼近在咫尺的季风，就发现季风只是闭着眼睛假寐。他稍稍靠近了一些，心莫名跳得很快。这个距离已经和他被堵在郊区工地时的那次差不多，只是2次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同。盯着季风下巴上还算柔软的胡茬，温暖的眼光有些迷离。一脚刹车，季风猛然惊醒，下巴恰好撞到了温暖的额头。抱歉。没事。四目相对，少年和少女的对视多了些莫名的东西，可双方都保持着克制，随后默默拉开了距离。温暖回到家时是8点多，打开房门，王亚琴的声音便随之传来。今天玩得开心吗？房间里很黑，因为没有开灯的缘故，温暖只能看到床上的人影。打开灯，默默点头。随着灯光的照亮，王亚琴也看到了此时温暖的样子。他没说话，温暖也没有动，就像是犯了错似的站在原地，等待着母亲的发落。今天小暖真漂亮，没带书包，所以是去约会的吗？温暖迟疑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今天算不算是约会。没有，我看了你的书包和抽屉，没有看到情书。我们那个时候如果互相喜欢，可都是要互相递情书的。怎么，季风同学没有给你情书吗？王亚琴说的十分自然，甚至没有发现自己女儿身上的郁气。妈，你又翻我的东西。温暖的话音有些嘶哑和颤抖。盯着温暖，王亚琴也是微微昂头，之前和女儿略微的缓和已经荡然无存。她沉声道：小暖，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为了我好就可以随便翻我东西，
就可以去学校给老师甩脸色，就可以去堵问我题目的同学，被人报警抓起来。我看到你和季风说话我就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妈，你要求的每一件事情我都努力的去做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我就想要点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不是你的木偶。他的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抓着自己的头发有些歇斯底里。向来坚强冷漠的他，今天是第2次哭了。强烈的崩溃情绪显然影响到王亚琴。王亚琴捂了捂自己的胸口，脸色比之前苍白了一些。到了这个年纪，有喜欢的人很正常，但妈不希望你因此而耽误学习。小暖，你别忘了答应妈妈的事，妈不会害你，妈只是担心你走上你爸那样的歪路。爸爸，同样的说辞，同样的态度，同样的事，多少次了？50次，或者100次。王亚琴从未改变过。温暖的记忆力极强，痛苦的童年她永远都无法忘怀。小时候是什么样的？好像只有无尽的争吵，妈妈总是在她面前说爸爸的不好。她太小，她也不知道爸爸好不好，只知道妈妈每次都说爸爸没本事，说爸爸钱都在外面养女人了，所以他们家里才过得那么苦。一直到5岁的时候，妈妈跑去举报爸爸在厂里吃回扣，爸爸被厂里开除。回到家里的爸爸还在被妈妈奚落。温暖还记得爸爸死前看他的最后那一眼，那是他永远无法忘记的一眼，不舍、愧疚，还有那一抹对这个世界的厌恶和解脱。没有了爸爸后，妈妈王亚琴独自撑起了这个家，而温暖面对的则是长达近10年的压迫，一言不合就打骂，无论对错。一旦他和别人冲突，他就要被打，有任何的反驳、顶嘴也要被打。他甚至记得铁杆扫帚弯曲的样子，能和他身上的伤口对齐。后来王亚琴渐渐不打他了，倒不是因为王亚琴改变了，是因为他得了心脏病，身体不好，打不动了。在那之后，王亚琴对他的控制也发生了改变。喂，你好，答应我，我是你妈。他被暴力和不爱对待了10几年，同样的话他听过太多次。渐渐的，爸爸那个曾经让他读不懂的眼神，温暖逐渐理解了。厌世正因为了解自己的妈妈，所以在季风来到家里的时候，他才会那么的紧张，连续几次打断季风和王亚琴的对话。不了解这些事情的季风面前，他妈妈或许就是个温柔的阿姨吧。温暖有些绝望地闭上眼睛，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他甚至想要逃避一会都没有地方。妈，我已经18岁了。砰！小暖，小暖！温暖摔门而出，王亚琴的声音不断从屋内传来，最终也只化作无言。迷茫的少女游走在街道上，她走出了城中村，却不知道自己该去哪，最终只能在车道的路边蹲下，然后开始发呆。离开家之后，温暖就没有再哭了。多年来的经历让她明白，眼泪根本保护不了自己。拿出手机，默默看着 QQ 的通讯录，里面只有一个 ID， 夏天的风。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联系过季风，和季风之间的通讯记录里也只有讲题的内容。温暖点开季风的头像，噼里啪啦打了100多个字，自己看了一会，感觉有几句是废话，就删了一部分。再看一眼，感觉全都是废话，全删了。在吗？在。什么事？温暖看着亮起的手机屏幕，一时间不知道该作何回答。是啊，他有什么事？跟季风诉苦，讲述一下自己10几年的压迫和悲苦。呵呵，没事。公园，回完信息的季风嘴角抽搐，看着已经快要输的棋盘，面不改色的往棋盘上丢了1块钱。老伯，我临时有事，回头再战。哎，你这小子都快输了，怎么跑了？公园的下棋老头一脸难受，他退休金5000多，会在乎那1块钱？男人至死是少年，老头也不例外，他只想狠狠暴杀季风。可惜季风见势不妙就跑路，太没礼貌了。老头还想嚷嚷几句，可面前跳广场舞的大妈们已经挡住了季风的身影。另一边，温暖看着屏幕上的问号，也陷入了纠结中，思绪像是断了的发条，再用力也只能发出咔咔咔的声音，就像是他此时混沌的脑子一样。他好像不会和人聊天，尤其是这种在手机上的私聊。温暖叹了口气，回头看了一眼城中村的巷子，感觉情绪消解了许多，就准备歇一会回去。10几年了，什么样的情绪他都已经经历过，哪怕是刚刚很生气的事情，只要花一点时间也都能自我消解。他早就习惯了。准备起身时，温暖感觉有人站在了他的面前，他十分警惕地抬起头，就见到那人递给他一杯圆滚滚的东西。温暖知道那是奶茶，季风以前经常给顾雪婷买，可他从来都没有喝过。来人背对着灯光，但温暖并不需要看清他的脸。看啥？趁热。你怎么来了？我在公园溜达，其实没多远。哦。温暖低下头，不让季风看到自己略微扬起的嘴角，然后悄悄喝了一口奶茶，好甜。温暖的目光微微发亮，对于他来说，这东西真的很甜，很好喝。谢谢。
季风看到他惊喜的样子，刚到嘴边的话已经说不出来了。是啊，糖很不好，有成瘾性，容易长胖，据说还会让人衰老。糖有太多的缺点，可它很甜啊。生活都这么苦了，喝点甜的又能怎么样？你喜欢就好。季风直接在温暖身边坐下，什么都没说，就这么陪着温暖吹风。夜风微凉，其实季风有想过把外套脱下来给温暖披上，可又感觉那种行为太油腻了，就没动。沉默又一次在两人之间产生，而两人似乎也都习惯了这种沉默。季风没有问温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温暖也没有说的想法。许久，温暖缓缓闭上眼睛，吸了口气后又睁开。季风，从明天开始，我会努力工作的。季风张了张嘴，微笑逐渐代替了其他表情。你能力这么强，感觉会被你带飞啊。等季风回到家里，时间已经过了9点。老爸季广寻和老妈董开慧居然都在。站在门口换鞋的季风微微怔了怔。老季，你啥时候回来的？季广寻没回答季风的问题，推了推自己鼻梁上的眼镜，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盯着季风。董开慧见状，知道父子俩恐怕要深入交流一番，于是便起身走向厨房。我去切点水果。待董开慧离开，季广寻这才开口道：小风，我听你妈说你最近学习很用功，分数也提升了一大截。季风很清楚自己以前是什么德行，所以自己亲爹露出这种怀疑的表情，他也不算意外。大部分的父亲都是相对理性的，不像母亲那样感性。自己儿子突然大转变，最开始的状况一定是质疑。是有这么回事，我想通了一些事，放下了一些人，然后准备考魔都大学。魔都等于复交，以后不再提及。魔都大学，季广寻没有着急反驳和批判。不管怎么说，自己儿子好好学习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可季风的这个目标定的是不是有点太高了？你上次模拟多少？466，这个分数跟魔都大学有一段距离啊，而且还是不小的距离。我知道，这不是还有2个月的时间吗？爸，我现在有高人帮助，进步速度非常快。等高考的时候，不说有绝对的把握，至少应该有拼一枪的资格。季风说话的时候，脸上不觉意间就露出了那种特别的自信。季广寻缓缓点头，再次确认了一下：你不是开玩笑的？这是怎么可能开玩笑？我是真的打算冲一冲。老季撇嘴摇摇头，我说的不是你的学习，你现在能考400多分，肯定是用了心的。学习这个事情是正向循环，你只要用了心，肯定就会有回报。我说的是你自身问题，你以前喜欢老顾家的闺女，一天到晚都要死要活的，我感觉你都没救了，怎么突然就变了？提到老顾的女儿，季广寻眯起了眼。被老爹说到曾经的舔狗生涯，季风也不禁老脸一红。我不说了吗？想开了，也就放下了。真放下了，真放下了。季风一脸认真，可老季还是满目怀疑，突然出声道：你这小子是不是移情别恋了？噗！刚喝下一口水的季风猛然喷出来，盯着季广寻反驳起来：老季，你平时一副老干部的样子，为什么会有如此离谱的想法？这有什么离谱的？你爸我以前也是校草来着，自然知道忘却一段感情的最快方式就是进入下一段感情，没毛病。没有的事别瞎说。这样，那你说的高人是什么名堂？男的女的？女的。你看十有八九就是他了。老季，你少胡扯，人家是全校第一，以后肯定是清北的，我能混个魔都大学就烧高香了。天南地北的，没这个可能。季广寻微微挑眉，翘起二郎腿靠在沙发上，似乎在思索儿子所言的真实性。算了，怎么说你也是学好，总比整天跟着豆丁那帮人混社会强。说罢，季广寻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了身旁的季风。季风顺势就接了过来。那可不，接过烟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不对。常抽啊？不老抽。季风有些心虚，其实他也没说谎，最近和温暖在一起的时间有点多，和豆丁他们在一起比较少。和温暖在一起的时候，他实在没有什么抽烟的空间。见老季也没出言批评，季风连忙拿出打火机给自己老爹点上。嘶！几乎同步的吞云吐雾，让整个客厅陷入了一片烟雾中。小风，你能想开，爸爸还是很高兴的。我出差比较多，你平时少惹你妈生气，知道吗？爸，我心里有数，有数就行，都18成年了，有自己的想法是正常的，也该有点想法。以后做事不说3、4、2后行，起码动脑子想想再搞。知道了，爸。聊到这里，董开慧也端着水果走了出来。来来，你们爷俩边吃边聊。好，我也不跟你说那么多废话，回头你听着烦。你现在还在学习中，等你高考完了，咱们爷俩再喝一杯。好，爸，回头肯定开你几瓶好的。季风可是知道自己亲爹藏了不少好酒，其实他不太喜欢喝酒，但若是和自己家人寻开心，那喝一点也没事。来，
吃水果吧。季风和爸妈又聊了一会，这才洗漱睡觉。他能感觉到父母的开心，那种为儿子改邪归正发自内心的开心。重活一世，季风本就是为了让家人舒服一些，让他们以他为荣，让他们感受到骄傲，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躺在床上，季风突然收到了 QQ 信息，在吗？噗嗤，忍不住笑了起来。其实他前世当舔狗的时候真的很喜欢发这句话，但他很快又笑不出来了，因为每次问在吗的人总是很卑微，就如此时的温暖。什么事？你明早还去跑步吗？去，明天一起。好。简单的对话后，聊天又没有了下文，可能这就是温暖吧。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一句好，让季风想说点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放下手机，季风已经准备睡觉。跑了一天还是挺累的。滴滴滴，可他刚刚躺下，手机又一次亮起，来了新的讯息。季风以为是温暖，就直接打开了 QQ 通讯，却没想 QQ 上闪烁的是顾雪婷的头像。季风，我和嫣红浩分手了。看到顾雪婷和嫣红浩分手，季风顿时急了。啊，你们为什么不永远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和嫣红浩分手？盯着屏幕的顾雪婷摸了摸鼻子和嘴唇，她在怀疑季风是不是打错字了。她在质问我为什么要和嫣红浩分手。常年养成的公主脾气马上带来了怒气。顾雪婷食指飞快地输入：季风，我是说我和嫣红浩分手了，是我和他分手了。顾雪婷，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女人。你知道嫣红浩在你们这段感情里付出了多少吗？顾雪婷。季风看着手机，脸上满是愤愤不平。他可不是阴阳怪气，是真的生气。怎么就让这女人外流了呢？嫣红浩这个废物，校草名不副实啊！他恨不得顾雪婷和嫣红浩彻底锁死。季风，今天的事情让我看清了很多东西，过去的我太虚荣了，我们回到以前吧，好吗？我以前只能考200分，现在能考460多，回到以前。顾雪婷，你是真的想我死啊？季风，你能不能不要这样？你知道我没这个意思。看到话题又回归那种无聊的状态，季风也没了和顾雪婷继续聊下去的兴趣。我要去洗澡了。其实季风已经洗过澡了，不过这个话术应付不详里的人时实在好用，怪不得前世顾雪婷一发信息就洗澡，这感觉太对了。另一边，顾雪婷将头埋在被子里，委屈地哭了起来。第二天清晨，季风一如既往地来到公园里跑步，正如昨天晚上约好的那样，温暖已经在公园的门口等着他，还是绿色的校服，一切都没有改变。早啊！两人拆下耳机，各自打了招呼，随后又各自戴上耳机，开始练习听力。高3的学业压力太大，哪怕温暖也不敢浪费早上的宝贵时间，季风就更不用说了。两人没有过多的言语，只是一起跑步。和平时不太一样的是，季风稍稍放缓了自己的步伐。温暖毕竟是女生，跑得没她快。跑完3圈，温暖主动停下。季风，我先走了。好。跑步会令人愉悦，看温暖的样子，应该已经从昨天晚上的情绪中走了出来。虽然没有聊天，但季风的心情也是不错。吃完早饭，便骑着鬼火来到学校。季风，早。风哥，早。早。面对同学们的打招呼，季风微笑着一一回应。他这段时间的改变，很多人都看在眼里，只是还缺少了一锤定音的结果。对于学生来说，分数就是结果。模拟考试的成绩足以让如今的季风得到同学尊重，而且这种尊重并不是那种对流氓学生的惧怕，而是对一个努力上进、逆风翻盘者的尊重。刚开始整理书籍卷子，季风突然听到了一些同学的惊呼：卧槽！卧槽！卧槽！她是谁？温暖。是温暖吗？这 TM 她好漂亮啊，我感觉比顾雪婷好看。有一说一，确实，今天的温暖换上了那套紫色的活力运动装，亮眼的穿搭让她身上盎然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其实温暖这种青春活力的少女穿搭成这样完全是正常的，只是温暖将近3年的校服生涯已经刻在了太多人脑子里，此时再换上运动装才更让人惊讶。不只是装束的改变，温暖的发型也被季风重新打理，所以这场班花变换带来的骚动持续了很久。漂亮的女生总会引起他人注意，一些同学甚至主动找她聊了起来。不过温暖的性格倒是没什么变化，只是冷漠地回应一切，到最后干脆看向窗外开始发呆。自闭少女开始自闭，其他人也就没了办法。见到温暖改变，一直对温暖心有觊觎的刘伟默默握紧拳头。他一直把温暖视为自己发现的隐藏珠宝，季风出现已经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危机。现在温暖改头换面，一下子给刘伟一种自己隐藏的珠宝彻底暴露于公众视野中的感觉。他有些无措，吞了吞口水，最终来到了季风面前。风哥，温暖他怎么穿成这个样子？你不说说他吗？季风抓了抓头发，一时间没搞清楚是自己听错了，还是刘伟脑子有病。
这身是我好不容易给他搭的，我说啥？说他好看，这还要你说？小伙子别这么肤浅行不行？刘伟被季风这样一问，整个人表情都怪异起来。可温暖这个样子，他这个样子，影响学习憋了半天，季风还以为他要说点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谁知道就憋出个影响学习，简直无聊。刘伟的那点心思，他看一眼就透透的。而且季风很清楚温暖内心的骄傲，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情况，以温暖的骄傲来说，他和刘伟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交集，两人根本就不是一条线上的。这样不好吗？他本就是皓月和鲜花，何必隐藏于乌云与淤泥之下？刘伟觉得季风没理解自己的意思，于是又提醒道：风哥，你应该懂我的意思吧？他这样只会让更多人发现，未来一定会有很多人追他，到时候你就不怕，我有什么好怕的？他喜欢谁是他自己的事，我又不是他爹，我干嘛要怕？而季风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每个人都有活在阳光之下的权利，身在黑暗才会更向往光明。刘伟怔怔地看着季风，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季风就吃准了年轻人喜欢喝鸡汤，2口鸡汤就给刘伟唬住了。其实他也不太希望这个时候有人去打扰温暖，当然也不希望有人来打扰他，只是这种事情总是要面对，即使现在没有，大学也会有，就没什么阻止的必要。重新回到课堂，季风的生活再次归于平静，但平静不是平淡，只是没有了太多的变奏，变得有条不紊。接下来的日子每天就像是复制了前一天一样。季风每天早上与温暖相约一起跑步，白天努力复习，到了下午课程结束，两人一起不上晚自习，转头前往季风的工作室。到了工作室之后，季风和温暖就有了各自的忙活。工作和学习，基础的吸粉、话术、建群、推广太过简单，温暖基本属于看一眼就会。季风也不可能让他去做这种低级的逃课。从培养的层面来说，温暖本身就和其他人不一样。在稍微了解基础之后，他便开始接手原本季风的工作，统计、派单、整合，还在豆丁感激涕零的目光中拿走了记账的活。每天晚上的时间，温暖工作上有不会的问题就问季风，而季风在学习上有不会的也同样是问温暖，进步在默契中产生。期间也有同学质疑过温暖和季风不上晚自习的事情，一直到最后一次摸底考试。这次考试，季风以599分的成绩震惊全班，温暖则是原地踏步保持第一。学生以分数为主，分数让质疑他们的声音逐渐消失。两人交出的这份成绩能让所有人闭嘴。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人干预他们不上晚自习的事，甚至有很多人开始猜测两人是不是找了更好的学习地点，悄悄发力，羡慕他们这样的生活学习节奏。自这次证明实力后，逐渐开始有人给温暖递情书和表白、送花。对于不喜欢温暖的或者一些女生而言，她的性格其实和以前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外貌的改变，让背后议论她的人变多了而已。但对于这些表白或者暗恋的少年来说，这一刻的温暖已经成为了他们高中生涯里最后的白月光。她清冷的明眸看上去比顾雪婷更为纯净，她的皮肤更白皙，她的学习也更好。不知不觉中，温暖已经取代了顾雪婷在诸多男生心中的位置，逐渐完美。两者的对比非常清晰。顾雪婷曾经不止有季风这个舔狗，还有嫣红浩官宣谈对象，追的人多，平日里也是趾高气昂。而温暖除了给季风补课外，从来都没有传过其他流言蜚语。平时上课跟季风也不怎么说话，除了在一起吃午饭，一聊就是讲题，所以很多同学也都刻意忽略了季风的存在，想在毕业之前表白一把，不留遗憾。只可惜温暖就是温暖，他的冷漠好似天生的一样，收到的情书、花、礼物一般都是人走了就丢进垃圾桶。也就是因为教养和礼貌问题，没当着别人面丢，就这也伤了一大波小男生的心。不过大部分表白的人也心里有数，白月光为何而美？是因为他触不可及，是因为他单单站在那里，即便什么都不做，也足以填满少年的所有目光，站在少年的心洞里。未来许多年，回想这一时刻，总会有少年想起自己当时的笨拙，想起曾经的这份美好。每当想起这个曾经在少年心里满分的人，他就会赢过所有人。季风的小工作室里，季风靠在自己那个有些破旧的二手老板椅上，这里的一切都是二手的，季风也没打算换新。他很清楚，毕业之后工作室肯定要向魔都转移，而工作室的成员也会出现第一次分离。工作室转移是必然，没有其他选项。珍珠市不是包邮区，而魔都几乎是整个国家的贸易中心，两者根本没有可比性。他又要去魔都上学，单就这2点，基本上也就锁死工作室的位置了，只能是魔都，没得选。毕业之后人各有志，愿意跟他走的人他会带走，想留下来的人季风也不会挽留。闭目思索着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季风捏了捏自己的眉心。
今天是用金结算的日子，他难得没有再去复习功课，而是等待温暖那边的用金结算。到了约莫7点的时候，温暖抬起头，嘴角略微出现了一丝笑意。出账了 ，A 佣一共553049，B 佣一共568771。现在工作室做流量的人员，连我共有19人，用金最高39000，最低11000。哦 ，B 佣超过 A 佣了呀，看来兄弟们最近很努力啊。季风敲了敲自己的额头，掏出一根烟，然后在温暖的注视下，默默放了回去。见温暖似乎有话要说，季风抬抬手，有什么就说，在我面前还有啥好瞒的？温暖顿了顿，才启齿。正常情况下 ，B 佣是不可能高于 A 佣的。这次 B 佣超过 A 佣，季风见温暖依然有所顾忌，便主动帮他开了口。一般来说 ，A 佣比 B 佣高大约10%，现在 B 佣超过 A 佣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有人跑了其他人的单子，对吧？温暖点点头。他原本以为季风会生气，可季风只是随意的笑了笑。温暖，你是不是感觉我们平时都是兄弟峰哥的互相称呼？他们跑别人的单子，不跑我的，这种行为等于背叛。温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他的认知还是驱使他点头。其实不然，每个推广画室人手里的优品是有限的，我们现在的实力还很弱，甚至不能对母婴的一个小品类全覆盖。大家也都在开荒，有人开荒，就一定有比我们更优的、涉及不到的单品。比如便宜的鞋子、衣服，我们根本没有，也找不到对接的商家。一旦客户有需求，他们去跑别人的单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兄弟们想多挣钱，就得满足客户的需求，客户才会更信任他们。这件事情是双向的。第1个月没人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还不熟悉，还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其他人的优评只会越来越多，习惯就好。听完季风的解释，温暖思索了一会，才缓缓点头。我知道了。好了，算账吧。今天都用金结算了，总归是个开心的日子。已经算好了。温暖将消费单递了过来。第1个月季风作为工作室老板承担一切，自然没有问题。但第2个月大家都赚到钱了，工作室消耗也该算一算了。要知道，季风从来都没有把兄弟们当作员工，他们都是合伙人。既然是合伙人，出钱出力也是应该的。电脑21台，长桌8张，椅子24把，办公桌1张，饮水机1台以上东西，算上房租，共计费用84290。季风翻阅了一下账目，便微微蹙眉，语气冷了一些。你的佣金呢？没算。温暖感觉到季风的态度变化，脸色有些慌乱。我自己也有在做流量，已经赚了比之前多很多的钱了。这种解释并没有什么卵用，至少季风不会听。他只是冷冷地看着温暖，一直到温暖低下头。所有人都是合伙人，每个人做的事情不一样，拿到的成果自然也不一样。他们作为流量推广，我都能给他们 B 佣全部。你现在是工作室总监，为什么不能拿 A 佣的分成？温暖根本不敢直视季风的眼睛。绝大多数时候季风都很温和，尤其是对待温暖几乎可以说是温柔。可季风现在生气了，连整个办公室的气温都降了几度。温暖半天不吱声，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觉得那些钱太多了，多到不属于他，他不敢拿。季风见自闭少女开始自闭，一时间也拿他没办法。换别人，那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可惜他是温暖。过来，把你自己工资结一下。季风冷冷道。温暖猛然抬起头，表情比之前更为不知所措，水雾渐渐把眼眶溢满，那可怜巴巴的委屈样子，哪有平日里哪怕一丢丢的高冷。季风叹了口气，干脆捂住额头。你哭啥呀？我只是让你把工资算一下，又不是把你开了，你在想什么？听到季风这么说，温暖的眼睛瞬间明亮起来，连续眨几次眼后，眼眶中的水雾也逐渐消失不见。朝着季风走来的时候，脚步都轻快了些。好，破窗效应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比如给妹子开工资。季风撇过头去，没有再去注视温暖，只是对着窗外的嘴角也跟着微微上扬起来，只是这抹笑意没有持续多久便消失了。进入工作室大约1个星期的时间，温暖就已经接收了季风原本全部的工作，成为了工作室的总监。之后这段时间，温暖的表现堪称惊艳，有他的存在，季风已经完全不需要去花时间打理推广画室人的工作，他只需要把握大方向，其他的选品、谈价、用金，温暖都会帮他一一做好。以往他谈价选品都是靠着自己前世的经验，而温暖谈价选品却是用数据流量增幅统计的方法，精准而有效。这应该就是大数据的雏形，只是现在他还没有收集数据的软件和工具。就温暖的表现，说一句有事秘书干完全没问题。比起季风前世的那些秘书，水平不知道高出多少，能力的差距太明显。在季风感慨时，温暖已经快速算好了账。如果按分成来算的话，可能有点多。温暖有些紧张的将账单递给季风。
季风给温暖提的薪资是后台 A 类用金的10%分红，外加6000的固定工资。季风这个月的 A 类用金是55万，抛开11%的个人所得税，最终到手约莫49万。温暖拿盈余的10%便是4万9千，再加上6000的固定工资，单季风给他的总薪资便达到了5万5。温暖平日里回家还用手机做流量，赚一下 B 类用金。虽然是垫底的那个，但也有1万出头的用金，总共超过6万的薪水。温暖毫不夸张地说，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这只是1个月的时间，所谓改变即是如此。账目对就行，你分得多说明我赚得多，不用纠结。温暖看着做出决定的季风，咬了咬自己的嘴唇。季风，我想请你吃饭。补上次的。从上次温暖说要请季风吃饭到现在，这顿单独的饭始终都没有请成。这段时间两人都很忙，温暖也就没再提。1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又到了用金结算的日子，温暖就想借着这个机会请季风吃饭。在少女略显期待的眼神中，季风微微摇头。今天吗？恐怕不行，大伙赚了那么多，肯定要出去聚一聚庆功的。大家出来赚钱，不就图个爽吗？呵呵，季风这话是笑着说的，说的也有理有据，找不到一点毛病。温暖也跟着僵硬的笑了一下，说的也是。少女默默低下头，不再说话。一次对季风的主动邀请，已经用光了她全部的勇气。温暖的性格就是这样，现在哪怕时光倒流，让她再次开口，恐怕都很难做到了。季风见温暖低下头，心里也是稍稍松了口气。他就是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看到了温暖强悍的学习能力，才刻意和温暖保持了一定距离。他是有展翅能力的人，他应该有更高的舞台。帝都清北大学，温暖的未来必定会很亮眼，在那里他才能见识到这个世界更广阔的舞台。他已经选择了魔都大学，两人在高考结束之后必定会分道扬镳。所以季风始终保持着克制，不主动聊天，不说骚话，保持礼貌和尊重还有距离，这应该是对大家都好的选择吧。季风心里默默道。砰！房门被打开，一脸兴奋的豆丁嚷嚷道：峰哥，今晚喝酒去。好，今晚我请。峰哥万岁！峰哥大气。工作室的气氛十分热烈，一群人拥簇着季风，选了家自助烤肉店，胡吃海塞起来。温暖作为工作室总监也跟了过来，只是向来能吃的他，今天却没什么胃口。这顿庆功宴里，季风和兄弟们谈天说地，畅谈着美好的未来。温暖就这么默默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他，一直到聚餐结束。身上有些酒气的季风将温暖带离人群，虽说他会和温暖刻意保持些距离，可时间如果晚了，他是必定会送温暖回家的。坐在出租车上，两人又开启了沉默模式，一路无话，一直到快要到城中村的时候，季风突然开口：以后可以在市区租个2居室，1000块钱的样子。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没什么压力，你妈平时生活也会方便许多。温暖轻嗯了一声，又过了一阵才重新开口：季风，你打算考哪所大学？魔都大学吧，我尽力，考不上再说。倒是你，高考不得冲一冲是状元，稳稳清北了。温暖又嗯了一声，没了下文。一直到车子停下，他才说了第3句话：以后工作室的事情怎么办？后台都是网络操作的，到时候微信联系，不会少你工资。走了呀。季风没有逗留太久，毕业之后的事情，谁又能说得清楚呢？季风知道自己很在意温暖，所以始终保持着理智。少年时的一时冲动，或许只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后悔。4年时间足以改变太多事了。师傅，天一院。温暖站在路边，目送着出租车离开，目光逐渐低垂。从小累积的自卑，或许已经在这段时间的改变中逐渐消磨。可面对季风的时候，那种自卑的情绪还是会重归附体。是季风将他从黑暗中拉出来的，他最脆弱的一面，也只有季风见过。魔都大学，温暖口中呢喃，目光逐渐坚定起来。清北复交，说是不能用全名，我干脆直接融了，能看懂就行。城中村的小屋里，妈，我回来了。温暖打开灯，又是熟悉的母女对视，每天都是如此。作为温暖最亲近的人，王亚琴最能清晰感受到她的变化。女儿表情依然冷漠，但目光已经不再迷茫，好像突然就不一样了。王亚琴稍稍欠了欠身子，略显疑惑：小暖，今天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看着自己的妈妈，温暖目光也有些复杂。他稍稍叹了口气，坐到了床边。今天发了兼职的工资。钱是英雄胆，钱是脊梁骨。这2句话是很多男人的箴言，但其实对于女人来说也并无二异。温暖这1个月的薪水超过6万，即使没有保险也不够稳定，但钱本身足够多，弥补了一切。有了钱就有了底气，
这件事情对于女生来说也是一样。兼职的工资，这都要高考了，你还做什么兼职？你知道高考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吗？提到高考，温暖目光有些莫名，他点点头。我知道，妈，高考是我命运的抉择。王亚琴并没有听出温暖的话外音，这样评价高考在他看来也没什么问题。你知道还去兼职？温暖，你要是高考失利，这辈子可都完了。温暖定定地看着母亲，没去争辩，只是默默吭声。妈，我们家需要钱，你手术也需要钱，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妈的事情不用你操心。生硬、争吵、冷战，几年的时间，温暖发现自己和妈妈之间已经很难进行有效沟通了。每一次的对话不是吵架，就是个说个的。今天也没什么区别。妈，你是我妈，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心脏瓣膜手术需要很多钱，我需要赚钱，这是你需要考虑的事情吗？再说了，你兼职1个月才能赚多少钱？5万多。听到温暖说出的数字时，王亚琴明显愣了一下。你说多少？我这个月赚了5万多，我查过了，你手术差不多要20万，我很快就能凑齐你的手术费，到时候我们去找精灵的专家。啪！在温暖说到一半的时候，王亚琴的巴掌已经甩在他脸上。温暖呆呆地坐在床边，白皙的脸蛋很快红肿，这一巴掌属实不轻。温暖沉默了下来，没在这个时候反驳母亲，也没去解释，他习惯了。在珍珠市，王亚琴实在想不到什么样的工作能赚5万多。在上着学的情况下，兼职一次性领到这么多薪水，能是什么好事？看着日渐靓丽、明艳动人的女儿，哪怕这次的摸底考试，温暖依然是断层第一，王亚琴还是不由自主会往不好的方面去想，言辞也变得恶毒。你上哪弄的这么多钱？你说，你是不是去坐台了？还是被人包了？是不是季风？还是什么别的老男人？温暖，我告诉你，我们家可以穷，但穷的要有骨气。你要是跟你爸一样做了不要脸的事情，那你以后就别认我这个妈。和爸爸一样不要脸的事情，爸爸当年是做了什么来着？帮厂里订购油漆，然后被妈妈举报。他依稀记得，爸爸订油漆的时候是他们家生活最好的时候。面对母亲的质问，看着他越发激烈的态度，温暖眼里的光逐渐熄灭，语气也变得异常的平静。别激动，妈，你心脏不好，我不想吵。至于工作的类型，我只能告诉你是互联网，具体的工作内容3言2语很难和你讲清楚。你应该翻过我的抽屉和书包，里面有我做的报表和数据单。虽然你可能看不懂，但应该明白我没在说谎。妈，我知道你很害怕，别担心，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这一次，王亚琴有些诧异，她诧异的已经不再是钱和事，而是女儿脸上的淡然。以前的女儿如果知道自己翻了她的书包和抽屉，结果必然是争吵和歇斯底里。可这次温暖主动说出她翻找抽屉和书包事情，眼神和表情却是那么的平静。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一巴掌的缘故，此时温暖平静的眼神让她这个妈妈有些害怕。小暖，我跟你讲，温暖轻轻的摆手，阻止了母亲即将打出习惯性的感情牌。妈，我也是最近才明白一个道理，其实你说的很多话是错的。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未来，仅仅一张文凭和好分数远远不够。在校园外的现实世界里，魄力、勇气、毅力、大胆、气势、精明、坚强、选择，这些东西更为重要。因为我不是象牙塔里的孩子，如今我已经有了分数，也即将拥有文凭，所以我想要触碰一下现实的世界。王亚琴眼睛睁大，不太理解温暖的意思。她心里的不安越发强烈，那种女儿彻底脱离掌控的感觉，犹如心间虫灾噬咬。我是你妈，你这小孩怎么这么不懂事？是，你是我妈，我也一直爱你，但是妈，时代早就变了。随着时代的变革，你的一些观念也已经不适用于这个时代。你讲的很多事情都没有道理，甚至是错误。至于懂事，妈，我正是因为懂事了，才会心平气和地跟你说这些。温暖很平静地坐在王亚琴身旁，看着王亚琴已经再次举起的巴掌，并没有闪躲的意思，而王亚琴的手也没有落下来，她的表情有些抽泣。你怎么能不听妈妈的话？我长大了。温暖脸上平静，和自己妈妈的摊牌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说是心灰意冷有些过了。这种坦白更像是对自己18年来的总结，是与母亲的和解。母女之情，养育之恩，这羁绊永远无法割舍，哪怕这羁绊上有着许多荆棘，温暖也必须握住它。他想起了之前季风对他说的话，当你有能力支撑起这个家之后，你的父母才会跟你心平气和，甚至小心翼翼地说话。这个条例几乎适用于99%的家庭。如今温暖已经有了支撑起这个家庭的能力，以他现在对流量变现的了解，就算离开季风也不会饿死。面对曾经那些不可接受的事情，也已经彻底淡然。妈，等高考结束之后，
我会在市里租一栋2居室，那里离医院近一些，通勤也方便一些。不过要等高考结束，我才有时间处理搬家的事情。小暖，你怎么自作主张？温暖微笑着打断了王亚琴。妈，我希望自己的改变可以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听我的吧。看着面露微笑的温暖，王亚琴张张嘴。女儿一直都很懂事，但今天她好像真的变了。妈知道了。之后1个月时间的沉淀，让温暖以往身上的自卑褪去了许多，多了几分自信，对人的态度也从冷漠变成了冷冽。这一点，季风工作室的成员们最有感触。那种冷冽无情的感觉太明显，做事严谨，一丝不苟，原则问题根本没得商量。或许只有站在季风身边时才会稍微改变，从冷漠的温暖总监变成温柔的温暖总监。而对于学校的普通学生来说，温暖越发的生人勿近。要说这种改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就是上个月的15号，温暖领到自己第1笔薪水起。时光在不经意间溜走，高考也来临得很快。有的人对这一天期待已久，有的人对这一天未如梦魇。对很多人来说，这是过往12年的总结，同样，这也是一条新旅程的起点。季风家里，小风，加油，儿子，别有太大压力。门口，董开慧和季广寻纷纷为孩子打气，这样的一幕也同时发生在全国无数个家庭当中。对于千万学子来说，未来这2天将会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放心吧，慧姐、老季，你们的儿子现在可牛逼了，翻车不了一点。比起满脸紧张的父母，季风倒是一脸淡然。废话，几世为人，真不至于被一个高考吓住。对于他来说，大学只是一个平台，方便吸取人才，方便做事，方便汇聚人脉。即使没考上魔都大学，他也有把握起来。当然，去上大学也有消遣和满足之前遗憾的原因。城市的另一边，温暖拎着袋子，也在和王亚琴进行着考试前的告别。以他的敏感程度，当然知道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地位已经发生悄然转变。哪有什么和平共处，即使是家庭中，也会有强势的一方和弱势的一方。他永远都不会去凶他的妈妈，因为妈妈从小把他养大，只是过去的一些伤痕，还需要时间去愈合。妈，我走了。温暖笑了笑。那，小暖，加油。同学们的考场被分布在不同的学校，所以在高考的时候也谈不上什么同行。第一天上午考语文，下午数学；第2天上午综合，下午英语。一上午的考试异常顺利，答题卡上就没什么概念模糊的题目。在高考之前，温暖还给他突击抱佛脚了几天，现在想来还是挺有用的。在考完语文之后，季风拿出手机，班级群的信息已经逐渐热闹起来。卧槽，完了完了，你们说的答案怎么跟我写的一个都对不上？你们作文写的怎么样？班长出来了没？李龙，人呢？夏天的风。季风同学考得怎么样？夏天的风。说话，季风居然看到有人他，而且不止一个，心说这个时候装死潜水也没什么意思，反正高考结束就各奔东西，于是便按上了键盘。还行，和班级里的同学们聊了一会，季风扫了一眼通讯列表，点开置顶的头像。中午记得吃饭。好。温暖性格太孤僻，很难让他主动和别人聊天，和别人一起吃饭什么的几乎不可能。季风觉得自己要是没提醒温暖的话，这丫头10有8九就不吃了。现在倒不是他没钱，是嫌麻烦。想到温暖的样子，季风嘴角忍不住的扬起，猪憨一样的笑容被饭馆老板打断。小伙子，你不吃饭不要堵住这里，妨碍我做生意啊。可不好意思，给我来个猪手饭。2天的时间过得很快，班级群也比以往更为热闹，大家纷纷讨论着自己考试的情况，分享一些心事，也有些人会谈及对未来大学的向往、志愿等等。季风没有参与这些话题，尽可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个小透明。只是到了第2天下午，考完英语，拿取各自手机的时候，私聊的讯息直接进来。季风，你准备报什么大学？看到是顾雪婷的信息，季风搓了搓头，刚考完试，就算是他心里也有些波澜。这时候他也不想去说什么重话，考什么大学就不说了，人生有梦，各自精彩，以后各自安好吧。我们以后都没有可能了吗？没有。手机前的顾雪婷心情低落，她感觉自己的高考发挥并不算好，虽然不至于考砸了，但也没发挥出平时的水平，所以想和季风聊聊天，毕竟高考都结束了。却没想季风会直接给出这样决绝的回答。握住这部季风曾经给他买的苹果4手机，眼泪如同线珠一般落在屏幕上。班级群里依然活跃，高考结束，所有的压力宣泄一空，10几年的苦读终于迎来了终结。未来的世界，摆烂或是继续努力，已经是不同的道路。班长李龙在班级群里发出了邀请。高考结束，我提议明天先去仙客居吃一顿，然后下午一起去君豪 KTV 唱歌，消费 AA。
不感兴趣的同学潜水就行，感兴趣的扣1，我来统计人数。1111111，一个班50多人。李龙刚一开口便有20多人附和。季风有些纠结，他也没想好是不是应该过去和3年的同学做个告别。无论前世今生，他和这些同学的关系都谈不上多好。豆丁他们不是同一个班，现在季风比较好的好像也就温暖一个。温暖季风沉吟间，后辈的一些学生开始大声嚷嚷起来：同学们，明天的聚会一定要去，不要让自己的高中生涯留下遗憾。季风听着懵懵的，鬼使神差的就按上了1。在季风扣1之后，已经有些沉寂的班级群里立刻蹦出来2条信息。第一条是温暖的，第2条是顾雪婷的。看到他们俩的信息，班群里立刻就有人跳了出来。看吧，我就说只要季风一去，温暖肯定去。确实，夫唱妇随了属于是。有一说一，确实，顾雪婷在看到一众人调侃季风和温暖，心头莫名火气。明明他也跟着发了，为什么都没有人提及他？指尖在屏幕上飞舞，想说的话还没打完，顾雪婷就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从不主动说话的温暖开口了：是，季风去我就去。原先热闹的气氛瞬间凝固，很多人其实都在想着以温暖那种性格会不会羞怯的否认或者冷漠不理，却没想自闭少女根本不按套路出牌。她居然打直球，牛逼！卧槽，打直球是吧？好好，这样杀狗。收收尾，这是班级群，同学们的调侃还在继续。作为当事人的季风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幕，温暖的直白让季风本人也愣了一下。他马上意识到这种时候不能不吱声。老子学习的时候除了温暖有人搭把手，别酸，这是哥们和温暖互相扶持，你们懂个卵子。季风的话成功转移了火力。好，风哥开始护妻了。 OK， 群魔退散，季风又在班级里和众人聊了一会，确定话题不再围绕温暖，才退出了群聊。回到家，董开慧和季广寻立刻迎了上来。哎呦，我的大才子终于回来了，快跟妈说说考得怎么样？还行，感觉上应该还不错。季风挠挠头，不错就好，考完了就好好放松一下。这里有5000块钱，拿去好好放松一下。看着董开慧递过来的5000块钱，季风有点哭笑不得。5000块钱对于现在的他来说确实没什么意义了，不过季风没有拒绝，而是笑眯眯的拿在手里搂了一下老妈。妈妈对孩子的爱很简单，就是无条件的对他好，不要拒绝妈妈的好意，因为被人需要的感觉真的很好。爱你，老妈。臭小子就会油嘴滑舌。胖乎乎的董开慧也是满脸幸福，脸上的肉都堆在一起了，可惜笑容没持续太久就被人打破。小风啊，就算高考结束也不要志得意满，未来的路还很长。你爸我呀。董开慧，你要干啥？小风你先进屋，我先杀个乱叫的狗。董开慧捋起袖子就要拿捏老纪，老纪连忙出声制止，我就是让儿子不要膨胀，你怎么还动起手来了？眼见自己老爹要被老妈虐，季风连忙阻止。妈你别急，我爸开玩笑的，一天到晚就老干部那套，外面耍耍就算了，回家了还来。哼！季风捏了把汗，老纪家庭地位堪忧啊。爸，啥事？季广寻摆摆手，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就是想问问你对魔都大学有没有把握，感觉应该没什么问题。真有把握？8成吧。季风也没把话说太满，其实他感觉有个9成5的，只是感觉那样说出来太装了，而且他又没什么学神系统，这次考试还是有一定翻车几率，这才只说了8成。8成真可以了，哪怕是考不上魔都大学，其他985也没什么问题。儿子不错。被父亲夸奖的那一刻，季风也是由衷的笑了起来。男生能够得到父亲的认可，本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季风兴致上来，干脆主动拿出烟给老季递了一根。季广寻接过烟，二郎腿一翘，就等着季风给他点上。季风也没闲着，拿出火机给老爸点烟，顺便贱兮兮地问道：怎么说？晚上喝一杯？切，小兔崽子，我还能怕你？当晚，季风把季广寻收藏的茅台5粮液各开了一瓶，喝不完没事，他就想把酒开了，让自己老爹心疼一下。不过今天的季广寻看上去并不心疼，和自己儿子的高考比起来，那些藏酒屁都不是。爷俩谈天说地，胡吃猛吹，折腾到了9点多才结束。得亏是在家里，吃饱喝足，季风就去洗澡了。躺在床上，季风这才拿出手机，信息有不少，顾雪婷、李龙、豆丁的信息都有，可惜这些都不是季风想看到的。季风一个都没回，带着些许醉意，缓缓进入了梦乡。不知道是不是长期学习累积的压力和疲惫，季风这一觉睡了好久。第二天已经过了11点，他才迷迷糊糊的醒来。卧槽，都11点了。高3同学聚会是中午12点开始的，正常来说11点半人就聚得差不多，开始点菜上菜。这都11点了，
季风连裤子都没穿，已经很迟了。拿出手机，直接忽略掉其他的信息，点开置顶的头像。你在哪？温暖想了想才回复，在家。我去接你。好。温暖默默地收回手机，开始从公交站台往回走。季风都说了要来接他，那自然是不可能再去坐公交车的。走回去的路一样，只是温暖的步伐轻快了一些。等季风的鬼火停在城中村路口时，温暖其实已经等了20多分钟。今天的她又换上了那套黄蓝收腰长裙，青春和靓丽交叠，宛若一道风景，引来了不少路人的目光，包括路口卖萝卜的老大爷。她喜欢这套，也喜欢季风看着她的样子。抱歉，今天起晚了。没事，我也刚到。温暖说出这话的时候，路口卖萝卜大爷诧异地看了他一眼。温暖没有理会大爷的眼神，默默戴上专属于自己的白色头盔，跨上鬼火，轻轻揽住了季风的腰。季风表情有些异样，说实话有点痒，而且痒的不只是身体。前世他接触过的女人真不少，可基本上都是走肾不走心的那种。心中的悸动，季风从没有否认，可成熟的性格还是让他保持理智。怎么了？温暖察觉到季风的异样，没什么，这个点过去，估计要被他们唏嘘一波了。哦，温暖性子淡，他几乎不会在这种事情上有表情，或许是不在意吧。季风发动车子，朝着事先约定好的饭店赶去。和以往骑车带着温暖不同，季风总觉得今天的温暖离得近了些。每当车子在红灯处停下的时候，自己的脖颈处都会感觉到一阵轻轻的呼吸，好像是温暖离他很近，近到轻微的呼吸也能被他察觉。季风没法形容这种感觉，也没有说话。他实在很难想象温暖这种性格会做出故意贴近别人事情，哪怕之前双方已经很熟悉了，每次骑车的时候温暖依旧保持着足够远的距离。应该是不小心吧。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下一个大十字路口。季风的刹车稍微急了些，后背立刻感觉到一阵柔软和温热，揽住季风腰的手也变成了抱紧。季风翘起一边的眉毛，很柔软，很舒服，他甚至有种转身把那柔软身体拥入怀中的冲动。温暖会拒绝吗？操，我在想什么？季风连忙掐灭心里的那丝火苗。两人沉默起来，柔软的感觉持续了不知道多久，反正季风的心有些醉了。一直到温暖的声音从耳畔传来，绿灯了。再握住油门，季风勉强回过神来，温暖，就快到了。熟悉的沉默没有被打破，就算是到了仙客居的门口，下了车，季风的心还是有些乱。他和温暖一前一后走进超大号包间，立刻就有人起哄，看吧，我就说他们会一起来，这有啥的，平时他们俩也是一起啊，不算稀奇吧？你们都快成一中传奇了。季风，你和温暖是不是在一起了？前面几句还不算出格，可听到有人这么问，季风心头的恍惚立刻收紧，他的目光和表情也随之冷静下来。问的人是十分在意温暖的刘伟，离季风最近的人是温暖，他的敏感让他立刻感觉到季风态度的变化。于是还没等季风主动开口，温暖就抢先到我们是朋友。季风听到温暖主动这么说，心里反而有些道不明的感觉。不过他这种老油子早已经历过各种场合，所以也只是微笑着附和温暖。温暖可是要上清北的，那么高的分数线我哪能考得上？你们就别瞎猜了。季风说的有理有据，表情态度上也让人看不出什么额外情绪。几个起哄的同学也只能跟着点头。季风说的好像是这么个道理。是啊，4年时间能改变太多的事情了。好了，都毕业了，今天大家来是寻开心的，别搁这多愁善感。班长李龙有些怕季风，见气氛不对，他连忙走出来打圆场，想要把这场高三聚会带入原本的节奏。可今天的刘伟不知道是不是3年的禁锢终于解锁，这个时候他还是不愿就此作罢。季风，今天你和温暖迟到了，整个班里就你们2个迟到。之前咱们怎么说来着？迟到的人自罚3杯，同学们，对吧？季风眯起眼，前世的他可是一直带着刘伟玩的，干啥啥不行，拱火第1名。现在毕业聚会上，这小子居然这么不懂事，真的当他脾气好？罚酒可都是事先说好的。季风，你不会怂了吧？似乎是感觉到了季风的情绪，温暖的小手突然缠在了他的手上，紧紧握了一下。季风即将爆发的脾气瞬间消散，脸上也跟着风轻云淡起来。好，今天是我来晚了，挨打要立正，犯错就要认罚。光你认罚不行，还有温暖呢。刘伟端起酒杯递给温暖，却被季风拦下，随后就看到温暖目光闪闪地看着身边人，明亮的小眼神里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我今天能喝酒吗？有关于温暖喝酒这件事情，季风向来是没得商量，这次也不例外。见季风摇头，温暖也只能歪歪头，然后冷着脸撇过头去。
歪头是歪给季风看的，冷脸是对刘伟这样的外人，温暖分得很清楚。刘伟看着两人，表情有点复杂，心里更是没法形容的难受。其实他很想提醒一下，温暖和季风都说两人只是普通朋友，可温暖喝酒这件事居然要问季风，然后季风给否了，温暖也觉得合理。他们难道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合理吗？普通朋友凭啥管这些啊？见周围的同学也感觉到气氛不对劲，季风也不想扫兴，他给足了大伙面子，笑了起来。这样吧，同学们，我们确实来迟了，也该罚。温暖的那3杯我替他喝了 ，OK。 说完，季风就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又重新倒酒，6杯，还好只是啤酒。期间温暖一直握住季风的手没有松开，这一幕被太多人看在眼里。 OK 个巴巴，狗粮里面满是酸臭味。刘伟心中愤愤，但对两人这种默契根本毫无办法。他越是强求，行为举止在温暖和季风的面前就显得越是下作。一直到季风喝完最后一杯，刘伟的精气神都淹了一截。行，认罚就行。过了这茬，温暖才默默松开季风的手，悄无声息。今天都是来图个高兴，季风给了面子，其他同学也没再强求。见季风罚了酒，同学们也都纷纷坐下吃起饭来。温暖肯定是坐在季风旁边的，这很正常，其他人也没反对。可问题是顾雪婷居然也主动坐了过来，季风没搭理他，只是默默地和温暖吃饭。尝尝这个，不过有点肥。那瞎子。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温暖依旧冷漠不假，可举手投足间已经没了曾经的那份局促和紧张。面对这样的饭局，他已经可以做到老神在在的给季风包虾了似的。上一次是季风精准投喂温暖，这一次反了过来。一旁的顾雪婷也想要主动示好，可季风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背过身。拉不下来脸子的顾雪婷也只能作罢。酒过3巡，男同学们也都开始互相吹起牛逼，都是充满朝气的年纪，政治、军事，还有曾经喜欢过的女孩，到了这个时候都被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成为了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季风笑盈盈地坐在座位上，时不时地跟着附和2句。男生聊军事政治他也挺喜欢的，但他不想做饭局的主角，也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出风头。一旁的顾雪婷见季风不理他，也不怎么插话，心中满是怨气。再看向那些谈天说地的男生时，更是面露不屑。真的很讨厌这种喝酒之后对国家大事高谈阔论的人，真是幼稚、普信、可笑。他的声音不小，这番言论立刻让嘈杂的大厅安静下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从各自的眼神中看到了反感。顾雪婷所说的话刺痛了很多人的内心。一直没吱声的季风这时候却转过身来看向顾雪婷，见季风盯着自己，顾雪婷还以为对方要跟自己和解，可季风只是蹙眉摇头。对不起，顾雪婷，你的话我不赞同。季风，你喝酒聊天，人之常情，本就是抒发自己未尽的情感，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看着严肃的季风，顾雪婷有些不知所措。什么？位卑未敢忘忧国。包间再一次陷入了沉默，不一会就有喝多了的男生站起来。季风说得好，位卑未敢忘忧国，这话确实牛逼。卧槽，真是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风哥还是屌。面对同学们的吹捧，季风十分淡定地压压手。本来不打算装杯的，谁知道只是略微出手，就是这个分段的极限。每到这个时候，他都会习惯性从怀里掏出烟叼在嘴上。没感觉到不对劲的季风突然脸色一僵，注意到温暖的眼神，季风就准备把嘴上的烟拿下来，却没想温暖突然拿出了一个纸牌造型的煤油打火机。咔，煤油的气味一闪而过，嘴上的香烟也被温暖点燃。季风错愕了一下，随后笑了起来，做了个感谢礼。温暖也十分难得的笑了。打火机是他自己从网上买的，不贵，而且买了很久。其实每次季风在他面前掏出烟的时候，温暖都是想给他点上的。他对烟味谈不上喜欢，但他知道季风喜欢抽烟，只是每次季风拿出烟的时候都会默默收回去。温暖知道季风的意思，而他的性格也很难跟季风主动说你抽吧，我给你点这种话，所以点烟这件看似巧合的事情却是他已经许久的准备。蓄谋已久。呼。季风吐了口烟，看了眼身旁的温暖，不知道为什么他感觉前所未有的好。黄山，以后就买这牌子了。这种高级装逼硬塞狗粮的行为得到了众多男同学的一致鄙视。不过冷场的环境倒是被季风一句话看破，气氛又重新活跃起来。顾雪婷坐在那里颇有些左右不是人的意思，只是没有人再搭理他，他也没有主动走。一直到饭局结束，众人前往君豪 KTV 吃饭时的冷漠才告一段落。季风和温暖也没有怯场，
跟着众人打车赶了过去。因为人多，他们还是开了最大的包间。这里的酒水消费很夸张，所以不喝酒的人就不收 AA 的费用了。到了 KTV 里，总是会有麦霸的出现，他们尽情地唱着歌，看着自己喜欢的女孩，希望那个女孩能够看向努力的自己。可那个美丽的女孩只是静静坐在一角，时不时地看着手机，还有身边的人。经常唱歌的女麦霸也没闲着，比如顾雪婷这种，她的声线不错，唱歌也很有技巧，连点3首，基本上都是完美发挥，赢得了许多喝彩。只是季风始终都没有看她一眼。在顾雪婷唱歌的时候，温暖还悄悄看了季风，见季风只是在闭目养神，他才放心。KTV 的环境有些嘈杂，温暖不是很喜欢这样的地方，不过季风就在旁边，即使嘈杂，那也是可以忍受的。想着想着，他又坐近了一些，让两人几乎靠在一起。班长唱完了，季风，你不爱唱一首？班长李龙唱完一首后，一位同学对季风发出了邀请。季风连忙睁开眼睛，立刻感到了半靠在自己身边的少女，虽然有些心猿意马，却还是起身坐直了身体。我会唱的，这里没有。胡扯，君豪的歌库就突出一个全，什么歌能没有？真没有？那要么我清唱一下。来来来，让我看看你葫芦里装的什么饼。有了之前饭局上的对话，让很多男生对季风都有所改观。除了个别人，其他男生本就和季风没什么深仇大恨，几句话一聊，气氛也都跟着热烈起来。季风也没瞎说，他是真的不会唱这一世的歌，以前的一些早就忘光了。拿起话筒，季风稍稍酝酿了一下，清唱了一首《我走后》。也许爱让此刻变成灰色，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感受着仅存的快乐。回想我们走过的那些曲折，只有我们两个，别人没法懂得。你说你累了，能不能放过我？我走了，你别再难过，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记得以后你要快乐，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我走后你别再想我，尽管有太多的不舍，这是你要的自由，我还给你了。虽是清唱，可季风那清晰的旋律，动人的歌词，都让人生出一种难言的情愫。莫名的共情让所有人沉默下来，忍不住去思考。是啊，毕业这天，我们像往常一样道别。或许多年以后，我们才会明白，这天与我们道别的，并不只是你，而是整个青春。良久，几个反应快的抹了抹眼角，起身鼓起掌来。这样子好听。好好，你小子什么都会是吧？季风，你以后会不会走偶像路线啊？在众多同学的吹捧中，顾雪婷突然捂着嘴巴夺门而出，啜泣的样子被众人看在眼里。马上有人不嫌事大，顾雪婷怎么哭了？不知道，好像是被季风一首歌唱哭了。这首歌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人有关系啊？听歌词有点名堂的。同学们议论纷纷，季风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把话筒一丢，做那嗑瓜子。这时候连温暖也看向了他，眼见大家都在看着自己，季风这才把瓜子放下。他跑了关我啥事？那歌也不是写给他的，你们看我干啥？唱歌呀！大伙看人家当事人都没理会，也都纷纷回到原本各自的位置上。温暖也默默低下了头，嘴角不经意间扬起了些。季风如果去找顾雪婷，他是不会去阻止的，但他心里还是不希望季风去。她是个占有欲很强的坏女人。经过这一首歌的插曲，再也没人去叫季风唱歌。大家是想搞气氛的，这狗东西一开口把大伙唱哭了，这还怎么玩？万万不可！可即便季风没有再开口，聚会氛围也逐渐开始变化。有人开始离场，有人开始沉默，有人哭泣，有人拥抱。这便是很多人的毕业季，就如同蝉需要蛰伏17年才能登高一唱，这些同样蛰伏17年的少年少女们也要开始发出他们的声音。季风一直待到了聚会结束，主动付了500，他和温暖两人的钱，最终才挥手与众人告别。等过完暑假，大家就要去上大学了，或许这一次的聚会就是同学们人生的告别，再也不见。晚上，季风徒步送温暖回家，两人走了很久，温暖身上多了些活力，少了些冷漠。季风，这个弹珠看起来不错，买一个。好。卖萝卜的，你要吃吗？好。虽然和同学们都不熟悉，可毕业还是很伤感啊。两人的对话仿佛对调一般，温暖说的很多，可季风却变得有些沉默。他也不知道自己在犹豫什么，或许是离别的季节也感染到了自己，还是酒醒了，让他意识到有些人真的要离开了。一直到城中村的门口，季风的话都很少，向来敏感的温暖却像是没有察觉到季风的改变一样。在最后的路口，他眉眼微弯。季风，今天很开心，你也早点回去吧。季风张了张嘴。好。目送季风离开，温暖脸上的笑容逐渐收敛，他拿出了那个扑克打火机，表情严肃又认真地做了个加油手势。第二天，季风照常去公园跑步，一身运动服的温暖早已经在这里等他。
终于不用跑步的时候背单词了。等会一起去工作室吗？好。两人之间的气氛又回归平静，和以往并无区别。不需要学习之后，季风和温暖将会有一整天的时间来进行工作。温暖的工作能力很强，季风这边也能逐渐放开手脚。对于工作室来说，有了2个主心骨的加入，迎来了真正的质变，这将会是他们飞速发展的一段时间。极高的效率、前瞻性的选品、刺激性的消费、精准的引流，在季风的引导下，这些需要极富远见才能做到的事情都变得轻而易举。而温暖的存在又可以让季风的脑洞和提议迅速落实，且有条不紊地进行。这个月的佣金已经出了 ，A 佣税前85万，B 佣税前113万。温暖拿出账目和报表，把这段时间的收入、消耗一一说明。受制于工作室人员、流量，还有逐渐出现的其他工作室个体竞争，佣金方面虽然有较高的增长，但我估计下个月开始就会逐渐进入瓶颈状态，除非有新的流量介入，不然工作室的收益大概只能维持在这个位置。季风点点头，对温暖的判断表示认可。事实上，这也是未来所有工作室的上限。联手工作后，季风才感觉到自己好像有点离不开他。以往的默契只是他们生活中的琐事，现在一起工作的整体效率实在提升了太多。温暖总是让他可以有空舒服的思考问题，这才是他最需要的。前世那些傻逼助理根本做不到这种事情，确实需要新的流量接口。手动做流量的上限大概就是100万。马上要去大学，招人也不合适，等开学之后有了稳定的位置再说。温暖点点头，盯着自己的工资条，目光微微有些出神。在工作时间，温暖几乎没有过这种走神的状态。看他这样，季风还以为是在感慨工资条的长度，出声打趣，是不是有些感慨自己刚刚高中毕业就能拿到几万1个月的工资？放心吧，以你的能力来说，未来成就肯定远远。季风没等季风的话说完，温暖突然打断了他，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做。季风被这个举动弄得有些诧异，温暖自己也愣了愣神。对不起。季风看了温暖一会，明显察觉到他有些心不在焉。这段时间高强度工作对你来说可能压力有点大，这样吧，也快要出成绩填志愿了，到时候一起放你几天假，好好休息。不用了。季风，我拿完7月份的分红后可能要提前走。提前走？7月份？季风不太清楚清北大学的开学时间，可正常来说大学一般都是8月24号、9月10号之间，有长有短，总之不太可能离开这个时间段。提早去学校安排没问题，季风也有提早去准备工作室的打算。可问题是这提的也太早了。这么早？季风很少去干预温暖的私事，这次同样忍住没问。温暖没有回应季风的目光，他低下头。工作方面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会带一个笔记本，一定会做好的。季风很想表示自己在乎的根本就不是工作问题，可他想开口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两人之间保持工作关系本就是他自己决定的事。 OK， 你如果有事就先走，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不用的，谢谢你，季风。季风摸了摸自己的鼻子，突然有种被人发了好人卡的感觉。以往温暖沉默季风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对，但今天季风却有些心绪难宁。行，你自己心里有数就好。温暖请假的事情在当天工作结束之后就告一段落。第二天在工作时，一切似乎又都恢复了正常。温暖没有再去提及这件事，季风也没问，更没问的理由。到了查分的日子，季风坐在家里的电脑旁，季广寻和董开慧一左一右坐在他身边。哎呀，你打我干啥？季广寻被自己老婆揪得快要不行了，奋起反抗，却被董开慧之手镇压。老季，我好紧张。你紧张什么？妇人之见。季广寻虽然嘴上这样说，可旁边拌满的烟盒，还有他手中已经快要燃尽的烟蒂，都暴露了他的心情。而当事人季风却在这时候走神了。温暖到底在干嘛？他考了多少？请假是要提前去帝都吗？哎，儿子你叹什么气啊？急死我了。没什么。季风点开查询窗口，登录自己的信息后，一个分数跳了出来，629，满750，清北县660+，魔都620+。看到这个分数，董开慧和季广寻瞬间跳了起来。老季，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儿子考了629。我看到了，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回头看向父母，妈妈的激动，爸爸的自豪，季风心里也跟着高兴起来。重获一世，他本就希望父母为他而骄傲。你俩加起来都快100岁了，能不能成熟稳重点？怎么，被你个小兔崽子折磨了3年，这回还不能高兴？也是，毕竟家里出了个我这样的魔都大学才子，是该庆祝。你小子和爸妈一阵打闹，等到气氛冷却下来，季风才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班级群里已经炸了锅，同学们纷纷讨论着自己的分数，讨论起可以上的大学，想要报的专业。
经过这些天的沉淀，毕业季的情绪差不多已经释怀，他们都要奔向各自的远方了。所以班级群里也是此起彼伏的祝福与祝贺。通讯录里闪过顾雪婷的信息，可季风连点开看一眼的欲望都没有。他望着手机上温暖的头像，点开之后打了几个字，然后又默默地删了。唉，一定是自己前世和温暖的接触太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季风觉得大抵是自己两世为人太倦了，考上了魔都大学都没觉得高兴，这个时候居然还会患得患失起来。起身坐在床边点了一支烟，让脸庞陷入烟雾中。这烟怎么这么呛人？什么牌子破烟？好吧，还是黄山。推开窗户，感受了一下窗外的微风。也许不对劲的不是烟。之后的一段时间，生活突然就像是没有了盼头，又像是担心某个日子的到来。季风每天在工作室的时候还勉强能够保持平静，可一旦回到家里，整个人都变得孤独和沉默。宛若前世事业有成，却无一人陪伴，常常坐在阳台的位置，烟一根接着一根的抽。平时这里可是老季专座，现在居然被季风给霸占了。作为季风的父母，董开慧和季广寻自然能够感觉到季风的不对劲。哎，老季，小风最近感觉不太对劲，是不是有心事？之前看儿子挺有干劲的，可这考上魔都大学之后怎么就淹了？你现在才看出来？季广寻一脸夸张。什么话？你看出来了不早说？到底什么事？从他的姿势、表情还有抽烟的量，根据我的经验是失恋了。季广寻刚说完就感觉不对劲，只见董开慧已经开始捋袖子了。哟，你还挺懂失恋。来，今天跟我好好说说你失恋几次。你干啥？现在咱们讨论的是儿子的事。行，那你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估计是没和喜欢的女生考到一个学校，没和喜欢的女生没上一个学校。顾雪婷不是也上了魔都大学吗？董开慧还是够八卦的。对于季风和顾雪婷之间的种种事情，董开慧也有了解。只是后来季风说不追顾雪婷了，要好好学习，董开慧怕刺激到他，就没问他和顾雪婷之间的后续。你怎么这么笨？小风这肯定是不喜欢那个顾雪婷了呗，不喜欢老顾家闺女，那他喜欢谁？你还记得儿子上次说他遇到个高人给他补课吗？记得。怎么说？季广寻没着急回答，也给自己点了根烟，露出一副看破一切的表情。当时我就调侃过他，问他是不是喜欢那女孩子，这小子就没正面回答我，只说别人是清北的苗子，和他不是一路人。啧，你瞧瞧这语气，肯定知道自己没机会了，所以现在难受呢。董开慧微微点头，也觉得老季说的有道理。要不我去劝劝。劝个嘚，你越劝他越是触景伤情，他是爷们，这事只能自己消化。董开慧撇着嘴，一脸怜惜的看着好蛋儿。儿子命真苦啊，好不容易和顾雪婷断了，现在又陷进去，男孩子是该受点挫折的。季广寻也点了根烟。季风不知道自己在爸妈眼里已经是悲伤小情男了，而实际情况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有了某个特定的日子后，时间就开始了飞速流逝。对某人来说，20天就是一晃过。7月15号又到了发佣金的日子。今天的季风有些心不在焉，倒是一旁的温暖元气满满，好像很有干劲。他忙前忙后，把工作室的琐事处理得一丝不苟。但季风知道，其实不用那么着急的，是他要走了。本次的 A 佣结算共计90万，B 佣结算共计121万。听着温暖汇报工作，季风怔怔出神，这种心不在焉的样子终于被温暖所打断。季风，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没有。季风的表情冷冷淡淡，听不出情绪，但其实他的声音有些不对劲。温暖盯着季风看了一会，突然展言：我明天就不来了，这个送你。季风看着温暖手中递过来东西，表情险些没绷住。是那个温暖很早就买了，但只给季风点过一次烟的扑克，没有打火机。打火机，谢谢啊。此时的赠语就好像是在做着最后的告别。是我该谢谢你的，季风，今天的聚会我就不参加了，你们吃得开心点。我送你。不用，工作室不能没有你。那好。季风格外沉默，好像又回到了毕业聚会的那个晚上。在季风难言的注视下，温暖独自离开了工作室。他用那个没有打火机为自己点上一根烟，走出门口，看着温暖离去的背影，浅吸气。没了温暖，事情突然变得索然无味。夕阳落幕，唯剩下人影与叹息。办公室里，豆丁几个哥们扒着窗户议论纷纷。大哥是不是跟温总吵架了？不知道。温总那么好，峰哥追一下啊！妈的，急死我了。是啊，峰哥要是舔顾雪婷，哥们顶多是不说话，可他不追温总，那哥们就真要偷偷骂了。什么温总？那不是大嫂。季风工作室里的人基本都是混混，至少最开始的那波全是。在他们这波人的眼里，温暖就属于跟着大伙一起发家的自己人。能力强，长得漂亮，
做事规矩，赏罚分明，且从来不多逼逼。这样的人在豆丁他们眼里，那就是妥妥的完美大嫂人选，比顾雪婷不知道高出几个次元。正因为对温暖服气，在感觉到季风和温暖之间有问题后，豆丁和其他几个小弟才你一言我一语，对两人的未来产生担忧。在这帮季风的兄弟心里，温暖的位置早就确定。顾雪婷是哪个掉毛？见季风回来，豆丁悄咪咪地跟了上去。哥，总监呢？他要去帝都，大哥，他去不去帝都你也得跟他把话说清楚啊。你想象一下，如果总监谈了别的对象，被别人抱在怀里，你不上头？你这么怂，还是我认识的季风吗？季风微微一愣，温暖被别人抱在怀里，他可没有魏武遗风，这种事情，卧槽，确实有点上头。我去和他聊聊吧。季风拿起那颗白色的头盔，跨上鬼火，在出发前拿出手机发了个短信：你现在在哪？没有等到回复，季风直接发动了车子，在众人的目光下离开了工作室。鬼火飞驰，比起平时的老年人车速，今天车度快了不知道多少。他很急，但却不知道自己在急什么。唰的一声急刹，鬼火在城中村的街道口处停下。下了车，季风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温暖还是没有回复他的信息，这让季风有种不好的感觉。按照记忆中的位置，季风飞奔到温暖的家门口，敲响了铁门。咚咚咚，咚咚咚，吱呀！开门的并不是温暖，而是隔壁的邻居，一个60、70的老太太，伸头看了过来。小伙子，你敲什么敲啊？这么吵，这家搬走了。季风怔住，搬走。在季风敲门的同一时刻，温暖也带着王亚琴进了火车站，普通的火车站。温暖倒不是舍不得买高铁票，而是12年珍珠市的高铁站还在建，这里并没有高铁站，只有普快、特快那种绿皮车。人生18年，温暖第一次来到火车站这种大型交通枢纽。本就是7月的天气，候车室里热到难以形容。王亚琴身体很虚弱，这种夏天的闷热和不算畅快的空气对她的影响更大。温暖原本的想法是到了火车站之后租用一个轮椅，让王亚琴歇着。现在这个阵仗，要是王亚琴坐轮椅的话，她估计都进不了站。温暖每天跑步锻炼身体，身体素质真的不差，可真带着虚弱的妈妈，大包小包的行李，再加上炎热的天气，挤起火车来可谓是满头大汗。在人多的站点，绿皮车进站的时候，只能说比霓虹挤地铁还离谱。包里的手机响了几次，他早就听到，但他根本没时间去看手机。人挤人，人压人，抢位子，带着妈妈一路从候车室到车厢里，温暖根本不敢有一丝的放松。汗水早已经浸湿了他的头发，衣服也粘在了后背上，十分难受。进了绿皮火车，就别谈什么香汗淋漓那种事情了。夏天这种人多的车厢里，脚臭味、汗味、泡面、接口处厕所的屎尿味全都混合在一起，难以形容。很多人说，坐过一次满载的绿皮车，就会理解这个社会真正的底层。这话有些偏颇，却也有几分道理。拉着母亲找到了位子，温暖终于松了口气，从包里拿出手机，温暖的目光便微微颤抖。你现在在哪？看到信息，他有很多想要表达的情绪，有很多想要和季风诉说的事情，可看着手机，他只能默默压下思绪。他不想什么事都指望着别人，哪怕那个人是季风。他已经从季风的身上得到了太多帮助、包容、鼓励。从毕业聚会的那天开始，敏感如他自然感觉到了季风的克制和纠结。温暖知道是他让季风为难了，从小到大他卑微懦弱了太多次，这一次就让他勇敢坚强一点吧。我在火车上，温暖平静地打字。他永远不会成为那种一点感情问题就哭哭闹闹、要死要活的小甜菜。既然做了决定，那就要为自己做的决定负责。他是温暖，是要站在季风身边的人。深呼吸了一下，迅速平复了自己的情绪，按下回复。温暖扭头看向身边的母亲：妈，你热不热？小暖，我还好，那你休息一会吧。其实这段时间，没有人比王亚琴更感觉不可思议。短短3个月，自己的女儿好像改变了一切。他们租了城区的房子，生活条件的改善，甚至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的心脏手术，女儿都进行了安排。她一个人准备好了一切，支撑起这个家，一直到现在，王亚琴都有种不真实的梦幻感。只不过现在的她，已经不敢再去质疑女儿了。小暖，我们这样走了的话，你工作上的事情怎么办？会不会受影响？温暖很在乎钱，王亚琴更在乎。越是贫穷，越是明白金钱的重要。他们苦了很多年，如今温暖有了一份收入很高的工作。王亚琴不希望自己的病情影响到女儿的工作，尤其是在暑假这段时间，女儿的工作也不会影响到学习。不用担心，妈，工作上的事情我已经交代过他们，而且我们到金陵之后也会用笔记本和手机进行工作，现在都是互联网，没问题的。
听着女儿平淡又干练的话语，王亚琴只能感觉到陌生。交代过他们了，不是他，是他们。说的那么随意，自然，那是一种领导对下属间的自信和从容。王亚琴以前见过这种人，不过都是那种大腹便便的中年领导。他的女儿也成为了那样的领导吗？这感觉实在太抽象、荒谬，但也就只有这一种可能了。小暖现在真厉害啊！温暖突然放下手机，停止了正在进行的数据收集，认真思考了一会母亲的这句话。他很厉害吗？或许吧，至少豆丁他们也会这样说。就是不知道到了大学之后，他是否还是会像现在这样出类拔萃。我应该是比一般人厉害一些，但有人比我厉害得多。在王亚琴这个母亲的角度看来，温暖认真且自信的样子已经与从前判若两人。他的改变是从季风那个时候开始的吗？你说的是季风同学？温暖闭上眼睛，浅吸气了一番。是的，妈妈。你们之间，王亚琴欲言又止。当家庭的权力旁落，有些事情就不再是他所能左右的了。温暖自然知道自己的母亲在想什么，对此他也很淡然。没有，我和他没成男女朋友。这样吗？望着已经缓缓开启的火车，温暖很清楚，淡然不是放弃，而是坚定，是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在追逐什么。不过我会努力的。王亚琴啊！城中村里，季风看着回复过来的短信，怔怔出神。其实刚才邻居阿婆说温暖家已经搬走时，他就感觉到不对了。季风依稀记得，当初还是他自己提议让温暖搬进市区里面，说是距离医院近，好照顾他妈妈和。季风哑然失笑，都是成年人，成年人的告别哪有那么多花花肠子？这样一搞，显得自己有些多愁善感了。一路平安。回复完温暖，季风便收回手机，回到城中村的路口。卖萝卜的老大爷还在，只是今天的萝卜看起来没有之前新鲜了。小伙子看看萝卜爱。季风没吱声，看了一眼牌子上的5元3个，顿时有些想笑，掏出10块钱买了6个手啃萝卜。大爷心情好，主动和季风攀谈起来。小伙子没看到你那个漂亮的女朋友爱吵架了。季风自然知道大爷说的是谁。没，他走了。那天他在这里等了你好久来着，姑娘家肯定是对你有感觉的。那么漂亮的姑娘，哄一哄呗。等很久吗？听到萝卜大爷这样说，季风再次哑然。大爷，方向如果错了，再怎么追也追不上。小伙子，是要考研啊？说话一套一套的。大爷，我开玩笑的。再度照顾了一波大爷生意，季风提着50块钱的萝卜朝着工作室赶去。萝卜挺甜的，带回去给兄弟们尝尝。温暖已经不在，继续逗留在珍珠已经毫无意义。那下一站，魔都。季风工作室里除了温暖，全员齐聚。原本应该是用今日聚会的时间点，硬生生变成了工作室合伙人大会。啪啪啪，鼓掌几下，季风便将所有人的视线聚集到自己这里。兄弟们，我们如今的收入已经陷入瓶颈，基于我个人原因和工作室的发展，我准备将工作室转移到魔都。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都可以在这里说说。大家畅所欲言。工作室转移魔都，这样不好吧？在豆丁他们几个元老都没有说话的情况下，一些新加入的成员立刻对季风提出的工作室转移产生了质疑。新人对季风这个老板其实不算特别熟悉，外场的管事是豆丁，工作室总监是温暖。后来的季风出手很少，新人对于他的了解自然也是少之又少，甚至有些人会产生废物老板的想法。这些人大多是兄弟们的亲戚、朋友，外招，不是直系，勉强算是信得过的那种。来工作室只是为了挣钱，和豆丁这样的自己人相差甚远。让他们追随自己远走他乡去魔都打拼，确实有些强人所难。有人质疑季风并不意外，甚至质疑的人数比他想象中还要少一些。至少豆丁他们几个没吱声。哪里不好？可以细说说。见季风表情温和，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新人们也逐渐放开了胆子。老板，我们一定要去魔都吗？留在珍珠不行。现在赚的也挺多，这背井离乡的不合适。这人没继续说下去，一旁已经有人开始接话。是啊，老板，我们做这行不也是互联网网赚吗？在哪做都是一样的。对啊，魔都消费压力通勤都大很多，在珍珠赚2万已经是人上人了，在魔都2万也就那么回事。季风听着这些人的说辞，一边点头一边记下这些人的名字。上班摸鱼，没冲劲，没干劲，这没有任何错误。但公司创立初期开荒冲杀的时候，这种没干劲甚至负能量的成员一定要开。工作室想要成为公司，成为企业，清洗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妇人之仁，那在公司奔跑腾飞的时候，这波人就有可能扯你后腿。站在员工的角度，他们没错，但季风和大部分创业者一样，
输不起记下刺头，季风薄唇轻启。去魔都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就是我自身问题，我考入了魔都大学，接下来肯定是要去魔都上学的。还有便是包邮区的问题，珍珠市不是包邮区，魔都市，这点很重要。再者，魔都本身就是华国的经济中心，人才和资源不是我们珍珠市这种小城市能比拟的。综上原因，为了未来的发展，才决定将工作室搬迁到魔都。还有什么疑问，你们可以一并提出来。今天大家伙都在这里，我正好一起回答了。季风的意思很明显，搬迁是一定的，没得商量，那就没什么好说的。所以也没人继续提出疑问。不过成员的眼神交流非常频繁，季风明白工作室成员也在察言观色，他们想知道其他成员的态度。见风使舵是大部分人的选择。不过季风今天没有打马虎眼的意思，直接点名豆丁。豆丁，你来说说。豆丁是混子，喜欢打架，不喜欢学习，不代表他是傻子。老大都发话了，他这个主管肯定要有所表态。豆丁一只手按在脖颈上，扭了扭脖子，发出咔咔的声响，咧嘴一笑。峰哥的本事还需要质疑，只要峰哥还带我玩，我就跟着。豆丁的话像是一颗丢入水中的炸弹，瞬间炸醒了很多人，尤其是很多一开始就跟着季风的那波人。是啊，峰哥的本事还需要质疑。这几个月赚的钱确实很多，虽然不至于说被金钱迷失了双眼，但每个人的心思确实发生了变化。可变化归变化，还是有人能意识到，如今的一切都是季风带来的。季风本身就值得信任。丁哥说的对，峰哥去拿我大头就去了。我也是，正好可以去看看魔都的妹子。确实，这几个月赚了不少，该去见见世面的。嘿嘿，你小子季风看着这些兄弟的表情，微微点头。很显然，如今的工作室已经分成了派系，走的和留的，没有中立派。撕破脸，不存在的。这不是一个生意人的选择。对于季风来说，哪怕这些人留下，同样也可以为工作室创造收益。只要他们还在跑单，就等于继续为他赚钱。干嘛要撕破脸？房租才几个钱，电费才几个钱。季风笑着起身喝口水，脸上的和善明显舒缓了工作室原本的气氛。大家也不要急，我并不是在逼迫大家做切割，愿意跟我去魔都打拼的兄弟自然好，新的工作室不用操心，车票住宿我都会给大伙想办法。至于不愿意离开想留下的成员，你们依然可以在这边的工作室继续办公。我们现在的工作都是互联网，所有工作内容都可以用 QQ 和微信传达，就像是温暖总监，人都走了，还给你们下达了明天的选品，完全不影响的，对吧？所以大家真的不用紧张，新的城市或许有新的发展，但留下的人也不一定会差，大家自行选择，留下的人不一定会差，这点季风并没有说谎。到了魔都之后，季风肯定不会把新的技术外流到这里，这些留下的成员会逐渐变成散人。前世散人逃课有能做到单人巅峰10万左右，旺季甚至更高一些，但这就是极限了。对于现在这群1至3万的成员来说，当然算更好。可这种散人抢手能有多少？极少，甚至比推广画室人还少。人家的自律、效率、态度根本不是这群人能比的。就算是这种极度自律的情况下，散人也打不过团队。没办法，一个人的能力有限，团队细分工作，搞大数据后，对于散人来说就是降维打击。前世散人逃课到了后期根本没办法玩，利润早就被团队瓜分干净。除此之外，季风也很清楚人性，一旦留下的工作室成员无人监管，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因为自己在这里压着，温暖压着，豆丁压着，这些人才能老实。要是没了人管着，不出3天，工作室必定乌烟瘴气，迟到早退是必然，工作时间、效率绝对都会大幅度的下降。而且在无人干涉、无人管理的情况下，散人的选品会越来越注重盈利，而非优品。因为散人很看重快钱，且不知道怎么去筛选优品，导致优品越来越少。选品的技术和方法，除了季风，只有温暖会。倒不是不信任豆丁，他最开始就教过豆丁，只是豆丁这人实在一言难尽。优品这东西的重要程度根本不是体现在钱上的，它是用来让客户和粉丝爽的，用金低，赚钱少。类似6块9的30双袜子，29的运动鞋，客户抢到就是爽到，是真心感觉到实惠。客户爽了就会产生信任。相反，没了优品，选品质量越来越差，客户粉丝就不爽，然后就会导致客户离心，脱粉退群，整体收入螺旋下降。这种情况他见过太多。很可惜的是，季风不会把这些事在工作室里说出来，现在说出来不一定有人信，或许还有人会认为他在吓唬人。他人都要去魔都了，就别故意拦着他们赚钱了。人心就是这样。季风的要求不高，好聚好散就行。来，去或者留，把你们的名字写上，
我好给兄弟们准备车票。季风说罢，就在白板上画出去，留2个选项。见季风已经丢出选项，豆丁第一个上去，在去魔都的选项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随后便是整个工作室的人员分离，去的一共9人，留下的一共13人。愿意背井离乡跟着季风出去打拼的还是少数，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有9人已经不错了。那好，选择跟我去魔都的9人，你们回家跟父母说一下，再准备好自己的证件、行李，我们3天后前往魔都。这么快？时不待我，3天的时间一会儿过。珍珠市的火车站门口，9人全部到齐。这3天时间里，他们没有因为工作室成员的耳边风、家里父母的压力而动摇。季风其实挺意外的，这帮兄弟确实还不错，都挺靠谱。盯着几人，季风笑骂起来 ：“TMD， 你们爹妈居然同意你们几个跟着我瞎搞鬼混，我还真是受宠若惊啊！”语气还是季风的痞气。这样一说，跟来的9人立刻嘻嘻哈哈笑了起来。还是峰哥带我们赚到钱了，我们这种混子3个月能赚10万，我妈差点以为我去抢劫。是啊，峰哥，我爸妈根本不信我，但是他们信你。我爸也说了，峰哥你是有本事的，让我跟你出去闯一闯。兄弟们的说辞差不多，其实这也是季风提前开工作室的原因之一。只要有领头人，信得过的菜鸡，价值远远大于无法信任的高手。兄弟情谊是很牢固，可真的要让兄弟们跟着自己走，还是得打动他们的父母。怎么打动？很简单，钱。让哥几个父母看到钱，看到赚钱的办法，看到他这个大哥的能力，他们的父母自然会信任自己。去工作室上班肯定是比钻网吧打游戏强的，更何况1个月几万的收入。至于能力，那真不是问题。就像是前世某个大佬说的那样，只要风够大，猪都能飞上天。这话不说是真理，至少对了一部分。季风这个重生者本身就是一阵风，他有把握带人起飞。带着9人站在候车室大厅里，季风稍稍给这帮稍显迷茫的少年打了打气。好了，兄弟们，话不多说，你们跟了我季风那么久，应该也清楚我的为人。跟我走的，必定不会让你们吃亏。珍珠市算个屁，灯红酒绿的日子还在后头呢。都听风哥的。一番激励，季风带着9人上了前往魔都的火车。次日，金陵第2人民医院心脏科的住院部，温暖盯着手机，怔怔出神。工作室拆分了，我带了豆丁他们9个去了魔都。很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温暖握紧了拳头。工作室开荒的初期，很需要人手来帮忙把魔都不比珍珠市就那么一点点大。魔都太大了，租房、电脑、宿舍这些事情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要是他在那里的话，肯定能帮到季风一些事情。可惜他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他能做的，我会把这几天的审核、选品、统计做好的，你安心做你的事。 OK。 表情见到季风只回复了一个表情，温暖知道他这时候应该很忙，便关掉 QQ， 继续开始筛选母婴的品类。他现在能做的事情就只有把季风工作上的事情做好，尽可能稳住留在珍珠市的那些成员了。26床，王亚琴是本人吧？出神时，几个医院的主任专家带着一大波医生护士走了进来。王亚琴看到这个阵仗，顿时有些慌，下意识看向女儿。温暖倒是处变不惊，对着医生点点头似的，是王亚琴本人。有其他家属吗？只有我。医生看了一眼温暖，点点头。那你跟来一下。温暖跟着主任医师离开，其他人便开始给王亚琴进行最后的检查。到了门口，医生沉声：心脏瓣膜手术风险不算大，但还是有一定风险。手术的风险与患者术前整体情况、心肺功能密切相关。如果患者术前高血压、高血糖等基础疾病控制在正常范围内，心肺功能良好，那手术成功率就很高。医生有什么就直说吧。温暖打断了一下：你妈妈的身体有点虚弱，拖太久了。我知道。温暖低头。那手术的事情你能决定吗？做，我妈她拖不下去了。温暖的目光十分坚定，这个决定是她早就已经做好的。医生闻言点头。好，患者家属足够坚定，我们才好放开手脚。你妈的手术安排到明天上午10点。好。温暖认真点头。次日早上9点45，温暖握住王亚琴的手掌，在一众医护人员的拥簇下，乘坐了手术专用电梯，朝着手术室走去。王亚琴表情复杂地看着女儿，似是想说些什么，却没开口。温暖摩挲了一下母亲的手心，给了她一个坚定的眼神作为回应。放心吧，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王亚琴点点头，渐渐松开了女儿的手指，被人推进手术室里。温暖看着母亲消失在手术室门口。紧张吗？紧张的。她只有自己一个人，她不知道该和谁倾诉，不知道该和谁表达。如果妈妈的手术不成功，她或许连哭诉的人都没有。不，
还有一个。手指微微发抖的拿出手机，纠结半晌，温暖还是点开了季风的头像，发了一句话：加油。不一会，信息被回复：加油。看到这条信息，温暖紧张的情绪才稍稍平复了一些，把手机埋在了胸前。魔都。季风看着温暖的 QQ 讯息：加油。温暖这话说的有些莫名其妙，加油什么？加油找房子。虽然不明白温暖在说啥，不过季风还是按照有信必回的原则回复：加油。回过讯息，季风便带着一行人来到了魔都大学附近的小商区。今天他穿着一身休闲西装，戴上了墨镜，刻意留了些柔软的胡须。这身装束属于没办法，嘴上无毛办事不牢，18岁的年纪实在不好用。不是说说而已，是事实。所有的生意人都是看人下菜的，没有例外。至少季风没有遇到过例外。年轻意味着阅历浅薄，那些油滑的生意人会下意识地欺负你，这是商场的习惯，在魔都这样的贸易城市更是如此。季风有能力和他们周旋，但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工作室拖一天，他就得少1至2万的收益和发展进度，他拖不起，一切都要以效率为主。商区门口的小饭馆里，还无处落脚的季风已经开始分配任务。豆丁，你带2个人去批量准备电脑，组装台式机，连显示器总体预算在5000左右，可以打游戏的那种。先买，有什么现场问题再打电话问我。知道了，峰哥。大头，你带人去家具厂准备桌椅，要可靠椅，2手的也行。另外帮我买棵发财树，买个财神爷。明白。小黑，你去买些4件套和日用品，可以多备2份。好。吩咐好小弟们办事，季风这才围着这个旧商区转悠起来，一直转悠到下午，才找到了一片合适的老楼。这里是距离魔都大学最近的一片老城，房子比 CBD 便宜太多太多。以季风现在的实力，真的租不起 CBD 区域，这样的老城小商区就挺好了。这边的房子一共就只有5层，商区1层是商铺，2层是小吃区，3层办公区，4-5是公寓。公寓可以给兄弟们住，办公区办公，累了下来吃东西。对工作室来说，简直属于完美区域。季风知道这种老城区域肯定会有租售转让的房子，就是不清楚有没有具体合适的。他准备先自己来踩点看看，自己找相对便宜一些。要是自己找不到合适的，那就只能委托中介了。几人快速把1层转悠完，来到了2层的小吃区。本来就是老城商区，又是2层，所以这地方的小吃基本上都是本地人吃。虽然价格比起珍珠市贵了许多，但在魔都这样的地方，这里已经算平价了。走，继续上楼。带人绕到了3楼，楼梯口第1间的办公室就在出租。一眼望去，走道里起码4至5家都贴上了集房出租的标语。是不是集房季风不清楚，反正空房很多就是。很显然，2楼小吃区还稍微好租一些，3楼的办公区就不怎么样了。像样的公司一般不会选择这里。整栋楼连客梯都没有，只有货梯。这个情况让季风心里十分满意。他对工作室的环境区域要求真不高，因为都是互联网行业，最初发展能凑合就凑合。至于居家办公，季风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上过班的都清楚，环境可以轻易地改变一个人。只要是在公司这种集体地方，你不知不觉中就会产生竞争、激励。竞争和激励可以有效减少摸鱼时间，再加上一些规章制度，这样的公司就具备了一定竞争力。可如果居家办公，不出3月，这批人全部都会变成烂人。居家是不可能居家的，无论如何都得给他们找个上班的地方。季风不是信不过兄弟，他是信不过人性。一路挨家挨户的问过去，这里的办公区已经很破旧了，人也不算多。即便是这样，房租的价格起步也是2块钱天 M2， 有的甚至跟季风喊到了3块钱，也就是起步60至90块钱每平米。老城区的物业费是15块，每平米的成本价最少也得80以上了。租个200平的办公区，不算其他，一个月单房租就得16000到2万，这几乎是珍珠市8至10倍的价格。没办法，魔都就是这个样子，你爱租不租。这一次，季风并不打算让工作室成员均摊成本，他准备自己花钱租下这里，作为成立公司的准备。好在做淘客的现金流算很多，带货变现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最大的金牛。几个月的累积，他手里也攒了点钱，作为初期资金足够了。峰哥，这里的房租太哈人了，要不要换个便宜点的？是啊，真要租这里吗？破破烂烂的。闭嘴 ，CBD 最低200多一平，这里才60。魔都就这样，哪里还有更便宜的？悄悄训斥了下小弟，季风走到了一间装修看起来还不错的办公间里。办公间里面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搬走，打印机散乱的丢在地上，挂壁电视被砸得稀碎，散落一地的文件也没人收拾。很好，这一看就是间有故事的办公室。
一个约莫40-50的中年男人正在贴急房出租。季风径直走过去，递了支烟给对方，开门见山：“你好，我想问下你们这里的房租多少？”穆奎笑盈盈地接过香烟，上下打量了一番季风，没有着急回答他的问题：“你是第一次租房吗？”季风也没说实话，这几天看了好几个片区了，今天想过来对比一下。穆奎微微点头，他能感觉到眼前的这人很年轻，可对方遮掩明显的装束又让他不好判断具体的年龄。至于这人身旁的2个小孩子罢了。小兄弟对办公室大小有没有要求？不需要太严格，200-300平就行。季风抽了口烟，语态放松。穆奎也跟着笑了笑。那巧了，我这里正合适，248平。巧不巧还是看价格的，这几天在周围看了不少房子，今天来老城这里也是想了解一下最低什么价格。哦对了，我姓季，老板贵姓？免贵姓穆，沐浴的那个穆。那穆老板说个价格吧，我看看合不合适。穆奎沉吟了一下，刚才一番语言试探，对方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几乎没有透露什么有用的信息。要不要放低价呢？还是要个高价，就地还钱？这样吧，季老板，248平连物业，我也不要你高，算你2万2。季风也装模作样，直接拿出手机来捯饬计算器。心算这种事情真的很累，万一算错了，那更是血亏，没必要。穆奎见季风当面点计算器，心头有些哑然。这种不顾及脸面的生意人，不好应付啊。穆老板，2万2划到89块钱一平了，你们这物业费是15，中区这个价格不便宜啊。季老板你也看到了，我这才搬走一家，以前是一家做股票公司的。装修弄得真心不错，瓷砖地板，你来这装修都省下了。穆奎并没有瞎扯，这也是季风听到89的价格还愿意继续谈的原因。作为一个有丰富经验的商人，他最喜欢这种有故事的写字楼了。穆老板说的我都知道，但股票公司是干什么的？你是房东，应该比我清楚。且不说这地方以后有没有找茬、泼油漆、扔屎的，就算没有，你这也不至于89啊。你看这厕所这么小，窗户还碎了一个，2个小弟目瞪口呆的看季风在那挑毛病。对于他们这样的纯情小男生来说，还价和杀了妈一样难。季风这种表现简直抽象，不过他们也清楚在讨价还价，所以也都没吱声。一直到季风挑完毛病开口，2万2千的价格实在超过我预算了，穆老板说个最低价吧。季风逼得很紧，穆奎没吱声，见表情隐藏在烟雾里，良久才动了动嘴皮。2万1千，2万，我只要1个月装修期，你要觉得行，我现在就给你上1年租金。松口就是退让，季风只是让他退让的更多罢了。季风的强势让穆奎不太舒服，不过季风给出的条件又让穆奎有点心动。对于房东来说，爽快的租金和无缝衔接真的太重要。要是有个1-2年空窗期，哪怕以后这房子能租3万都谈不上赚。至于爽快的房租，那就是现金流。很多老产业公司在租金这块从来都是能拖就拖，像季风这样一次性付清1年的很少，1年就是24万，且只要1个月装修期。这小子的做事风格很有进攻性啊。行，季老板爽快，我也不多废话，2万就2万。我也喜欢和穆老板这样直接的人打交道，正好这里就有打印机，我们打个合同吧。好，一番攀谈，话匣子彻底打开，当场定了合同。饭点前季风就刷了卡，多要了2天时间，其效率之快堪称惊人。到了晚上的时候，穆奎说什么也要请季风吃饭。季风也明白穆奎的意思，想要探探口风，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做什么的。其实很多租写字楼的人最开始的时候做生意都合法，可做着做着就出问题了。就比如说他上一家的股票推荐，这里面谁有多黑简直没法说，白刀子进连腰子出。所以穆奎也很担心季风这边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尤其是季风看起来很年轻，年轻人有冲劲也激进，更容易出事。穆老板盛情难却，我继续客气就不礼貌了。来，晚上我们好好喝一杯。聊天之余，季风抽空拿出手机想给温暖发个信息，不料手机已经有了短信，是他刚才没注意到。一切都好起来了。季风挠了挠头，他不知道温暖在帝都做什么。你在帝都做什么？打了几个字，犹豫了一下后又删掉，重新输入。是啊，一切都好起来了。金陵2院王亚琴家属对吧？是，我是。手术很成功，不过病人还没有度过危险期，而且他的身体很虚弱，这段时间好好照顾。知道了医生，谢谢医生。温暖轻轻握紧了母亲的手，一直紧绷的表情终于有了那么一刻的松懈。回到病床，忙前忙后的打理好母亲，一直到了傍晚，温暖这才拿出了手机查看季风的消息。是啊，一切都好起来了。温暖此时的心情有些雀跃，妈妈是他唯一的羁绊，无法割舍，
也不能放弃。只有将自己母亲安排妥当，他才有资格站在阳光之下，真正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想把这件事分享给季风。季风，其实我没去清北。小暖，小暖。王亚琴的呼唤打断了温暖的信息，他连忙俯身过去。妈，我在呢。小暖，这几年苦了你了。温暖看了眼手机，默默把短信删掉。没事的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温暖的妈妈成功手术，季风找到了合适的房子，一切事情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又散了，温暖有些难受。不过没关系，等到了学校的时，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酒过三巡，季风和穆奎的关系也热络起来。酒桌上的男人就是这样，几杯下肚就称兄道弟了。季老板不是本地人。不是，我真住那边的。不是本地人来魔都这样拼。老弟家里条件不错呀。季风摆摆手，没那回事，就是普通家庭，家里都不知道我做这个。我来魔都上学的，之前兼职做赚了点，就把工作室转移到魔都了。听到季风这样说，穆奎的手上的烟都抖了抖。家里不知道，上学，兼职赚钱开公司。呵呵，你看我信吗？老弟真会开玩笑。我没开玩笑，这个月我在这边把控工作室的整体方向，下个月月底我就要去报道了。报道？你真是学生？看着穆奎一脸吃瘪的样子，季风的虚荣心得到了小小满足。你要了钱，我装了逼，那这波生意就算成了，大家都不亏。季风略显腼腆的笑了笑，终于显露出了一些学生应该有的样子。我主职真是学生，来这边只是搞点副业而已。可他越是这样，穆奎就越是感觉抽象。你是学生？那上午跟我还价的是谁？高中刚毕业的学生。我们这一路火急火燎的，录取通知书还在包里呢。说着，季风直接扯过自己的背包打开，让一旁的房东看了眼录取通知书。魔都大学，季风、穆奎默默喝了口酒。他原本想吹一下自己女儿也考上了魔都大学来着，现在这个场面还怎么吹？卧槽，你真是学生？比真金还真。穆奎用舌头从里面卷了卷下颚。你要是学生就不该叫哥，该叫我叔，哈哈哈。好，奎叔。穆奎看似占便宜，季风却毫不在意，直接顺杆子上，叔已经喊起来了，你小子有点东西的。嗨，其实很多都是运气。穆奎摇摇头，运气？中彩票的那叫运气，真干事的时候，节奏、效率、执行力，还有此时的社交能力，这些都不是运气所能替代的。运气那种事情，骗骗穷人还行。差不多了，我下午还有事，我们互相加个微信，有事微信聊。好，我扫你。互相加上了好友，穆奎就起身准备去买单。你好先生，那位先生已经买过单了。穆奎一愣，佯装生气。哎，你小子，说好我请来着。奎叔给我让了那么多房租，我再让你请就有点不懂事了。快去忙吧，我也忙。你在这继续跟我扯，我也急。好，行，下回我请你吃顿好的，到时候再介绍我女儿给你认识，她也魔都大的，你们是校友。这要巧。那好啊，奎叔。送走了穆奎，季风靠在椅子上浅舒了口气。小六，去给我买杯绿茶。好嘞，哥。靠在椅子上，季风脸上并没有太多兴奋的情绪流露。对于他来说，做成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做不成，那才说明有问题。蹲，灌了几口绿茶，季风感觉好多了。其实他不喜欢这种生意场上的社交，但他没有办法。站着把钱挣了这件事情，人人都想做到，可实际上很多人没意识到，首先要能赚钱，然后站着才有意义，不然站着就只是站着，只会成为别人眼里的小丑。现在的季风还很弱小，这种社交不可避免。穆奎这个房东接触起来感觉还不错，不是那种难缠户，单就这一点已经让季风松了口气。金钱开路，季风和兄弟们几乎将工作室的效率提升到了极致，执行力拉满的情况下，当天就置办好了大部分电脑工具，又在4-5层租了5套公寓。季风是一点都没打算亏待哥们，出来打拼的这帮子兄弟，配置上就要拉满，生活上和办公上都是如此。况且他本人也可以在这里住，起码住到开学。卫生方面，季风预定了10天一次的钟点工。没办法，都是男生，年纪又都比较小，要是靠他们自己打理的话，有可能会弄得很邋遢。季风不希望这帮兄弟太邋遢，至于自律方面，还是得慢慢培养。日子平静地过了几天，季风站在办公室的门口贴壁纸。没办法，兄弟们耽误了几天，都嗷嗷待哺，现在重新开张，自然要全力引流开单。杂活这种事情，只能他这个老板来干了。壁纸贴到一半，季风突然看到2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女生走了进去。季风顿时一愣，不是，这俩是谁？招新人了？没人告诉他。哎，等等，你们是？2个女孩转过身，
左边普通中上，倒是右边那个略微高挑的，让季风也不禁侧目多注视了两眼。这姑娘穿着一袭明黄色的长裙，其尖发笔直垂在她的肩上，明亮的眼眸像是2颗闪耀着光芒的宝石，散发自信的光彩。她胳膊修长，胸前丰满，可惜双腿被裙摆遮住看不到，整个人看上去的感觉就像是一朵盛开的花，充满了自信和光芒，是个与温暖截然不同风格的女孩。穆晚秋往梁威身边挪了挪，避开了季风的目光。平时很多同学也会偷偷看她，但她总感觉季风的目光太直接了，不像同学们那么含蓄。一旁的梁威也察觉到了季风的目光，在他身上连1秒都没有，但在穆晚秋身上已经停留了超过3秒。这人太过分了，你不觉得这样盯着一个女生看很没有礼貌吗？通常来说，女生不会对帅哥有这么强的攻击性。季风的颜值肯定是能打的，只是他今天的装扮有点问题。今天的季风因为要刷油漆贴墙纸，上身穿了个满是油漆的破外套，下身烂洞牛仔裤，不是款式，是真的烂了。他的2条眉毛和额角的头发上满是白灰，还戴着口罩，根本看不清楚脸。这一身简直是标准的装修仔，很难让人联想到大学生。被梁威这么一说，季风也感觉自己刚才的目光有些不妥，从脚手架上下来，拆掉口罩，对2人微微点头。虽然3角区被口罩闷得有些红，俊朗而且分明的脸庞还是让2个女生愣了一下。抱歉，刚才是我的问题。季风很认真的道歉，可梁威微挑，似乎并不打算罢休，逮着个帅哥那不得了2句。正要开口搭话，熟知自己朋友性格的穆晚秋连忙拦住了他。没事的，刚才我们进来的也很冒昧。穆晚秋微微点头示意。季风一边脱掉麻布手套，一边询问，那你们来这里是有什么事情吗？有事情的话可以跟我说，我在这上班。穆晚秋蹙着眉，似乎在迟疑季风能不能管事。不过季风都这样说了，办公室里的人员也没出声质疑，他便直接说出了自己来的目的。我是房东，今天来是把水卡和电卡给你们的。说着，穆晚秋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了2张卡，递给了季风。房东，穆奎的女儿，你是穆老板的？季风试探，我是他女儿。原来如此，那麻烦了，谢谢。小心翼翼的双手接过卡片，保持好距离，避免接触到对方，手套太脏了。季风完全没提魔都大学，也没说自己是学生，甚至是对方的校友。既然没有深入交流的打算，就没必要再去套那个近乎，保持距离，避免以后尴尬。要是穆奎主动告知了他双方是校友，到时候再说。不用客气，记得每个月28号以前交水电费，不然有可能会停水停电。好，我知道了，谢谢。穆晚秋原本是想看看这家新开的工作室是做什么的，可季风这样堵在门口，反倒是他显得有些尴尬。要是他爸穆奎的话，估计早就走进去观看了，但他一个女孩子，面情还是软了些，没好意思开口。那你要是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就先走了。好的，慢走。离开工作室，梁威开始窃窃私语起来。哎，秋秋，这个装修小哥哥好帅啊！你又犯花痴了？怎么是花痴？我只是在阐述事实，难道你不觉得他很帅？穆晚秋蹙了蹙眉，回想了一下自己班里的那些同学，和他们比起来，季风简直是碾压级的，是挺帅的。可惜是个装修工，估计以后不是一路人，没戏喽。穆晚秋不太喜欢评价别人的职业，人人平等太扯，但教育和素养让他不愿意去贬低别人。装修工也没什么不好，起码别人有在努力的生活。哎呦，开始给帅哥找不了，神经病。穆晚秋其实也有些苦恼，好像自己的目的并没达到就被打发了。算了，下次有机会再看吧。还在门口贴墙纸的季风看了一眼2人，他们说话的声音并不小，所以他基本上都能听清楚。看了看手里的墙纸和滚筒，季风摊摊手。确实，装修工也在努力的生活到了下午，贴纸、刷漆、打扫卫生。干了一天杂活的季风把兄弟们留在工作室里，准备自己先回公寓去洗个澡。没办法，干杂活就是这样，身上太脏了。徒步走到4层公寓的409房，开门走进浴室，把一身的疲惫洗去。每天都要打杂，当老板可真累啊。洗完澡，季风赤身看了一眼镜子，长期的锻炼让他身材极好，就是略微偏瘦了些。领导就要有领导的样子，哪怕对自己的兄弟们也一样。晚上要给兄弟们上课，洗脑。为此，季风换上一件非常具有进攻性的黑色衬衫，下身下款9分小西裤，带上了一块1000块钱左右的卡西欧。季风的眼光从来都没出现过问题，这一身都不贵，但气势绝对够。这样的穿搭很有些二世祖或者小老板的感觉，和白天装修工的样子简直判若两人。稍微拿着离水呼噜一下头发，季风推门出去。装修工的衣服被他装进袋子里，准备丢掉。朝着楼道口走时，隔壁407的房门突然打开。
早上那个身穿明黄色长裙的女生拎着一大包垃圾走了出来。穆晚秋在看到季风的时候，表情明显愣了一下。这个人是早上那个装修工，和早上比起来也差太多了吧？好吧，他承认季风是有一点点帅的，可是不知是因为见到季风分心，还是因为垃圾太重，没维持好平衡的他一个踉跄，膝盖磕在了地上，塑料袋也破了，里面的垃圾洒了一地。季风蹙眉，没吱声，快步上前伸出了自己的袖子。他没伸手是因为那样有些油腻，另外就是他对所有女孩子都会保持一些距离。谢谢。穆晚秋扶着季风站了起来，没事吧？没事，没有像电视剧里那样女人摔一跤腿就快断了那种剧情。不过垃圾袋是真的破了，有点麻烦。季风扫视了一眼地上的垃圾，基本上都是饮料瓶子、快递袋、快递盒，还有不要的袜子、内裤。退租的。他不动声色地把垃圾聚拢，然后在穆晚秋诧异的目光中接过他手中那个破烂的袋子，迅速把破洞扎住，然后分四角把垃圾兜上去。整个过程十分干练快速。好了，一起抬过去就行。看着近在咫尺的季风，一向干练的穆晚秋脸色红了红。好，谢谢。两人拉起垃圾袋的四角，兜着一包垃圾丢进楼梯口的垃圾桶里。完事，季风拍了拍手，也没再和穆晚秋说话，就准备直接离开。刚转身准备下楼，身后的穆晚秋又一次打断了他。等一下，你是住在这里的吗？这不是明知故问。季风扭头，突然感觉眼前这女生有些啰嗦。她要不是房东女儿，怎么？那你加一下我 QQ 吧。住在这里就要加你 QQ， 阁下是不是有点太普信了？为什么？季风的声音比刚才冷冽了些。不是，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谢谢你。不用谢。等等，又怎么？季风感觉自己已经快要没有耐心了。你别那么急好吗？还有就是你这个月的公寓房租没交吧？你加我微信，一般1号统一收，到时候我通知你，我可以给你减点房租。季风，这又不是写字楼，公寓明明是他们在中介找的。他什么意思？什么普信女？这不是减房租的好妹妹？思索约莫1秒，季风果断拿出了手机。那行，我加你。见到季风刚才脸上的错愕，穆晚秋的嘴角第一次上扬起来。行，包租婆4将你添加为好友，赶紧开始聊天吧。季风看了一眼这个名字，微微挑眉，随后又看了眼房间的方向，忍不住问道：407和409也是穆老板的房子？穆晚秋摇摇头：是我的，不是我爸的。他在3楼就几间写字楼，4-5层是我们家之前全买了的，后来过给了我，我有时候太懒就交给了中介一些。4-5层全买了？不是，这里是魔都啊。季风稍稍计算了一下价格， CPU 差点烧了。哪怕是等拆迁的老城，这些房子的价格也够哈人。这样面对季风的震惊，一直很尴尬的穆晚秋终于笑了起来，落落大方。我叫穆晚秋，刚才的事谢谢。不客气，我叫季风，还有需要帮忙的吗？没了，这个点，要不我请你吃个饭？不用。穆晚秋愣住，他就没想过有自己被男生直接拒绝这个选项。那好。季风转身下楼，穆晚秋默默地跟在后面。他好看的眉目纠结在一起，低着头，抿着嘴，嘀咕道就是有点冷。两人一起走到2楼的位置，季风突然回过头看着他，似乎是奇怪穆晚秋怎么还跟着。四目相对，一向社牛的穆晚秋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他怕季风以为自己在跟踪他，连忙摆手解释：我没跟着你的意思，我是来这里吃饭的。哦，我也是。秋秋，这里。不远处的梁威对穆晚秋挥手：来了。为了避免自己继续尴尬，穆晚秋连忙加快了脚步，从季风的身边穿过去。他感觉自己今天的举止行为有点丢脸。季风倒是没觉得有什么，只要自己不觉得尴尬，那尴尬的就是别人。刚到自己闺蜜身边，梁威就忍不住发出给的奇怪笑声。怎么和装修小帅哥一起下来的？哇，他这样穿好帅啊，男神！你别犯花痴了，他是公寓的租客，而且我觉得他边界感很强，高冷禁欲系男神，那不是更好？确实挺高冷的。季风随便找了家猪手饭坐下，和穆晚秋他们隔了2桌的距离，拿出手机，置顶的温暖已经有信息传来。在吗？看到信息的季风嘴角微微上扬，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温暖一般都会直接说，发这种信息大概是他想聊天，又不知道跟自己说什么。见此，季风的表情柔和起来。在的，晚上吃饭了吗？季风给晚饭拍了张照片发了过去。刚坐下，我今天猪手饭，图片你吃了没？还没，我刚到食堂。季风一愣，食堂？这是已经住进大学里了。他完全没往医院上想。最近感觉如何？挺好的，越来越好，笑脸
好就行，距离开学还有段时间，工作不用太勉强，时间多，有空还可以去考个驾照。好，和温暖之间的对话大概就是这样，聊着聊着就没话了。温暖是真的不会聊天，而季风则是不想在温暖的面前说骚话，尤其是现在他们已经分隔两地。可即便如此，这种简单聊天也足以让他原本冷冽的表情融化，如遇春风。旁边桌子的梁威和穆晚秋一直在悄悄观察季风，此时他们表情复杂。梁威戳了戳自己的好友，哎，秋秋，他不是高冷禁欲系吗？你看他现在笑得多温柔。穆晚秋又一次抿嘴，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晚上，穆晚秋回到了5层靠楼梯的公寓，躺在沙发上喘口气，就准备去洗澡。突然手机传来了讯息，是他老爸穆奎的消息。怎么样，当包租婆也不是一件省心事吧？自己打扫确实挺累的。我前几天碰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小子来租房子，跟你是校友来着，也是大一新生，我还跟他喝了顿酒。大一校友？哪间啊？他租了一间写字楼，就中卫以前做股票的那间，说是做电商。听到这，穆晚秋顿时愣了愣，股票这家的事情闹得很大，所以他记得很清楚，最主要的是那个装修小哥季风，好像就是那间。想到季风下午出现时的样子，穆晚秋心里顿时有些不确定。不会那么巧吧？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季风，我主要是不放心他们做的事情，别再出股票那档子事了。说是做电商的，谁知道具体内容是啥？都是一群学生。你最近在那帮我盯着点，居然真的是他。白天和季风的接触让穆晚秋印象深刻，没想到他居然还是自己的校友，就是不知道他是什么系的。好，我知道了，这段时间我会盯着的。另一边，给兄弟们洗完脑的季风已经回到了公寓里，刚躺下就收到了一条微信。现在微信在学生群体里并不火，12年的微信功能很少，连红包和转账都没有，这些功能一直到14年才普及，所以季风的微信好友也没几个人，大概率是工作上的事情。包租婆4，季风是吧？我是穆晚秋，1号交租，每次交租至少3个月，到时候你准备一下，中介那边就不用你去对接了。好的，3000的话，1年总共是18万对吧？正在和季风微信聊天的穆晚秋愣了一下，1年18万，你租了5间？是。穆晚秋愣了半晌，这位校友该不会是搞传销的吧？在魔都搞传销，成本是不是有点大？我明天能不能过去看看你的工作室，了解一下你们的工作内容？这几天装修，3天后可以。OK， 那我3天后过去。穆晚秋握了握手机，表情颇有几分势在必得的感觉。第4天，简单装修完工作室，季风摆好财神爷，又拜了拜，终于能够躺在椅子上喘口气。工作室还没隔出老板办公室，他只能归在工作区的另一边。今天要等穆晚秋这个房东，季风也没再去工作，干脆给自己放1天假，打打游戏作为消遣。40分钟后，季风面对着游戏的失败页面，正在疯狂敲键盘。这波能怪我？没道理的，辅助就是个 SB， 乱开团。嘎嘿，能力越小责任越小，我段位最低，输了我不粘锅的。拉黑了。季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能保持淡定，波澜不惊，唯独打游戏这件事上，他是真的绷不住。最后一波确实不是你的问题。突然出现的声音吓了季风一跳，一转身他就见到了穿着白色衬衫和牛仔裤的穆晚秋。房东还懂游戏，我可是高玩。穆晚秋看起来挺自信。季风不置可否，其实我也挺坑的，来参观。穆晚秋笑了笑，之前的接触让他感觉季风很高冷，没想到也有这样的一面。我听我爸说你们是做电商的。见到穆晚秋略带询问的眼神，季风立刻知道他想了解什么。算是，不过和传统电商有些不太一样，解释起来可能有些复杂，不过你们可以放心，这些工作全部都是合法的，我不是那个意思。季风礼貌微笑，没说话。租户违法，所有房东都怕的事情，这是没必要避讳，季风也不担心。参观的话请便。那好。穆晚秋扫视了一眼正在工作的其他人，大家都很忙碌，敲键盘的声音此起彼伏，和他们比起来，季风就显得有些无所事事。他们看起来很忙，你不用做这些吗？我在公司打杂。打杂的。穆晚秋心里很别扭，他老爸告诉他，季风是个很会说话的年轻人，圆滑激进，进退有据，但他现在似乎不怎么想理自己，弄得穆晚秋有点不自信了。和季风之间有些冷场，穆晚秋只好转移话题。我能去里面看看吗？请随意。季风示意后，穆晚秋便开始在工作室里转悠起来。他看到了工作室成员的那些知心姐姐账号，表情略显诧异。所以那些心灵鸡汤就是你们在发？是的。好吧。然后又看到了工作室成员发单、聊天，一系列的工作流程，总体上没什么问题。绕了一圈，穆晚秋把手牵在身前。
季风，我听说你也是魔都大学的新生吗？季风知道应该是穆奎告诉他的，这事也没什么好隐瞒，当即承认。是的，那还挺巧，我们还是校友，我是工商管理的，你呢？计算机。你这边是自己创业？算是吧。大一还没开学你就开始创业了，而且还有所成就，真厉害啊！季风笑了笑，闹着玩，和你们家没法比。这倒不是季风妄自菲薄，就目前来看，真的没法比。老商圈这边的房子真不便宜，几万一平是有的，光穆晚秋自己名下就有2层，这都是实打实的硬资产。听到季风这样说，穆晚秋摆了摆双手，那可不一样，这些大部分都是我爷爷买的，我爸爸也买了一些，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这些都是自己做起来的，比我厉害多了，有一定运气成分。两人聊起天来，有一搭没一搭，大部分时候都是穆晚秋在说，季风礼貌性的回应，若有若无的距离感让穆晚秋有些难受。季风同学中午有空吗？我请你去楼下吃饭。看着穆晚秋期待的眼神，季风古井无波，指了指背后的一帮憨逼，我得带着兄弟们一起。穆晚秋并没有因为季风这么说而生气，反而开心的笑起来。那挺好的，大家一起去呗。到了中午，由穆晚秋请客，工作室的成员自然没有吃外卖，大伙一起去了2层的一家小炒馆子坐下。这里桌子都是4人位，他们一共分了3桌出来，季风、豆丁、穆晚秋3人坐在了一桌。对这里最为熟悉的穆晚秋点了很多菜，当然3桌都是一样的，他可不会蠢到单独给季风搞特殊上的菜。穆晚秋总感觉对面那个大个子看自己的眼神有些凶，一直到他被季风瞪了一眼才收敛。豆丁被季风瞪了一眼后，心里委屈吧唧的，不过他看到了手边的啤酒广告时，眼睛突然一亮。风哥，累几天了，中午喝点啤酒。季风原本是想拒绝的，但想了想也没什么拒绝的必要，今天本来就是他给自己放假的日子，喝点酒放松一下也没什么。行，那你点吧。见季风同意，豆丁嘴角一扯，又看向对面的穆晚秋，这位美女，你喝酒吗？被一个粗犷的壮汉问自己喝不喝酒，穆晚秋下意识的有点怕，可他看了看对面的季风，心一横，行，不过我喝不多，没事，就随便喝点，又不强求，对吧，风哥？见季风应声，豆丁的嘴都快笑裂开了，果然还是不一样的。对于女生喝酒这件事情，季风只会在乎温暖一个人，温暖喝酒，季风肯定阻止，其他女生都是路人甲。就比如现在，他让穆晚秋喝酒，季风那种风轻云淡的样子完全没有改变。呵呵，大嫂的位置不可动摇。一番试探，豆丁突然有种机智如我的感觉。季风是真没往这方面想，他的想法也很简单，你喝不喝酒跟我有什么关系？正好碎了豆丁的小计谋。小炒上菜，季风和豆丁也不客气，嘎嘎吃菜，偶尔喝一口啤酒。他们工作很忙，大部分时候吃饭都很快，和2人比起来，穆晚秋矜持许多，他吃的不算慢，但很细，偶尔喝一口啤酒。他以前没喝过酒，感觉不怎么好喝，不如饮料。酒精上头的很快，不一会，穆晚秋脸颊已经红扑扑的。猛吃了几分钟，几人的动作开始放缓，话匣子也逐渐打开。这些人都是你的同学？也不全是。季风微微摇头，我们都是峰哥的小弟，峰哥带我们混，我们就跟他出来。听到豆丁这么说，穆晚秋略微有些吃惊，带着他们混，这背井离乡的家里人不会阻挠吗？季风同学还真是厉害，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同伴。那可不，峰哥在我们市一中可是校园一霸。季风，不会说话就别说了，回头舌头抽筋。哦，看到1米9几的豆丁在季风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穆晚秋心中越发对这个高冷的同学好奇了。吃完饭，季风朝着穆晚秋点点头，我们吃完了，今天破费，下次请你。没事没事，你们租了1年，以后相处的日子还长。穆晚秋笑得很甜，是啊，他们是房东合租客，又是同校同学，那以后相处的日子自然会很长。你们要回去工作吗？那我也回去了，我就住5楼。季风和穆晚秋对视了几秒，还是主动开口，我送你吧。好。穆晚秋嘴角上扬来到5楼，季风还是保持了之前的状态，不接触不搭话。一直没等到季风和自己搭讪，穆晚秋咬了咬嘴唇，打开房门后突然问道，季风同学明天有空吗？没有。那后天呢？这段时间都忙。那好吧，不过能不能加个 QQ 微信，平时都是和我爸他们聊的。行。秋天的晚霞，添加你为好友。砰，房门关上，阴影中穆晚秋有些小生气，靠在墙上委屈的撅起嘴，不知道是心里较劲还是有些其他莫名的情愫。他以前从来都没有这么主动过，季风却像个木头。哼，来日方长。接下来的日子，季风几乎每天都会偶遇穆晚秋。季风同学，
这要巧，季风，一起吃饭吗？季风，楼上的垃圾好重，能不能帮我搬一下？有时候能看到他在4-5清理退租的公寓，有时候能在3层看到他和写字楼的租户攀谈，有时候也能看到他站在垃圾桶那和物业的保洁争吵。老商区了，物业总是会出现一些问题，他总是有意无意的和季风相遇，时不时的和季风打招呼，晚上偶尔也会和季风聊天。他经常和季风还有兄弟们一起吃饭，互有请客，两人逐渐变得熟络，甚至季风跑去考驾照都能和穆晚秋偶遇。这要巧，这场和房东少女的邂逅一直保持了1个多月的时间，而明天就是开学报到的最后一天。清晨，老商圈外，难得的阴天让空气没有平时那么酷烈，微风透过树林吹在草地上，轻柔地抚摸着每一片叶子，清新的空气中充斥着10蒜花香。在这安宁的氛围下，季风独自站在绿化带旁，静静地享受清晨的美好。1个多月的忙碌，工作室趋于稳定，终于要去学校报到了。瞄了眼手机时间，季风还是准备坐一下地铁。最近太忙，他对整个工作室周围通勤环境了解的并不多，坐地铁熟悉一下吧。季风同学，少女的呼声打断了他，回头望去，站在街角的穆晚秋伸头对季风招手。刚才他可是拒绝了老爸的760。今天穆晚秋换上了一身秋黄色的运动短衫，全身散发着青春活力的气息。倒是季风一改往日的凌厉，穿上一身白色休闲装，看上去内敛了许多，像个普通大学生。穆晚秋走到季风身旁，上下打量着。季风的变化可不只是装束，平时季风很有老板的气势，但今天他整个人的眼神都柔和了些。季风同学今天有些不一样，校园不比社会，我没必要那么严厉，走吧。坐地铁吗？进站，买票，上车。到了车厢的时候，季风明显感觉到了魔都通勤的拥挤。车厢里除了每天的上班族们，还多了前往魔都大学报到的学生，他们上的这一站人群还算松垮。可到了第2站的时候，上人明显多了许多。季风看了一眼被人挤在中间，面色尴尬的穆晚秋。地铁拥挤的时候，你很难说周围男生是不是故意的。见此状况，季风突然对穆晚秋伸出手，抓住了他的胳膊。来这边。穆晚秋很明显愣了一下，毕竟和季风认识1个多月了，他还从来都没有这样主动接触过他。穆晚秋心里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果然，一起上学是正确的选择。好，站这里。哦。季风将穆晚秋拉到门角的位置，一只手扶住穆晚秋门前的栏杆，另外一边则是用身体挡住，这样就给他腾出了一些空间，周围的人也说不出什么来。距离很近，但两人都没说话。穆晚秋抬头看着季风，眼神亮晶晶的。乘车过程略显单调，一直到出地铁都没什么改变。他期待中的一个地铁急刹，季风没站稳一下扑到他身上，然后再扶着他温柔道歉的情况也没有发生。不过穆晚秋不在意，刚才在车上的时候，他还是若有若无的贴了季风2下的。呵呵，来日方长。魔都大学门口，季风和穆晚秋这对俊男靓女的组合自然引起了不少人注意。大学这种地方，对校花校草的八卦从来都不会少，尤其是穆晚秋这种绝对够得上系花级的美女。到了迎新区，这里处着不少迎新的学长。季风抬手，穆晚秋却率先开口：我们先分头报到吧，等宿舍之类的事情安排好再联系。好。听到季风答应，穆晚秋松了口气。他其实挺怕季风先开口的，因为对季风这段时间的接触来看，季风要是先开口，基本上就一句再见，然后扭头就走。自己先开口，接下来的事情才会留有余地。就比如他说安排好再联系，季风肯定不会说不联系了这种话。600多分可不是白考的，机智如我。穆晚秋心满意足和季风告别，两人各自朝着迎新区走去。计算大戏，季风几乎不需要去找。你好，我叫季风，新生报到。对面的学长伸出手，我是向志伟，算你学长。来，这边来报到，入学，一系列手续办好之后，季风按照向志伟给他的地图，在偌大的校园里一路前行。魔都大学真的很大，校路18弯，走了好久，他才在宿舍区里找到宿舍楼12。他的房号是205，因为报到时间比较晚的缘故，到宿舍的时候，其他3个人已经都在了。一进门，3人的目光便汇聚过来。卧槽，兄弟，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你卡点卡得挺死。家里有点事，来晚了些。我叫张超，晋城人。好家伙，你小子这么帅，直接剥夺我室草席位。张超看起来很健谈，1.75米的样子，不胖不瘦。你好，周一涵，鲁北人。周一涵看起来就很高，鲁北人似乎都很高。季风已经181，他比季风还要高一些。我叫徐明，西川人。徐明身高不高，1.7米出头，不过身上穿的一套都是小名牌，还带了快1万多的豪雅，
看起来挺有钱的。扫视一圈，季风腼腆地笑了笑，挥手和室友们打招呼：“你们好，我叫季风，珍珠市人。”季风此时的表现，一看就是认真学习、天天向上的好孩子。眼下几人就是自己未来的室友了。季风眼带笑意，面露春风，以后得好好相处啊。校门口，工商管理系营区，梁薇正拉着穆晚秋在喳喳聊天。秋秋，你怎么来这么晚？穆晚秋目光有些躲闪，但还是如实告知了闺蜜。季风同学一直很忙，所以才拖到了最后一天。梁薇一脸夸张地歪了歪头，还故意伸出舌头。哦，装修小哥变成季风同学喽？怎么样？拿下没有？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没拿下。我们穆大校花的魅力不行了。我康康，没道理啊，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你瞧瞧这小腰，你瞧瞧这胸，你瞧瞧。话说到一半的时候，梁薇突然停了下来。被闺蜜调侃，害羞的穆晚秋有些诧异她怎么不说了，然后就留意到了梁薇的目光。顺着梁薇的目光看去，穆晚秋的瞳孔也是微微颤了颤。只见一个身形清瘦、身材却十分爆炸的女孩朝着工商管理迎新处走去。她穿着一身全黑的收腰长裙，水母头被简单的扎在一边，侧脸线条柔美，鼻梁高挺，笔直的薄唇勾勒出淡漠，长长的睫毛在轻微颤动，略带哀伤的眼神让人忍不住去怜惜，去触摸她的脸庞，轻拥她入怀中。而眉角的冷冽又拒人于千里之外，这副侧颜几乎无可挑剔，又冷又飒。这女孩给穆晚秋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和季风同学很像。秋秋，这女孩好漂亮啊。一向自信的穆晚秋这个时候也忍不住点头。黑裙女孩拿出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工商管理系，温暖。女孩的名字叫温暖，可周围的所有人都感觉到了她语气中的冷漠，那种生人勿近的距离感，比起一般的女生来说，实在太过于明显。高中时期的温暖其实也这样，自闭、冷漠，不喜欢和别人接触。只是那时候的自闭和冷漠下，是贫穷和家庭带来的自卑。但如今母亲手术成功，她自己学业、事业还有全部步入正轨，没有了短板的温暖，逐渐拥有了自信。自卑加冷漠只会让人觉得你好欺负、懦弱，但自信加冷漠会让人觉得你很强势，对你产生尊重，又可以被称之为高冷。这是季风教他的。接待温暖的学长和学姐这时候也缓缓回过神来，拿起面前温暖的材料。卧槽，705分，满750，珍珠市状元和省状元就差1分。这什么妖孽啊？不是700多，怎么不上清北？这谁知道啊？对于温暖的议论比穆晚秋多很多。说实话，温暖不太喜欢这样被人围观，但他也清楚自己这个分数一定会引起议论的，他也不会去做什么故意考低分那种傻卵操作。只有足够高分、足够强，他才有资格选择一切。可以告诉我宿舍的位置了吗？可以，女生宿舍06-302，温暖同学，欢迎你。谢谢。温暖点头道谢，望着面前的校园浅吸气。魔都大学，我来了。季风温暖迈步走向校园，身影逐渐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身后，梁薇戳了戳一旁的穆晚秋，小声提醒：鬼鬼，我一直以为秋秋你已经是顶级了，没想到还有比你更顶级的。大学就是大学，美女真多呀。他也是工商管理，和你是同学爱，估计要跟你竞争系花了。怎么样，压力大不大？神经病，谁要去竞争那东西？穆晚秋蹙眉，刚才他听到了学长和学姐的惊呼，温暖高考考了705多，这个分数上清北都绰绰有余了，没想到居然来了魔都大学，而且选了录取线并不算高的工商管理，这点很奇怪。珍珠市梁薇，我们也走吧。哎，你看看那边又来一个，这个也挺漂亮的，不过感觉不如你。穆晚秋看向梁薇所指的方向，顾雪婷拉着一个旅行箱，大步流星地朝着迎新处走来。宿舍里，季风和舍友们闲聊起来，因为时间的缘故，他们三已经很熟悉了，只有季风是萌新。不过为首的张超很热情，三言两语就让季风融入进来，然后便要带季风出去混事。季风，全球80亿人，让我们4个相聚在这里就是缘分。走，哥们带你出去转转，2杯酒一下肚，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互为父子了。其他2人也是举手赞同。对，互为父子。本就想着适应校园生活的季风自然没有意见。徒步走出校门，附近的饭馆排档已经坐满，张超带着3人一路走到了稍远点的撸串店坐下。老板，来1箱青岛，200根串。好嘞。烧烤啤酒应有尽有，一杯杯啤酒下肚，话匣子也就逐渐打开了。能考到魔都大学的成绩都不算太差，所以学习这个苦了他们10几年的话题直接被略过。天南地北聊了些风土人情后，
话题逐渐归结于理想和女人。我计算机的，这几年能钻就钻，钻不了就混，等毕业了找个大厂当社畜，完事。张超的敞亮引起了其他人的笑声，他主动指了指季风。季风，你呢？我看你也计算机系的。好好上学算不算理想？上学算个屁的理想，小初高12年还没给你上够。真男人就要敢想敢干。周意涵呢？我考公吧，我爸让我考公。切，没出息。最后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徐明的身上，他转了转手表，我学的金融，到时候估计接家里生意吧。理想这种事情本就人各有志，都是大学生了，也不算没脑子，就没继续深聊。而后便是女人，大学的女生他们还没接触到，所以只能聊高中时班里的女生怎么样，有没有谈对象，到了大学有没有分手，这些都算是热议的话题。提到女朋友，徐明推了下自己的阿玛尼眼镜。我高中时谈过几个，但长相都一般，没什么意思，也没入真心。大学期间应该找点更漂亮的妹子。我今天看到不少漂亮的新生，有机会的。这话说的有点暗逼明装的意思了。其他几人也知道他家里可能条件不错，也没在这话上深聊。周意涵摊摊手，我没谈过恋爱，看看大学能不能认真来一场恋爱吧。话题转到张超那，这货的情绪明显有些不对劲。我就谈过一段，不过这段感情怎么说呢，有好有坏吧。季风闻言主动给张超倒了一杯酒，看起来是个很长的故事。也没多长，我以前谈了个学姐，当时我们约好一起上湖大的，但是她后来高考押题很准，又超常发挥，赶上特殊专业降分，直接就入了魔都大学。后来她就把我甩了，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这么恶心，学姐里面有坏人。张超呼吸一滞，想反驳又不知如何开口。学姐不是这样的人。好好，不是，你接着说。后来我就跟她说等着我，我肯定也会考入魔都大学。然后就来了喝了点酒的季风有点震惊，这算不算舔狗逆袭？这学姐哪是坏人啊，她是你的贵人啊。哎，别说了，反正挺曲折的。张超说完情绪上来了，直接灌了自己一杯酒。季风你呢？你这么帅，学习也不赖，高中的时候肯定会有不少女孩喜欢你吧？季风摇头，我高中时候没你们想象中那么受欢迎，破事多，讨厌我的人也挺多，女朋友也一个没谈。至于大学期间，再说吧，4人里季风的外形最为出众，可他这番说辞有点太扯了点。你高中时候被很多人讨厌，小季，我这个人也很讨厌装暗逼的，我劝你好自为之。我真没尬聊，都是真话。我高中时期挺不招人待见的，也没谈对象。季风刚说完，一串如同黄鹂般的声音就顺耳传来。季风同学，那么巧，你也在这里吃饭？听到这个熟悉的声音，季风已经知道来人是谁，他表情有些僵硬，也有点无奈。魔都大学不是很大吗？为啥这样都可以碰到？这种时候再不吱声装死肯定是不行了。季风只能抬起头，对上那道甜甜的目光。在和舍友吃饭。3个舍友看了眼对面的几个妹子，又看了看身边的季风，一脸古怪。这就是所谓的高中不招人待见，好，这样子装逼是吧？这小子，尤其是徐明，他在看到穆晚秋的时候，表情明显恍惚了一下。穆晚秋一头柔顺亮泽的黑发，皮肤白皙细腻，身材轻盈婀娜，脸蛋洋溢着青春的美好，眸子清澈明亮，深邃而有神，脸上的微笑显露出一种自信和坚定，一颦一笑中全是温柔，真是如水一般的江南少女。和他曾经认识的女生比起来，高出不知凡几。他和季风是同学。几人疑惑中，张超悄悄戳了戳季风的腰眼子。哎，季风，你这不介绍一下？他叫穆晚秋。然后呢？这就没了。季风挠了挠眉角。然后什么？他总不能说这是我的房东小姐，虽然她超有钱，但是每天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我，还想招法给我买早饭、中饭、晚饭，这样也太普信，太下头了。正当季风语塞时，穆晚秋主动走过来，他脸上的笑意很浓，因为刚才听到了季风没谈女朋友。你们好，我是工商管理系的穆晚秋，他们是我的室友邱家韵、高彩玉、聂青。你好，你们好。徐明起身就要和穆晚秋握手，却被穆晚秋不动声色地躲开。你们在吃饭？聂青，要不要一起？我这边遇到了朋友，你们？好啊。我也可以。在3个男生眼里，穆晚秋自信阳光，落落大方，不怯场，宛若电视剧里走出来的女主。女生这种主动的态度，张超他们更是不可能拒绝。那就一起呗，欢迎欢迎，老板再来点串。你们喝酒吗？我不喝。我都行。4男4女换了张大些的桌子，多上了点串，啤酒也开始续杯。穆晚秋主动搬了个小板凳坐在季风旁边，小声怯怯。昨天是你请的，今天换我请。不用，你们后来的，吃的不多。那怎么行？
穆晚秋用屁股挪动小板凳，随着小板凳来回转圈，两人越来越近。别这样贴，你看我舍友的眼神。季风有些无奈，我干嘛要看他？季风没再多说什么，只是两人窃窃私语的样子已经被在场的有心人看在眼里。比如一直盯着穆晚秋的徐明，两人的样子让徐明有些郁闷，于是就想在其他方面找回些场子，开始侃侃而谈。其实我觉得未来互联网的泡沫将会在2-3年之内破裂，话题说得很大，只是其中的道理就见仁见智了。一番言毕，徐明看向穆晚秋，想要听听女神对自己刚才说辞的评价。晚秋同学，你觉得呢？可穆晚秋只是一边抿着啤酒，一边对身旁的季风说笑，偶尔还会捂着嘴发出给的奇怪声音。晚秋，晚秋，别人跟你说话呢。聂青喊道。季风看着自说自话给傻笑的穆晚秋，有些无脸。他对桌上努了努嘴。啊！后知后觉的穆晚秋猛然抬起头，眼里的迷茫一闪而逝。不过他很快就反应过来，没怯懦，也没顺着徐明尬聊，而是明明白白地解释起来。不好意思，这位同学，我刚才在和季风聊天，没听见你说什么，抱歉啊。和女神是没办法发脾气的，徐明只能尴尬地摆摆手。没事，我也就是趁着酒劲瞎说的。话毕，又是一轮吃喝。张超举起酒杯，提升了一下气氛。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大学的同学了，以后倒是可以多多联络呀。好啊，那以后可以多多联络呗。怎么联络？比如加个 QQ。上了大学，每个学生心里都多了份自由的心思，言行举止比起高中时更为活跃，也更开放一些。张超顺利加到了2个妹子的 QQ， 连周一涵也加了一个。徐明更是已经和对面3个妹子有说有笑起来。车我肯定是有的，只是刚开学，现在就开车过来，实在太招摇了。说罢，他看向穆晚秋。晚秋同学，加一下 QQ。 穆晚秋抬起头眯了一下眼睛，晚秋也是你喊的。不过他还是露出笑容。不用了，你要有事情让季风告诉我就行，他 QQ 微信都有。这样啊。连续被摆2次，徐明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他就是看不懂，季风除了长得比他高点，比他帅点，可能学习也比他好点，除此之外几乎没什么优点。不怎么爱说话，看起来也不怎么会表达，妥妥一个路人甲。怎么穆晚秋就那么待见他？季风也有点绷不住，大学不似高中，这里没人认识他，所以校霸的人设不再需要维持。来到大学之后，他原本的想法是尽量让自己透明一些，保持低调，起码在舍友面前低调些。穆晚秋这样一搞，还低调个锤子。徐明盯着季风，心中郁郁，左右找不到装逼的点，只能站起身。大家都吃的差不多了吧，我去结账。可他刚说完，就被穆晚秋抬手阻止。哎，不用，徐明同学，我刚才已经买单了。徐明一听穆晚秋已经把钱付了，顿时有些急。这怎么行？怎么能让你们女生付钱？比有钱？呵呵。穆晚秋笑了笑，表情十分自然。没关系啊，本来就是我个人凑上来拼桌的，添了菜，让你们付钱，那我不成啤酒妹了。让我室友 AA 更不合适，他们都是被我拉着来的，所以肯定是我付啊。这番话说的众人一愣，竟然感觉有那么几分道理。不只是张超、徐明他们，连穆晚秋的室友也对他多生出几分好感。毕竟这样一个做事有理有据还有钱的女生，几乎是男女通杀的。其实穆晚秋心里的小算盘可多了，这顿他请，对面男生宿舍肯定过意不去，到时候不还是得请回来。男生就是这样，肯定不会亏欠的，尤其是那个小富二代，快急死了。到时候他们肯定会拉上季风，一来二去成了。穆晚秋笑盈盈地看着季风，然后就笑不出来了。季风平静的眸子仿佛看穿了一切，看得穆晚秋默默低下头，拿出手机打开了支付宝，找到了穆晚秋的头像，输入了个500的数字。穆晚秋连忙按住季风的手，露出一个委屈到快哭的表情。别啊，穆晚秋无论是在同学还是在老师的面前，始终都是那副自信阳光的样子。他自信的来源有很多，家世、学习、外貌、能力，还有长久以来的社牛锻炼。可每次到季风面前的时候，他的自信总是会发挥失常，就像犯错误的小孩子。晚秋同学，你怎么了？季风，你在干嘛？徐明的出声打断了季风转款，这小子声音有点急，季风只能默默收回手机。季风拿起一串鸡屁股，一边吃一边思考该怎么回答徐明。我说我家闹鬼，他差点吓哭。噗！穆晚秋捂住嘴，点点头附和。是的，是这样的。徐明，这谎说的这么不走心，他看起来很好骗吗？不行，还得再制造些接触的机会。现在还早，我们要不要一起出去转转？穆晚秋眼睛一亮，这徐明同学真懂事啊。他看向季风，发现季风又开始挠头了。去哪呢？人这么多，要不要去网吧坐会？
可以组队打打游戏。网吧，我是没问题的，那我问问他们。穆晚秋跑去问了问舍友，他们也想出去玩玩，但是不想去网吧，三人准备去压马路。那好，你们去压马路，我去跟他们上网。被裹挟的季风只能跟着几个舍友和穆晚秋一起来到网吧。虽然这段时间下班之后经常和豆丁他们五黑，可季风的水平并没有显著进步。当他看到其他几人打开英雄联盟的时候，心头就是一颤。他也怕丢人。先说啊，我玩这个不太行。没事，哥们带你飞。张超看起来很有自信。我上单，不送包赢。周一涵看上去也挺牛的。穆晚秋小声问道：季风，你要玩什么？虽然季风平日在工作室里都是5楼上中，不给就送，可面对新认识的室友，他觉得还是收敛一些的好。那我辅助吧。好啊，我可以 AD， 我们下路配合。穆晚秋看起来倒是很自然。季风眨巴几下眼睛，他感觉自己与其他穿越者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打游戏真的很菜了才就得认。行。穆晚秋突然笑了起来，平时的季风总是风轻云淡，哪怕是10几20万的房费都不会眨一下眼，日常生活中也是满脸高冷，好像没什么事情能让他上心，却没想到打个游戏能这样紧张。果然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你笑什么？别慌，季风同学，听我指挥就好。穆晚秋答非所问，单眨了下左眼。季风顿了顿，好。选人页面，穆晚秋秒锁了 VN。 季风犹豫了一下，还是没选剑圣辅助。他破天荒选了个宝石骑士，算是给穆晚秋很大的面子。进入游戏就听到穆晚秋沉声道：季风，帮我一起 A 兵，吃药别怕掉血。直接贴脸虚弱补益。好，杀了季风你真厉害。哇，以后我们晚上一起双排好不好？这个E给的太漂亮了。穆晚秋吹的季风有点脸红，因为 S2 宝石的意识指向性技能有鼠标就行。接下来的游戏体验完全超乎了季风的想象。他看着自己15年2月1日的数据，突然萌生出一种我好像很厉害的感觉。游戏结束的时候，穆晚秋已经15杀超神。宿舍4男各怀心思，至少确定了穆晚秋是个大腿。他们一共打了3把，穆晚秋另外2把的战绩分别是14杀超神，还有21杀大逆风翻盘。季风同学辅助真厉害啊，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估计也打不了这么顺。季风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只是现在他不想服了穆晚秋的好意和兴致。有点晚了，差不多可以回去了。好，3把游戏赢得淋漓尽致，5人起码是有说有笑出的网吧，这很难得。和之前叽叽喳喳的情况不同，回去的路上穆晚秋沉默了许多。他双手自己牵着，可能心情不错，走路偶尔会踮踮脚。一直走到校内，穆晚秋才掀起眼皮，小声开口：季风，可以送我回宿舍吗？季风顿了顿，行。于是在3舍友复杂的眼神中，季风带着穆晚秋朝女生宿舍走去。张超搓了搓自己的下巴，穆晚秋是不是有点喜欢季风？这不是很明显？我感觉不可能。徐明摆摆手，直接上楼。穆晚秋这样的校花级美女，在大学也是稀缺资源。这才第1天到校，要是这样就沦陷在季风手里，也尤其是季风方方面面都不如自己。徐明嘴上不说，心里却如同吃了苍蝇一样难受。女生宿舍，季风默默地把穆晚秋送到了女宿6门口，只能到这，再往里面就违规了。到了，谢谢你送我回来，季风。穆晚秋突然抓住了季风宽大的手掌，放在手里紧了紧，随后立刻松开跑路，一边跑一边说：季风，下次请我吃点好的，我可是知道你底细的，嘿。目送穆晚秋跑上楼，季风叹了口气，看了一眼刚才被握紧的手掌，被这样一个温柔、漂亮又贴心大方的女孩子主动，说没点感觉就是纯扯淡。但那也只是一点感觉罢了，远远够不着心动。一段时间的工作和沉淀，季风很清楚自己的心里已经有一个人，只是穆晚秋真的太会了，她从来就没说过喜欢自己，拒绝的话无从可说。沉默的转身，季风没有留意到在穆晚秋跑上去的时候，女宿6的3楼有双眼睛一直在阴影中盯着他站在栏杆后面，身形隐没在走廊内，正是被分配到女宿6-302的温暖。相遇就是这么猝不及防，看起来却又不太体面。温暖轻轻地咬着自己的嘴唇，攥着的手指已经用力到发白。他刚刚弄好床铺，想出来吹吹风，胸中突然有些以前没出现过的情绪，没想到闷、气，还有点委屈。他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或许刚才那个女孩真的很好，她看起来很温柔，也很漂亮，衣品很好，而且对季风很主动。季风被人喜欢也是正常的，他当然也可以选择别人，要冷静。吸，呵，温暖深吸一口气，听到楼梯间略显欢快的脚步声时，缓缓转过了身，似乎是有所感觉。
穆晚秋上楼的步伐也渐渐慢了下来，走道中漆黑的阴影与楼梯间的光明触碰，四目相对。这场光与影的触碰并没有持续很久。302寝室里的灯被打开，不算明亮的灯光却照亮了温暖的脸庞，柔美的脸颊一半陷入阴影，一半显露在寝室的灯光下，让温暖原本就冷漠的眼神更是多了几分锐利。这种锐利让穆晚秋忍不住停住脚步。在看到302门口的这个人后，穆晚秋脸上的雀跃就收敛了许多，他瞬间确定了对方的身份，那个在校门口引起一阵骚动的珍珠式状元温暖。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穆晚秋感觉温暖对自己有些敌意，可他根本不认识对方。良久的对视，无人说话。能言善道的穆晚秋始终没出声，反倒是从不主动的温暖因为心里的纠结而开了口：请问你叫什么名字？穆晚秋知道温暖的名字，但他还是回问了一下：我叫穆晚秋，你呢？温暖没着急回应。听到对方的名字，他一瞬间想了很多。穆晚秋，秋风扫落叶，夕阳暮晚霞。名字是个诗意的名字，人也是个很温柔的人。或许他真的比自己好吧，自己总是闷闷的，对季风也是，不会说话，也不会和他聊天，更不在他身边，季风会选择他也很正常。温暖轻启红唇，温暖，挺好的名字，请问温暖同学是有什么事情吗？温暖微微昂首，穆晚秋下意识地退后一步。恭喜你。留下这句话，温暖恢复了原本的冷漠，转身朝着302走去。他为什么要和穆晚秋搭话？温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感觉不甘心。他不是顾雪婷，自闭的性格让他很难做出那种和穆晚秋争吵的行为。既然季风做出了选择，那他就尊重季风的选择，反正自己还是会站在他身边的。而且他已经来到魔都，一切都只是开始。目送温暖离开，还站在楼梯口的穆晚秋心里更疑惑了。恭喜我。穆晚秋转过身，顺着302门口的位置，朝刚才自己和季风来的方向看去，视野很开阔，也没有遮挡物，能很清晰地看到来时的情况。温暖好像也是珍珠市的人，季风也是想到温暖刚才那种低落的样子，穆晚秋莫名有些不安，之前的好心情也淡了许多。微微摇头，穆晚秋继续朝着自己的宿舍走去。今天和季风算约会吗？他不知道今天算不算和季风约会，至少在打游戏的那段时间里，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很融洽，而且季风一直听自己的。算了，回宿舍再说吧。一进门，邱家韵就开始起哄：哦哟，我们306的多情少女回来了。听到室友打趣，穆晚秋立刻反驳：什么多情少女，我很专一的好不好？高彩玉、聂青也开始附和：晚秋那么漂亮，受欢迎也很正常吧。那个徐明也一直想找她。穆晚秋装作冷笑：呵呵，徐明不熟。是啊，毕竟你眼里只有季风，我有那么明显？穆晚秋蹙眉：你眼珠子都快伸到季风嘴里了，这还不叫明显？那个季风同学是挺帅的，身高也正好，就是不太爱说话的样子，看起来有点腼腆。他腼腆？穆晚秋心说，你们是没看到他训人的样子。这才第一天啊，穆晚秋你就要脱单了吗？几个室友你一言我一语，完全就是一副我同意这门亲事的反应。穆晚秋原本听得心里美滋滋，可听到脱单，原本兴奋的表情荡然无存，因为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脱单，而且还差得远。1个多月的接触，他能隐隐感觉到季风的态度始终跟他保持着礼貌和距离，是他一直在主动接触，主动相遇，主动邂逅。其实没有人比穆晚秋心里更清楚，那些所谓的邂逅都是他自己制造的。最开始找季风或许有较劲的因素，可到了后来他已经瞒不住自己了。穆晚秋很聪明，也很清醒，他一直都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想要什么。他向来自信，可自信的他却从来都没有跟季风表白过，因为穆晚秋很清楚，表白这件事情很危险，表白等于给了对方拒绝你的权利。一旦表白失败，那么这段关系往往就会走向破裂，最后甚至连朋友都没得做。而不表白，大家就永远都是朋友。这一点无论男女都是一样，朋友之间的接触、相约，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也都是正常的。之前穆晚秋的想法就是一直不表白，先把季风当好哥们处，然后一直找季风玩，一直陪着他，伴着他，体贴他，帮他。他对自己有信心，无论是长相、钱、家庭，他的信心都是100%。穆晚秋觉得，就算季风是块石头，他都能给捂热了。如果没有碰到温暖的话，或许他会一直这样磨下去，一直水磨功夫，总有水到渠成的那一天。但今天不同了，他见到了温暖，听到了温暖最后说的话：恭喜你。聪明如穆晚秋，现在已经想明白了这句话里蕴含的问题。温暖看到了季风送自己回来，看到了他握住季风的手掌，看到了他开开心心的上楼预约下一次的约会。
这些事情让温暖误会了自己已经和季风在一起，所以才会恭喜自己。温暖考了705分，以是状元的身份来到魔都大学，没有去清北，肯定是有原因的。作为女人的直觉，穆晚秋觉得这个原因很可能是季风。温暖只是误会了自己和季风的关系，这层误会不知道能持续多久，持续到温暖和季风主动联系的时候，还是持续到他们在学校里的一次见面。穆晚秋越想越觉得心冷，她不喜欢这种事情不受控制的感觉，尤其是季风本身的态度让她没有哪怕一点点的安全感。有一件事是她一直知道，可始终都没有承认的，那就是季风并不喜欢她，至少现在不喜欢。如果没有温暖的话，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问题，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可是穆晚秋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季风时，他用手机和人聊天的样子，那么的温柔。他拿起手机开始思考，要么试探一下。穆晚秋，你怎么了？室友见穆晚秋一直不说话，出声询问。思绪被舍友打断，穆晚秋猛然回过神来，神情失去了以往的从容。没什么。他拿出手机，从 QQ 里找到了季风，翻看他的 QQ 空间签名。但季风并不像那些情感小男生一样，会在社交空间发一些情感心语。好吧，仔细想想的话，季风他们工作室就是专门发情感心语的，一天甚至能发几百条。做这种工作，什么情感心语恐怕早就看腻了。穆晚秋纠结许久，还是在手机 QQ 上打起了字。男生宿舍里，刚回来的季风倒是没像穆晚秋那样被起哄，只有话最多的张超没忍住。哎，你和穆晚秋是不是谈对象了？没有，真没有。听到季风这样回答，一旁的徐明猛地坐起。我就说他们没可能的吧，你还不信？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季风看了一眼徐明，后者一副松了口气的样子，让他微微摇头。不过他可不会说什么把穆晚秋让给你那种蠢话，这种话对女生很不尊重。张超不理会徐明，他把头伸到季风旁边，悄咪咪的。季风，我感觉穆晚秋对你很有好感，你该不会不喜欢女人吧？别扯，我纯爷们。季风干笑两声，简单洗漱了一下，就回到了自己的床铺上，拿出手机稍作思考，终于还是点开了支付宝，默不作声的给穆晚秋转了500过去。他一直都能感受到穆晚秋的好感，可穆晚秋从来都没有明确表达过喜欢，所以季风也无从拒绝。季风明白，她是个很聪明的女生，人家都没说喜欢你，她如果贸然说你离我远点，我不喜欢你这种话，那太伤人，太下头了。刚转完款，穆晚秋的 QQ 消息就跳了出来，不说了，要请我吃好的吗？我可是知道你的底细，岂不得盐焗龙虾？500吓唬谁？支付宝到账500元，季风。支付宝到账的声音很大，至少大到宿舍的人都能听见。上铺的周一涵一愣，笑着打趣：谁呀？还给你转500块钱？季风微微蹙眉，感觉要是解释和穆晚秋之间的关系实在复杂，就随口一句：我妈赚的，给你的生活费。就500吗？周一涵似乎有些诧异。周一涵，别说了。徐明突然打断了周一涵，眼神严厉地制止了他。周一涵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错话，默默不吱声了。季风有些挠头，这下好了，穷逼的人设怕是要贯彻落实了。他其实有些没想到徐明的反应，这哥们有点钱，也挺爱装，没想到这么爱装的徐明居然会在钱这方面顾及他的感受。虽然他根本不可能缺钱，但对方的善意他感受到了。徐明，谢了呀，切，205以后我照。季风笑了笑，好。点开 QQ， 季风扫了一眼置顶的温暖，然后又转到了穆晚秋那。开学了，学习内容会很忙，我可能没时间请你吃饭。不急，来日方长。季风默默地看着手机，思索着怎么和穆晚秋说明一下自己的想法。穆晚秋，我其实不是什么好人。为什么那么说？ OK， 换个方式，你可以先说说自己哪里不好。穆晚秋这家伙角度就和普通女生不一样。第一，首先就是我烟瘾很大，坏习惯也超多。第二，我的眼里只有钱，基本上容不下别的东西。第三，我喜欢一个人独处，且情绪很不好。我不喜欢有人来批判我的第一项，干扰我的第二项，打破我的第三项。季风稍微想了想，点击了发送。许久，季风都以为自己说的够明白，穆晚秋不会再回复了。QQ 消息居然又一次传来，那要是有人包容你的第一项，增益你的第二项，陪伴你的第三项呢？季风看到消息，沉默的人变成了季风，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捏着下巴思考，甚至没留意到隔壁的张超已经把头伸过来了。张超并不知道秋天的晚霞就是穆晚秋，对应季风夏天的风，他还以为是高中时的情侣名。季风，你是信这个坏女人，还是信我是秦始皇？张超打断了季风的沉默，也让他哑然失笑。好好，
信你信你。他躲开了一旁的张超，想起身抽根烟。穆晚秋又发来了一段视频，碎片白纸折成的纸蝴蝶被放在走道的台子上，晃动一下不算明亮的灯光，纸蝴蝶便翩翩起舞，仿若拥有了生命，在他们遇到光的这一刻被赋予了生命。季风蹙眉，立刻感觉到这是个很走心的视频，如果以后放在短视频平台上是有可能爆火的。看得出穆晚秋很文艺，但季风还是想把他从文艺拉回现实。纸蝴蝶没有生命，是晃动的灯光让它们扇动了翅膀。我的意思是，蝴蝶一直没动，只是灯造成了影子的摇晃。有些人也没那么特殊，是你心里的偏向为他加上了一层滤镜。看到季风的回复，拿着手机的穆晚秋有些颤抖，眼睛有些起雾，但他还是让自己保持冷静。那你有没有想过，纸蝴蝶只有在灯光的面前，它才能扇动翅膀？我的意思是，正是因为有了灯光，蝴蝶才有了生命。而且，这些和你请我吃饭有什么关系？季风，他不想浪费别人的感情，他也不想把别人的喜欢与真情维持在一段暧昧的关系里。季风曾经有过很多暧昧，所以不想去继续暧昧。只是穆晚秋比那些暧昧者高明的太多，他知道穆晚秋的意思，他也知道穆晚秋知道了他的意思。悄悄的告白和回绝都隐藏在了句子中。不过，愚者可以当作无心抄来的句子，又或者假意没听懂里面的意思。正如同智者不入爱河。滴滴 QQ 又弹出了新的短信，看到是置顶的温暖，季风略微压抑的心情顿时愉悦了不少。你在做什么？语气好像不对。在和朋友聊天。朋友，你今天心情怎么样？看到温暖的这个问题，季风感觉有些怪怪的，不过还是如实的回答。今天心情不错，怎么了？我在魔都大字打到一半，季风的信息就飞了过来。温暖看着手机，本就难受的心情瞬间绷不住，不回了，躺下撅嘴。另一边季风托着腮，默默等待着温暖的回复。换做他人，季风根本等不了30秒，只是对方是温暖。等了1分钟，没人。2分钟，他是温暖，再等等吧。5分钟，还是没信。难道有事？也许去洗澡了。妈的，我怎么会有这种舔狗专属的想法？季风有些无语，直接拿起手机重新输入。你心情不好？这次温暖终于回复。你心情好就行，季风。好好，温暖那点小心思太明显，才报道就心情不好。宿舍的事情，温暖不太想理季风，但是又有点想跟他说话。算宿舍的事？好像算。看到温暖承认，季风稍作沉吟。温暖的性格他很清楚，那种长久的自闭、疏离，在高中时期还不算太大的问题，毕竟高中时期都是各回个家，各找个妈。你有什么情绪性格，都不需要与人交互。可到了大学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大学宿舍里，首先就有和3个舍友之间的固定社交。如果没有一点点社交能力，与3个舍友产生摩擦甚至对立，那整个人都会过得很不舒服。以温暖的性格来说，这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自闭了10几年的他，根本就没什么社交能力。季风轻轻敲打着床头的栏杆，思索一阵，随后开始输入。这个点学校的超市应该还没关门，你去买一些零食带回宿舍去，跟舍友们说随便吃。为什么要买零食？温暖是疑惑，买东西给舍友和自己生气有什么关系？而季风的理解是，为什么买零食不买别的？对于温暖的事情，他会认真的考虑。性格让你在语言社交方面有一定缺陷，现在来不及锻炼，所以最好用恩惠方式弥补。如果买些日用品和工具的话，你的舍友用了会逐渐习惯，习惯久了会变成理所当然。下次不买，他们或许会对你产生意见和不满，是错误的选择。零食就没这方面的问题，口腹之欲是基础欲望，又容易满足，很容易就可以让舍友记住你的好，又不会产生其他的心理负担，是最好的选择。温暖。温暖看着季风巴拉巴拉说了一堆，脑袋上的问号越来越多。他不是因为舍友生气的呀。这个时候温暖大概回过神来，季风的意思是让他和室友们打好关系。今天来到寝室之后，他确实没怎么和室友说过话，白天有点忙，晚上回来就看到了季风和穆晚秋的那一幕，光顾着自己难受了，哪有时间考虑舍友啊？我起来了，现在去吗？现在去，临走前可以和室友们打个招呼，问问想吃什么，说你请。温暖有些不习惯，不过他还是会乖乖听话，因为他是季风。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吗？我正好出去，给你们带点，我请。王楠、李云秀、严芳3人微微一愣，他们之前到宿舍里的第一反应是，这女孩怎么这么漂亮？自我介绍后，他们就感觉到温暖身上的那股高冷，生人勿近4个字就差写在脸上了。晚上回来之后，温暖的表情怕是让整宿气温都低了几度。见他这样，王楠他们也就刻意和温暖保持了些距离。但现在温暖主动开口，原本的疏离感一下就消散许多。要么来点辣条。真的吗？鸡爪可以吗？整点薯条。好。
温暖朝着3个舍友点点头，表情认真地走出了门。来到宿舍区的校园小超市，温暖以自己极高的执行力，迅速找到鸡爪、薯条、辣条，然后他就不知道买啥了。我买了他们要的东西之后，还买些什么？杯装奶茶、话梅、薯片，先被温暖按照季风所说的买了一通，噔噔跑回宿舍。然后怎么说？就和我一样正常交流，自然点，脸上可以带点笑容。我笑不出来。季风回到宿舍，温暖站在门口浅吸气，稍稍做了点心理准备才推门。我回来了，这是你们的鸡爪、薯条、辣条，这里还有奶茶，随便吃。今天我请爷。温暖，你真够义气的。确实，我王楠认可你了。温暖可是我们302的宿花。听着他们的话，温暖脸上也带上淡淡的笑容。其实他对这些人还是笑不出来，只是他想到了季风，自然而然的就笑了。回去了没？他们很开心。那就好。我还是不习惯和别人说话。季风和自闭少女之间的交流总是有些困难。对于温暖的情况，季风其实有些心急，主要他不希望温暖被孤立、被欺负，自己不在他身边，这丫头的性格实在不像是能照顾好自己的那种。温暖，大学不比高中，你会遇到很多新的人、新的事，接触到新的环境。我们在这个社会中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总要和别人接触，这是一种成长。今晚季风说了很多，平时和温暖的聊天很少有这么长。温暖也感觉到了季风的语重心长，心里头的那点怨气渐渐消散。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和这样好的季风耍小脾气。我知道了，都听你的。看到温暖回复，季风觉得他应该是听进去了，但想到温暖那种唯唯诺诺的样子，季风还是忍不住多说了一些。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判断，毕竟我不在你身边，你要自己想清楚，哪些人可以接触，哪些人不能接触。还有就是和同学吃饭要 AA， 不占便宜，也别冲大头。不想做的事情要懂得拒绝，哪怕对方是老师。不要和陌生异性喝酒，不要怕没面子，面子不值钱。受委屈了可以给我打电话。季风再次巴拉巴拉说了一堆，他感觉自己像个老妈子。温暖，我现在就很委屈。季风，具体跟我说说什么样的情况。温暖抱着手机沉默着，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或许还可以保持所谓的高冷，可在季风面前，她始终都是那个自卑的女孩。穆晚秋的出现，让她即将见到季风的激动心情冷却，可她不甘心就这样。她在季风面前很怯懦，但也可以很勇敢。就像上次在工作室的时候，告诉季风她想改变。这次你分到了哪个宿舍？季风感觉温暖有些答非所问，不过还是回道：宿6-205。怎么？睡觉？好。结束了聊天，温暖还是抱着自己的手机愣愣发呆。躺在床上，想到明天就能见到季风，他时不时的笑一下，然后又时不时的难过一下，就这样一直持续到自己睁不开眼睛。第二天，新生入学日如期而来，只是今天的天气还是跟昨天一样，阴沉沉的，让人有些担心会不会半途突然下雨。生物钟让季风习惯性的早起来去跑步。大学晨跑的人真不少，季风很快就隐没在人群中，只是地点变成了操场，身边也没了温暖。回来的时候还给宿舍的3个老调带了早饭，张超还没起，周意涵在刷牙，徐明则是在镜子前捯饬自己的老油头。将早饭放桌上，季风催促道：赶紧吃，吃完上路。男人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不过10分钟，205四大天王就已经来到了校园区。3人时不时的发出哇哇的声音，让季风感觉有些羞耻。4人不同专业，分头之后，季风跟张超来到计算机一班。一进门，季风就感觉被一些有意无意的目光注视。这个挺帅的。计算机系在往后几年，男女比例几乎已经达到1比1的地步了，但在12年这个时候，女生还是稍微少些的，大约7比3或者6比4。季风的装束很收敛，脸上也是腼腆的笑容。之所以被女生盯着，大概是自己这样子就是女生心里的小甜酱。季风掠过人群，无视掉那些小声议论自己的声音，和张超找了个空位坐下。在宿舍里所说的话并不是开玩笑，人很难赚到认知以外的钱，哪怕是季风这个重生者也一样。未来要进军互联网行业，他不仅要知道大方向，他作为领头人也必须得懂一些细化基础技术。至少在创业初期，如果领头人不懂，那你等着被忽悠吧。以往任何互联网行业的老大，他们大多本身就是顶级技术牛人，并不是你知道点概念，知道点前瞻就能赢他们的，这一点几乎没有例外。所以季风来这里真的是为了认真学习的，让自己的知识能匹配上前瞻性的认知。另外就是人才方面的问题了，魔都大学虽然不比清北，却也是第2。计算机系有着大量的高端人才，虽说大部分人都不算顶级，但这些在校生对薪资要求低，
精力旺盛，有干劲，能冲能拼。在企业初期，这些人真的非常重要，而且这波人的能力在经历过一点点职场训练之后，将会彻底超过豆丁他们。毕竟是专业和非专业的区别，他需要在这些日常课程中训练自己，然后以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发现这些人才。季风落座了有一会，辅导员终于来了。他是一个个子不高，约莫30来岁的普通男人，走到讲台前，轻轻敲了敲桌子，示意大家安静。你们好，我叫张成功，是你们计算机一的辅导员，你们可以叫我张老师。未来4年风雨同舟，我也希望我们可以安安稳稳的携手同行。好了，现在大家已经认识我了，那我就简单说说校规校纪，还有接下来的军训事宜，简单说说从不简单。张成功一说就是半个小时，说了一半他还意犹未尽的喝口水。张超实在是无聊透了，便开始和季风小声嘀咕起来。季风，有看到合适的吗？什么合适的？废话，当然是合适的妹子。没有，这么高冷。也是，你毕竟是连穆晚秋那样的美女都得不到的男人。张成功的发言确实很无聊，以至于季风也懒得听，用一只手撑住头，脑子里闪过温暖，淡淡开口：少说屁话了，我只是暂时没有谈恋爱的想法。张超撇撇嘴，你这话说的，穆晚秋那个长相，那个身材，为人温柔大方又热情，愿意花钱，还会打游戏，简直是神仙女友的标准了。这样的女生你都没有谈恋爱的想法，那你想要啥样的？季风缓缓转过头，突然露出了一丝招牌式冷笑。标准？哼，你觉得喜欢一个人是应该有标准的吗？张超被问得有些不自信。其实他昨天晚上就发现季风这家伙可能不一般，从他昨晚和那个秋天的晚霞对话中就可以看出来，只是具体有多不一般他还没切身感受过。怎么，你希望自己喜欢的人长得漂亮，1.65米，身材好，胸大，家里有钱，温柔体贴，找对象就应该找这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张超感觉有些不对劲，但是说不来哪里不对劲。季风脸上的笑意更浓。所以你的问题就在这里了，你喜欢你那个学姐吗？以前喜欢，现在也没那么喜欢了，怎么着？张超还在嘴硬。其实他那点心思季风一眼就看穿了。那个学姐符合你这些标准吗？是不是没有几条，甚至一条都没有？张超噎住，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问题就在这里了，标准这个东西从来都是给不喜欢的人制定的。当你真正喜欢的那个人出现，即便这些标准他一条都不符合，你还是会喜欢他。你喜欢他的一颦一笑，他的情绪，他的样子，他的一切。你奋不顾身，拼尽全力来到魔都大学，就是为了他。只要他回头找你，你依然会像条舔狗一样不可救药的沉沦下去，这才是喜欢。张超，哥，别说了，行吗？张超被季风说破防了。季风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是你要和我讨论的？好好，算你厉害。张超给出了男人之间的最高评价。他沉默几秒，终究还是没忍住。但是我觉得学姐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不是，张超，好不容易上岸，你不会还想联系他吧？昨晚已经联系了季风，浅吸气，忍住了给张超邦邦2拳的冲动。牛逼，真牛逼！季风被这小子给整无语了。不过想想也就释然，曾几何时他不也是一条舔狗吗？而且还舔了10几年，还在婚礼上祝福顾雪婷。要说起来，当年的他比张超逆天多了。哎，季风，你不是说你高中没谈过对象吗？怎么感觉你好像很懂爱？我读书多，懂得多。昨天晚上学姐告诉我她有新的男朋友了。季风眼睛一亮，那是好事啊，各自奔向新的生活呗。但学姐说她心里还有我季风。季风，你觉得我和学姐还有机会吗？季风，你说话啊！毕竟是马甲号，我也是个老油子了，我很少杠剧情方面的问题，因为剧情喷我胃疼，炒股，不让女主出场之类的，我都能接受。剧情推进就是这样，节奏慢，我不杠。但是，有关于角色人设，我会郑重强调，抽烟这个举动是为了让一些人物更为立体饱满。我本人完全不抽烟，甚至讨厌，但是角色就是角色，角色人设需要抽烟，那他就一定会抽烟，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季风的表情异常复杂，张超在宿舍里还大大咧咧的，没想到他俩独处的时候，居然还会暴露这种舔狗属性。张超，你挺逆天的。我只是喜欢他听到这句，季风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或许张超的这副样子真的很像那个曾经的自己，当时的自己都没有走出来，为什么还要说张超呢？曾经的自己拼了命的想要融入顾雪婷的世界，可他的世界却没有自己，因为他还没结婚，所以他还想再等等。再后来，季风渐渐的不相信爱情，性格发生了第一次改变。
舔狗10年一场空，夜场2000变老公。人生如此，第二次改变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也是夜场吧。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迷茫的季风看到了个夜场姑娘挣钱给她老公看病。每个姑娘都有故事，可真遇到了这样的故事，她还是有些动容。所以你真想听听我的意见？张超嘴角向下撇了撇，脸色虽然苦，但还是坚持道：你说吧，我感觉你说的贼有道理，我听着。季风微微点头，其实有人了也没什么，长大后遇到的人基本上心里都住过别人。我们不介意刀切过蒜，介意的是西瓜上有蒜味；不介意他有过去，介意的是他的过去还没过去。对的人才叫复合，错的人那叫重蹈覆辙，懂了吗？懂了，真懂假懂，真懂了。OK， 那就这样。季风说完，拍了拍张超的肩膀。两人闭嘴的时候，台上张成功也讲得差不多了。那么接下来，大家就按照各自的座位顺序都自我介绍一下吧。季风坐的位置靠教室右前，很快就轮到了他。大家好，我叫季风。季风懒得说废话，报个名字就下去了。其他人自我介绍期间，季风也留意了一些头发比较稀疏的同学。这些人虽然其貌不扬，可单看发量就感觉很有潜力，未来可能会成为公司的栋梁。季风，你怎么一直盯着那些丑男看？怎么说话呢？他们都是好同学，未来可能还会成为好朋友、好同事。没有他们，哪有未来？哪里丑了？张超有些莫名其妙。你都不认识他们没事，以后有的是机会认识。同学们一路介绍，季风基本上都没怎么记住，一直到台上下来的人走到了他的隔壁，恰好季风又在这时候去捡张超掉在地上滚过来的笔。随后他就看到了小高跟、细长的双腿以及包臀裙。好看吗？烟嗓，这女人抽烟，而且烟瘾很大，虽然不能100%确定，但大概率上不会错。而且她似乎误会自己在偷窥她包臀裙下的大腿。季风抬起头来，与眼前的女孩对视，浓密的头发微微卷起，在透过窗户的阳光下呈现出咖啡色。她的双眸用黑色的眼影加以修饰，给人一种不属于学生的诱惑和妩媚。火辣的身材穿梭在人群中，引起许多人的注目，每一步都是如水的流畅，十分娇艳。我没看你，至于腿，一般。他确实没看，而且他对眼前女生本就没什么兴趣，所以也算是实话实说。听到季风这么说，叶雨薇的眉毛挑了挑，他没立刻和季风搭话，而是推了推隔壁的同学：你坐里面去。啊，哦。坐在与季风一走到之隔的位子上，叶雨薇翘起二郎腿，双手环抱。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就看到你了，小帅哥，你叫季风？居然被人记住了名字。季风转过头看向对方：是的，有事。叶雨薇用食指绕了一下自己微卷的头发，涂着黑色眼影的桃花眼对着季风挑了挑：没事，我叫叶雨薇。哦，计算机一好像没什么漂亮的，至少我没看到比我漂亮的。我这样的不好看，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好看呢？温暖那样的季风将手插在一起，放在桌子上，微微歪头：跟我谈好不好看，起码要把脸上的锅灰给抹掉。这里可不是夜店，同学。季风特地强调了一下同学二字，希望对方能收敛一些。可叶雨薇眯起眼，脸上的笑意比之前更狂放了。她露出的牙齿上有着很明显的烟渍。她一边笑一边用食指点着季风：一眼就看出来了，挺厉害吗？哦，你这个眼神感觉是有故事的男人。季风微微挑眉：我可不是这里的小同学，我看人的眼光至少看男人的眼光要比他们准多了。不喜欢这身打扮吗？那我也可以换种口味。其实叶雨薇看人的眼光确实很准。季风以前是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走肾不走心的日子，灯红酒绿，几乎迷失了自我。只能说那时候的他无爱了，只能每天换大欧派来满足自己。不过嘛，现在的季风可是来上学的好学生，他在学校里低调，并不是怂。对于季风而言，他除了会惯着温暖，不会惯着任何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盯着叶雨薇，季风的目光逐渐锐利起来：跟我装杯，这里可不是合适的地方。叶雨薇一愣，他没想到季风居然会这样直接对他。他哈哈一笑，忽然放下大腿，然后在季风诧异的目光中猛地岔开：我装杯？哈，我需要装？你说的是这个？包臀裙，岔开腿，懂的都懂。季风乐得一笑，戳了戳身后的张超：好女孩要珍惜，坏女孩别浪费。超哥，来看攒劲的节目。风哥别动，我一直看着呢。季风，学姐虽然好，但也不妨碍张超看眼前的美女秀腿。倒是季风依然不为所动，脸上除了不屑还多了些鄙夷。你这样穿这样摆，哥们顶多喊你一句烧鸡，别的啥也说不了。你要真脱光拍个片发到校园网上，哥们不仅不喊你烧鸡，
还得尊称你一声女菩萨。脱又不敢真脱光，装又没有装到底。这里是学校的教室，所以你在装什么呢？叶雨薇盯着季风，目光一阵变幻，最后突然笑了起来，缓缓收起腿。张超抹了抹嘴，暗道可惜，没得看了。叶雨薇拿出自己的手机，在半空中晃了晃。好，你这人还真有点意思，要不要加个 QQ？ 有空出来玩玩魔都的场子。卧槽！身后张超一脸崇拜地看着季风，又是一个主动找季风要 QQ 的，倒是季风本人总是爱答不理。怎么做到的？不用了。不敢。季风突然收敛了自己之前的不屑，认真问道：你这种人是怎么考到魔都大的？叶雨薇一直表现得很摆，满脸的无所谓，可季风问出这个问题后，他的表情变得有些难看。他张开嘴舔了舔自己的后槽牙。这和你无关吧？认真学习的夜店小姐。听到这，叶雨薇终于没绷住。我学习碍着你的事了。好奇心这么旺盛。 OK， 你只要别梗着头问我要 QQ， 那就没事。叶雨薇还有些不服气，咬着嘴唇还想再说些什么，可季风已经转过头不再理他。直到张成功重新上台，写下了一个班级群。班级群大家都加一下。虽然没加好友，不过叶雨薇也通过班级群知道了季风的 QQ 号。叶雨薇突然对着季风笑了起来，看，命运使然。呵，傻卵。相比起计算机系的电脑宅，公馆班的情况就精彩多了。大家好，我叫穆晚秋，来自魔都本地，很高兴认识大家。大家好，我叫顾雪婷，来自珍珠市，希望以后和大家可以成为朋友。两人的自我介绍其实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在上下台的时候，穆晚秋和顾雪婷还会相视一笑。一直到教室的拐角处，快步走上去了一个黑色身影。大家好，我叫温暖。简单的介绍让教室瞬间陷入安静，随后又是更大声的议论。卧槽，我知道工商管理的美女多，没想到居然能这么多。只是美女，这不是笑话。瘟疫其随。哥们，你眼光不错。大学校园从不缺少八卦，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给班里的几个美女排名。工商管理班讨论气氛越发热烈，恰好辅导员这时候又出去了，场面一时间有些凌乱。比起那些讨论温暖外貌和气质的人，顾雪婷才是真的震惊。盯着走回来的温暖，顾雪婷忍不住出声：温暖，你居然来了魔都。顾雪婷和温暖之间的交流虽然很少，但她和季风一样是3年的同班同学，而且顾雪婷和温暖做的比季风还要近很多。到了高考前的最后几个月，她在第2次输给温暖的时候，偷偷查了温暖的历史成绩，月考从最开始的年级50多名，一路逆袭到年级第1。从那几次摸底考试中，顾雪婷已经感觉到了温暖的实力，真的是很强。温暖的分数选择了保密，但在学校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顾雪婷就通过黄继海知道了温暖的分数705，这个分数绝对无压力进清北，而且清北很有可能给助学金，温暖的家庭条件也不是问题。现在他居然跑来了魔都大学，他想干嘛？走到顾雪婷面前的温暖只是冷冷其齿：我来了。虽然他特别烦顾雪婷，这女人拖了季风几年，伤透了季风的心，但也要感谢她，如果不是顾雪婷放弃了季风，那他和季风就不会有接下来的事情。他的改变是因为季风，季风让他和同学们好好相处，先忍忍吧，他别再来烦自己和季风就行。盯着温暖，顾雪婷莫名的有些怯懦：你是来找季风的，与你无关。说罢，温暖便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回头看着温暖一脸的风轻云淡，顾雪婷却是有口难言，不知道该怎么发泄。曾经他可以如同孔雀一般俯视温暖这只丑小鸭，可现在的温暖似乎已经成长为黑天鹅。在顾雪婷出生后，只隔了一个位子的穆晚秋睁大了眼睛，温暖和季风之间果然有故事啊，就是不知道顾雪婷在这里扮演什么角色。公馆班的气氛随着辅导员归来而沉寂，不过教室里的同学们早已经各怀心思，许久都没有平复下来。到了中午的饭点，同学们从教室中散去，温暖的室友都不在，他在班级里也没有想要认识的人，便独自一人走出教室，朝着食堂走去。温暖同学，等一下。穆晚秋从身后叫住了温暖。有什么事？虽然已经有过一次照面，但再度近距离接触的时候，穆晚秋还是能够感觉到温暖身上的那种冷漠。他和季风真的好像。穆晚秋悄悄咬住自己的嘴，用尽力气开了口：你是因为季风才来魔都的吗？温暖正色看了穆晚秋一眼：是。说完便转身离去。温暖本就不擅长交流，昨晚没睡好，现在也有点饿，所以不想和别人说话。穆晚秋站在原地始终没动，和季风之间的关系他也没解释，他知道这是自己的私心在作祟。穆晚秋拿出手机，滑到了季风昨晚发给他的话：纸蝴蝶没有生命，
是晃动的灯光让它们扇动了翅膀。我的意思是，蝴蝶一直没动，只是灯造成了影子的摇晃。有些人也没那么特殊，只是你的心里为他加上了一层滤镜。轻轻抚上 QQ 的对话，穆晚秋苦笑了一下。我的梦好像要碎了，不知道自己还能装睡多久，朝着食堂走去。天气似乎更阴沉了，嗡隆隆的雷声好像随时有可能下大雨。温暖将包里的伞拿出来，随时准备用，这是季风让他买的。一个人的时候要照顾好自己。来到食堂，温暖给自己点了个鸡腿，一份花菜，一份海带烧肉。到了大学，食量并未减少，他依然很能吃。今天第一天来这里，那就先试试魔都大学食堂的分量吧。熟练地避开人群，找个角落坐下。温暖开始抱着餐盘风卷残云。滴滴 QQ 置顶的头像突然闪烁，温暖连忙打开手机。不多的电量让温暖蹙了蹙眉。中午有没有好好吃饭？拍张照给我看看。温暖停下，拍了张照。有的，正在吃。图片不得不说，魔都大学不愧是顶级大学，食堂饭菜比珍珠一中和金陵二院要好得多。肚子得到了满足，温暖心情也变得很愉悦。就是不知道季风为什么没回信息，但现在看起来要下雨，还是先回宿舍吧。在他起身离开的时候，季风正对着那张模糊的照片猛瞅。温暖的手机不太好，是充话费送的那个，照片也确实模糊，不过还是能看清鸡腿、花菜、海带肉还有餐盘的样式。然后季风看着自己面前的同款餐盘，一模一样的鸡腿、花菜、海带烧肉，连 TM 的海带丝都是一般粗的。季风陷入了沉思，这次的沉思长达3秒。他在这，季风很想爆粗口，但张了张嘴还是忍住了。他的心里是不敢置信，还有那么一丢丢说不明的情绪。推开面前的餐盘，季风在张超和对面叶雨薇惊讶的目光下站起来。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了吃饭的心思。风哥，咋回事？超哥你自己先吃吧，我有点事。叶雨薇戳了戳张超，走，跟上去看看。他原本的位置是食堂门口，从位子上离开后就径直朝着食堂里面走。恰好同一时刻，温暖已经拿着伞走到食堂外。季风拿出手机给温暖发了条短信，你现在在哪？可惜温暖没有回复他。季风目光低沉的在食堂里四处寻找，他不断举起手机打着温暖的电话，可回应却只有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只能从那张模糊照片中寻找残留的一些细节。角落、窗户应该是食堂的最里面。确认位置，季风的脚步越来越快，已经接近跑的状态。在人数众多的大学食堂里，墙上都贴了小心冲撞的标语，只是季风心里的急切让他有些失态。越过许多人群，终于看到了和照片里类似的窗户。走过去时，满心期待的目光交汇，却一直没有出现。位子上坐着一对戴眼镜的男女，看起来像是一对情侣。不在了吗？季风叹了口气，只能默默地接受这个现实。他莫名有些沮丧和烦躁，只是因为他们错过了那一刻的相遇，却不知道温暖其实就在他旁边，就在食堂的外面，与他一墙之隔不足3米。他刚才火急火燎的样子，还有此时沉默的表情，都被跟上来的叶雨薇看在眼里。你看起来好急啊，就像那种什么来着，那种找不到姑娘的混迹夜场多年的季风似乎知道他要说什么，立刻回头凝视了叶雨薇一眼，这一眼便把叶雨薇想说的话一股脑咽进了肚子里。他很熟悉这种感觉，大哥，是真正的大哥，而不是单纯对那种中等老男人的称呼。你的嘴像吃过尸体一样臭，滚！季风一向都很内敛，但他现在心情不好。曾经的他每次心情不好时都得有人哭，现在被这样的一个人盯着，如入冰窟夸张了点，至少叶雨薇忍不住缩了缩屁股，低声道歉，对不起。季风缓了缓情绪，没有搭理叶雨薇，也没有回去吃饭的意思，他径直朝着食堂外面走去。轰隆，雷鸣突闪，9月的天空骤然降临大雨。季风就站在走廊的边上，跟雨幕一脚之隔，正要踏入雨幕，头顶突然多出了一把伞。那我感觉你现在需要这个。季风看了眼身后，叶雨薇一手叼着没点的烟，一手把自己的雨伞递给了他。不过季风没接，错开叶雨薇，他直接走入了暴雨中，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谢了，不用。这是叶雨薇最后听到的话音。喂，教室区域禁止吸烟。一个学生提醒道。你说你妈呢？老子又没点。叶雨薇翻了翻白眼，他缓缓挑眉，用拇指扣了扣门牙，他的门牙缺了一块，正好可以卡住指甲。盯着雨幕，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暴雨滂沱，人们的视线都缩短了很多，雨水不断灌入眼窝，让人看不清楚前面的路。季风掏出怀里的烟叼在嘴里，不过还没来得及点就被淋湿了。他拿出温暖送他的打火机，咔咔试了一下，很显然淋湿的打火机根本打不着。和季风看了看前面，
再往前就是女宿舍区的小超市，也是前往女生宿舍的必经之路。此时路上的学生会对季风指指点点，偶尔会轻笑2声。或许季风现在的样子在他们眼中就像是小丑一样滑稽，季风并不是很在意，如今的他真不需要在意大多数人的目光，他只是有些担心，一个落汤鸡在女宿舍周围转悠，会不会被保安当成变态带走。另一边，温暖打着伞走在雨中，听着雨伞上哒哒哒的声音，他的心情居然还不错。待把雨伞停好，季风的功劳。温暖心头一边念叨，一边拿出手机。昨晚上一直对着手机发呆，以至于忘了充电，早上不止没起来跑步，连充电都来不及。这回手机已经没电关机了，正朝着宿舍走去，突然一个身影钻到了温暖的雨伞之下。学妹，借用一下你的雨伞，避避雨可以吗？来人是一个大3的学长欧少瑜。欧少瑜长得十分帅气，身材看上去也挺好，淋着雨的衬衫贴合在身上，让肌肉若隐若现。看着突如其来的闯入者，温暖的目光瞬间变换，那种常年对外人的抗拒和敌意骤然升起，低着的头稍微抬起一些，让对方可以看到自己的目光。让开！温暖的声音冰冷又极富穿透力。学妹欧少瑜感觉到了温暖的冷漠和敌意，可温暖的容颜让她实在不愿意就这么轻易放弃。在欧少瑜看来，这种有些内向的大意女生是最容易俘获的。学妹，正好你有伞，不介意的话。欧少瑜脸上重新挂起标志性的笑容，然后又瞬间僵住。面前的温暖先是后退一步，随后将伞收起，用膝盖猛地一折，咔！断裂的雨伞被温暖随手丢进水坑里。现在没有伞了。你欧少瑜确实很少见到性子这么刚烈的女生，不对，应该是从来没见过。温暖没有再说话，直接从欧少瑜的身边绕了过去。季风让他和周围的人尽量好好相处，大概是他没有让对方滚的最后素质体现了。独自走在雨中，温暖心情就如同暴雨天气，被人骚扰让他突然觉得带着雨伞也没那么好。欧少瑜看着温暖无视雨水，素面朝天的走开。同样站在雨中的自己像个活生生的小丑。这里可是魔都大学校园，雨中拦人的一幕被好多人看着。原本以为手到擒来的事情，却出了个大糗。他不想让自己继续进行小丑的表演，但温暖刚才的举动更是让他有些恼羞成怒。心头一阵起伏，欧少瑜猛然转身，对着还没走远的温暖喊道：等等！温暖的脚步稍稍放缓，回头看了一眼，只见欧少瑜怒气冲冲地朝他走来，雨水似乎激化了他脸上的戾气。他要做什么？温暖没退没让。他最糟糕的时候被季风几个人堵在工地里，现在又算得了什么？默默拿出了一支尖头水笔，摘掉笔套攥在手心。欧少瑜走到温暖面前时突然伸手，啪！他的手腕被另外一只大手抓住。你想干嘛？这声音让温暖一愣，转头向身后看去。转过身的温暖没有抬头，也不需要确认。之前因为要面对欧少瑜时，身体的那股紧绷瞬间松弛，他下意识的就想把脑袋埋在季风胸口上，就如同毕业聚会时贴在季风的耳畔一样。砰！他其实只是想用脑袋贴一下，可真贴上去的时候，不知道是太过于激动，还是雨下的太大，导致温暖自己没控制好力道，脑门子撞到了季风的胸骨，还发出一声闷响，挺疼的。感觉不对劲的温暖立刻收回脑袋，又重新恢复了原本高冷的样子，心头的小鹿早就撞死了。重逢的激动被没贴成功的尴尬完全冲淡。好在雨水足够大，大到可以遮住他已经快要发烧的耳朵。季风伸手拽住温暖，不由分说的将温暖拉到自己身后，盯着眼前的欧少瑜，声音犹如冰河里捞出来的一样。学长还没说刚才想干什么，欺负女同学？欧少瑜盯着面前的人影，不由自主的吞了吞口水。他可是学校篮球队，锻炼是家常便饭，所以才有这样的一身肌肉。手腕被季风抓住之后，他已经尝试2次想要收回来，可季风的手掌犹如铁钳，他竟然挣不开。放开！你再这样抓着我，报到学校公安处，那就是斗殴了。季风眯起眼，他挺烦大学这种色厉内荏的货色，关键还很多，很渣。虽然不是绝对，但这种体育特长的真是重灾区。斗殴！要是学校能把你给开了，我感觉斗殴这个结果也不错。见季风这么刚，欧少瑜的心气立刻削了一大半，语气也软了起来。这位学弟，我也不知道他有男朋友，我就跑过来搭个讪，也不算很过分吧。知道是你的菜，我也不会动手，早就换个目标了。这样吧，要么今天的事情就这么算了，我们各退一步。哎，你……欧少瑜又惊呼了一下，他感觉季风的手劲在加大，没继续和面前的欧少瑜搭话。季风转头对雨幕外的那些吃瓜群众喊道：有没有知道我面前这人是谁的？欧少瑜，篮球队的，大3，渣狗一个，祸害了不少女生，看得出不喜欢他的人还不少。季风不知道具体是谁喊的，
只是在雨中对着人群微微偏头，轻轻做了个抬手礼。谢了。听到有人爆出自己的底细，欧少瑜的脸色也很难看。把大义女生当成猎物目标，没有感情，只有玩弄，得手之后还洋洋自得，甚至会拍片炫耀。这种人无论在什么时期都让季风感觉恶心。可能是户口本上只有他自己一页吧。身后的温暖突然晃了晃他。季风，别在这打架。季风轻轻点头。我知道。虽然很恶心欧少瑜这种人，可刚开学就打架确实不合适。季风终究还是松开了手。被松开之后，欧少瑜连续搓了搓自己的手掌，都没等他说两句场面话，吃瓜群众已经开始起哄。丢大人了，欧少瑜。先是被温暖近乎打脸似的拒绝，然后又被季风当众逮捕，最后还被一些知底的同学嘲讽。欧少瑜这个篮球帅哥脸皮再厚也绷不住表情了。他甚至没跟季风放两句狠话，就低着头夹着屁股跑路，消失在人群之中。结束掉和欧少瑜的这段插曲，季风也不想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当猴子看，直接拽着温暖远离了人群。拉着温暖，季风没说话，态度也不算好。刚走了几步，回过神来的温暖就开始抗拒。他甩开季风的手掌，突然开口问道：穆晚秋，我和他没关系啊？哦。温暖没想到季风会回答的那么快，自己的问题都还没问完来着。季风就好像提前知道了问题，然后准备了答案一样。明明刚才还有些生气，但现在突然就不气了，甚至有点小开心。两句简单的对话让温暖心里的石头稳稳落下。哪怕此时暴雨滂沱，温暖的内心也如同秋日阳光一样很温暖。哈切，温暖突然打了个喷嚏，季风立刻顿足，不知道是不是魔都太久没有下雨的缘故，这会与飞弹一点停息的意思都没有，反而有越来越大的趋势。温暖的身上已经完全被水浸湿，季风就更不用说了。一个人不管有再好看的衣服，再冷艳的外貌，被雨水打湿之后还是会很狼狈。无论是温暖还是季风，正常来说9月初的天气不可能冷，可暴雨会让空气的温度迅速降低，让气温达到20度以下，若是冰雹甚至能到10度以下。而且雨水会带走身上的热量，哪怕温暖一直坚持锻炼，这个时候也已经开始打哆嗦了。感觉到手中柔仪微微的颤抖，季风蹙了蹙眉，突然转变了方向，朝着校外走去。被季风牵着手，温暖也不再反抗。季风现在看起来不太高兴，他不吱声就行。季风的步速刚刚好，不至于让温暖走起来难受。出了校门，季风对着门口的出租车招了招手。司机摇下窗户，看到湿透的两人，顿时蹙眉：你们这开门，给你加200。司机愣了一下，然后木讷的点点头：好，上车。开了车门，季风将温暖送了上去，然后自己从另一边坐上去。关上门，司机看了眼已经成落汤鸡的温暖和季风，感觉两人是有故事的，但是老司机了，所以没多嘴，只是开始打表，顺便询问：小伙子，你们去哪？随便找家附近的酒店，尽量干净点的。司机听到两人要找酒店，顿时肥躯一震，眼睛比刚才更亮了。好嘞，坐稳了。一旁的温暖听到季风要带他去酒店，眼睛顿时睁得溜圆，他心里是有些不敢置信的，这是不是太快了点？他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季风，季风看向温暖。这时没了雨，温暖脸上的表情再也没了遮挡。当他的手指掠过头发时，眼波流转，只剩下了止不住的慌乱。我们真的要去酒店吗？问完这话，温暖就感觉自己的脸颊正在快速升温，不用想也知道他的耳朵已经红透。自闭少女很少羞涩，只会冷漠，除非是自己在乎的人。可自闭少女一旦羞涩，那眼眸中流露的不可名之语，足以让季风心神失守。季风扫了一眼温暖玲珑有致的身体，没说话，默默脱下自己 T 恤，稍微拧了拧水，随后盖在了温暖的身上，遮住了她因为湿透而凸显出来的娇人身材，先穿上。哦，季风撇过头去，直到温暖将她半湿的 T 恤衫穿好，这才开口。学校的热水供应是早上4点30至8点30，下午5点，晚上10点30，其他时间是没有热水的。你现在的状态，洗冷水澡肯定不行，所以带你去酒店。另外，我有点话想问问你。哦，温暖低着头，用头发隐藏住自己略显慌乱的眼神。付了钱，下了车，赤膊的季风带着温暖走进了酒店。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季风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然后简单和迎宾说明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刚才下大雨淋湿了，帮我开一间房，这个是证件。另外，帮我去附近买一套男士、一套女士的衣服，一套女士内衣。男士185，女士170，料子别太差，宽松点的款式。最后再买把伞，其他你拿着就行。好的，先生。开好房间，季风拿起房卡，便带着温暖上楼。
两人一左一右站在电梯里时，看着眉毛都快蹙成一团的温暖，季风没忍住问道：“有话要说？”温暖抬眼看了他，目光终究还是躲闪开来。感觉你很熟悉酒店。季风瞬间明白他的意思，微微摇头。我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出来旅游，看几次就知道了。哦，得到答案的温暖重新低下头，这个回答让他心里稍微舒服了一些。刷卡来到房间里，温暖看着白色的大床，只感觉浑身不自在，尴尬就这样在屋子里蔓延。季风倒是还算自然，他推开浴室的门，拉起浴帘，对里面指了指：“冲个澡吧，时间可以久一点，或者洗一下头发，衣服到了我会放在门口。”季风，我其实有什么话出来再说，现在虽然是9月初，但这样淋雨还是有感冒的可能。知道了。见温暖走进浴室，季风这边才松了口气，实际上他没自己表现得那么冷静，缓缓走到了窗边，让自己以一个尽量舒适的姿势瘫靠在单人沙发上，拿出口袋里的烟，发现已经湿透了，只能随手抓过酒店的一架烟，拆开给自己点上。听着屋里潺潺的淋浴声，脑子里不由自主就会想起刚才温暖淋浴时的样子，越想就越想，就越绷不住，太色了。季风晃了晃脑袋，强行制止了自己脑补出的画面。呼，长出一口气，脑子里对于现在的情况反而有些不知该如何去处理。毕业季时他没有问温暖的分数，也没找人打听，就因为他已经做好了和温暖分隔两地的打算。他保持着理性的克制，不去干涉，不去打扰，让温暖做出自己的选择。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温暖的实力，可以说在他不发挥失常的情况下，珍珠一中完全不可能有人能考得过他。至于2、3、4中，和一中的距离真不算小，高考可不是羁绊游戏，你报个种就行。数学这种东西，你不会，那就是真的不会，没有报中一说。所以温暖很可能是全市第一，也就是市状元。他以市状元的身份进清北简直是随随便便的事情，但他却来到了魔都。很显然，季风没有干扰温暖，给了他完全自主的选择权利后，温暖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魔都大学便是他的选择。暑假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季风一直都没主动去询问，他想来应该是温暖的私事，要是他想说的话，应该会主动告诉自己。季风原本以为温暖是想去帝都站住脚之类，没想到这丫头给自己来个大的难顶。续一根，季风挠了挠头，把自己的表情隐藏在烟雾中。他想隐藏的其实不只是表情，还有那微不可察的雀跃。这个心态可不像他。抽了几根烟，季风感觉这样有些不好，至少温暖出来可能会觉得呛人，干脆把手里的烟一把塞进烟灰缸里，然后又打开了窗户和换气扇。这时浴室里的声音已经停了下来，不过托人买的衣服还没送到。季风突然想到了些事，敲了敲浴室的门。温暖啊！里面的温暖似乎吓了一跳，动静很大。季风连忙提醒道：“不要用这里的浴巾，不好说干不干净。你先在里面等一会，或者多冲会。”“好，那我帮你把衣服洗一洗吧。”“随便。”随后浴室里又响起了手搓衣服的声音。盯着浴室磨砂玻璃上的朦胧，季风感觉自己脚上长了钉子，根本动不了。叮铃铃，恰好酒店电话响起，不算刺耳的铃声足以让季风清醒，终究还是离开了浴室门口。“喂，您好，先生，您刚才要买的衣服和伞已经买回来了，现在要给您送上去吗？”“送上来吧。”不一会，接过服务生送来的衣服，季风将白色的女装放在浴室门口。“衣服我放在门口了。”“知道了。”随后季风又避嫌似的重新坐回了窗边，他有些感慨自己多久没有这样小心翼翼过了。细细碎碎的穿衣声传来，弄得季风干脆闭上了眼睛，以便于平息自己的心绪。年轻人火气真旺啊！已经穿好衣服的温暖默默地走到了季风身旁，那淡淡的发香让季风忍不住侧目清秀。白色运动服紧贴着玉后的身体线条，窗口的微风掠过她白皙的肌肤，长发微微带着水珠，混合着少女的气息，就像自然中一处不经意的美好风景。温暖默默与季风对视着，眼神纯净明亮，仿佛可以直达人心。他刚想开口，季风就没绷住，弓着身子走向浴室。“我先洗个澡。”“浴室里。”脱去衣服的季风又喘口气，他一手扶着墙，一手抓着自己的头发。刚才温暖的样子，杀伤力着实有些大，他和温暖的接触算很多，在高中冲刺阶段几乎可以说是每天黏在一起。温暖并不是那种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子，后来收到过不少情书，也足以让他知道自己的吸引力。可刚才那种水波流转眼神，这丫头故意的。季风冲了一会热水，等身体逐渐热起来之后，他却渐渐把热水关掉，开始放起冷水。这个天冲冷水澡也不会很冷，只是今天的气温比较低，不算舒服。等到自己的内心逐渐冷却，季风这才擦干身子，
从浴室中走出。他没搞什么包裹着浴巾就出来那种行为，实在油腻和低级。穿好服务生买的运动服，季风再次来到窗边，坐在温暖的对面。他双手插合在一起，后靠在沙发上，表情严肃。温暖则是两腿并拢，身子歪向一旁，完全不敢对视这个时候的季风。说说吧。说什么？温暖小声回道，声音很虚。季风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另一只手轻轻敲打着桌子。来到魔都，总该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调整好心态的季风摆出了老板的样子。豆丁他们几个每次见到季风这样，就会立成小鸡一样乖乖站边。上午的叶雨薇见到也是浑身一紧，可温暖不一样，他会装死。刚才直面欧少瑜时，那种属于温暖独有的凶狠荡然全无，这会怯懦的像只小猫，自闭装死。反正我就不说话，只会时不时的掀起眼皮，悄悄看季风一眼，然后又迅速躲开目光。这种沉默一直持续了15分钟之久，两人都没有吱声。每次自闭少女开始自闭，季风其实都有些无奈，他实在不忍心去训斥温暖，尤其是温暖千里迢迢的来到魔都找他，更是让他有些乱了阵脚。季风轻叹一口气，指望温暖主动开口，看来是不可能了。食堂怎么样？还行，能吃饱。温暖撇过头去，颇有一种生米煮成熟饭，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季风见状揉了揉眉心，什么系？工商管理。你考了多少？705。季风有些无语，705上魔都大的工商管理，译了将近100分，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好吧，温暖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算正常人，可这件事情要是让老黄知道了，他估计得气死。学校方面恐怕也会和温暖反复交涉。你妈妈怎么说？我妈现在管不了我了。温暖说这事的时候，胸口还一挺，感觉很骄傲。可季风微微蹙眉，为什么？你翅膀硬了就可以窝里横了？没。温暖又低下头。阿姨的身体最近还好吗？提到王亚琴，温暖稍微迟疑了一会，但还是决定向季风坦白。他之前一直隐瞒这件事情，是因为他不想接受太多季风的恩惠和施舍。他已经得到了太多东西，而有些东西是需要靠自己来争取的。比如像个没有负担的正常人那样，站在季风身边略微沉吟，温暖的目光逐渐清晰，表情也逐渐坚毅，恢复了几分温总监的状态。暑假的时候我跟你提前告别，是因为我给我妈安排了金陵2院的心脏瓣膜手术，那里有全国最顶级的专家会诊，虽然费用很高，但成功率和效果都是最好的。我妈的手术时间是7月21号，手术算是很成功，但我妈的身体比较虚弱，术后我们住院了将近15天，之后我又带她回去静养了一阵子，才卡在最后一天过来报道。说到这，季风已经大致清楚了温暖暑假在做什么。他需要带着重病的母亲转移到金陵，处理母亲的医务，不忙的时候还要维护工作室的大量工作。推广画室人可不算轻松的事情，尤其是数据选品这块需要大量时间。怪不得温暖整个暑假都是一副很忙的样子，连回复信息都不及时。温暖悄悄看了季风一眼，他有些担心季风会因为暑假的事情生气，毕竟当时自己没有说出手术的事情。季风盯着温暖，微微摇头。温暖，我说过，不是什么事情都需要一个人承担的。但你也说过，成年人的世界没有那么多的矫情。季风哑然失笑，他拿出了手机，查看了一下那几天的短息。你21号当天和之前的一天都给我发了短信，我当时可能没理解你的意思，抱歉。温暖连连摆手，不，你不用跟我道歉。其实，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妈恐怕温暖没有继续说下去。不过她说出来的这些信息，已经让季风对前世温暖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他的妈妈本身就快撑不住了，这个消息或许会让他负罪感少一些吧。你妈妈好起来了就行，至于钱的事情，是你自己的能力帮你获得了这些，跟我关系不大。温暖定定地看着季风，良久。季风，其实我和我妈的关系并不好。温暖的声音有些低沉，这大概是他最为脆弱且不愿意揭开的一面吧。闻言，季风缓缓点头。我知道，我每次去你家见到你妈妈的时候，你都不希望我和她说太多话，是因为有些让你无法释怀的事情，一些小时候的事情，还有一些成长时的经历吧。我虽然和妈妈关系不好，但我还是很爱她。高考的时候，她已经快撑不住了，她没说，但我知道，我不希望她出事，所以我有能力的话，一定会救她。季风轻轻点头。手术花了多少钱？我在网上咨询，大约是10至15万。为了保险，我准备了全部的钱，实际花费也有些出乎我的预料。手术费是14万，后续治疗、药物，一共花了21万多，确实有点超标了。和季风聊到钱这个事情，温暖突然变得有些紧张，还没等季风搭话，就自顾自地补充起来。不过我不需要你帮，之前我分的佣金已经足够支付医药费了，而且这个月的佣金我还没用，
还有将近10万。季风抬抬手，示意温暖不需要再说下去。每次提到有关于钱的事情，温暖都会非常的敏感，敏感到生分。他会小心翼翼地把钱分清楚，不想占一点点便宜，生怕这份关系因为钱而变得不再纯粹。笨拙而又自卑的样子，总是会让季风心生无奈。他温和地笑了笑，好了好了，知道温总很能赚钱了。起身站在窗边，季风从烟灰缸里拿出一支断得不太彻的烟，随手给自己点上。雨小了，稍微休息一会就回学校吧。温暖没吱声，但季风感觉他好像来到了自己的身后。温暖将自己的额头顶在季风的后背上，这大概是他能够做出的最大胆的举动。季风，我们又站在一起了。比起之前在雨中头锤的那下，温暖这次的贴服就温和了许多。可还没等季风说些什么，温暖已经把自己的额头移开，那种头发和衣服之间的摩擦，让季风刚到嘴边的话都忘了。我刚才想说什么来着？不知道。季风看了眼手上的烟蒂，破天荒地问了句：呛不呛人？显然温暖不清楚这句话对于老烟民来说其中隐藏的意思。不过温暖对于季风那已经不是包容了，大概和纵容差不多。不呛，不用戒。啊！季风一愣，他刚才确实出现了戒烟的念头，可他并没有说出来。是猜到的。别做不开心的事。温暖定定地看着他，他不理解很多事情，比如吸烟有害健康，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抽烟？温暖曾在某些名著上看到过2个答案。第一个就是梦的解析，人们得不到爱，所以才会接触烟草，当绿嘴触碰嘴唇的那一刻，就像是上帝吻了你，就像是妈妈的母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抽烟可以让你获得心灵慰藉，获得错觉般的爱抚，减缓压力。同理，接吻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第二种说法就简单直白多了，有些人认为抽烟帅，无论季风是出于哪点抽烟，温暖都不需要他去戒烟。温暖依稀记得，每次爸爸和妈妈吵架之后，爸爸都会去抽烟，一根接一根。抽烟时，爸爸表情会少有的松弛。爸爸死前一次抽了很多烟，可惜没用了。他永远记得那一幕，这便是他不让季风戒烟的理由。别做不开心的事。季风没回头，默默地把剩下的烟灭了，没再提这件事情，也没回头再去看温暖的眼神。他怕自己接不住，便开始转移话题，说说工作上的事情吧。你说，我在听。季风想了想，也开始说起自己暑假时的经历。在你走之后，珍珠市的工作室就被我拆解了，一些人留在了本地，一些人则是跟我来到了魔都。我在老商区那边租了一间248平的写字楼，豆丁他们现在就在那里上班。季风将目前工作室的大致情况和温暖说明了一下。温暖作为整个工作室的行政兼业务总监，他对工作室的了解其实只在季风之下，甚至在工作细分上来说，他比季风更为详细。分家的时候应该有冲突吧？没有，当时确实有冲突的苗头。我走了，肯定有人想自立山头的，不过被我平息了。现在不好说，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那些人的做事方式会逐渐接近散人。温暖缓缓点头，这也是他一直感觉愧对季风的地方。虽然说他在金陵医院的时候也做好了本职工作，可在工作室目前的阶段，只做好本职工作是不够的。工作室阻力非常多，除了他已经接手的选品、筛选、精准客户、分配任务这些外，真正最主要的还是引流。这段时间他离开工作室，季风搬迁，工作室的整体流量拆分，只能靠着豆丁他们的肝来勉强维持。每一个淘客其实都和短视频时代的带货主播差不多，性质方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制造内容，获得有消费力的女粉丝，以知心姐姐身份引导消费。只是大部分人只看到了后来的主播，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前身淘客。如今流量2个月没有发展，甚至有些萎缩，这样的结果肯定不是季风所希望看到的。现在他回来了，一切都需要重新设计乃至改变。这里有我的问题，分锅没什么意思，现在说这些更没意思，先想想引流的办法吧。季风懒得在这种时候分锅，他们本来就是大学生，又不是专业职场人员。温暖做好本职工作就配得上那份钱，至于更多，那就各凭本事了。进入工作话题，温暖立刻就展现出与之前不同的状态。见季风说不想分锅，温暖直接略过这个话题，步入主题。目前关于流量方面，我们觉得现在可以扩张了。说说。第一个就是基础方法，招募人员，扩大引流人员基础。在珍珠工作室拆分之后，珍珠市的那些成员虽然还会跑量，但他们已经离心了。你老板的身份淡化，他们也会逐渐变得不听话，逐渐成为野人。我建议补充新的成员可以考虑大4计算机系或相近专业学生。虽然目前工作室没办法给他们更多的保障，但我们可以用相对较高的工资进行吸引，再辅以未来的期盼，对这些学长进行引诱，从而进行合同招募。
看得出，温暖在暑假期间也做了功课。大一新生招募大四的临届毕业生确实有些抽象。细说那个学生对未来的期盼。细说什么？温暖一愣，没有详细的计划吗？季风也诧异了，他以为温暖已经做好了计划。温暖迟疑了一下，还是如实回答道：学生对未来的期盼不就是画饼吗？你之前说过，画饼这件事在2018年之前都是有用的。好吧，我给忘了。季风揉了揉头，确实，至少在这几年里，给计算机专业的学生画饼是几乎所有公司都在做的事情。画饼其实没什么问题，毕竟每个人都有一份对未来的憧憬，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公司画的饼都兑现了。不过相比起那些兑现大饼的公司，更多还是崩溃、跑路、破产、裁员的玩意。所以你现在的想法就是通过画饼和实际到手工资先引流一波人。虽然引流技术没有什么门槛，招人很容易造成技术外流，不过流量本身对于我们来说也等于佣金和业绩，甚至业绩比佣金更重要。毕竟商家方面根本不会考虑我们赚了多少钱，他们只考虑自己跑了多少流量。虽然温暖唯唯诺诺的样子很娇羞可爱，但季风还是觉得他认真工作时更好，身上才会散发出自信夺目的光彩。就像是他高三给自己讲题时，就像他在工作室里成为温总监，就像现在。季风稍稍思索了一会，便认可了温暖的规划。其实温暖的想法和他差不多，只是温暖说出来的计划内容更为细致一些。招募计划可以实行，不过你觉得我们应该把重心放在哪？季风，我觉得响亮的名头对于大学生来说，往往比到手的金钱更有吸引力。季风微微眯眼，他已经明白了温暖的意思。你是说季风，你应该成立一家公司了？不是我，是我们。温暖微微愣了一下，马上解释起来。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不打算跟我一起？不是，打算一起不就是我们？啊！温暖被季风说的有些懵，我们可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啊。季风平静地看着他，好像在宣布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温暖却不敢在这个时候承接季风的目光。不，我不行的。来都来了，这个时候打退堂鼓。温暖忍不住去搓自己的手指，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季风，开公司需要很多钱，我没有钱。季风从床头柜上拿起纸笔，在纸上随便划拉起来。你没有钱我有，几个月时间攒了200多万吧，作为初期的运营资金肯定是够的。我将会在接下来的这2天时间里创办一家科技公司，届时你将会以公司管理层的身份，以管理岗入股，占股10%。没有股份我也可以帮忙管理。提到管理，季风原本温和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温暖，是你自己要把钱分清楚的，我现在跟你分清楚，你又不愿意了。温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的时候，就会选择自闭。要是其他事情，季风估计会让他，但这件事情不行。你不需要在我的面前谦虚退让，我什么实力还需要你谦让人想改变，就要有欲望，没有欲望的伙伴我是不会要的。你整天无欲无求的，我拿什么来激励你？就算是想开夫妻店，那也得真的成为夫妻以后才行。季风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个念头，却马上改口，与其在那想小九九，不如跟我一起琢磨琢磨公司应该叫什么名字，简单点的。听到季风提及公司名字，温暖这才恢复了一些专业素养。哦，有关于公司名字，直接用你的名字季风科技怎么样？这个名字没特色，没寓意，肯定不行。按照季风的要求，温暖也拿过纸笔刷刷的写起来。提及了几个名字，季风都不是很满意。季风提了个冬日阳光，也被温暖当场枪毙。温暖蹙着眉，他又不是文盲，怎么可能不明白这里面的意思？冬日阳光很温暖，很明显的隐名。温暖科技和暖风科技的名头也被先后毙掉，科技公司这样的名字并不合适。随后两人就陷入了僵局。公司的名头非常重要，这点季风也很清楚，容不得他耍性子。轻轻敲打着桌子，季风其实很想抽根烟，可看了看同样还在思考的温暖，他又默默放弃了这个想法。最终还是季风这边做出了退让。之前那些搞艺名的公司名称确实不合适，最大问题是名头吸引力有所欠缺。作为一家科技公司，主要招收必然是年轻的网络科技人员居多，挣钱肯定是大家都会想的事情，可挣钱之余也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一些联想憧憬，所以名头最好是往科技、码农、技术、未来这些事情上靠。大概就这些元素，有没有合适的想法？季风将自己能想到的元素一一例举，然后和温暖一起想。两人很默契地进入了工作状态，这熟悉的感觉有些久违，但很好，让季风怀念。温暖托腮发了一会呆，望着窗外很认真的思考，而季风却盯着少女的眼睛，悄悄走了神。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她真的好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季风的目不转睛让少女脸上多了些红霞。
他似乎发现了什么，但并未停止思考。想着共同的未来，温暖眼睛突然明亮了些，随后在纸上迅速写下4个字：指尖未来。这个怎么样？在他有动作的时候，季风其实就已经收回了目光。他心头念叨着这个名字，别说，还真不错。互联网行业靠码农，码农靠手指，用自己手中的键盘来创造一个未来，大概是这个意思。不过你要是做广告词的话，还是交给广告公司吧，他们更专业一些。OK， 就这个，别的不说，这饼画的不小。西温暖笑了一下，却又马上收敛。季风拍板，终于确定了公司的名字，以后这便是我们的公司了。温暖也跟着点点头，承认了我们这个说法。他其实也有些激动，虽然一切都还没有开始，但他好像已经看到了指尖的未来。走吧，又耽误了一阵，得回学校了。好，走出酒店，结束了工作的状态，气氛再次回归了尴尬。问题出现了，他们现在的关系算是什么？两人似乎同时想到了这个问题，站在酒店门口的楼梯间那里停下，互相看向对方，虽然只是几步的距离，却让人感觉有些远。不怕谈话，就怕突然尴尬。先打车回学校吧。季风尝试缓解气氛。季风对着路口招手，只是这回似乎没有出租车愿意停下。沉默让人烦躁，季风已经忍不住点上了烟。眼见一直打不到车，温暖心里也变得紧张起来。他不知道自己跑来魔都的举动算不算言情剧里千里追夫，这种行为在季风眼里到底又算是什么？会不会被看清？正当温暖胡思乱想时，季风率先开了口：为什么会到魔都呢？无论怎么说，对于你的能力来讲，清北或许更好一些。男女之间不应该问为什么，尤其是这种为什么。可季风终究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他真的很想知道答案。温暖低着头看着自己还很潮湿的鞋子，心头的思绪也一直在变换。是啊，他为什么要来魔都呢？从什么时候决定的？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真的放不下的？去帝都一切就会更好吗？温暖的脑子里浮现出很多问题，然后又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答案。他转身迎向了季风的目光。这世界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这世界有哪条路这么难走，让我们把所有的青春和秋天错过呢？我为什么要在最好的年纪离开你呢？可烟烫嘴了。几秒钟前，季风的这个问题，温暖思考了很久，季风也等了很久。这一口烟已经把绿嘴给点了，焦糊的气味异常明显，可两人就好像都没有闻到一样。直至烟蒂烫到了季风的嘴，温暖的反问直击心灵：是啊，为什么要在最好的年纪离开他呢？过来人总是会教导没过来的人，你们这样做长大了一定会后悔。是的，长大了确实很容易后悔，后悔过去的每时每刻。但季风作为一个过来人，又在曾经的某个夜晚想通了一些事情，那就是不要责怪以前的自己。他当时一个人站在抉择的迷雾里，也挺迷茫的。他无需为做过的事情感到后悔，他所做的每个决定都是那个时刻自己理解的最好选择。如果他有了更多的智慧和知识，可能会做出与当时不一样的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决定是错误或者无用的。温暖或许不懂这些，但他具备了季风这个过来人所没有的勇气，只是自闭少女的勇气从来就那么一小会。季风在看向温暖时，他已经重新开始看自己鞋尖了。事已至此，季风的心里哪还有什么迷茫的相反，更多是庆幸吧。我不会再离开你。终于听到了季风的正面回应，温暖的脚趾头瞬间攥在了一起，耳根一片通红，六神无主，心里的小鹿连续撞死好几次。还好出租车这时候在两人面前停下，温暖逃离似的开门：车来了，上车吧。上了出租车，温暖坐在了左边，季风坐在了右边。他托着腮看向窗外，他敲着额头看手机。两人各自看向一边，重回他们各自熟悉的沉默。温暖的右手不经意耷拉在座位上，而某人也在不经意间悄悄伸出了手。在碰到那细软的柔仪时，那温润的青葱明显退缩了一下，随后又迅速勾了回来，主动握住了季风的小指。只是这回握并没有持续太久，仅仅几秒便松开了。温暖的眉间挤在一起，感觉不太开心。那天晚上你送穆晚秋回来，我就在3楼302的门口。季风，女人都是这样的吗？刚刚还好好的，一转眼就开始翻旧账了。他之前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季风深知女人有多记仇，她们甚至能记得起10多年前的事情，然后在你下次吵架的时候翻旧账当吵架的条件。看来温暖也是个正常的女人。见季风不说话，温暖的嘴角已经开始向下。我看到你们拉手，还有他对你下一次的邀约，亲眼看到。季风无奈地搓了搓眉梢，季风开始说自己暑假时遇到穆晚秋的经过。我确实认识穆晚秋。季风看着他有些委屈的样子，突然很想摸摸他的头，不过伸手的时候被温暖直接躲开了。
其实我和穆晚秋是在暑假公司开荒时认识的，他是公司的房东，我们公司还有公寓所租用的房子全部都是他们家的。季风开始说起有关于认识穆晚秋的事情，温暖一直盯着他的眼睛，还好季风的目光一直很清澈，语气也一直很平稳，这让温暖的眉梢再次放松了许多。那天晚上呢？那天晚上是我们2个宿舍聚餐，穆晚秋请客吃饭，然后我就把她送回来了。虽然把锅都给别人挺不好的，但我还是得解释一下，拉手和吃饭邀约是他作何提出的。下次我回请他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温暖听到季风说回请穆晚秋，2人可以一起，顿时歪过头，用手指挠了挠自己的头发，藏住了自己微微上扬的嘴角。好，酒店本来就很近，车子也没有开多久就回到了学校。天空中的雨比之前小了些。下了车，季风把雨伞压低了一些。我送你回去吧。季风举着伞站在温暖身边，带着他返回校园，2人的脚步已经十分默契。说起来，他们已经快要2个月没这样走在一起漫步了。2人都很享受这种雨中漫步的感觉。鞋子本来就是潮的，踩着谁也没什么压力。走在水边的温暖很想踩几下水坑，因为这是他从小到大一直都想去做，但却没有做过的事情。小时候如果这样踩水，妈妈肯定会打他。不过在看到学校里来来往往的学生后，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一直走到女宿舍区路口，路上几乎没怎么说话的温暖突然转身。季风啊！季风微微愣神间，穿着白色运动衫的少女已经踏在了水坑里，踩着水波转了个圈，然后朝着季风微微鞠了一躬，有点像是芭蕾舞结束的表演。还没等季风说点啥，温暖已经朝他挥了挥手，拜拜。拜拜。和季风告别，温暖噔噔噔地跑上楼。回到寝室的时候，心还在扑通扑通的跳，只是脸上的表情已经完全收敛，重新回到了那种冷漠的状态。温暖有些社恐，冷漠的状态其实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不过到了大学，寝室里总会有个话超多的室友让你破功，就像是季风他们寝室的张超，又或者温暖他们302的王楠。一进门，正在吃薯片的王楠就立刻发现了滑点。温暖，你怎么换衣服了？想着季风告诉他人都是要社交的，至少大学是需要的。温暖迟疑了一下后便回应起来，淋湿了就去买了一套新的。你不是带伞了？伞坏了？那伞那么容易坏的？感觉这个话题结束了。温暖面无表情地走到厕所，脱下鞋子，换上拖鞋，然后又冲了冲脚，返回到自己的床上开始脱衣服。他是想换上睡衣的，只是脱下衣服的时候，一旁的王楠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哇，温暖你好大呀，你居然还有马甲线，这是什么魔鬼身材？温暖有些尴尬地背过身，避开了王楠的目光，迅速换好衣服之后趴在了自己的床上。不过王楠依然在盯着他，看得温暖有些尴尬。怎么了？王楠看着温暖木木的表情，还是没忍住自己的闲适之心。温暖，你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忧愁啊，不开心吗？温暖闻言，表情越发古怪了，眉目蹙在一起。忧愁，好像确实有点忧愁，可不是难过的忧愁，而是开心。难道要告诉王楠，今天发生太多让他高兴的事情？遇到了季风，聊天，聊工作和未来，解除了误会，还勾勾手。他现在真的很想在床上来回打滚，但是宿舍有人，为了保持应有的平静和高冷，他又不能打滚。快憋死了，我没事，谢谢。真没事，真的。王楠其实是很想和温暖聊八卦的，但他看到温暖不是很感兴趣，也就没强求。温暖给手机插上电，刚开机就收到了季风的信息。上号，看到短信，温暖微微一笑。他和季风之间的上号可不是去玩狗撸刀那些游戏，而是正经的工作。温暖很喜欢和季风一起工作的感觉，工作能让他感觉到充实，还有自身的进步。拿出笔记本电脑准备工作，王楠的声音就又一次传来。温暖，你是要打游戏吗？我也会玩英雄联盟，我情侣贼溜。温暖，英雄联盟，他记得季风玩过这个，好像还挺喜欢的。不过他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季风每次和豆丁他们玩游戏之后，脸色都很难看。以后有空问问吧。我不玩游戏的，现在要工作。工作？兼职。那好吧，你忙吧。大学里有人兼职很正常，只是温暖这样一个女生，第一天就兼职还是挺少见的。电脑的消息通讯比手机方便许多，几个月的锻炼，如今温暖打字已经很快了。方便开视频吗？打开 QQ， 新的消息已经开始闪烁。温暖扭头看了眼王楠，稍稍抿了抿嘴，不太方便，舍友在。OK， 白天的事情最好记录一下，有什么缺陷和漏洞，我们以后慢慢补充。好，之前在酒店的时候和季风聊了不少，当时下了大雨，一些灵感和想法都没有记录。他作为工作室的管理，
这些都属于他分内之事。一边做着详细的计划表，一边和季风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温暖的心里异常平静和满足，有季风，有工作，还可以赚钱和成长。大学应该会一直这样吧，想着以后，温暖的嘴角又一次翘了起来。许久没回复消息的季风突然发来了一大段信息：温暖，如果真的成立公司，那就不再是工作室过家家了。公司开始会很小，但不会小很久，很多事情都会变得严格，到时候你的身份也会彻底改变，你将会成为指尖未来的 CEO。 现在听起来或许有些滑稽，甚至会被一些人笑话，但你自己不要把这当成儿戏，认真的对待它，明白吗？如果没有白天的铺垫，温暖恐怕也会觉得 CEO 这个称呼太夸张了点。不过现在明白，我会严格要求自己的。很好，魔都不比珍珠市，大家以前都是一起玩，没什么分寸，但现在不同了。等军训结束后，我会带你去工作室，和他们确认一下你的职务和身份。记住，不要搞什么和员工打成一片那种举动，哪怕是老人也不行。以后无论我在与不在，你都应该被称呼为温总。知道了，我会做好的。男宿舍里，交代完温暖的事情后，季风也没有继续工作的意思。其他3个义子没回来，他乐得清静，顺手打开了魔都大学的校园论坛。一共就5个大板块：学术、社交、校友、交易、教育。板块不算很简陋，点击反应也不算慢，不卡顿，能看出一些技术力，但不多，因为排版之类的东西很老旧，总的来说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季风直接忽略掉学术、教育2个，把注意力放在了中间3个板块上。校友和交易区都有招聘、求职的信息发布，除此之外还有些寻物启事、买卖东西、拿快递、带外卖之类的。季风盯着寻物启事片区的一个寻猫帖子看了好久，尤其是下面一层一层的详情补充，让他怔怔出神。随着对帖子的深入，他的嘴角也微微上扬起来，不动声色地转去交易区，直接在论坛黑 G 市场35一个的超高价格买了10个论坛弃用账号，5男5女，这些账号全部都是有注册邮箱验证以及完整学生资料的账号。校园论坛账号35的价格堪称非常离谱，不过无所谓了，带节奏这种事情必须要准备账号。记录下来后，季风把这10个账号改名、改密，调整一下隐藏资料信息，随后选择了一个女性账号，在寻物启事的片区发了自己第一个帖子：寻人启事，悬赏200论坛币。中午12点多，在食堂东边的宿舍楼那边偶遇一个强壮帅哥，表白失败，求姓名，然后他就开始了标准的带节奏工作。1楼连个照片都没有，这找个鸡脖。2楼先顶再看。3楼是不是那个大3的欧少瑜，篮球队的那个。4楼钓大的能不能来个图。22楼欧少瑜是个 day 的表白失败，就是个渣狗。23楼是不是这个图片确实渣狗，其他不好说。24楼我也知道这个人，篮球队的，确实是个渣狗，我室友就被他骗了。31楼臭名远扬了，我这还有图片和聊天记录呢，当时传疯了。季风一边构思公司接下来的引流策划，一边看着自己的这个帖子，几乎50%的回复都是他自己在唱一人传，少量几个吃瓜群众。而23、24、31这3个楼层是为数不多可能有真消息的人。他查看了一下3人的资料，其中有 QQ 的2个，他直接申请了 QQ 好友，3个人都留了言，希望可以与他联系，必有重谢。另外他每人发了100的魔都大学论坛币，就相当于10块钱当敲门砖，钱不能给太多，太多反而容易坏事。带节奏这种事情在这个年代还很淳朴。做好这一切后，季风直接把这个帖子删了，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论坛回应没那么快，季风给自己1个星期时间，如果没有人回应的话，他还会继续带节奏，或者另外找办法。大学了就是麻烦啊，未成年的时候打架屁事没有，成年了超过3个人都变成黑社会性质了，办事都不方便。季风始终认为解决问题的最快方式是暴力，可现在是法治社会了，很多事情不能那么出格，要守规矩。他季风是个守规矩的好学生。扭头看了看时间，已经到傍晚了。季风点开 QQ， 给忙碌状态的温暖发了个消息：晚上要一起吃个饭吗？要。温暖的消息刚刚过来，寝室门咚的一声打开了，挺暴力。峰哥在啊，去食堂吃饭不？季风一愣，思索片刻后压了压手，稍等。随后给温暖补了个消息：我的室友想约我一起去食堂见见他们。好。季风失笑，温暖和他之间的回答很多时候都是这种一字式肯定。那食堂见。好。峰哥约了人。男的女的？女的。果然是女的，是穆晚秋吗？不是。难道是那个叶雨薇？感觉这女的不简单啊。峰哥，我怕你拿不住。
面对在自己身边巴拉巴拉说个不停的张超，季风有些无奈。都不是，你没见过。张超一听，原本还算正常的表情立刻羡慕起来。峰哥，你又有新妹子了？你这也太多了，求你了，别泡了，给兄弟们留点汤吧。什么叫又有新妹子了？你看之前的穆晚秋，早上的叶雨薇都是主动找你的妹子，你跟那几个自称情圣的菜鸡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的，收手吧，峰哥。没，那些都不是，都不是。那现在这个就是了。张超沈笑，感觉以季风的水平是不可能因为一朵小花去放弃整片森林的，这个把妹技术高低是个海王。可季风闻言之后立刻驻足，很认真地看着张超。这个是啊，张超的反应有些慢，想了一会才后知后觉。那些不是，这个是。OK， 懂了，哥，我悟了。你悟个锤，去食堂，别耽误时间。路上，张超还是在那巴拉巴拉说个不停，不过季风已经不怎么理他，一直到张超最后自己没绷住，主动开口求救。峰哥，峰哥，你教教我怎么谈恋爱吧，今天学姐突然就不理我了，我是真的没办法了呀，峰哥。季风一愣，怎么还是学姐？他早上说的那些话不是让他断了吗？好吧，一个舔狗想舔的话根本难不住他。你是真的逆天。同一时刻的女生宿舍，温暖以极快的速度梳头换衣服，站在镜子前，想到接下来可能会见到季风的室友，温暖觉得自己应该换一身漂亮些的衣服。穿什么呢？齐膝短裙、收腰装，还是冷艳些的女士正装？这些都是季风以前给他搭的，他也不太懂。迟疑几秒，温暖晃了晃电脑鼠标，搜索男生喜欢女生穿什么样的衣服。看到最热的几个帖子，基本上都提到男生希望女生在人多时候穿保守一些，单独相处时穿性感一些，人多保守。有所领悟的温暖最终只穿了白天季风让人买的运动服，扎了个稍微高点的马尾，简简单单出了门。临走时，王楠还不忘喊道：回头帮我带份炒面。好。女生宿舍离食堂本来就比男生宿舍近一些，温暖到的时候，季风还没有到。他本身就很好看，虽然穿得很休闲，但那种自闭高冷的气质根本藏不住，还是让他引起了不少人的侧目。温暖低着头往人流少的地方走去，躲避着一些同学的目光，举起手机看了看，没有等到季风的短信。温暖不想催促季风，他怕自己要是天天给季风发这种无用的消息，季风会嫌他烦。所以自闭少女就算是不太习惯站在这种人多的地方，她也不想离开食堂的不远处。徐明和周一涵正在发呆。明哥，我看见仙女了。我先看见的。魔都大学的美女真多啊，感觉这个比穆晚秋还漂亮，确实挺夸张的。两人窃窃私语时，季风和张超已经走了过来。看什么呢？张超拍了拍两人肩膀。再看美女。来，让我看看有多美。张超顺着徐明两人指着的方向看到了温暖，顿时没忍住自己的惊叹。卧槽！在他惊呼的时候，温暖居然向他们看了过来。明哥快看，美女在看我。放屁，明明是在看我。卧槽，美女朝我走过来了。在季风三个室友略显震惊的目光中，温暖走到了几人对面。还没等三个一子开口，季风便开始伸手介绍。给你们介绍一下，他是温暖，他们三个是我的室友，徐明、周一涵、张超。你们好。温暖对着三人轻点下头，依然是那副高冷的样子，根本看不出喜怒。张超他们三个也是面面相觑，尤其是徐明，他已经不看温暖了，反而盯着季风一直在瞅，脸上差点就写苍天不公4个字了。都没什么特别要求吧？没要求，我去随便打了。随便吃点吧。好。打完饭，见季风没有继续介绍，三个室友也没好意思当着面问有关于温暖的事情，准备回宿舍之后再当场逮捕罪魁祸首季风。被三人时不时的注视，温暖也不好意思再盯着季风看，他本身也不喜欢说话，就这么默默地低头吃饭。这顿饭吃得很尴尬，不过温暖还是开心居多，因为又能和季风重新一起在食堂了，就像是高中时那样。只可惜有其他人，人一多他不好意思吃多，就容易吃不饱。不过没关系，季风把自己介绍给了他的室友们，这是个好的开始。吃完饭，季风和温暖打了个招呼，就被三个舍友勒着脖子带走了，也没能把温暖送回去。温暖握了握自己的手，心情愉悦地给王楠买了份炒面，返回宿舍。回到宿舍的季风被三人当场逮捕。快，如实招来，你和温暖是什么关系？峰哥之前说了，温暖和别人不一样，穆晚秋都不行，应该女朋友没跑。张超补了一刀。季风趴在床上宁死不屈。你们就记住他不一样就完事了，现在还没成，成了给你们发糖。哦，不一样哦，发糖。三人异口同声，表情也是一个比一个义愤。
挣脱三人的季风靠在墙上，心思也跟着异样的念头。温暖当然是不一样的，他下雨天不知道打伞，所以我得照顾他。季风说完之后就咯那笑，这笑容在三人面前和淫笑差不多。风哥，你笑得好淫荡。啪！在反复确认季风真的对穆晚秋没意思之后，徐明心里的熊熊烈火又一次燃烧起来。既然你不喜欢穆晚秋，那我可追了。季风笑了笑，依然还是那副风轻云淡的样子。你追与不追，真不必跟我说，我不是他的谁，无权干涉和左右。当然，他也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想法。明哥，我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徐明看着面色认真的季风，也跟着点了点头。各自洗漱，已经躺下的季风打开了手机，微信上却出现了一条新的消息：平安是福，添加你为好友，附带消息。我想你。季风看着消息愣了愣，马上添加回去。我也想你了，妈。我刚刚申请的微信，你怎么知道是我？敢这么明目张胆表达爱意的女人，只有老妈一个，爱你，老妈。季风失笑，自己的老妈可能也想和儿子玩一些情绪。最近怎么样？挺好，一切都在好起来。好就行。妈，你等下，我拉个家里的群聊吧，正好让我爸也进来。季风说完，找到了老爸季广勋，三人一起拉了个群聊。平安是福，吊神。夏天的风加入了群聊，群名变更为相亲相爱一家人，吊神。儿子上学了，少抽点烟，对身体不好，缺钱了往家里打电话，平安是福。是啊，上了大学不比在家里，你一个人在外面没人照顾，得自己顾着自己，吊神。你妈说的对，夏天的风。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你们也是，爸你也少抽点烟，平安是福。你爸不用你操心，你爸有他老婆照顾，不像你18年了还是个单身狗，吊神。你妈说的对，夏天的风。连自己儿子都骗进来杀，平安是福。你发也改变不了你是个单身狗的事实，都大学了，赶紧找对象吧，吊神。你妈说的对，夏天的风。哼哼，行，老季你是会认怂的，我会缺对象。都别急，同一个时间段，晚上的街边大排档，顾雪婷宿舍的几人和穆晚秋宿舍的几人聚在了一起。他们本就是邻居305和306，恰好顾雪婷和穆晚秋几人同为工商管理专业。穆晚秋有心了解一下季风的过往，顾雪婷有意认识一下周边的新同学。简单聊了聊之后，干脆在一起聚个餐。穆晚秋本来就很会来事，虽然他知道自己颜值在线，钱更不用说，可还是把顾雪婷烘托成聚餐的主角。雪婷你真漂亮啊，本来就是我提议聚餐的，这顿饭当然是我请。我还没谈过恋爱呢，看来以后得多多找你请教了。他除了哄不了季风，其他无论男女基本上都会被他哄得屁颠。顾雪婷的心智本来就不算成熟，被穆晚秋一通甜言蜜语的轰炸，在2杯啤酒下肚，整个人都飘了。过去的事情如同倒豆子一样说起来。聊着聊着，穆晚秋就提到了三人高中时期的事情。季风、温暖，你们三人是高中同学？顾雪婷酒量一般，这会表情晕乎乎的。是啊，我们是3年的同班同学。不对，只有温暖是高中才认识，我和季风可不是同班同学那么简单，我们从小到大都在一起，连大学都考到了一起。晚秋，这就叫缘分。穆晚秋听到缘分这2个字，心里的不安越发浓烈了。他原本以为只是同班同学，没想到顾雪婷和季风居然是青梅竹马。可他又想起之前季风说自己没有女朋友，而且顾雪婷这个青梅似乎很虚温暖，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季风喜欢了我好多年，从初中不对，是小学就开始喜欢我了。见穆晚秋聊到季风，顾雪婷也就开始说起小时的事情，提到季风每天早上给他买早饭，每天去给他占位子，出去玩带着他，打架了护着他，各种各样的小事细节，顾雪婷都一一举例说了出来。尤其是说到季风曾经和他表白好几次，都被他以各种不合适的理由拒绝时，顾雪婷脸上的得意一闪而逝。穆晚秋，这些话听在穆晚秋的耳朵里，只会让他感觉到抽象。顾雪婷口中所说的那个季风，真的是他所认识的那个季风吗？那个冷漠、淡定、礼貌、训人时又很凶的季风。在顾雪婷洋洋得意说起玩弄季风感情的那些事时，穆晚秋甚至有点窒息。他曾经也会这样卑微到尘埃里。穆晚秋没有发火，他没有资格去为季风发火，所以只是深吸了几口气，调整了一下情绪后，把顾雪婷拉离了人群。那边人太多了，这样聊季风不太好。后来呢？顾雪婷早就沉寂在了自己的世界里，根本没留意到穆晚秋的情绪变化。想到季风已经离开，顾雪婷声音立刻带上了哭腔。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晚秋，明明季风喜欢我好多年了，他怎么就突然不理我了呢？突然不理顾雪婷了。听到这个消息，穆晚秋不知怎么的就为季风松了口气。还好，至少他解脱了。他忍着自己心里的复杂情绪，
再次确认了一下。顾雪婷，你说季风喜欢了你很多年，之后突然就不理你了？是的，他不理我了，再也不理我了。晚秋，辜负一个很喜欢自己的人，是不是会遭报应啊？穆晚秋盯着顾雪婷，素养让她不至于骂人。再次调整一下呼吸，她才缓缓开口：辜负一个很喜欢自己的人不会有报应的，你只需要意识到，你错过的是你人生曾经有过的天花板。你能辜负他，说明你对美好的东西没有感知力，而这种天赐机缘，上帝不会给你2次，好好往前走就行，不会遭报应的。只是你之后的运气会均值回归，当然你错过的那位也均值回归了。毕竟他的下限是你，你的上限是他，他走背运才会遇到你这段孽缘，而你这一生的峰值就是遇见了他。现在一切回归原本的正确轨道，从此你们就是永不相交的2条平行线。晚秋，你生气了？顾雪婷还在回味这段话时，穆晚秋已经起身去结账了。一直到饭局结束，他都处于一个浑浑噩噩的状态。返回学校，宿舍外的超市里，面带醉意的顾雪婷想买点口香糖，可她怎么找都找不到自己的钱包。正当她有些尴尬的时候，略显冷漠的声音出现在她身后：帮她一起付了。学妹，现在我们这里试点支付宝支付，有优惠，要不要试试？可以。顾雪婷愣神转过头，就看到了一脸冷漠拿着手机的温暖，张了张嘴，曾经的那些狠话一句都说不出。谢谢。温暖闻言几乎没有表情地开了口：是我该谢谢你才对。顾雪婷想过很多自己和温暖对话的场景，却没想到温暖会这么回答。她苦笑了一声：温暖，我好像失恋了。温暖认真地看着顾雪婷，点点头：谢谢参与，谢谢参与。这句话让顾雪婷原本有些朦胧醉意的思绪更多了几分恍惚。她和季风之间就像是彩票店里的刮刮卡，一打有100个，里面肯定会有一张中大奖的，季风全买了，并且给了他99张。他毫无负担地刮掉99张，却并没有中奖。其实只要这时候他对季风伸出手，那季风肯定会把手里的那张给他，那一张彩票一定会中奖，他却连伸手都不愿。过去种种，季风真的已经朝他走了99步，可他始终都不愿意朝季风走一步。就算再喜欢，他也要退回去了。为什么破甲功叫最后的轻语？因为他离开时的最后低语，无情撕裂了他原本以为很坚固的心房。没什么会一直不变，无论是人还是事。穆晚秋说，他对美好的事物没有感知，错过了自己人生的天花板。以后运气回归，再也不可能遇到这样一个对自己无条件付出的人。真的会这样吗？顾雪婷还在恍惚的时候，温暖已经提起了手里的零食，从超市收银台走了出去。他的步伐轻快，更胜从前。温暖，温暖停下了脚步。顾雪婷眼神突然变得坚定了一些。我也是喜欢季风的，一直都是。3天的入学日过得很快。温暖和季风都很忙碌，因为需要弥补工作室搬迁魔都带来的工作室结构缺陷而忙碌。第4天的早上，随着部队军车的到来，魔都大学新生也即将步入长达2周的军训生活。讲道理，军训这是挺苦，队列练习、口号、匍匐、拉个、拉练，没有一项是轻松的。暴雨之后的天气就是大晴天，且一天比一天热。早上开始宣读训练规则的时候，同学们就开始汗流浃背。在军训时，所有人都穿着军衣军帽，基本谈不上什么衣装。往日里那些不懂事、靠着妆容上7分的美女，这回太阳一暴晒，整个妆容和坨坨差不多。不能说像鬼吧，反正挺哈人的。军训的休息期间，除了徐明，205-3男神聚在一起，躲在操场外的一棵树下。没办法，阴凉地少，他们也不想和别人去扎堆。魔都大学军训训练强度真的很大，季风这种经常锻炼的还好。周一涵和张超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躺尸了，侧卧在草地上。张超巡视着来来回回的军训同学，都是很宽松的军服，看背影真的看不出什么，除了那种身材很特别的。卧槽，峰哥、涵哥，快看那个！卧槽，卡比兽，哪呢？哪呢？周一涵一个猛子起身，让我康康。就季风这种风轻云淡的心态，都忍不住扭过头来。男人至死是少年，没办法，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卡比兽实在太少见了。卧槽，真的。顺着张超所指的方向，季风看到了一个身高约莫150，体重约莫250的妹子。军训服被她撑得有些走形。其实光看胖没什么问题，主要是她还留了很长的头发，脸上也化了妆。胖人热天更容易热，汗水让她的头发粘在一起，脸上打的粉底一坨一坨，像洗澡搓的泥，更让人感觉离谱。这一眼望去，哪怕是季风这种见多识广，也不禁愣了神。完了，他看过来了。峰哥别看了，快躲！啊！
季风还在愣神，这体重有些可怕的妹子已经径直朝着他走来。你在看什么？没见过美女啊？我季风一时语塞，主要是这句没见过美女让他有点小脑萎缩，而且这胖妹身上的味道着实有点难顶，汗味、体味、暴晒后的劣质化妆品味，再混合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喷的香水。别的不说，他走过来的那一刻，饶是季风也算见过不少大场面，也忍不住后退了一步。怎么说不出来了？你知道这样盯着女生是有多不礼貌吗？回过神来的季风擦了擦汗，微微摇头。可能刚才的注视让你感觉不适，我很抱歉。我这个人很少用语言去攻击对方的外貌，所以我要为我接下来的话再次抱歉。我知道与其自己减肥，不如重新定义审美，但我还是要提醒你，同学美丽是自由的，但不是滋滋冒油的。你哈哈哈滋滋冒油的，哈哈哈。在季风说完话的时候，旁边的张超和周一涵根本绷不住了，感慨季风嘴太毒的同时，两人也迅速起身拉着季风跑路。没办法，卡比兽身上的味太冲了，顶不住。跑路之后，三人重新回归军训，大伙们又开始了让人折磨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中午。计算机班的军训终于结束，一大群人才嗷嗷怪叫的领取各自的手机，然后解散。在领手机的时候，班级里的人基本上都聚在一起，计算机班的女生本来就少，季风老远就看到了叶雨薇和几个女同学被班里的男生搭讪。风哥，这个叶雨薇长得确实不错，腿好长，班里的女生别想太多。为什么？4年呢，以后分了多尴尬啊，就不能一直谈下去。季风看了一眼张超，好像在看一颗清纯的小白菜。两人说话间，叶雨薇似乎也看到了季风，她对季风咧嘴笑了笑，不过季风却没理她。叶雨薇，你看那边那个挺帅的同学没有？他叫季风。哇，他看起来好腼腆啊，这不拿下？站在叶雨薇旁边的张甜说道。腼腆？哼，这班里就没有比他更能装的。叶雨薇很清楚季风有多难搞。见张甜有想法，他立刻咧着嘴拱火。你是对他有想法？有想法就去呗，都大学了还怂什么？那我去了呀。眼见张甜垫着脚跑过去，叶雨薇双手环抱靠在一边看戏。季风也察觉到了向自己跑来的女生，个子不高，估计只有1.5米多点，站在自己面前的时候差距着实有些大。看到张甜一脸扭捏，季风就准备绕过去。等一下。等季风回过头，张甜装作一副十分紧张的模样问道：季风同学，能把你的微信给我吗？季风蹙眉，不能。张甜明显没想到自己会被这样直接拒绝，装清纯甜妹失败了。他连忙追问，为什么不能？我的微信我自己还用，你可以自己注册一个新的。张甜。一旁的张超愣住了，这是不是什么新的撩妹手法？拿到手机的季风已经准备走，张甜又追了过来。季风同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加一下微信好友？这次季风想了想，还是摇头，不能。为什么？不为什么。接连被拒绝2次，张甜也感觉有些绷不住，内心的挫败感和心气交杂在一起，心头的不悦和不舍也是互相交叠。他背着双手又往季风的前面多走了几步。切，不加就不加，有什么了不起？你怎么不说话，装高冷？你不会以为自己这个样子很帅吧？才不是呢，男生玩欲擒故纵这套真的很下头。计算机班的班草还没评选呢，你这样我肯定不会给你投票的。所以你真的不加吗？有些缘分错过了，可就真的没有了。噗，季风没憋住笑，算是破了功。张甜又多跑了几步，不是因为季风走得快，主要是因为他矮，一步比季风半步。笑了爱，笑了不得负责，那就加一个呗。看着张甜锲而不舍，一路纠缠的样子，季风终究还是停下了脚步。你是有什么事情吗？没什么事情，就是想认识一下。季风微微摇头，如果没事的话就算了，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他虽然不说，但我知道他是个小醋坛子，我不想让他生气，所以希望你能理解。张甜愣了愣，他没想到季风会给出这样直白的拒绝理由。不知道他女朋友长啥样，顿了片刻，张甜居然又一次追了上去。有事，我找你真的有事。什么事？我是班级组织部的，如果有社会实践、招聘、推广、求职、校派发任务这些，都要一级一级的传达。过几天军训结束之后，学生会组织新生联谊，所有人都得参加的。我这边还会对接高年级的学生会，各种人才交流都有。季风听张甜说完，就看到这矮矮的甜美眨巴了几下自己的大眼睛。人才和推广妖季风终于停下了脚步。张甜一看有戏，又追问了一下，你有求职需要的话包在我身上，可以加了吗？行，我扫你。好，加上微信。张甜一脸欣喜，扭头看向叶雨薇，还对叶雨薇比了个 OK 的手势。
说实话，叶雨薇是有些震惊的，她没想到张田居然真要到了季风的微信。等到张田回来，叶雨薇终究还是没忍住自己的好奇心。你是怎么做到的？嘿嘿，叶雨薇，姐们虽然没你漂亮，但姐们懂得以权谋私，说人话。他说他有女朋友，没事就不嫁别的女生了。我一听，这还不简单？那我回头给他找点事，这不就加上了？叶雨薇嘴角抽搐，心说这样也行。他说他有女朋友，那你还准备下手？国家军队都得有预备役呢，我就不能当个预备役？回头他万一跟女朋友分手，我机会不就来了？只要对象换得快，没有悲伤，只有爱。虽然张田满嘴都是骚话，可叶雨薇居然也觉得有几分道理。季风有女朋友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女孩子。学校食堂，205四帅聚集，季风不说，张超和周意涵也都还好，就徐明一个人例外，他像是一条死狗一样趴在桌上，就差吐舌头了。明哥身体不行啊，以后多喝点枸杞。滚，老子是有点中暑。韩哥，去打点硬菜，今天我请。好嘞，别吃太多，不然下午难受的一批。徐明说完又指了指季风，先别管那么多了，我现在就难受的一批。峰哥你想吃点啥？你跟韩哥说，别不吱声。季风摆摆手，想拦住周意涵。不对吧？哥几个按顺序，今天该我付钱了。你说个吉伯呢？我今天想吃点好的，你付什么？回头晚上再说。峰哥你别逼逼，也别跟我争啊。被徐明点名，季风也有点无奈，他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解释。自从上次穆晚秋支付宝转给他500块钱，然后他说是他妈给的之后，穷人的帽子就被扣死了。好吧，他的衣服鞋子确实都是普通淘宝货，可这是因为都是公司选品弄来的样品，不穿只能丢，丢了太浪费。笔记本是二手货，主要是因为资料太多了，现在没有云端转移，麻烦手机是老款式，是因为还没换。可他真的不缺钱啊，他是有钱人。明哥，我真的不缺钱，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季风感觉自己说这话已经有点肿了，可徐明根本不买账。别逼逼了，你明哥不差你那2个。季风快被整麻了，他真的不想占舍友便宜。徐明这人虽然挺爱装，但做事很够义气，可他总不能把存款甩到徐明脸上，这样来证明自己很有钱吧？难顶，无奈只能拿出手机给温暖发条消息，来食堂吃午饭不？来，5分钟，等你。温暖时间概念很严谨，他说了5分钟来，那5分钟之内一定会到。于是他想起身跟周意涵一起再多打一份饭。可魔都大学说大很大，说不大其实也没那么大，只要大家都混食堂，每过几天总会碰到一些熟悉的人。季风来魔都大学满打满算已经4天了，遇到一些熟人也很正常，比如顾雪婷。当顾雪婷端着餐盘一脸迷茫地看着季风时，季风也有点无语，怎么这个时候又碰上了，真晦气。季风宿舍的3个义子已经绷不住了，风哥，你 TMD 不会又认识吧？见季风不答，3人也是一脸的叹服。徐明愤愤不平 ，OK，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就不该问这个问题。操，我怎么能请这么个畜生吃饭呢？顾雪婷在经历了穆晚秋的一番犀利锐评，还有温暖的谢谢参与之后，他已经明白傲娇退环境了。曾经那份傲娇已经被摔得支离破碎，只是在褪去傲娇的外皮后，如今的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去和季风接触，甚至不知道此时此刻应该和季风说什么话。季风好久不话刚说到一半，顾雪婷的几个室友也走了过来。他们在看到季风和顾雪婷对视时顿时一愣，嘴巴最碎的关丽娟直接开口道：哎，我知道你，雪婷的那个同学季风对吧？我在他手机上看过你的照片，我听雪婷说你追了他6、7年都没追到，真的假的？你真这么能舔？很能舔的舔狗。在关丽娟说出这话之后，在场的几人脸色骤变。顾雪婷有些无措地摇摇头，她看着季风想要解释，不是那样的。季风这边的徐明几人原本还在看戏，可听到关丽娟这样出口伤人，自称205老大的他肯定坐不住。徐明直接拍桌而起，你放屁，我们老季什么水平？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识过？招招手就有校花级美女过来，会追他6、7年。季风有些茫然地看着徐明，哥你这样吹我，经过我同意了吗？不是，明哥，这是有点复杂的。季风也想解释一下，毕竟重生前那么多年的舔狗经历都是真实的。徐明跟他接触不过几天时间，有点刻板印象了。什么不是？都是205的，你什么水平？他们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来，老季亲自出手打他们的脸。季风尬在原地良久才吱声，明哥你先别激动，虽然这是挺丢人的，不过他说的也没错，以前我是当了6、7年舔狗还没舔到啊。徐明愣了一下，虽然他觉得自己方方面面都比季风强上一些，可他也得承认季风在撩妹方面还是有一手的。
现在季风居然说自己当了对面那女人6、7年的舔狗，这 TMD 有必要舔吗？温暖算什么？穆晚秋又算什么？徐明瞥了眼季风，又看了一眼对面不知所措的顾雪婷。你小子咋回事啊？看吧，我就说吧，这事可是之前雪婷亲口说的。关丽娟还在那洋洋得意，似乎借着顾雪婷踩一脚季风能让她爽翻天似的。甚至到现在，关丽娟都没有察觉到顾雪婷本人的不对劲。别说了，顾雪婷突然打断，他不就是你之前吃饭时提到的那个季风吗？哈，别说了，别说了，我让你别说了。在顾雪婷几乎刺耳的吼叫下，关丽娟才面色异样的停下。顾雪婷，顾雪婷没有理关丽娟，她的眼眶里已经盈满泪水。她缓缓走上前几步，把自己的餐盘放在餐桌上。季风，不是他说的那样，我没有那样说你，我当时喝多了。顾雪婷，你真的不用这样跟我解释，而且他说的也没错。顾雪婷抬头对视季风，她眼里的淡漠让顾雪婷感觉到绝望。正因为她曾见过季风的眼神有多热烈，现在季风看她的眼神就和看着砧板上的一块猪肉没什么区别。季风，我有些话想跟你说，能单独聊聊吗？抱歉，我还得吃饭，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顾雪婷咬了咬嘴唇，双手无处安放。暑假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我想我们过去的事情，小时候的事情，我想跟你道歉，我知道自己有很多不好，但我会改，我真的会改。顾雪婷的话像是在平静湖面上丢了个石子，在场的几人瞬间明白了一些什么。虽然两人的话都没说开，可两者之间的关系恐怕还有什么隐情。大部分人这种时候都抱着吃瓜看戏的心态，哪怕徐明这个二世祖也不会强出头，可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傻逼的。这时候季风和顾雪婷这桌已经围观了一些人，关丽娟眼见人多，又听到顾雪婷想跟季风和好，拱火不嫌事大的她再次嚷嚷起来。不是，顾雪婷，你不会真的想跟这舔狗和好吧？他都舔了那么多年，你能不能闭嘴滚啊！顾雪婷对着关丽娟吼道。被吼的关丽娟脸上有些挂不住，撇撇嘴走到一边，嘴里还嚷嚷着切，舔狗都能看得上眼，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顾雪婷重新望向季风，再次问道，能单独谈谈吗？事已至此，他真的不想再和顾雪婷多说废话，不必了。季风蹙眉拒绝，突然看到了穆晚秋就站在了不远处。工商馆里的大衣三花此时一下子聚集了2个，怪异的气氛让围观群众又一次多了起来。穆晚秋刚到，虽然不知道事情具体经过，可见到季风和顾雪婷对峙，立刻就明白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晚秋同学，坐这边。徐明憨笑地对穆晚秋招了招手，可穆晚秋只是对徐明微微点头示意，就越过了他。来到季风身边时，穆晚秋轻轻戳了戳季风手臂。季风，虽然不知道你们怎么吵起来的，但这个时候围观的人太多了，吃瓜不嫌事大，顾雪婷性子比较轴，你这样对峙他不会那么容易妥协。我觉得还是找个地方冷静处理一下，不然要上校园网头条了。季风浅吸气，点头认可穆晚秋的说法，拿出手机给温暖发了个消息，到食堂如果我不在，就等我一会。好，随后对顾雪婷指了指门外，径直走了出去。顾雪婷也擦掉眼泪，连忙跟上。待两人离开，原本围观的人们也就缓缓散去。穆晚秋没有跟着季风出去，也没有选择坐下吃饭，他轻轻环抱双手，扫视了一眼顾雪婷宿舍的那几个舍友。穆晚秋一直给人一种如沐春风般的感觉，可今天他的眼神冷漠，足以让人心颤，尤其是徐明，富二代的气魄根本不够用。他发现自己在穆晚秋面前大气都不敢喘，也做不到季风那种随意淡然。被穆晚秋盯着，顾雪婷2个没吱声的舍友已经开始摆手。我们什么都没说啊！见两人认怂，穆晚秋移开目光，视线最终定格在关丽娟的身上。关丽娟最开始的时候说了什么，他没有听见，可最后拱火还有贬低季风的那几句话，他可是全部都听到了耳朵里。被穆晚秋死死盯着，关丽娟感觉很不舒服，但他可不是另外2人，被人看着就会认怂，而且就算他认怂，穆晚秋也不会轻易放过他。见穆晚秋朝自己走来，关丽娟退后了一步。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我刚才也没说错吧？哪一句不是事实？穆晚秋个子有166，比160的关丽娟高上不少。虽然她很少和人吵架，但今天她真的生气了，站在关丽娟的面前稍稍的俯视，红唇轻启。你的性格并不是大大咧咧，也不是什么心系舍友，你只是嫉妒。你嫉妒顾雪婷比你漂亮，比你受欢迎，比你条件好，所以你作为舍友只能装作她的好姐妹，假意迎合。可一旦你找到了机会，就会恶心她，就如同今天这样的机会。你极力贬低、否定她的抉择，贬低她的喜欢，把那些她所珍视的东西说得一文不值。你只是想亲手毁掉顾雪婷罢了。穆晚秋一番说辞，最激动徐明已经站起来拍手叫好了，
就差直接把我女神说的对几个字写在脸上。可仔细想想，穆晚秋是为季风出头才说这些的。完了，高兴瞬间少一半。其实不只是他，一些从头开始看的吃瓜群众，这时候也隐隐拍手叫好。群众不明真相，但这里的群众都是大学生。刚才关丽娟的恶语伤人，他们也是听在耳朵里的，只能说穆晚秋对的很爽。关丽娟背对的涨红了脸。刚才被围观的人是季风和顾雪婷，如今变成了他，被人当猴子看的感觉真不怎么舒服。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还在尝试嘴硬，可穆晚秋根本不留情面。因为你很丑，人丑，心也丑，是一个思想恶毒、满心嫉妒的丑女。你在说什么？再说一个事实，你等着瞧。哼，随时奉陪。穆晚秋双手环抱，冷笑一声，撵走了关丽娟。他这才转头看向季风的三个义子，看着呆滞的三人，穆晚秋又重新露出了笑容。怎么这么看着我？三人面面相觑。穆晚秋刚才给他们的感觉有些不太好形容，尤其是那不间断的说辞，在对关丽娟的时候太帅了。面带笑意的穆晚秋突然顿住。不远处，同样穿着军服的温暖进入了视野。温暖的手里拿了2杯奶茶，看着缓缓散开的人群，有些莫名其妙。他能感觉到这里似乎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刚才那个跑掉的关丽娟，似乎是和季风的室友们发生了冲突。是穆晚秋解决的吗？温暖不知道，但他很懂得观察。从季风3个室友和周围人那种佩服的眼神里，他已经猜到了事情的大概结果，只是不知道起因和过程。温暖同学，这要巧。盯着穆晚秋，温暖的心不由得紧了紧。穆晚秋给他的感觉不一样，他的威胁要比顾雪婷大得多，哪怕季风说了和他没关系，这个女生给他的感觉也完全不一样。所以即使温暖不喜欢八卦，此时也开了口。是很巧，刚才是发生什么了吗？季风和顾雪婷之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他们出去单聊了，似乎是感觉两女之间的气氛有些怪异。张超这时候站出来解释了一句，刚才那个关丽娟一直说季风坏话，是穆晚秋同学把她对走了。季风和顾雪婷有些话要说清楚，别的好像也没啥。他一说完，徐明就戳了他2下。张超，你是真的蠢，不会说话就闭嘴。听到张超这么说，原本还有些迷茫的温暖立刻明白过来，果然是季风的事情被穆晚秋解决掉了。至于季风和顾雪婷出去单聊，温暖走上前几步，来到了穆晚秋面前。他先是看了季风的3个义子一眼，你们先吃吧，我等他一会。随后又对穆晚秋递出了自己手中的奶茶，谢谢，我请你喝奶茶吧。谢谢。穆晚秋回味了一下这2句话，等谁？替谁谢？句句没提季风，句句都是季风啊。果然，那晚的对视虽然只有一眼，但他已经感觉到了。温暖不是那种靠着软弱可爱吸引季风的傻白甜。穆晚秋大大方方地接过奶茶，明媚轻笑。我拿了奶茶，回头他喝什么？温暖指了指自己手中的奶茶，这一杯才是他的。原来如此。穆晚秋一愣，微微点头。要一起吃饭吗？温暖的声音依然没有波动，但也不似平时那样的冷漠。要是还有位子的话，那就凑一凑。听到穆晚秋这么说，徐明连忙戳了戳一旁的周一涵。周一涵突然反应过来，好，我去打饭，多打点肉。徐明跟着叮嘱道。好嘞。穆晚秋像是没看到徐明的表情一般，顺势坐在了温暖旁边。他有一搭没一搭的和温暖闲聊，只是温暖大部分时候都只是微微点头附和，情绪太过淡然，让穆晚秋有种有力使不出的感觉。等周一涵端饭过来，温暖突然开口，你不吃吗？不是说等等季风？好。温暖时不时地看向窗外，心里有些担心。他担心的并不是和季风单聊的顾雪婷，而是身边的穆晚秋。对于季风，他的占有欲是1000%，他不会像什么圣母言情剧集一样和别的女人分享季风。穆晚秋出手帮季风出气，那一定是善意的，是季风的朋友，所以他需要大度一点。可大度和心里的情绪完全是2回事。这回他好饿，又要装大度，还把自己的奶茶给穆晚秋了，好难过呀。果然啊，我和妈妈没什么区别，从来都是一个嫉妒心和占有欲都很强的坏女人。原谅从来不是一次，而是每想起一次就原谅一次，10堂万。季风和顾雪婷在一片树荫下停住脚步，有什么话现在说吧。季风扭头看向身后的顾雪婷，这次他没有冷暴力，也没有什么语言上的讥讽。一个暑假2个多月的时间，顾雪婷确实有所改变。此时的她没有再哭，只是低着头，红唇微张，满脸委屈，让自己看起来人见犹怜。即使到了现在，季风也不得不承认，顾雪婷很擅长利用自己的优势，青春少年时的那些傲娇、小脾气，
不经意间的弄姿，对懵懂的少年真的很有诱惑力。可恶，要是温暖也会这样撒娇就好了。顾雪婷根本没注意到季风的走神，她油怜地低着头。季风，我们之间真的回不去了吗？季风挠挠头，回去干啥？当舔狗？不能，对了，对一个脑残是没有用的。几次三番的纠缠，季风也烦了。他希望这次能真正的结束，而想要结束，就得改变顾雪婷的认知才行。怀念过去，就是在时间的长河里刻舟求剑，没意义了，找不到的。如果是以前，顾雪婷根本不可能听懂这种只有温暖和穆晚秋才能听懂的话。不过今天的她清醒了许多，魔都大学也不是白考的，只是稍稍的迟疑，便明白了季风的意思。找不到的白月光吗？季风释然一笑，轻轻摆手。哪有什么白月光啊，其实只不过是你年少懵懂、情窦初开的年纪里留下了我的最好印象，而我恰好这时离开了你的生活，于是我在你心里的形象无限趋近于完美，无人可比。可事实上，我只是你一个生命中的普通过客而已，与其他人没什么不同。你舍不得的不是我，是你记忆中的清辉夜凝。清辉夜凝，满月祭照，它就像是黑夜中的那束光，但黑夜总有天亮的时候。顾雪婷张了张嘴，很显然，对他这种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来说，这种文艺调调比单纯的骂他要厉害多了。他每次都会和季风犟嘴，但这次难得没有着急反驳，而是陷入了沉默。在沉吟许久之后，他才靠在墙上苦笑起来。我没考上清北，学习也学不进去，做什么都没了兴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实话，季风，你走之后，我好像不会生活了。你考不上清北关我屁事，这能甩锅的？季风缓了缓心头的情绪，一脸认真。这事只能靠你自己走出来。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时间会抹去一切的，拥抱现在，展望未来。展望未来，算不算在前行的路上望梅止渴呢？季风有些诧异地看了顾雪婷一眼，居然接上了。这女人的智商怎么突然恢复了正常？那就没必要谈下去了。你看起来已经清醒，我得走了。温暖还在等着我一起吃饭。顾雪婷顿了顿，也许他已经先吃了呢。呵呵，他是温暖。季风越过顾雪婷，重新朝着食堂走去。站在身后的顾雪婷追了几步，喊道：你就这么信他？已经走到一半的季风突然转头：是啊，怎么？凭什么？为什么？世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人都是在不断选择的。就像我选择追了你6、7年，没有任何结果，不也蠢得像猪一样？说自己蠢得像猪时，季风脸上全然没有生气的意思，已经恢复到往日里的风轻云淡。你和温暖已经在一起了。顾雪婷脑子是清醒了一些，但清醒的人喜欢耍小聪明，做一些自以为是的事情。季风觉得自闭少女应该不怕这些事，但她会很烦。是，她有点不爱说话，所以你最好别去打扰她。季风顾雪婷想去抓季风的手，但却被季风躲开了。他们一个人站在树荫下，一个人站在烈日中，擦肩而过的身影差点就触碰到的手指错开的两个人。这一幕似乎是名为舔狗的少年终于摆脱了过去，迎向了阳光，未来还有自己的新生。在夏末初秋的时光里，就像是一幅定格的画卷，青春之时的光与影。然而这一幕真的成了画卷。咔，有个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把这一幕用手机拍了下来，结束了和顾雪婷的交谈。季风连忙小跑返回食堂。不跑不行，以他对温暖的了解来说，他的那个饭量又参加了一上午的军训，这回应该已经饿瘪了，但他一定会等自己回来一起吃饭。这丫头饭量又大，这回估计已经饿得自闭。火急火燎地跑到食堂位子那，季风才发现现场的气氛有些奇怪。他看到了穆晚秋并没有走，而且还和温暖坐在了一起。穆晚秋正笑眯眯地托着腮，从季风进门的那一刻起，其实他就已经看到了，只是没吱声。等季风走近一些，穆晚秋才主动起身，让开了一个位子，示意季风坐在他和温暖中间。我回来了。自闭中的温暖愣了一下，这才发现季风的到来。看到他清澈又有些愚蠢的眼神，季风就知道这丫头已经饿得神志不清。别愣了，快吃饭吧。好。季风直接在温暖和穆晚秋的中间坐下，没整什么换座位的骚活。这会食堂几人的气氛不太对劲，也不知道他走之后发生了什么。温暖得到了季风的示意后，立刻动起了筷子。正如同季风所料想的那样，他早就饿了，也确实饿得自闭。其实不光是饭量的问题，还有些血糖原因。军训之后没有不饿的。几人先是闷头吃了一会，随后季风才开口：刚才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徐明几个正要开口，穆晚秋这边却直接打断。他一边吃着饭，一边不经意地问道：没什么事，倒是你和顾雪婷之间的事情解决了吗？季风的三个义子顿时愣住，尤其是徐明，他已经开始替穆晚秋急了。
明明刚才穆晚秋帮季风怒对关丽娟，这时候怎么不说呢 ？TMD 急死我了！可这便是穆晚秋的高明之处，他知道自己即使不说，徐明他们也会把今天的事情告诉季风的。与其自己邀功似的说出来，不如一笔带过。等季风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自然会明白他的好。先关心季风和顾雪婷之间的事情，才会让季风感觉更舒服。呵，基操物六。我和顾雪婷之前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情，很多事情说清楚就行。这回都大学了，人也该成长一些，成熟一些。聊起顾雪婷的时候，季风语气很淡，几乎没有什么波动。过去了就好，人总要往前看。确实如此。季风和穆晚秋很平静地聊着天时，温暖却因为吃得太快而噎住。呵，听到声音，季风在穆晚秋略显诧异的目光下，随手拿起温暖手边的奶茶，插上吸管，自己先喝了一口，然后放在了温暖的手边。吃慢点，这回又没事。温暖几乎没抬头，接过手来就喝，而且是一口气喝完。他喜欢甜甜的味道。喝完奶茶，季风又把自己餐盘里的鸡腿夹给了温暖。闷头干饭的温暖还是没吱声，当场就把鸡腿给掐了。温暖知道自己没有穆晚秋那么会说话，那么的体贴别人，但他从来都不笨，分数从来都不是白考的，甚至在季风看来，温暖就是天才。他学习能力很强，而且自我认知好，言辞上没有办法辩驳，那就不要说话。至于嫉妒心什么的，他不说也没人会知道。反正他会装作很大度的看了一眼季风和温暖之间平淡自然的互动。穆晚秋笑了笑，只是笑容变得十分僵硬。自己明明把一切都做到了最好，而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去做，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穆晚秋性格是很开朗，但开朗的外表下，他也有着自己的骄傲。按照平日里来说，他应该早就起身走了，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留在这里，不甘心吗？穆晚秋咬了咬嘴唇，过几天军训各班会有表演，要不要来给我捧捧场？行，当然没问题。徐明直接点头，张超和周一涵也是忙着答应，然后又迟疑地看向季风。放心，到时候一定去。风哥你怎么说？季风微微迟疑，这一闪即逝的表情被穆晚秋瞬间捕捉。他知道季风可能会拒绝，随即抢先开口：怎么，连哥们的出场都不去捧场吗？哥们。季风抬头看了一眼穆晚秋，但他的眼里只有期盼和退让，这目光弄得季风有些心虚。行，那到时候我们去给你加油。听到季风答应，穆晚秋眼中立刻闪过一丝笑意。那就这么说定了，我还有事，回见，别忘了你还少我一顿饭。好，等军训结束。虽然这回季风没有看温暖，但他已经能感受到背后幽怨的小眼神了。不过穆晚秋都自称哥们了，他还能说啥？唉，这是闹的。这顿饭波折几番，等大家伙都吃得差不多了，温暖的动作才跟着停下。季风懂，他这是恶劲缓过来了。见季风室友表情怪怪的，温暖知道他们应该是有话要和季风说，他很懂事的起身，小声一语：我去打点汤。好。直到温暖跑去打汤，对面三个把头埋在桌子下面的义子才冒头。峰哥，刚才穆晚秋给你出头来着。哦，穆晚秋暴杀顾雪婷那个室友，她叫什么来着？关丽娟。对，穆晚秋刚才一句你是丑女，真是暴杀关丽娟，给你出气了，兄弟们看着都解气。听着三人对穆晚秋的吹嘘，季风也只能默默点头。我知道了。徐明欲言又止，脸色拉胯，最终只能趴在一旁叹气。恰好温暖这时候也端着餐盘回来，上面的5碗汤一人发了1碗，三个义子也就乖乖闭嘴。喝完汤，季风带着温暖起身离开。我们去溜达溜达，你们随意。切，有异性没人性，快滚！好，我滚。笑着与温暖离开食堂，一路朝着女生宿舍走去。温暖却一直都没有说话，温暖始终低着头，耷拉下来的头发遮住了眼睛，这副样子让季风想起了那段温暖极为不自信的时光。两人一直走到宿舍超市的门口，这里离女生宿舍已经很近。温暖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对着季风突然问道：季风，你渴了吧？我去给你买点水。啪！纤细的手臂被季风抓住，温暖不由得蜷了蜷手指，神情有些怅然若失。季风看到他这样，既想笑又感觉怜惜，轻轻把温暖的手指拉下来握在手里。这个略显亲密的动作让温暖的肩线瞬间绷直，脸也跟着红了起来。你太慌张了，我的温总。没有，穆晚秋表演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呗。听到季风这么说，温暖明显愣了一下，然后马上把表情藏起来。好，回去吧。下午的军训照旧，晚上他们都有着各自的工作，也不打算再出来。回到宿舍，季风打开电脑，
打开挂着的虚拟微信，立刻收到了2条消息，一条只是单纯的添加好友，另外一条则是直接备注：兔九哥添加你为好友，涛哥永远18岁添加你为好友，有无欧少鱼的瓜来分享一下，终于有鱼上钩了吗？希望是真有料的，别让我太失望。把2个人都加上，第一个季风只是打了个，第二个则是正面回应道：你是谁？你是被欧少鱼睡了？你哪个系的？季风用的是女号，所以对方问出这样的问题也没什么毛病，只是这说话的方式嘛。季风思索片刻，稍稍酝酿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迅速开启了自己的长篇大论。装，又是欧少鱼的说客，还是欧少鱼本人？我不会再听你的谎话和借口了，渣男！你明明有女朋友了，还跟我说没有。那天晚上我就不该跟你一起，你这个畜生！你欺骗了我所有的感情，伤害了我的心。从现在开始，我们完全没有关系。季风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对方却一句话没有回复。这种情况让季风有些迟疑。思考片刻后，季风直接把这个人给删了。是删了，不是拉黑。欲擒故纵确实有翻车的风险，但欲擒故纵同样也能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尤其是他手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料，这种情况聊起来会很麻烦。涛哥永远18岁，添加你为好友。看到重新加好友的消息，季风沉吟了一会，点开微信回了一句：别再来烦我了，载重，保持姿态，亮着。兔九哥的消息这个时候也传了过来：欧少鱼的料，带图的20，带视频的50，要不季风。早期群转小视频赚钱，黑料赚钱都不是什么新鲜事，通常来说价格都很便宜，这个卖黑料的兔九哥价格已经不算低了。真的假的？先发张图我看看。图片，兔九哥撤回了一条消息，图片一闪而逝，兔九哥很快撤回，季风也没截图成功，不过无所谓，他也不是很怕自己被骗。前世学习技术的时候，那种10-20的小骗局，他踩过不知道几百次雷，不过无所谓，只要有哪怕一次有真实的外流技术，那前面几百次的雷都是价值的填平。豆丁他们的鸡汤引流就是20块钱找小学生买的。支付宝发来，季风给对面赚了50块钱。很快，对面微信就传来了消息：微信没法发文件包，有 QQ 吗？有，用小号加上对方的 QQ。季风发现对方也是小号。好，多安无间道是吧？不过无所谓，这个兔九哥还挺靠谱，很快就给他发来了一套有关于欧少鱼劈腿的资料过来。视频是一个他在酒吧包间里和妹子热吻，手都摸进去了，然后又进来一个妹子，当场给了欧少鱼一巴掌。不得不说，料挺足。季风笑着给对方回了个消息：谢了，有料死我。好，结束和兔九哥的聊天，季风便开始构思65页 PPT。虽然兔九哥的料不少，可编辑 PPT 的话，聊天记录方面还是单薄了点。压着，不急。忙完时已是深夜，这个点也不知道温暖睡觉没有。点开 QQ 的置顶，季风就看到温暖的聊天框里显示着正在输入，已经20多分钟了。我今天倒要看看他能打多少字出来。正在输入，季风看到正在输入半个小时的时候，季风终于没绷住。他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很多的工作要忙，搁着看了别人快半个小时的正在输入。以季风的性格来说，这种事情就不应该发生。收起脑抽，季风直接打字：你是不是有话想要跟我说？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并不是，我也有不知道的事。是什么？比如你正在输入中半个小时，到底在输入什么？蜷缩在床上的温暖看到这句话，身体瞬间就绷直了。被季风这样一问，他顿时觉得自己非常尴尬。虽然只是 QQ 消息，可他一时间还是手忙脚乱，连忙回复：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发完消息温暖就后悔了，他想说的并不是这个，他只是想季风了，很想，又怕。他怕天天给季风发消息会被嫌烦，怕季风嫌他无聊幼稚，不想和他聊天，怕季风觉得他不好看不优秀，更怕他微不足道的努力换不来想要的结果。尤其是他想到了今天白天穆晚秋的表现，那种自信从容，又会说人也漂亮，真是很完美的女孩。他还是季风的房东，魔都的房子那么贵，他是不是特别有钱？作为工作室总监，温暖自然知道季风很缺钱，自己那点钱估计都买不来魔都2平米，要是用钱来算的话，穆晚秋是不是比自己好很多呢？想到这里，已经有阵子未曾出现的抑郁情绪一下子又溢了出来，自卑瞬间掩盖了一切。屏幕那头的季风眨了眨眼，嘴角渐渐挂起了笑意。没有想跟我说的话吗？那也没关系，反正我有。你想说什么？温暖有些紧张的点了发送。或许是太害怕失去，所以他不敢明目张胆地表达情绪，连心中的喜欢都带着些闪躲。爸爸妈妈并没有给他做一个爱情的榜样，即使结婚了，最终也是以悲剧收场。温暖也没有见证过其他人的爱情，他只是单纯的想和季风在一起。看着季风正在输入的聊天窗口，
温暖的心里像是压了一块石头。我今天怎么这么蠢？他会生气吗？温暖心里很慌，他快被自己蠢哭了。弟弟，可能是穆晚秋的出现让你感到不安，也可能是我在处理问题上让你觉得不妥。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不要认为自己不配，也不要去自卑。我对你从不是权衡利弊的选择，而是因为我觉得你很好，你值得。看着季风发来的消息，虽然没有见面，温暖的脸颊还是不由自主红了起来。他突然有种自己心里想的事被季风说出来的错觉，心头的阴云瞬间消散，犹如明月当空。自闭少女的勇气终于在这一刻回归，情感溢满了眼前的聊天窗口。有时候一瞬间情绪上来了，就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些什么才会说没什么。其实我想说的是，今天有一点想你，其实不止一点，其实不止今天，可惜勇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后面两句他根本说不出口。季风看着这两条消息，想象了一下温暖此时的样子，这丫头该不会哭鼻子吧？那你可要好好休息，不然明天就没力气想了。好，回复完季风，温暖躺在床上睁着眼，他在想季风刚才是不是在和他调情，他们之间到底算不算男女朋友呢？季风也没有正式表白过，季风要是不表白怎么办？干脆自己表白吧，免得被别人捷足先登。等等，穆晚秋有没有表白过？好烦啊，大学怎么这么烦，要么起来做几个俯卧撑。温暖想到就去做，当场从床上爬起来，开始做起了俯卧撑。他的声音很小，不过王楠没睡，自然留意到了温暖的举动。王楠压低着嗓音，温暖，你在做什么？有事。温暖声音又回归了那种冷漠的状态。被温暖目光扫到，王楠顿时有些慌，大晚上女宿舍里做俯卧撑挺吓人的。没，你做你的。温暖一口气做了40个，对于女生来说挺多的，这才躺回床上，板板正正的睡在靠床边的位置，想着和季风的聊天，嘴角还是微微上翘了些。在温暖睡下的时候，季风这边可没睡。涛哥永远18岁，添加你为好友，我不是欧少瑜，我有点话想和你聊聊。看着虚拟微信上的消息，季风明白事不过三的道理，欲擒故纵也得有个限度，这次肯定不能再拒绝这个人了。而且这个涛哥永远18岁，很可能有料。根据他的反应来看，甚至有可能是当事人。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不能急。如果真是当事人，他对欧少瑜的怨气和诉求可能要比自己大得多。你是谁？你要做什么？你别管我是谁，我这里有欧少瑜劈腿的证据。你也被欧少瑜骗了吗？我也被他骗了。这段话没有发送，季风思索片刻，最终还是删了，重新输入。我凭什么相信你？图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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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够你相信了吗？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季风看着聊天记录，眼睛瞬间眯起。这人发来的东西已经不是简单的聊天记录了，上面甚至有张 P 掉姓名的 B 超单。除了这些，还有些开房的料和聊天记录。对方把这么大的瓜发出来，是想干啥？这是要毁了魔都大学吗？而且这个人发的料是女性聊天记录，但对方的名字和说话方式都很明显是男性，这是装不来的。多少钱？我不要钱，我就想让他死。你为什么不自己发？这你不用管，我能把料抖给你，但你不能把我爆出来。男的想让欧少瑜死，还不能提到他。咦？季风思索了一会，一个略显大胆却很有可能的念头浮现于心。苦主，在季风发出这2个字的时候，这场对话的另一边，张涛坐在自己的电脑面前，手指已经掐得发白。前面的伪装交流、假意淡然，都在这2个字的摧残下支离破碎。他好恨，他好气。你这样说就没意思了，我是无所谓的，不轻易破防的。但是我那个朋友可能有点汗流浃背了，他不太舒服，当然不是我哈，我一直都是行的，以一个旁观者的心态看吧，也不至于破防，就是照顾下我朋友的感受。他有点破防了，还是建议你不要这样说，当然你要这样说我是没感觉的，就是为朋友感到不平罢了，也不是那么简单破防的。看到自己一个平 A 把对面闪现大招都打出来了，季风也没了继续调侃苦主的想法。苦主心里也是苦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吧。行，跟你的苦主朋友说，把欧少瑜的料发给我，我来曝光。记住，千万别提到我。放心，涛哥的手上拿到欧少瑜的料，季风也没着急整合。做个渣男 PPT 恐怕得不短时间才行，今天太晚了。而且这事还得自己办，豆丁他们心太粗，不适合做这事。温暖足够细心，但季风不想让他碰这种事，更不想让他知道这件事。季风揉了揉眉心，无论做什么，开荒都是最困难的17人，钱、物、3无，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说到底，还是自己手底下的人太少，可用的人更少，真得招人了。季风惦记着有关于欧少瑜的渣男 PPT， 关掉电脑躺下。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在琢磨别人 PPT 的时候，
他本人的 PPT 已经被人安排上了。在魔都大学的校园论坛上，校园一角的光与影，大一渣男疑似脚踏3条船。帖子里有几张照片，为首的照片就是季风和顾雪婷站在树荫与阳光下的那一幕。顾雪婷满脸忧伤地朝季风伸出手，季风满脸淡漠地离开。这照片拍得挺有说法，季风眼里的冷漠和决绝，隔着屏幕都能够感觉到。然后下面的图片就多了，首先是季风和顾雪婷对峙，这张照片和首页那张相互呼应。顾雪婷眼里的悲伤完全不似作假，其实本来就不是假的，她确实很伤心。旁边还有关丽娟对季风的咒骂指责，要是不在现场的话，加上那张光与影，很容易就联想到季风抛弃顾雪婷的戏码。随后便是穆晚秋和关丽娟对峙，季风坐在食堂和温暖、穆晚秋两女一起吃饭，他先是和穆晚秋聊天，然后喝温暖的奶茶。3女1男，典型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想着田里，渣男本男，基本实锤了。今天中午的事情全程流线型发生，没有掐头去尾，确实算是3个美女1个男生，男生还挺帅的。不过具体的谈话内容也不清楚，大家理性吃瓜。帖子的文字内容并不多，还呼吁大家理性吃瓜。可问题是，这帖子一发出来，大伙还理性个锤子，已经有人恨不得把季风钉在墙上了。哇，怎么会有这种渣男？牛逼，我只能说牛逼。这3个女的是我们大一工商管理3花，也有叫3美的，分别是顾雪婷、温暖、穆晚秋。这小子到底有什么特长？同时拿下3个，也许他的特长是特别长。大学的校园根本不缺夜猫子，躺在床上酣睡的季风也不知道，自己穷逼的帽子还没有摘掉，渣男的帽子就跟着上来了。因为睡得太晚，季风第2天也没能早起，不但没晨跑，连早饭都是室友带的。室友们也不是很爱逛校园论坛，所以对校园网上的事情并不是很清楚。而且校园网的帖子看似很热，被顶到了几百楼，其实实际人数不一定有魔都大学的1%，事情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发酵。季风全然不知之后的几天，大一新生们几乎就是在痛苦的军训中度过，每天的训练基本上都可以把人累成死狗，想抽空干点别的，真有点力不从心。哪怕是季风温暖这种体力很好的，因为还要维护工作室的缘故，编辑欧少瑜的渣男 PPT， 闲聊的时间都少了许多。起码2人都没再晨跑了，而且成立公司的事情也处于搁置状态，2人的意思都是军训之后再继续。到了军训的第7天，一众新生才松了口气。第7天下午，军训基础训练就算是彻底结束了，最辛苦的前半段军训终于被熬了过去。接下来就是技能型训练，虽然也有综合拉练之类的训练内容，但和前几天的硬基础训练相比，强度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上。而且第7天的训练结束后，下午7点会举行一次军训中的小联欢，算是给新生们的休息，活跃军训的气氛以及放松。到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表演，也就是穆晚秋之前邀请他们去观看捧场的那个。拿回了手机，季风就准备给温暖发个消息，约他出来吃饭，顺便说说下午小联欢给穆晚秋捧场的事情。可刚拿到手机，季风就感觉有些不对劲，是班里的女生似乎正围在一起吃瓜，然后对着自己这边指指点点。就是他吧，我们班的季风，听说是个渣男，怪不得平时不跟班里的女生讲话来着。季风这时候才意识到，班里这些女生看自己的眼神有点不对劲，吃瓜吃到自己身上了。因为忙，他平时在班里都不跟女生讲话，不聊骚，不聊八卦，除了张甜还有女班长王倩的微信外，他几乎不和其他女生有联系。这特么的都能被扣一顶渣男帽子，季风是有点不服的，一脸莫名其妙的拿出手机给温暖发了条信息：我这边结束了，等会一起吃饭不？我去找你。好，和温暖的聊天内容总是很少，季风也在考虑是不是要拓展一下和温暖的聊天模式。这丫头太闷了，自闭又敏感。前世她能不知声不知气的自杀，高中时被李龙整一波，又跑到天台吹风，性格真的是有点问题的。说实话，她没有接触过温暖这种女孩子的经验，很多话说起来，季风都需要考虑再三。她其实也很想和温暖聊深入一些，甚至是来点有情调的，只是她不知道温暖能不能接受的了。毕竟她的回复总是好，有时候季风想要发挥都有些无从下手。得想想办法了。季风思考时，叶雨薇从一侧走了过来，戳了戳季风的后背。喂，现在班里都在传你的瓜呢，你不想说点什么？季风回头看了一眼叶雨薇，没有了厚重的妆容后，叶雨薇看起来反而清爽了不少。季风甚至感觉她不化妆比以前好看了点，只是她的烟嗓还有牙齿上的烟渍并没有什么改变，主要这些痕迹也没那么容易改变，甚至一生都不会改变。我甚至都不知道所谓的瓜是什么，能说啥？叶雨薇习惯性的舔了舔嘴唇，
可看到季风盯着自己的时候，又把舌头收了回来。校园网上有个帖子说你是渣男，好几百楼了，脚踏3条船，消息挺多的，还有照片校园网。季风微微一愣，拿出手机登录了一下校园网粗糙的网页。电脑登录还行，手机登录，这破网只能说卡成一匹马。热帖本就不多，季风随便翻翻就看到了那条有关于自己的帖子。校园一角的光与影，大一渣男疑似脚踏3条船。打开帖子看了看，确实像是那么回事，就是一些刚好卡点的照片。然后下面各个楼层开始脑补内容，有说季风出轨的，有说3女追1扶的，也有说季风始乱终弃的。除了那个3女追1扶的算是理性吃瓜，摆事实讲道理，其他的内容季风觉得一律是在尬黑他，他真不是那种人。可前面几楼还勉强有点理性，到了后面就逐渐抽象，一直到135楼，有个脑补大佬写了篇名为《悲凉一夜》的短文，里面尬补了一段狗血的3角出轨恋。这帖子才算是彻底火了。早年的带节奏还没后世那么离谱，整体表现都很隐晦，不过这种节奏贴已经足够了，毕竟人们并不想知道真相，吃瓜群众只想吃瓜，顺便想他死。好，这帖子有那么点意思的叶雨薇盯着季风的表情，伸手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了烟，还顺手递给了季风一根。你看起来不生气。季风盯着叶雨薇递过来的烟，微微蹙眉，最终还是接了下来。在班里同学对自己指指点点，说自己是渣男的时候，他能跟自己说这事，已经算善意了。伸手不打笑脸人，没必要唱黑脸。没什么生气的必要。哦，班里的同学可都在说你是渣男来着，这样一传，你以后在女生那里的名声可就臭了，到时候可不好找对象。季风拿出打火机点上烟，然后收起来，完全无视了叶雨薇这个烟友半伸出来的手。你自己没打火机？季风完全没有借打火机的意思。行，好，你牛逼。叶雨薇有点胃痛，气的。废话，这温暖送的怎么可能给别的人用？还是女人，递烟了也不行。见叶雨薇自己拿出打火机，季风这边才回到之前的话题上。在女生中名声臭了就臭了，无所谓，我本来就不跟他们说话。要是他们真觉得我是个渣男，不理我了，还能少点搭讪和骚扰，那不是挺好的？点上烟的叶雨薇挑了挑眉，居然还有这套说法。你女朋友也不在意吗？当然，她可不会那么肤浅。看着季风自信的语气，叶雨薇也跟着点点头。有意思，不过你好像有点麻烦了，这渣男的名头带来的东西似乎不全是好事。叶雨薇叼着烟，对着不远处努嘴。季风顺着看过去，立刻就见到几个男生气势汹汹地朝他们走过来。他掀起眼皮看了眼叶雨薇，叶雨薇只是无辜地摊摊手。我最近可没惹过事好吧？要逃跑吗？他们人多，你可以先躲躲。叶雨薇好心提醒道。季风微微摇头。叶雨薇，你带手机了吗？带了，怎么？录下视频？叶雨薇愣了愣，录视频是防止对方动手吗？虽然不清楚季风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还是照办。好，已经开始录了。谢了。季风有点无奈，周围也没其他人，看这样子就是来找自己麻烦的。不是，他平时这么低调，这都能找到他。人在笑中坐，锅从天上来。这波人一共6个，身上都穿着军训服，看来是同样的大一新生。为首的卢启良走到季风面前时，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就你叫季风啊？噗！季风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这语气突然让他想起了某个电影的画面，真是大差不差。嗨，有什么事吗？见自己这边6个人把季风围起来，他都没怂。卢启良这个刚刚步入大一的学生，反而有点拿不住季风了。确实人模狗样的，就是不干人事。季风没说话，脸上的笑容也没有变化，只是眼睛微微眯了起来。卢启良见他不吱声，以为季风怕了，又继续说道：你这种渣男我看着就不顺眼，还把手伸到我们工商管理这边来了，你胆子是真肥啊。卢启良根本没意识到季风的这些小动作，仗着人多，他说的正兴起。你那天还跟温暖和穆晚秋坐一块是吧？小动作还挺多的，我劝你还是老实一点好，是计算机系的就老老实实在计算机待着。温暖和穆晚秋是我们工商管理系的人，她们可不是一般的女生，工商管理的女生自然有我们工商管理的人护着，你就别凑上来线了，知道不？听着对方巴拉巴拉讲了一堆，季风没生气，可对方提到工商管理的人，由工商管理的人来护着，他实在没绷住。噗！这句话让他想起了前世网络上广东人大声说江西妹子由我们江西人来守护一样离谱。你他妈笑什么？季风捂着嘴，我这个人性子挺冷的，正常情况下无论多好笑我都不会笑，除非忍不住。所以你到底在笑什么？
我们家养的猫昨晚生了，高兴。卢启良被季风几次三番的逗弄，火气蹭蹭的往上冒。你是真的想挨揍是吧？听到卢启良这么说，季风脸上突然多出一抹挑衅。是的，所以你要对我动手吗？你 TMD 给我装饰吧，老子再跟你说一遍，离温暖远点。卢启良一脸凶相，你真的不要动手吗？季风一直在挑衅对面，一直想让对面先动手。大学不比高中，没有背景的情况下，打赢进局子，打输好吧，这几个人不存在打输，但打赢了进局子不说，还有可能被处分，甚至被开除。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实在麻烦。能让对面先动手的话，有叶雨薇在旁边录视频，到时候脱身甩锅的理由才够充分。只是季风没想到，这卢启良也是个色厉内荏的主，嘴上吹得大，声音喊得响，可季风几次三番的示意他动手，这人都是一副欲上又怂的表情，想上又不敢。几次对话下来，季风也感觉有些无聊了。所以你真的不要动手吗？再不动手，哥们要去吃饭了。别 NM 装了，这周老子已经约了温暖出去，以后温暖就是老子的女人。你要是识相就滚远点，懂吗？季风脸上原本诙谐的笑容瞬间消失，也没再反驳这句话。一旁的叶雨薇顿时感觉不对劲，不由自主地把手机举高了点。季风把没抽完的烟按在石头上熄灭，轻轻解开了军训上衣的2颗扣子。烟没抽完是挺可惜的，但有些人也是真的烦。在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季风突然抓住了卢启良还在指着他的手指，这股力量大到卢启良根本没法反抗。季风将卢启良拉向自己的同时，右脚直接踹在他左边大腿上，砰！鞋底和大腿肉碰撞的闷响传入周围几人耳朵里。啊！卢启良刚刚惨叫一声，就被季风用左手拽住了头发，提了起来。季风的右手缓缓抬起这一拳，要是下去，他甚至能大概猜到卢启良要飞出去几颗牙齿。季风，温暖的声音从背后响起，突如其来的呼唤和担忧让季风停下手。他不想让温暖担心。季风松开手时，工商馆里的几个学生已经有点被吓住。刚才事情发生的太快，他们甚至没反应过来，卢启良已经被季风暴打血虐了。那种很近让人感觉很不舒服，莫名就想离季风远一点。温暖一路跑了过来，几天的暴晒甚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纤细白皙的手臂与脖颈让人心悸，宽松的军训服也掩盖不住他身上的美好。此时他杏眼含韵，眉角锐利，亮影犹如一道清澈的泉水，瞬间清洗了季风差点被猪油蒙了的心。温暖掠过人群，先是主动拉住季风的手，把季风拉到一边。他白天训练本就出了汗，这回又急切地跑过来，被他拉着手臂的季风立刻闻到一股奶香，这气味让他略微有些出神。一种强烈的悸动从心底传来，让季风想把脸埋进去，然后猛吸一口。不过只是一瞬，他便清醒过来。温暖这时转过身，一脸冷漠地看着几人。他们是谁？卢启良几人？不是，都军训这么多天了，不至于连同班同学都不认识吧？当事人卢启良趁着腿上的痛感，继续躺在地上装死。他也没想到口嗨居然把正主口嗨过来了，这下好了，只能躺地上装死，避免尴尬。季风知道温暖这是在问他问题，可这个问题居然把他给难住了，连认识都不认识。刚才好像有点冲动，这怎么说？总不能说刚才地上这逼说你是他的女人，他莫名吃醋了，心头火起就没忍住这醋吃的，挺丢人的。季风有些心虚的挠挠头，把自己尬住了。温暖见季风不说话，也没有继续追问的意思，他扭过头，表情很凶的盯着对面几人。你们是谁？温暖，我们是你同学，同班同学。听到这个回答，温暖明显愣了一下，然后重新蹙眉，没印象。众人，温暖倒不是说谎，他本来就很忙，军训期间又很累，每天训练完就要忙工作，这很重要。按照季风的说法，工商管理的新生基本用不上，招聘的时候直接招大4的就行。既然用不上，那他就更没必要去认识了。有点空闲的时间，他宁愿拿来和季风聊天，或者干脆躺着发呆去想季风，也比去认识同学来的有意思。如果不是季风让他和同学多多接触，他甚至不会和舍友讲话，别说同学了。我们是来工商管理系的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了看还在地上躺着的卢启良，都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了。本来是替温暖出头教训季风这个渣男的，现在温暖替渣男出头对他们，一个人把两边都尬住，这或许就是温暖的冷场实力。很显然，这次的行动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了。季风知道不能让事情这样尬下去，看着还在地上哭的卢启良，他赶忙上去给人扶起来。刚才闹着玩的，练练教官教的军体拳，卢哥对吧？来，卢哥，这有50块钱，赶紧去医务室上点云南白药，问题应该不大。卢启良还在哭呢，莫名其妙的就被季风塞了50块钱，然后推到另外几人那。
工商馆里的几人接过卢启良，也没再纠缠的心思。一行人灰溜溜的跑掉了。季风憨笑的转头看温暖，却见温暖只是默默的盯着他。完了，死亡凝视，这丫头轴的不行，不说清楚，估计这事过不去了。季风的心里还在编故事，一旁的叶雨薇已经走了过来。西斜的太阳下，叶雨薇的头发显得有些枯黄，有点像是染了色。温暖也注意到了这个看起来怪怪的女生，她走路时有些驼背，耷拉着一只手，偶尔会甩甩那只手。明明是女生，脸上却总是挂着和过去高中时季风脸上相似的笑容，温暖觉得是坏笑。叶雨薇烟瘾似乎很大，可以说是烟不离手。不过她走到了温暖身旁时，还是把烟掐了，提醒道：刚才地上那个一直在挑衅季风，他一直都在忍让来着。最后是听到那人说约你周末出去，你要成那个人的女朋友才生气动手的。嘿嘿嘿嘿，叶雨薇一笑，满是烟渍的牙齿立刻露了出来。她的这副样子更让温暖感觉怪异。不过她的话却让温暖侧目看向季风，目光中多了些晶莹。看着眉目传情的两人，叶雨薇顿时觉得索然无味，就要转身离开这里。只是在临走之前，她突然停下，扭头看向温暖，喂，你是不是送了他一个打火机？温暖一愣，不过还是点了点头。是，怪不得。叶雨薇撇撇嘴，走开了。温暖觉得他问这个问题有些奇怪，打火机怎么了？目光重新转回季风这里，温暖动了动嘴，憋了半晌，却把自己想问的话题转到了叶雨薇那。他刚才为什么会问打火机的事？因为他觉得我很抠。抠？温暖不太明白，他觉得季风挺大方的，很多时候甚至可以算是有些浪费。他的性格和抠不沾边吧。走吧，去吃饭。走在路上，温暖的脑子里依然还在胡思乱想，他一直在走神，甚至没有发现季风在看着他。刚才叶雨薇说季风因为他的事情才生气，所以季风是吃醋了吗？他真的会吃醋？要是真的话，自己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解释过了之后，是不是应该给季风一些回应？直接说自己没有和那个人约会的话，是不是有点过于普信？也忘了问那人叫什么名字，有点难吧。悄悄看一眼季风，温暖才意识到季风一直在盯着他看。温暖默默低下头，先继续走吧。没看路的他甚至没有发现季风突然伸出了手，咚，脑门子突然撞在了路灯上，还好季风的手掌提前垫了上去。不过这下温暖比之前更尴尬了，之前准备好的话术，这会一句都说不出来。季风，你想不想喝点凉的？见温暖指着小卖部，季风嘴角抽了抽，问他喝不喝水，大概就是温暖有话想说的起手是吧？别的开场白他不会，这套属于他比较熟练的搭话方式。心里早已经猜到了温暖的那么点点小心思，季风却没有说出来的想法。对于温暖来说，这个老套开场白之后的话，或许他已经酝酿许久了。好，看着温暖跑去买了2瓶水，又小跑着回来将水递给自己。季风留意到他买了1瓶冷的，1瓶常温的。季风直接拿起冷的喝了起来。温暖盯着季风喝水，自己在那里酝酿大招。感觉到了他的情绪波动，季风特地喝得慢一点。眼瞅着温暖酝酿的差不多了，季风才放下矿泉水瓶子。呼，舒服。季风，我不会同意的。什么？不会同意什么？温暖咬了咬嘴唇，眉毛一下子就在一起。他有点慌乱，不过他觉得这次不能再闪躲了。这次他一定要说，不然季风会误会的。刚才季风是因为他才生气的。我不会同意做别人的女朋友。还有，我也没有和别人约会过。还有，我不会答应别人的约会。刚才那个人我不认识。认识了也不会答应。温暖的声音很紧张，说话的内容也有点乱，不断的用下一句给上一句打补丁。看着温暖默默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季风笑了起来。他很清楚，温暖性子很烈，越是到了这种时候，越是不要去扯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以他自闭的性格，说出这些话需要酝酿很久的勇气，自己只要正面的回应他就行。我相信你。温暖紧绷的身子瞬间松弛，他抬头看向季风，不生气。之前有一点点，听你解释了就没有。这样，所以心里有事情的话，要和我讲清楚才行。季风开始循循善诱，温暖有些不好意思的撇过头。好，那吃饭吗？好。得到了季风正面的回复后，温暖心情明显愉悦起来。他难得走在了季风的前面。到了食堂打了饭，今天的他们无人打扰。温暖喜欢这种只有2个人的时候，季风不会和别人说话，即使他在吃饭的时候不说话。只是温暖没想到，这顿原本以为会很愉快的晚餐并没有那么愉悦。他们这时候已经坐在了食堂的角落，也没有发出声音。可饭还没吃到一半，就有人对着季风指指点点，议论的声音还有点大，时不时的就会冒出1-2句渣男，然后便是一连串的调笑。
温暖听着有些不舒服，抓着筷子的手都紧了些。别生气。吃着饭的季风突然开口。温暖一愣，抿了抿嘴。可事情不是他们说的那样。哼，他们根本不想知道真相，他们只想看热闹，甚至是拱火。为什么？谈人性太绝对，我这种小人物也不够格。不过如果我现在站在楼顶说要跳楼的话，一定会有人说有种你就跳下来。温暖怔了怔，突然就没了声音。默默吃饭的时候，他还偷偷瞥了季风两眼。季风的话让他想起高中最后时期自己天台一座的事情。当时满嘴脏话的季风说了好多大道理来着，他说自己很珍贵。虽然现在季风也不怎么说脏话了，他突然有些庆幸，那天晚上发现他的人是季风，而不是其他人，也不是媒人。你明明没惹他们。季风的目光突然看向窗外，思绪有些飘远。温暖，你以前被我欺负的时候也没惹我。温暖突然蹙眉，不过蹙眉的样子很好看。你不一样。其实没什么不一样，我以前挺坏的。你肯定不一样。季风有些无奈，温暖看他的目光多多少少带些滤镜了。好好，我不一样，不过你也没必要生气，这事传开就属于没办法的那种。其实解决的方式也很简单，爆一个更大的瓜，弄出来一个更离谱的渣男，大家换个人吃瓜，我的事情就会渐渐平息了。听到季风这么说，温暖的表情有些疑惑。更大的瓜，更离谱的渣男怎么弄？过2天你就知道了。夕阳西下，落日余晖虽然美丽，但还是有点热。把这顿不算很愉快的饭吃完，季风带着温暖找了个阴凉的乘凉。季风躺在操场边的草地上，嘴里叼着狗尾巴草，表情十分惬意。温暖则是坐在他身边发呆。每当微风吹过的时候，季风都会忍不住嗅嗅鼻子，这样可以闻到温暖身上好闻的味道。这种味道让他有些流连，忍不住的时候又朝着温暖拱了拱，更好闻了。这让季风的思绪开始逐渐离谱。温暖的腿近在咫尺，要是能睡在腿上就好了。温暖有些脸红，他自然知道季风的这些小动作，不过他不在意，甚至有些开心。他轻轻撩拨了一下自己的碎头发，然后低下头。季风感觉到温暖的靠近，老男人之心顿时有些慌。可预想中少女大胆主动的行为并没有发生，只听到她软弱蚊蝇的低语：季风身上有好闻的气味。季风一愣，不对吧，明明是他自己身上的气味，我身上哪有好闻的气味，全是汗味好吧？不，就是有，和别人都不一样。季风挠了挠头，突然想起了前世看到的一篇生物研究，有关于这种特别的气味解释。当你非常爱一个人，你身体会自然分泌激素荷尔蒙，这种味道很特别，生物学上有个专业的名词来形容它，费洛蒙。当你爱这个人，这个人又恰好也爱你，你就会闻到对方身上特有的味道，就只有你能闻到那个味道。你爱人分泌的费洛蒙刚好戳中你嗅觉中微小角落，他的费洛蒙对你起了作用，能够闻到对方的费洛蒙，说明两个人的基因相配，连你的基因都在选择他。当时看到的时候，季风只感觉这些外国人整天瞎研究，这篇纯扯犊子，因为他穿越重生几十年都没有闻到过什么气味，顶多就是汗味、香水味、化妆品味。至于现在吗？他信了大概一半吧，因为还没确认，除非让他靠在腿上仔细确认一下。季风想着想着，嘴就开始歪了，嗨嗨，过会就要举办小联欢了，你要睡会吗？不了，不想睡。听季风提起小联欢，温暖的兴致瞬间跌落了许多。没办法，毕竟是去给穆晚秋加油的，这事情说破天他都高兴不起来，不生气已经是最大的大度了。季风看出了温暖有点小情绪，对此他也有点头疼，只能悄悄拉住温暖柔软的小手。那走吧，去抢一个近距离的位子。军训中期的小联欢基本上就是各个班级选出的才艺表演，虽然还没有开始，但已经有人围坐在操场表演台周围了，也有些同学搬来了板凳，准备搞持久战。季风和温暖准备找位置，徐明和张超的声音就从人群中传来：老季，这里，快，峰哥，速来。虽然这会还没到时间，可那圈的位子已经被人占光了。季风没想到徐明和张超居然还给他们占了额外的地。谢了啊，明哥，你们居然占了这么多位子。需要占个屁的位子，我只需要给钱，自然就有位子。季风，你这么装，你爸知道吗？不过季风也得承认，这种时候拿钱办事是真的好用。占一个座位50，过了点就100了，这回正好卡着点呢。我看到你们过来，正好就喊你们了，2分钟时间怒赚100。好好，因为早2分钟到少花了100，所以等于2分钟怒赚100是吧？徐明这人对赚钱是有理解的。快坐吧，峰哥。好，温暖，我们坐吧。几人坐在了草地上，等待着这场小联欢的开始。随着时间来到下午6点半，播音系的一男一女2个主持人已经上场。尊敬的帅哥们，
美女们2个主持人非常专业，开口短短几句话就将周围同学们的气氛带了上来。几天训练带来的疲惫、压力也随着同学们的欢呼和嚎叫得以释放。看着这些充满活力的同学，季风也不禁感慨，大学就是这点好，从来不缺少人才。魔都大学这种顶尖学府更是如此，全方位的人才都有，抓壮丁就行，还不需要付费，都是韭菜。他也想打韭菜，可惜他现在实力不够硬。下面有请我们金融系的2位帅哥为我们献唱《暴走》。开场的节目是一首华国本土的歌曲，节奏很炸裂，也是为了带动气氛的。现场不少同样会唱这首歌的同学也都跟着音响打起了节拍，甚至跟着唱了起来。随后便是各个系各个班的才艺表演，整体的气氛一直都很活跃，一直到工商管理系的节目。下面有请工商管理系穆晚秋、武奇、顾雪婷集体舞蹈热恋。随着主持者的介绍，一对穿着热辣露肚背带胸衣、下身超短百褶裙的美女缓缓走了上来。今天的穆晚秋把头发扎了起来，做了个方便跳舞的丸子头，而且为了今天晚上的表演，他们还化上了淡妆。穆晚秋和顾雪婷本就漂亮，这回略施粉黛，更是轻舞人间的感觉。除了绝美的容颜外，暴露性感的服装也让这些穿了1个星期军训服的学生们心潮澎湃。别说男生了，连不少女生都跟着欢呼起来。他们的入场瞬间引爆了同学们的热情，嚎叫和口哨声不断。穆晚秋扫了一眼现场，很快就在那几个鬼叫的同学中发现了徐明，然后看了眼徐明的周围，就找到了季风。他的脸上露出甜甜笑容，百媚而生。他看到了温暖，不过视线却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停留。今天他来这里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来的，他只需要全力展现自己的美好，其他的事情看天意吧。风哥，女神对我笑来。确实如此。季风连忙点头，因为他感觉身边的目光有刀。砰！随着音响的震动，穆晚秋几人以一个非常炸裂的前空翻舞蹈动作起手。看到这一幕，饶是季风这种老油子也没忍住，卧槽，瞪大了自己的眼睛，想要看看美女们有没有走光。可马上他就意识到不对劲，台上的妹子们都穿着安全裤呢。身边徐明和张超马上嚷嚷起来，不是，君子也防啊。噗！季风刚喝下去的水被一口喷了出来，哈喇子都快流出来了。还君子！坐在这里的有一个算一个，人均1，5个色批，不能再少了。安全裤就没意思了，确实就没把兄弟们当自己人。其实也还行，至少腿是真实的。说的也是，穆晚秋的腿又细又长。听着身边老色批们的各种说辞评论，季风也是抱着艺术的角度去欣赏台上舞姿。至于腿什么的，确实又细又长。台上的穆晚秋、顾雪婷此时都在尽力地释放着自身魅力，青春的靓丽在他们身上展现到淋漓尽致。这才是大学生应该有的生活。只是看着看着，季风就感觉有些不对劲了。温暖好像一直都没吱声，他悄悄撇过头看了一眼温暖，才发现自闭少女正在怔怔地出神。温暖低着头，把下巴收了起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他的眼睛被灯光折射，显得闪闪发亮。只是在察觉到季风转过身的时候，才收回了自己的目光。不过也没吱声的意思，就这么闷闷地低着头。在刚才，季风好像从自闭女孩的眼里看到了一些别样情绪，不是以往偶尔流露的自卑，是羡慕台上那些热辣的劲舞，给了温暖一种很特别的感觉。同样的年纪，同样朝气蓬勃的青春，他们都是多才多艺的。穆晚秋光彩夺目，哪怕顾雪婷也是一样。此时的他们就是周围学生眼里的 superstar， 就连季风也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而自己却什么都不会。过去18年的时光好像就是一张白纸，连可以涂抹的色彩都没有。一直到季风出现，他的生活才多了点颜色，大概是那辆鬼火的颜色。良久，温暖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轻轻拽了拽季风的衣角。他们跳舞好看吗？季风表情一僵，感觉这是个死亡问题。可硬要说不好看吧，自己都看这么久了，多多少少有点昧良心。从艺术的角度来说，舞跳的确实不错的，但那也只是从艺术的角度，没有别的意思。温暖怔怔地点了点头，眼睛还在放光。我明白了，你明白啥？季风感觉这样谈话不行，连忙开始给自己找补。其实你不用羡慕他们会跳舞的，也不需要去学这个，每个人擅长的事情不同，对吧？你觉得他们会跳舞很好，但我就觉得你能做很多俯卧撑很好。会跳舞的女孩子多不胜数，可你要说一次做几10个俯卧撑的女孩子，我觉得真没几个。又被季风发现了自己心事，温暖愣了一下，然后又默默撇过头。做俯卧撑也算优点。温暖有些不信，肯定啊，你肯定是与众不同的。而季风这边吹完，也是悄悄给自己抹了把汗。尬聊这件事情，他还是有一手的。重新回头，几人的舞蹈已经结束，季风看着台上
穆晚秋还对众人做了个比心的手势，又引起了一阵欢呼。穆晚秋的目光扫过季风他们，微微眨眼，却没有过多停留。他的情商很高，几乎不会去做那种让季风难堪也让温暖难堪的事情，那样的举动只会适得其反，让人感觉不舒服。他已经退了一步，所以没关系，来日方长。经过之前的热舞，可能是阈值拉得太高了，之后场面安静了许多。接下来又是一些其他类目的表演，有几个无聊，有几个出彩，几人也是默默地看着。到了最后，离场的穆晚秋居然又重新返场，以一首单独唱跳的《大声说爱你》压轴收尾。性感热辣大长腿，再配合上她本就漂亮的外貌，季风也得承认她太会撩了。身边的徐明看样子已经被当场斩杀，唉，这小子不知道多久才能走得出去。一曲终了，热烈的气氛逐渐消散。季风原本以为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可身边的温暖不知怎么突然悠悠地来了一句：“他的腿好看吗？”“怪好看的。”季风脱口而出。只是说完这话之后，他就感觉不对劲，糟糕，说错话。扭头看向温暖，自闭少女眼里瞬间就多了几分难以形容的纠结。这样啊，季风，要走了吗？我有点不舒服，想先回宿舍。见温暖这个时候已经起身，季风也跟着起来。他感觉自闭少女肯定是有点生气了，只是他生气的时候也是闷闷的，不会明显的表现出来。超哥、明哥、韩哥，我送温暖回宿舍了。一旁的张超和周意涵互相看了看，现在就回去，晚上不聚一下？穆晚秋还没过来。张超一说，周意涵立刻戳了戳他。那好，你们去吧。先走了。在季风和温暖离开不久，穆晚秋表演结束，便跑到了徐明、张超那边去找季风。还穿着热裙的穆晚秋简直就是黑夜中的一束光，吸引了周围无数的眼球，当然也包括了徐明。只是穆晚秋不断寻找的目光让明哥心中一痛，他木了木嘴，大胆提议：“晚秋同学，老季他和温暖已经回去了，要不我们去逛逛？”听到季风已经回去，穆晚秋脸上的表情茫然了一下，失望之色毫不掩饰。不过他马上就换上了笑容：“不了，又唱又跳的好累，而且一身汗，我也得回去宿舍了，不然没水洗澡，拜拜。”拜拜。三人目送穆晚秋离开，张超拍了徐明的肩膀：“明哥呀，有些事情是强求不来的。”徐明站在原地，表情像是吃了屎，过了好一会才缓过来整点皮的。行，走着。默默地带着温暖来到女生宿舍，自闭少女回头看了季风一眼，杏眼里多少带点怨气了。季风想要拉一下她的手，却被温暖不动声色地躲开。女朋友生气时的手比过年的猪还难抓。温暖低声道：“我要回去了。”虽然网络上有很多把生气女生逗笑之类的教学，季风感觉操作起来也没什么困难，但季风很清楚，逗笑并不等于不生气，还会让女生感觉到一种冒犯。不能着急吧，自闭少女可能需要一点点空间来自闭。回去吧。季风摆摆手，告别温暖。季风也没有去找徐明他们的想法，穆晚秋可能在，他不想过多接触，不如回宿舍编辑渣男 PPT， 起码先把自己脑袋上的渣男标签给去了。别说是真是假，渣男这名头总归是不好听。回到宿舍，季风先给温暖发了个消息：“在忙吗？”那你先忙。温暖每天都要处理掉工作室第二天的具体选品，还有下周的推广主要品类预判，所以在工作的时候，季风尽量不会去打扰他。私人的事物不应该对工作产生太多影响，不然你整个人都会变得很糟糕，失去自我。这是季风的个人经验。现在他也有事情要做，生气的事情等忙完再说。几天的编辑，渣男欧少瑜的 PPT 已经准备好了，只是季风将这份 PPT 拆分了一下，一份论坛上发的，另外一份是他准备直接交给校领导的。渣男每个学校都有，这很正常，舆论也不会太爆炸。可要劈腿打胎、殴打女朋友、暴力倾向、拍视频，那性质就不一样了。先不说是不是给魔都大学抹黑，其本身性质就有一些犯罪倾向，自己传播同样也有犯罪倾向。网络是有记忆的，对于大手子来说尤其如此。你办的事情很可能会被有心人记录，当你翻车的时候，这些痕迹都会变成黑料。这种事情处理起来着实需要小心。季风思索片刻，先联系了法学院的一位学姐王丹。这种法学院委托很多，价格都不贵。大学就是这样，全是社畜，关键他们实力还挺强的。以500块钱的委托费用，让王丹帮助他备案，然后再委托王丹给学校传一份匿名举报欧少瑜的信。之后又和王丹讨论了一下相关法律法规，删减掉一些图片，打一些马赛克。最终一篇聊天、吃饭、3女1夫，真正的渣男你无法想象的帖子被季风用小号发出去，换几个号拱个火，
再换几个号，整个活。季风眼见着差不多了，下号收手。带节奏这种事情，自己带一下就行，之后的节奏同学们会自己起的。弄好 PPT， 季风把注意力转移到温暖的 QQ 上。忙完了没？还没，好吧，那我去打游戏了。思考了约莫3秒，他直接下了楼，一路小跑出了宿舍。此时此刻，季风有点想念自己的小鬼火了，只是魔都不比珍珠市，珍珠市鬼火完全是3不管。在魔都，摩托车是有具体管制的，没有代步工具，办事还真是不方便。连哈带喘的跑出校园，季风买了点烧烤、甜茶，又尝了尝周围的小吃，最后选了几个糖丸子带回去。重新跑回学校，季风来到女生宿舍外。还生气吗？没有，真没有。没？那你要是没生气，就下来一下吧，再不下来，烧烤就凉了。温暖一愣，他原本在看自己的腿，细长、浑圆且笔直。当时在操场，他很想告诉季风，自己腿也很好看的。你要想看的话，看我的就行，别看他的。可惜没说出口，这会看到季风的信息，心里的别扭和期待杂糅在一起，想笑又觉得自己应该严肃一些。快点呗，我的名声可不怎么好。来了，温暖噔噔噔地跑下楼，还没出楼梯口，他就感觉自己穿的略微有些单薄了，稍微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不想让季风等太久的想法占了上风，蹑手蹑脚地走了出去。天挺黑了，应该看不清。温暖看了看自己的胸口，这样安慰了一下自己。他此时的样子有些鬼头鬼脑，和平日里高冷的风范截然不同。季风看到他这样子有点想笑，不过担心他还在继续生气，只能强行憋住。给你买的，甜的。吃烧烤啊？好。糖丸子要不要？要。这顿夜宵来得挺及时，被投喂的温暖脸色温红。微风来袭，他的长发被风吹起，在月光下闪耀着柔和，白皙的皮肤像是夜中玉竹，明亮的眼睛里，曾经那丝丝孤独早已经不见，只剩下了认真做事，认真学习，连吃饭都很认真。温暖闷头吃饭，他知道季风在看他，但因为穿着睡衣的缘故，害羞让他不敢抬头。狼吞虎咽地把饭吃完后，温暖突然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他想和季风独处，又不想让自己尴尬，聪明的小脑瓜开动，决定转移一下话题。军训前半段已经结束，公司的事情感觉可以提上日程。之前你提到的秘书，我也问了学生会的学姐，有职业经验的秘书工资大约是6至8千，当然这个价位是能力很一般的那种，如果你对秘书技能方面有所要求的话，可能还要加价。月光下，穿着睡衣的女孩嘴上还挂着些孜然，一本正经地跟自己讨论公事，这一幕怎么看都有些怪异。季风没有回应温暖说的问题，从口袋里拿出一包手帕纸打开，抬手给温暖擦了擦嘴。温暖开始还有些慌乱，不过真擦上的时候，他就僵住不动了。季风，你有在听我说话吗？当然，不过有几点我可能要补充一下。感觉到季风语气里的认真，温暖这边也变得认真起来。你说，招一个文秘是必然，也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什么样的要求？温暖拿出了手机，准备进行记录。必须是女性，必须漂亮。听到季风提及这2点的时候，温暖的手指顿了顿，不过对待工作方面的认真态度，还是让他没有对季风提出疑问，可声音还是不由自主地冷了一些。女性，漂亮，还有其他的要求吗？好不容易才哄好，季风可不想温暖再度生气了。白天的事情让季风知道，温暖目前还不具备开玩笑的条件，他不太能接受自己和他开玩笑。温暖的过去没那么好，对于他来说，小时候的玩笑很可能是嘲笑，所以他一直都不喜欢开玩笑。这方面的能力和其他技能一样，估计需要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来培养。于是便笑了起来。好了，不逗你了，这秘书是给你招的，我不需要秘书。听到季风这么说，温暖明显愣了一下。给我招的？不对吧，我也不需要秘书的。可季风这边只是摆摆手，示意温暖听下去。你和我不同，你是需要招一个秘书的，而且一个专业秘书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意义重大。温暖眨眨眼，示意自己在听。他是很享受这样季风认真教他，当他老师的状态。只是季风显露这种状态的时候很少，不过每次这种时候他都会说一些重要的事情。见到温暖露出倾听的神色，季风开始徐徐阐述。首先便是能力方面，温暖作为工作室总监来说，你的能力完全能够胜任，但作为一名公司 CEO， 现在的你就完全不合格了，可以理解吗？温暖点点头。季风很少说他不行，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夸赞他，表扬他。可说他不行，那就说明他在这方面真的不行，有明显的缺陷，必须要学习才能弥补。这和招秘书有关系吗？当然有，只有老板才会招秘书，所以每个秘书，尤其是业务能力强的秘书，行事风格和做事习惯多多少少都会沾染一些老板的影子。
你除了要学习这些秘书必须掌握的技能外，你还要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学习这些特别的优点，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具备 CEO 能力的人。季风解释的还算清晰，温暖的理解能力也足够强，所以这件事情说一遍他就已经意会。那为什么要招漂亮的？还有秘书的专属能力方面呢？因为你很漂亮，所以需要招漂亮的女秘书。你自身的外貌、身材本身就是一种优势，漂亮的外貌能提升你的气场，但你在职业气质方面不够好，唯唯诺诺的表现太多，不够大气。听到季风说自己唯唯诺诺，不够大气，温暖下意识的就挺了挺胸。本来穿的就是睡衣，这下好了，某人愣住了季风。季风，温暖唤了季风2声，季风这才有些恍惚的回过神。哎，他穿成这个样子，还要装作没看见，忍得好辛苦。刚才说到哪了？为什么要招漂亮的女秘书？至于为什么要招漂亮的女秘书，首先业务能力强的女秘书一般都不会难看，招漂亮的真不太难。然后便是漂亮的女秘书，其本身的职业衣品就很好。我虽然懂一些穿搭，但我不是女人，职业女性的衣服、饰品、鞋子，这些我都不够了解，也都是你需要专门学习的。这些都很重要，不要感觉无所谓，当你觉得无所谓的时候，别人就会看清你。听季风说到这里，温暖才有种恍然的感觉。职业衣品和穿搭嘛，说起来季风给他搭配的大多是休闲装束，这种风格不是不好，是不压场。他本来就年轻，长得又很漂亮，如果气质不能压场，手底下的人容易起心思，这是不好的地方。温暖托着腮思考了一会，还是那副认真的神色。夜风吹在两人的脸上，虽然是在讨论工作，却还是多了些暧昧的气息。我大概可以理解，那有关于职业化专属能力的学习呢？先找 HR 偏向的，虽然秘书不是专职 HR， 不过大部分中小型公司的秘书都兼具一部分 HR 的职责。我们现在缺人缺得厉害，需要大量常规人才，尽量留有能力的，能拼命的，愿意加班的。HR 的操作流程你得尽快掌握，人员的控制你也得心里有数，这就是让你先偏向 HR 的原因。明白了。还有呢？两人在女宿门口的花坛那里秉月夜谈，聊了许久。聊完工作后，他们沉默了一会，彼此都没有离开的意思。沉默半晌，季风忍不住朝着温暖的方向挪了挪屁股。他看着天上的月亮，轻轻感慨：今晚月色真美啊。温暖好似全然不觉，捋了下头发，然后随手放在花坛上。风也很温柔。直到某人握住了他的手，眉眼桃花，霞飞双眼。温暖朝着季风靠了靠，两人离得很近，可温暖没忍住腿痒，出手拍了拍蚊子。恰好宿管阿姨也在这个时候嚷嚷起来：锁门了，还不进来！实在不忍心温暖白皙大腿上满是包的季风，最终终止了这场月下的约会。很晚了，快回去吧。温暖有些不舍，但也没多说什么，点点头，穿着睡衣跑了回去。对于他来说，今天已经很好了。跑回去的时候都有点跳起来的意思，与平时的风格实在不符。回到寝室，温暖的心还在扑通扑通的跳，靠在门上平复许久，一直到王楠喊他：温暖，你一直在花坛跟那渣男聊天吗？还在愉悦状态的温暖目光一凝，季风不是渣男。可校园网上都传开了，温暖，你不会被他的花言巧语骗了吧？那不是事实，算了。王楠话里的意思是担心温暖被骗，温暖也想解释一下，又想起季风说解释根本没用，索性也就不再多言，走到中间趴了下来。你干嘛？做俯卧撑。王楠。季风回到寝室，同样也是心中愉悦，就准备拿出手机给温暖发个晚安。可他刚刚拿起手机，就收到了吊神的消息。老爸，如果是懂开会的话，季风肯定不会有什么疑惑，毕竟老妈确实很关心他这个儿子。可季广寻季风迟疑的点开微信，生活费够吗？看到季广寻的开场白，季风的眉宇顿时松懈了一些。老爸居然也会关心他的生活吗？虽然他不缺钱，不过这一刻的家庭温馨还是让季风感觉很舒服。生活费够的，老妈给了很多，够的话转我点。季风，季风，一共就6个字，分开都认得，可聚一起他就看不懂这句话了。季风再次看一眼这几个字，反复确认自己没看错。老季，我都好阵子没问你要过钱了，你怎么好意思的？我怎么就不好意思了？将心比心，你穿的鞋都是谁买的？是，都是你自己买的，但你平时吃的喝的都是谁买的？我承认也是你自己买的，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你给自己买这么多东西，是不是太自私了？我毕竟是你爸，给我点钱怎么了？季风没着急回复，他先打开相亲相爱一家人群聊。平安是福，你晚上回不回来吃了？吊神，不回去了，和老张出去喝酒，谈业务。平安是福，谈业务去珍珠江边谈的熬，谈了3斤6两。吊神，你这人怎么还搞跟踪来着？我就不能有点自由？
平安是福。来，季广寻，今天晚上11点之前你不回来就别回来了，吊神。哼，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吊神被踢出群聊。好好好，拢共3个人，老妈还给老爸踢了。他只能说牛逼。对于这种事情，季风也只能说老爸不懂事，以劝慰为主。毕竟川渝贺天地那种人还是少数。他家里一霸，你说你惹他干啥？不过是些许风霜罢了。我出来没带多少钱，请人吃饭，买料子用完了，快给我转点。爸，你是真的逆天。算了，我支付宝转你5000。儿子啊，听爸一句劝，以后结婚了，财权也得攥自己手里，钱是男人的脊梁骨，看得出老季怨气贼大。要不我去劝劝慧姐，你认个错算了，都老夫老妻的。你小孩子懂什么？老实转钱就行了，爹妈的事你少管。季风，是处，季风撇撇嘴，直接关闭微信，转到 QQ 的置顶聊天。睡了没？还没，很晚了，早点休息吧。温暖迟疑了一会，突然切到手机相机上，咔咔咔的拍了好几张腿，可这些照片不是很模糊，就是灯光不好，感觉总是差了点意思。这样不行，我想换个手机，可以吗？季风微微一愣，温暖真的很少提这种要求。之前那个充话费送的手机还是他强塞过去的，现在温暖妈妈已经做完手术，以她的收入来说，换个手机完全没有压力。季风稍稍思考就明白过来，他这样问其实是觉得换掉自己给他的手机有些不妥。早就应该换了，最近太忙，军训完了一起吧，我也换一个。军训之后嘛，那还要等7天。温暖微微蹙眉，他其实不想等，他觉得季风是想看腿的，虽然他从来没主动说过。算了，7天之后吧。好，早点休息。之后的几天，军训的日子趋于平静，季风每天的生活也逐渐固定下来，每天就是训练、工作和温暖聊天、吃饭。只不过这几天对他渣男人设的讨论少了许多，原因也很简单，校园网上有关于欧少瑜的事情已经传开了，因为其内容过于炸裂，他的事迹传播速度也远远超过了季风当时的那个帖子。一时间，整个校园对这个大3篮球队的渣男批判已经达到了顶峰，学校方面也不得不去介入。季风让王丹准备的后手也在这个时候生效。学校的教务处和法务部门早就已经收到了匿名信，其内容就是举报欧少瑜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教务部门自然知道校园网上的内容只是冰山半盏，真正骇人听闻的还在水下。魔都大学肯定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在学校内部爆出来，当即决定公告全校，对大3欧少瑜予以开除学籍处分。这件事情温暖完全不知道，季风也没有告诉他的意思。温暖想要走得更高更远，想要展示自我的价值和能力，那季风能做的便是默默为他扫平道路。一些不起眼的渣子很麻烦，也很恶心，这种事情还是让他这种黑手套来处理比较好。军训的最后一天，新生们准备开始走流程，一些比较感性的女同学给各个教官准备花，甚至走上去索求拥抱，只是大部分时候都会被教官们拒绝。大学军训出过一些男女事故，所以这些年来军训教官也变得越发严格。在经过唱国歌、表演节目、教导员做出总结、为先进个人和优胜连队颁奖、学生代表发言等一系列流程之后，军训大会圆满结束。众多新生返回宿舍，好好的睡一觉，准备着明天的休息日。按照之前和季风的约定，明天休息日要一起出去做很多事情，应该是共同享有彼此的一天吧。这样一想，温暖整个人都是愉悦的。只是回到宿舍之后，王楠、李云秀、严芳3个舍友也都在。他们在看到温暖回来之后，立刻拦住了他。温暖，军训结束了，明天休息，大家一起聚个餐吧，不少宿舍一起组织的，互相认识一下，正好带你见识见识帅哥。听到室友说聚餐，温暖闻言下意识的就要拒绝。明天他还是挺忙的，可王楠可怜巴巴的样子又让他略微有些迟疑。什么时候？明天晚上6点吧。温暖想了想，还是拿出手机，直接给季风发了条信息进行询问。可这个举动立刻引起了王楠的注意。不是，温暖，你出去还要报备的，这也太不自由了吧？不自由。温暖的表情有些疑惑，季风如果能一直管着他的话，那不是好事。不懂和温暖交流比较少的李云秀也跟着开口，当然不自由啊，女生要独立自主的，你都成年了，想去哪就去啊，干嘛要问别人？女生要独立自主。温暖想了想，季风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过希望自己可以成为独当一面之人，他也立志于此。看来李云秀不是瞎扯的。恰好这时候季风也回复了消息，当然可以，买手机和去工作室的事情明天白天应该就可以办完，你也该多进行一些社交。得到了季风的回复，温暖终于点了点头。你们说的有道理，那明天就一起去聚餐吧。哈，有温暖在，
那基本妥了。这下要让那些个妖艳贱货知道什么叫颜值担当。李云秀见温暖这么说，顿时觉得自己又拉了个独立女性入伙。心情不错的她从床铺上跳下来，我要下楼买点喝的，你们要带吗？水果茶。正在学习的严芳举手。奶茶，再来点薯条。王楠也跟着说道。温暖呢？李云秀看向温暖，不过温暖却只是微微摇头。不用了，我不喝。见温暖不要，李云秀也不意外，温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偶尔会给室友带吃的，也可以帮人打饭之类，但他几乎不会拜托别人给他带东西。除此之外，班里男生给他送东西，他也是不理不睬。一个一个拒绝太麻烦了，他很忙，拒绝是一件很浪费时间的事情，所以大部分时候送的东西都会被温暖丢掉。这种情况下就会经常便宜他们3个室友。那行，我走了呀。确定温暖不要，李云秀对众人摆摆手。下了楼，李云秀先是来到了学校奶茶店，做茶饮要排队等待，所以他得先叫个号。可刚到这，李云秀就看到一个不怎么想见到的人，305的顾雪婷。305经常和306玩在一起，经常闹腾，还爱显摆，他早就看不过眼了。一天到晚还说什么班花校花，顾雪婷、穆晚秋，要不是温暖平时总是不吱声，哪有他们的事。尤其是那个顾雪婷，看上去就傲得不行，比不上温暖一点，看着就烦。不过这回顾雪婷的表情有些奇怪，她旁边站了个人，然后她自己怔怔地看着奶茶店的收银员方向。李云秀有些纳闷，走近了一些。一杯生椰拿铁，一杯芋圆葡萄，一杯四季，一杯水果茶。此时奶茶店的门口的人正是季风，他一连点了4杯，正准备付钱时，身后的顾雪婷走了上去。好巧啊，季风，我请你吧。季风一愣，他是真没注意到顾雪婷就在自己身后。谢了，不用，我这个人怪得很，不给钱我心里刺挠。还没等顾雪婷继续说道，站在他身旁的张俊就先开了口。雪婷，你认识他？见到顾雪婷有了男伴，季风顿时眼前一亮。这张俊有点小胖，个子也不算高，戴着个眼镜，给顾雪婷撑着遮阳伞，这是好事啊。季风笑着点点头。啊，我们老同学了，不过不太熟，哥们喝奶茶吗？我请你一杯。张俊看到季风二话不说要请自己喝奶茶，张俊感觉有点怪怪的。之前准备宣告顾雪婷主权的硬气话也一句都说不出来了。不用了。季风指了指张俊正在给顾雪婷撑的遮阳伞。哥们，你别跟我客气啊，天这么热，你打个伞也不容易，喝点凉的舒服一下。顾雪婷见季风的注意力都在张俊身上，连忙解释起来。季风，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张俊什么关系都没有，今天是他邀请我一起参加舞蹈社的事。季风闻言顿时有些失望。还没关系啊。哎，那你们得努力了。他又转头看向张俊。军哥，加把劲啊。张俊被季风整得有点莫名其妙，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哦，知道了。季风直接越过两人，走到一半的时候，脚步又突然顿住。他看向了李云秀，停住思索了片刻后，脸上多了几分笑容。李云秀同学是吧？啊，你认识我？李云秀愣了一下。是啊，你们宿舍的我都认识。说着，季风将自己手里的4杯茶提了起来。正好，这奶茶帮我带给温暖吧。盯着季风送过来的奶茶，李云秀有点迟疑。可是温暖不收别人的东西，听到李云秀这样说，季风也微微愣了愣神。他想到了高中的最后那几个月，温暖改变了发型，穿搭之后在班里也挺受欢迎的。当时就有人给他送花、情书、巧克力之类的。花和情书被温暖丢了，巧克力被他吃了没办法。温暖不愿意吃别人送的东西，他又觉得那些巧克力挺贵的，丢了浪费，就自己吃了。现在想想，他可真不是人啊。不经意间回首往事，季风嘴角微微扬起，语气也是十分友善。没关系的，李云秀同学，你给他的时候就说是季风给他买的就行，麻烦了。季风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李云秀蹙眉，名字是有印象，只是一时间没想起来。没太多迟疑，他便接过了季风递过来的茶饮。送温暖东西的人那么多，他没必要让自己去当个坏人，有人送就拿。正好是茶饮，带回去温暖不要的话，他们直接就能喝，甚至还多了一杯。我先说好，温暖要是不要的话，我可不会负责送回来。我看起来有那么小心眼吗？放心吧，同学，你送过去就行。季风笑起来真的很和善，淡然的谈吐加上本就帅气的外表，也让李云秀产生了些许好感。只不过目标不是他，他也不会生出什么心思。在李云秀看来，就算是季风这种水平的帅哥，也不过是给温暖这台斩男机上材料的。那行吧，我就帮你送一下。哎，同学，你先别急。季风又一次叫住了李云秀，后者转过身蹙眉。还有什么事？我等下还要去超市买点东西给温暖，回头你帮我一起带过去吧，可以吗？
还要去超市买。李云秀想着自己也要去超市给王楠买些薯条，也不算耽误，便点点头。那行，正好我也要去超市来着，一起吧。好。身后的顾雪婷见季风要和李云秀离开，顿时有些急。季风，你等等。季风闭了闭眼，浅叹息一下，又睁开，转过身。还有什么事吗？看着季风的眼睛，顾雪婷根本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季风，你还生我的气吗？问到这里，顾雪婷眼里隐隐泛着泪光。生气？双方身旁的张俊和李云秀都有些诧异，诧异于季风和顾雪婷之间的关系，也诧异顾雪婷为什么会在这里哭。季风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他想了想，然后才摇了摇头。其实从来都没有气过。听到季风这么说，顾雪婷眼里亮起了一丝光。那我们现在还是朋友吗？他的语气里充满期盼，可这一次季风笑容的距离就远了许多。曾经是吧，毕竟我也没那么大度。顾雪婷正在原地，而季风已经转身走向超市了。红衣的女孩低声阴气，护花使者张俊也是手忙脚乱。雪婷你怎么了？顾雪婷的表情却显得有些怪，显得有点疯癫，笑容也变得很怪异。曾经是代表现在不是，没那么大度的意思，是我们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哼，都是报应。张俊看着表情怪异的顾雪婷，突然想到了校园网上的一张照片，校园一角的光与影，季风是那个人。李云秀跟在季风的身后，心里对季风的情况更加好奇了。这个追温暖的人似乎和其他的那些不太一样。思索中，他已经跟着季风来到了超市，眼见着季风拿了薯片、薯条、鲜贝、鸡爪、鸭脖，还有各种各样的可拆小包装，塞了满满2个中塑料袋，他这才去收银台结账。在结账时，季风指了指摆在柜台上的打火机，老板，这些打火机也给我包起来。收银员小哥微微一愣，感觉自己听错了，不是，你要几个？我的意思是全部包起来。季风重复了一下。柜台上的打火机盒子是5乘10的，卖了大概10几个，剩下的足有30多个。收银员小哥挠了挠头，不是，这有30几个，你买回去做炸弹啊？哥们，你是不知道，我家里有3个逆子，一天到晚想着偷我打火机，日防夜防，家贼难防。那打火机对我来说比较重要，我是实在没办法了，买点一次性的，先对付他们一下。收银员也是男生，瞬间理解了季风的苦楚，理解了兄弟，宿舍里打火机确实留不得，一眨眼就被人给顺溜了。来，我给你包好，别碰着了，挤压的话真会炸。我知道，谢了哥们。季风很客气的付了钱，然后将手中的2袋零食递给李云秀。李云秀同学，这个也麻烦了，回头你多吃点。季风客气，李云秀寻思也没必要黑脸，他笑着应道：哈，没事没事，不算麻烦，温暖也经常给我们带吃的，他人其实挺好。温暖他有时候还是有点不懂事的，多多包涵，麻烦了。季风说着还对李云秀深点了点头。李云秀，温暖不懂事？不是，这人的语气怎么感觉有点不太对劲的样子。我先走了呀，这些东西就麻烦你了。在李云秀还没回过神来的时候，季风已经拎着一包打火机，挥着手走出了超市。夕阳落幕，洒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得格外好看。好。李云秀出声时，季风早已经不见了踪影。他顿了顿，终于还是摇了摇头叹气。哎，挺好的帅哥，可惜遇到了温暖，估计今天晚上又得多个伤心人。李云秀径直走出超市，返回宿舍302。来了，奶茶、零食都来了。当他提着2大包零食，还有4杯茶饮回来，王楠和严芳立刻欢呼起来。哇，云秀你怎么买了这么多？好，还买了鸭脖和鸡爪。云秀深知正义，快盛上来。王楠说着就要伸手去抓，李云秀当场打掉王楠的爪子，扭头对正在工作的温暖问道：温暖，你要来吃一点吗？这里有好多。不用，你们吃吧。温暖这时候还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明天他要和季风出去，今天还是挺忙的。吃零食这种浪费时间又毫无意义的事情，他根本没心情。李云秀听温暖说不吃，这才放心下来，说起刚才的事。我跟你们说啊，刚才我买东西碰到一个帅哥，这些都是他送给温暖的。我当时已经跟他说了，温暖根本不会收别人的东西，但他还是硬要送，我这才给带过来。那小子真的挺帅的，叫什么来着？哦对了，他叫季风。嘎！宿舍里突然发出一阵让人牙酸的声音，是温暖突然推开了自己的椅子。连王楠这时候都低着疑惑看向李云秀，你说他叫什么？李云秀也感觉不对劲了。季风，怎么了？此时温暖已经走了过来，看着李云秀手里正准备插吸管的奶茶，他眉头紧锁，纤细的手指从李云秀手里拿过奶茶，力气不大，但不容拒绝。温暖，你刚才也说了，这是他买给我的。
温暖很平静地说道，就像是在描述太阳会东升西落一样平常。可问题是，他是温暖啊。随后，温暖又看向了其他3杯茶饮，还有那2包零食，同样平静地开口：“那些也是我的。”李云秀、严芳、王楠，温暖这什么意思啊？平时都好好的，怎么突然就这样了？李云秀有些纳闷，她甚至感觉自己被温暖针对了。温暖，你平日里不是不收别人的东西吗？今天怎么我是不收别人的东西，但季风不是别人？温暖的目光让人明白他不是在开玩笑。李云秀一愣，终于回想起之前在楼下时那个如同夏季微风一样让人清爽的男生。季风不是别人，他刚才的直觉并没错，那个男生和其他人果然是不同的。一时间，李云秀尬在原地，因为季风送了很多吃的喝的，所以他原本想要买的零食饮料一个都没买。这些东西都是季风送给温暖的，温暖现在拿回去，他不就等于是两手空空？到了这会，他突然明白季风说的那句话，温暖有时候还是有点不懂事，多多包涵，麻烦了。他们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李云秀第一次感觉到温暖的问题在哪。他不是买不起零食，也不是买不起奶茶，可温暖这种行事风格确实有点让人难堪。算了，我再去买。李云秀摇摇头，就要重新出去。可这时候已经将奶茶零食摆好的温暖似乎也察觉到自己做错了事，他抿着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又不愿意分季风送的吃的，只能拦住了李云秀。你别去，我去。温暖说完就直接跑了出去。温暖，李云秀张着嘴，手抬到半空，已经来不及阻止温暖。今天这件事他自己也有问题，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和温暖说了。看了看其他2位舍友，李云秀有些迟疑，那个季风到底是什么人？王楠你认识吗？和李云秀的尴尬迟疑不同，王楠一脸的担忧，他就是之前校园网上的那个3女1男和顾雪婷扯不清的季风。完了，师出未捷身先死，咱们302的素花居然就这样栽在季风那个渣男手里了，造孽啊！渣男，想起那个男生这个称呼，李云秀内心不太认可。季风给他的感觉真是如沐清风一样舒服，除了买很多打火机这点比较奇怪，其他方面都很优秀。阳光帅气这些只是最基本的，礼貌客气，谈吐有度，而且很有边界感。至于渣，从当时季风和顾雪婷之间的对话来看，他们的关系似乎并不是那么简单。顾雪婷当时态度明显是在挽留季风，他那种傲娇的人居然一直在承认自己的错误，还和季风说了对不起，这一点真是让他大为震撼。所以王楠对季风的看法，哪怕李云秀现在跟温暖发生了些矛盾，他也不认可。王楠，我刚才在楼下碰到季风时，感觉他人挺好的，你对季风的看法是不是有点偏激了？李云秀，你怎么也开始胳膊肘往外拐了？知人知面不知心的，你才见他一面，能有多少了解？见王楠这样强词夺理，李云秀也不惯着他了。你也说了知人知面不知心，所以你对他又有多少了解？单靠在网上看一些帖子来判断，大家都这样说。大家是谁？我可能不了解他，但我觉得温暖应该比你了解他。好了，都别吵了。严芳这时候也来劝，可李云秀和王楠都有些上头，这时候谁都听不进去对方的话。女生宿舍就是这样，原本还互相叽叽喳喳，姐姐妹妹，突然间的一个小矛盾爆发，整个宿舍就会迅速进入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女宿舍外，温暖刚刚蹙着眉头跑出来，脚步就在宿舍区外的路口顿住，看着前方的身影，温暖微微愣神。你怎么在这？温暖说这话的时候有些心虚，看到他撇过头的样子，季风就知道自己的猜测恐怕没错了。我给你发了信息，你没回啊？我没拿手机，没看见。温暖还是低着头，因为没扎头绳，此时他的秀发随着微风飘动。季风走上前，我猜你和李云秀同学发生了些矛盾。你怎么知道？温暖终于抬起头，季风有些无奈，难道要让他说因为知道他是个小醋坛子？季风也是走了之后才察觉到自己有句话不妥。李云秀同学，这个也麻烦了，回头你多吃点。就是这句话，一杯奶茶，一包零食，甚至是用一下梳子，一张纸，都是一些室友社交上的小细节，男生大多无所谓，但女生会非常在意。温暖的性格和作风很偏激，占有欲又很强，这有可能让他在宿舍里处于一个被排挤的状态。不过话肯定不可以这么说，要是真这么说温暖肯定不会反驳他，他只会偷偷躲被窝里哭，然后自闭、自责、自卑，那不是他想看到的。季风抬手轻轻把温暖凌乱的头发撩到一边，温柔的动作让温暖十分紧张无措的心情在此时平复下来。我猜你把我送你的吃的都扣下了，不给他们。温暖不吱声，没承认也没反驳。
季风哑然失笑，温暖的样子有些执拗，也有些可爱。当然，这些只是他的视角，他可以包容温暖的一切，因为他喜欢温暖。但他不能这样去要求别人对温暖同样宽容。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说起来很复杂，但做起来就比较简单了。温暖，朋友之间不能这么相处的，不是朋友，是舍友。这丫头又开始嘴硬，可再硬的嘴亲起来也是软的。季风看着她嫣红的嘴唇有点来气，可还是忍住了想要狠狠亲上去的冲动。舍友也需要好好相处，而且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困难。这些拿着。季风将重新买好的零食和茶饮递了过去。回去之后和李云秀同学道个歉，再把这2袋零食分了。这次不准自己留着，知道了吗？季风没有解释为什么要道歉，和温暖交流这个问题比解高数还难。他也没有让温暖回去把之前的零食和茶饮分了，那样会伤温暖的心。让温暖和舍友好好相处固然重要，但前提是不能让温暖自己感觉到难过，那样做就毫无意义了。听着季风这种半分命令半分劝慰的话，温暖这才点点头。知道了，知道了就赶紧回去，越早回去关系修复起来就越容易。别忘了明天的事。好。交代完毕，把温暖撵回去，季风这才放下心。和一个性格偏激的自闭少女谈恋爱并没有那么简单。温暖本身有些难以交流的闭症，很多时候都需要靠她自己判断，甚至是预判。偏执和占有欲是因为曾经受到的关爱太少，得到过的东西也太少。给小朋友1颗糖让他分享，和给他1箱子糖让他分享，结果是全然不同的。温暖是从小就没得到过糖，少年终将被不可得之物困其一生，唯有拥有才能治愈。所以季风觉得没关系，温暖会慢慢好起来，他会让温暖得到被偏爱的感觉。等一会再溜吧。拿到新零食的温暖连忙跑回宿舍，他发现季风新买的零食和茶饮跟李云秀带回来的一模一样。虽然还是有点想把这些零食据为己有，可温暖最终制止了自己这个想法。这是季风安排的事情，他要做好。吱呀，推开门，温暖还没意识到宿舍气氛的不对劲。新的零食放在这里，大家随便吃。随后他又拿起一杯茶饮，插上吸管递给了李云秀。李云秀，刚才的事不好意思。李云秀看着温暖，表情有些震惊。温暖这种性格去道歉本身就感觉怪怪的，可看他脸上洋溢的表情一点都没有不情愿的样子。刚才那么一会发生了什么？本来就没事，之前的事情我也有错，不过你怎么买的那么快？感觉你刚刚才下去不久，好像连5分钟不到就上来了。温暖轻嗯了一声，目光有些躲闪。是季风买的，他又买了1份。李秀云愣住，又买了1份。刚才温暖行色匆匆，并没有带手机，所以他是提前想到的吗？温暖季风同学对你真是有心啊。看着温暖自闭娇羞的样子，李秀云也不禁嘴角上扬，她越发确定自己的感觉，那个季风同学应该不像是网传那样糟糕才对。可宿舍里总有些不合时宜的声音，就说他是渣男吧，温暖的心思都被他猜透了。正常男生不都是大猪蹄子，也就渣男才会想得那么细。温暖的胸口一提就要发火，倒是李云秀在这时候按住了他的手。所以你是不打算喝别人买来的奶茶了？王楠尴尬地笑了笑。那倒没有，我就一说听不听随便你们。说完他还顺走一杯奶茶。温暖有些生气，他不明白王楠为什么对季风敌意那么大，他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打他一顿吗？有可能会被处分，他都不让季风打架。就在温暖胡思乱想的时候，李云秀似乎看出了他的出神，主动打断了他的思绪。温暖奶茶挺好喝的，季风同学真不错，他一定是个很好的男朋友，我都有点羡慕了。听到李云秀夸季风，温暖有些心花怒放，感觉比夸自己高兴多了，连带着被王楠破坏的心情也变得愉悦起来。季风一直都很好，不只是李云秀，一直蒙头学习的严芳这时候都出来说了2句公道话。我也觉得这人挺不错的，王楠你也不要总是用有色眼镜看人。不知不觉中，李云秀和严芳都站在了自己这边。温暖心觉得或许这就是季风想看到的吧。转头看向自己的4杯奶茶2包零食，温暖咧嘴一笑，嘿嘿，这些都是他一个人的，季风送他的。当即打开一杯，大口喝了起来，搞定温暖那边的事情。季风拎着1塑料袋的打火机返回了南宿205，看了一眼手中的30多个打火机，他寻思着这些应该能撑到学期末吧。有了这些，3个仔种应该不会再拿他的打火机，机智如我。刚走到门口，他就听到了张超有些贱兮兮的声音：明哥，你刚才桌上的那100块钱掉地上了，摔成了99块钱和一个打火机，我给你捡起来了。
巧了，明哥，我打火机找不到了，你打火机借我用一下。张超，你能要点脸吗？门口的季风凌乱了一会，再次看了一眼手里的袋子，顿时觉得30多个似乎也不是很稳妥。我回来了。哟，老季回来了，你这买的啥？怎么这么多打火机？你是要放火烧山啊？季风没理张超，把打火机放桌上摆好。这些是以备不时之需。这时候徐明已经换上了自己的一身小名牌，一边搓着自己的手表，一边提议：对了，峰哥，这军训都结束了，大家活2个星期也都累得不轻，要不明天晚上一起做？他们几个寝室做的联谊，大家消费 AA， 就当认识一下新同学，怎么样？大家都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大家也都知道恋爱脑这个时候是劝不住的。明天晚上温暖正好也有社交活动，他自己平时跟宿舍的活动本就不多，这个时候再拒绝显得有些不合群了。季风点了点头，行，明天晚上对吧？到时候我一定到。好，那明天告诉你地点。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第二天大家都睡了懒觉。军训休息日不是周末，人也没那么多。等季风去找温暖的时候，自闭少女换上了那套十分霸气的黑色束腰裙，扎了个略高的马尾，表情严肃，头发整齐，整个人的风格看起来有点凌厉。季风看了看自己一身的白色休闲，顿时有种自己是被富婆包养的小奶狗既视感。早啊，温总。面对季风的调侃，温暖有些不知所措，茫然地站在原地。他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调侃，要是换做别人，他大概率会冷脸走开，不理会。可调侃他的人是季风呢，需要我去换一套吗？当然不用，你穿成这样很飒，好看。听到季风说他好看，温暖表情有些害羞，心里除了甜意外，也对今天的行程期待起来。虽然他和季风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可2人独处的时间真的很少。高中时期即使独处，那也是拼了命的在学习。季风那时候底子很差，为了补分数，根本没有太多精力关注其他事情，所以2人正儿八经的约会，好像也就只有自己请季风吃饭，却遇到顾雪婷和嫣红浩的那一次。约会的过程还被那2人破坏了，他请季风吃饭的事情便一直搁置下来。这回站在学校门口，见季风一直盯着他不说话，他有点慌。为什么一直看我？因为好看。温暖没吱声，只是耳朵有些发红。这话虽然油腻和土味，不过对于现在的温暖来说刚刚好。女人本来就需要夸赞，季风不觉得自己的说辞有什么问题。是不是真的喜欢，从一个人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来。温暖喜欢季风看着他，最好只有他。我们今天去呢？被温暖第2次问，季风才收回了目光。我也没想好，不过我们今天有白天一整天的时间，都没在魔都好好玩过。要么我们先去买个代步工具。我们1天代步工具。听到这几个词，温暖已经开始脑补一些剧情了。毕竟季风以前可是正儿八经的鬼火少年。买鬼火吗？季风嘴角抽搐了一下。温暖这傻孩子被鬼火祸害的不轻啊，恐怕不行。为什么？温暖蹙眉，没想到他对鬼火的执念还挺深。魔都不比珍珠市，摩托车管制的很厉害。要么我们先买辆电瓶车怎么样？功率大一点的，也可以带人，坐我们俩肯定是没问题的，就是没有鬼火那么快。行。温暖直接点头，目光中满是迫不及待。他想要的并不是鬼火，而是和季风一起骑行。至于是怎么骑行，自行车、电瓶车、摩托车，对于他来说其实都没什么区别。那我们先去逛逛电瓶车市场。好。见温暖欣然答应，季风主动朝他伸出了手，示意温暖牵住他。温暖见状愣了愣，眼睛朝着旁边转了几下，悄悄地收束一番自己的紧张，才把手掌搭了上去。季风轻轻握住少女柔软的手，细滑的触感和体温让他沉寂许久的灵魂都在悸动。双眸剪秋水，食指包青葱，或许这就是世间的美好吧。走了，打车。招呼了一辆出租，季风拉着温暖上车。虽然2人的穿搭有些风格迥异，不过年龄倒是相仿，又是在魔都大学门口上车，司机看了2眼也没说什么。师傅，附近的电瓶车市场。好嘞。一路来到附近的电瓶车市场，下了车，季风先带着温暖来到一家冷饮店里。时间已经快要到9月下旬了，可天气还是很热。他们时间很多，所以也不急于一时。想喝点什么？都行，不凉就可以，不然肚子会疼。季风闻言突然顿了顿，知道温暖应该是来例假了。他们相处的时间足有半年多，温暖除了有些瘦，身体一直都挺健康，但性子方面太硬，不会撒娇。就比如别的女生玻璃扎手就哭唧唧，她倒好，玻璃渣子一拽，血一挤完事。所以温暖几乎没在他人面前表现过什么娇柔的神态，也没有一来例假便死去活来的情况，更没见过他有腰疼肚子疼之类的痛经反应。怎么到了大学之后突然就犯病了？例假吗？我记得你以前没有肚子疼的情况，
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感受到季风关切的眼神，温暖的目光却有些躲闪。不是，跟工作没有关系，我平时也不会痛的，平时不会痛，现在痛。看到他这个样子，季风就知道满了事。那说说吧，怎么回事？我昨天凉的喝太多了。说完，温暖便开始低头装死。季风听到这个解释，季风站在原地搓了搓自己的眉心。昨天他为了弥补温暖的宿舍关系，又买了4杯茶饮、2包零食送过去。夏天嘛，茶饮都是凉的，他也没考虑温暖来例假这种事情，他自己也没说。所以你昨天一口气把那4杯凉的喝完了？温暖点头应声，然后时不时地抬起眼皮瞄他。他这副样子让季风想起了犯了错的小金毛，心虚的不行，又让人舍不得批评。可这事办的确实太逆天，你来了例假能连喝4杯凉的，怎么这么轴啊？肚子不疼才怪。怎么说？没法说。算了，这件事情是我考虑不周，你今天喝点温的吧。好。在感觉到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他就会变得极其听话。当然，这是针对季风。而且，就算面对季风，他有时候的反应也是装死加自闭，只能说性格如此。买了杯温茶，季风开始和温暖逛起了电瓶车店，爱玛、绿源、新日各种各样的牌子，两人都看了一遍。这些电瓶车各有特色。季风按照温暖的意思，相中了一款绿源小龟王，外形可爱，续航强，座椅不高，带人方便，就是价格有些贵，要3000多。不过这价格对季风来说也没什么压力。季风找老板送个普通的锅盖头盔戴在自己头上，骑上了车，然后对温暖招招手，走，带你去兜风。好。温暖登车也算有经验了，他的腿本来就长，轻轻一跨就上了车。走了。带着温暖上了路，初秋的微风吹拂着两人，风带来了丝丝凉意，去了秋老虎的闷热。温暖把自己的额头贴在季风的后背上，眯眼让视线变得狭长，慢慢感受着身体的接触和两侧不断变换的风景。时至今日，他再也不需要像高中时那样克制隐忍，那时的他能够感觉到季风在克制，所以他也在克制。毕业季的那场聚会是他最主动的时刻，可惜季风没有回应他。他很聪明，知道季风为何而克制，因为双方都没有确定自己的未来。季风始终在规避情感，他也有不能割舍的母亲，所以他又等了好久，准备了好久，等到给妈妈做完手术，等到默默填下志愿，等他真正来到魔都。这一切其实并没有太久，只是相思让他感觉时光很漫长。我见青山皆草木，唯有见你是青山。还好他还是赶在了最好的年纪。还好季风也没有去交女朋友，如今的他已经无所束缚，那不妨大胆一点吧。紧挨着季风将手放在了他的腰上，感受着他的体温，轻轻把鼻子贴上去，轻轻在他后背上如同小狗一样蹭着，闻着季风身上的气味。温暖很喜欢这种感觉，在季风起鬼火的时候，他甚至喜欢在季风耳朵边吹气，只是每一次都悄悄的。他不知道那是不是害羞，但那是季风唯一会哄耳朵的时候。这些细微的动作让前面的季风有些紧绷，可他什么都没说，任由温暖在他背上亲昵，听着路边的树叶哗哗作响，阳光洒在他们身上，仿佛就是在刻意营造着甜蜜的氛围。熟悉了一阵车子，季风渐渐放缓了速度，慢慢兜着风，享受这种只有彼此的时光。哔哔哔，身后的汽车喇叭声打断了两人之间的寂静。季风蹙眉回头看去，一辆50荣光正对在他们后面。这里明明是非机动车道，这样连续按喇叭着实没什么素质。哎，小哥你快点，堵着路了。50车司机的脸和头发上有不少腻子和白灰，大热的天却穿着破旧厚重的牛仔外套，眼窝的位置还有漆印，整个人看起来都很着急。季风张了张嘴，突然失笑。12年的这个阶段，房地产正热，装修工的生意应该很好吧。他没有站在路上把车一横，跟别人争个脸红脖子粗的想法，反倒是乖乖让了路。那司机还没来得及说话，季风便率先开口：老哥，生意兴隆啊。司机明显愣了一下，擦肩而过时，他突然伸出了脑袋：老弟刚才对不住，你也财源广进。这波插曲打断了两人之间的暧昧，不过两人心里都没什么遗憾，因为这才刚刚开始。季风指了指不远处的商场：走吧，我们去看看手机。好。听季风提到手机，温暖也是眼前一亮。手机，他已经期待已久了。按耐住自己心里的火热，偷偷看了季风一眼，见他并没有察觉到不对劲的地方，温暖才放下心来。季风拉着他直奔苹果专卖店。12年这个时间点上谈国产实在有点浮夸了，苹果4、5、6世代，老老实实买苹果总归是没问题的。苹果4出了之后，苹果这个系列的手机已经彻底爆火，在专卖店测机的客人也是络绎不绝。只是当下这个年头，苹果5代
64G 版本6888起的价格，实在让人望而却步。而且这只是起，这个时代买苹果系列的手机，多多少少都要溢价一些，这属于没办法的事情。两人站在柜台前不远处看着手机，俊男靓女的组合自然会引起一些瞩目，只是更多人的注意力都还是在手机上。科技感就是这个时代苹果的代名词。5代的样品机一直有人拿着，季风和温暖够不上手，还要排队，只能站远几步看。就黑白2个颜色，好像没什么选项，买同一款。好，我喜欢黑的，你呢？我也喜欢黑的，那直接买。好，两人之间的对话十分简洁直白，3、2句话就敲定要购买的事情，甚至都没有试试样品机。周围几个人听他这么说，自然是一脸诧异。这可是至少5000块钱的手机，而且听起来还是要买2部，怎么在季风嘴里就跟买2块肥皂一样随便？这哥们不是在装吧？这个时候的苹果专卖店就是这样，看的人远远大于买的人，大部分人都是来看个热闹。这时候手机的普遍价格是500-2000居多，比起那些，苹果的价格确实非常昂贵。营业员，现在黑色 64G 有货吗？店员看了一眼季风，又看了一眼他身边的温暖，迟疑了一下。他是正式员工，经过培训的那种，所以不至于说狗眼看人低什么的，只是觉得两人太年轻，便主动开始了对机型的介绍。这位帅哥美女，你们看的这款是 64G 版本，售价6888元，它的配置有不用介绍了，你们现在有没有现货？有，可是有现货的话，现在帮我们拿2部黑色。店员愣了愣，他又一次进行了确认。先生女士，你们是确定要购买吗？顶配黑色款的话需要加100元，白色不用加价。顶配的溢价最少，而且苹果5足够他们用很久。黑色我们现在就可以付款，你去拿货就行，可以支付宝吧。这样就莫名其妙的开单，店员有些恍惚，有点不真实，也有点兴奋。顶配的提成是最多的，今天或许真是个好日子。当然可以，两位稍等。在两人等待付款的时候，周围人群的眼神更是惊讶，有人小声议论着：7001部，一次买2个，真是舍得。有没有可能是富婆包养小白脸的戏码？小哥挺帅的，魔都有钱人本来就很多，不至于。别说了，人家看过来了。虽然都是些开玩笑式的调侃，却还是让温暖感觉特别不舒服。他微微蹙眉，主动握住了季风的手，还握得特别紧。季风怎么可能是小白脸？感觉到了温暖的情绪波动，季风也紧紧反手握住了他，轻声安慰起来：别激动，其实这样的议论哪里都有，你应该听过很多才对。温暖蹙了蹙眉，表情有些疑惑：有吗？上学时学校里总是会有同学给别人起外号，议论八卦，你和我算是被议论最多的2个，你难道忘了？温暖稍微想了想，好像确实如此。尤其季风把他带走那次，班里简直炸了锅。老黄当时就把季风逮住了，还是他莫名其妙的脑子一热，给季风说了情。最终老黄才放过季风。或许命运的齿轮就是在那一刻开始转动的吧。至于当时的流言蜚语，那时候他自闭的厉害，不管是李龙、顾雪婷、燕红浩，还是班主任黄继海，对他来说都没什么区别。他对班里同学的议论也完全不在意，只要不惹他，他全当没听见。可为什么现在他又变得很在意了呢？好像是把季风视为属于自己是开始的。季风属于他，他自然要保护季风，合理。这些人很烦。温暖语气很冰冷，季风却开始劝慰。可不只是他们，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都会有八卦讨论，这实在太正常。等以后毕业上班了，公司里也会讲八卦和闲话，甚至会在背后议论你这个老板，甚至把范围再扩大点，这个国家每个村的村口都会蹲几个大妈，述说村里头的故事，聊起谁家不是善良人，或者谁家的女儿嫁不出去。闲话终日有，不听自然无。温暖觉得季风说的有那么些道理，也就点了点头。还好议论并没有太多，店员也没有让季风和温暖久等，很快就拿来了货，并安排他们付款。上次给老季赚了5000，刚才买了辆绿源小龟王之后，季风的私人账号就剩下了几千块钱，根本不够买手机的，其他的钱都在运营的账号上，所以付款买手机这种事情只能交给手持小金库的温暖来办了。我没钱了，你把手机钱付了吧。温暖闻言顿时眼睛一亮。好。闻言周围的众人彻底尬住，有几个男的怔怔看着季风，心说这哥们居然真是吃软饭的，不仅嘎嘎吃软饭，富婆还长得这么漂亮，简直是吾辈楷模呀。店员和周围的女生也是一脸诧异，14000块钱可不是小数目。温暖这么一个美女给季风买手机，怎么脸上还一副很高兴的样子？一个美女怎么就被这小子拿捏了？季风和温暖这个时候还没留意到，几个同样是军训结束，趁着休息日出来玩的魔都大学新生也走进了店里。
大学生一直都在潮流的前沿，他们来看苹果手机也很正常。只是他们进来之后，恰好就听到季风让温暖付手机款的一幕，南北女京纷纷感慨季风这36、5的嘴怎么能说出如此冰冷的话。滴，当支付成功的声音响起，颇有种一锤定音的感觉。季风和温暖也如愿拿到了2部配置参数完全一样的黑色苹果5。这个时期买手机还是挺麻烦的，尤其是苹果手机，不存在什么拿着手机就走的状况。在购买完成之后，还需要进行激活、账号、功能介绍等一系列操作。季风是不需要交，但温暖不行。整个过程持续了蛮久，那几个同样的大一新生也悄悄开始议论起来。同校同级之间的八卦最有聊头，他们也是乐此不疲。那女生是我们班的温暖，没想到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还很有钱。听过工商管理系温暖长得确实漂亮。那男的呢？季风，那个把顾雪婷甩了的，听说是个渣男。确实是他，欧少瑜那个事出来之前，季风就是头号渣男。我还说顾雪婷这么漂亮，他怎么忍心甩了的？现在看来，温暖不仅漂亮，还有钱，关键还愿意给季风花钱。换我也选温暖。这哥们是真牛逼啊，软饭硬吃。所以现在是温暖包养了季风。温暖家做什么的呀？不知道呢，或许是什么富二代。听说穆晚秋也是富二代。大学人多，有富二代也很正常。因为距离的比较远，所以季风和温暖并没有听他们话里的内容，更不知道这一次买手机的事情已经被编织成富豪女温暖横刀夺爱顾雪婷，渣男季风为钱转身的戏码了。那些人在说你。温暖指了指，只是看那几人的眼神表情，他就知道自己和季风又被人议论了。不过这次两人都没想到，他们脑补的内容会如此离谱。看就看吧，拦不住的。 OK， 手机也搞定了，先去工作室看看。好。没有理会那几个同学，虽然有温暖同班的，但温暖根本不认识他们。走出手机店，温暖和季风两人一路小跑，掠过人群，重新回到了他们的绿园小龟王那。走着。上了车，季风先是给豆丁他们发了条信息，告诉他们今天自己会和温暖一起过去。OK， 大哥放心，安排。看到豆丁的回复，季风微微一愣，他也没搞清楚豆丁所说的安排是什么意思。算了，到地方就知道。骑上电瓶车，季风又开始带着温暖都起了风。只是在他看不到的车后座上，温暖悄悄拿出了自己的手机，咔咔咔，先是对着自己的手指拍了好几张，然后又拍了季风的后脑勺，最后才拍了几张腿。感觉像素和清晰度完全没问题，只是眼下的角度和姿势都不太好，没有他想要的感觉。主要是不知道对季风有没有足够的吸引力。你在拍照？季风突然问道。试试相机，工作上要用。哦。见季风没有追问，温暖悄悄松了口气。就是工作用途，其他只是附带的。小电驴一路穿行，温暖就一路把头贴在季风的背上，不知不觉中，他已经把手揽在了季风肚子上。季风感受到温暖身体的碰撞，心头又是一阵心猿意马。他以前都是走肾，全是金钱，没有感情，多吃6味地黄丸就完事了，哪有这么多道道？但今天他感受到了温暖的温柔，这不是季风第一次感受，只是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那么靠近，那么贴合。女子低头不见脚尖，便是人间绝色。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说的便是如此吧。哎，等等，怎么又蹭？他会不会是故意的？季风不吱声，默默享受，一直到老商区才有些不舍的开口。到了，就是这。温暖红着脸下了车，他的喜欢憋了太久，今天确实有点愉悦了。踱着步子来到了老商圈，季风直接把他带到了3楼办公区。一进中庭大门，豆丁9人便带着新招的2个成员走了过来。11人气势汹汹，对着温暖齐齐鞠躬，喊出了几十口子才有的压迫感。大嫂，老商圈3楼是办公区，虽不是什么 CBD 那么高端，却还是有点范的文明人。豆丁他们这样大声的叫唤，自然会引起不少人出来张望。季风最开始也是懵了一下，原来豆丁所谓的安排就是这个。不过他没去反驳和指责，只是站在一边，笑容耐人寻味起来。很秀，豆丁是懂安排的。有点美中不足的是，工作室成员穿得太随意，要是整齐划一的黑色西装、墨镜，那样才叫霸气。而这次事情的主角温暖，表情却有些难明，他的目光闪烁着，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听到大嫂这个称呼。上一次是在珍珠工作室时豆丁喊的，那时候的自己还很懵懂，迟疑、自闭、自卑，矛盾的心让他根本没办法确定自己的心意，也没有确认季风的心意。他不清楚那时候的季风对他是怜悯、施舍，还是什么其他的情绪。喜欢这种想法，他根本就不敢。
靠得太近会把人逼走的。而且当时他在季风的眼里也看不到喜欢，所以在豆丁叫自己大嫂的时候，那时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摆手否认。时过境迁，情非往昔，温暖再次站在工作室成员的面前，再次被他们喊作大嫂，心头已是不一样的风景。他没有回头看季风，是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了季风的心意，亲身感受过温柔，不需要靠眼神来确认。温暖收敛笑意，身体站得笔直，黑色束腰裙把她的傲人身材和气场体现到淋漓尽致。各位辛苦了，她声音坚定，没有一丝一毫的闪躲。熟悉温暖的豆丁众人感觉到这种改变，心中更是有些激动。都是应该的，大嫂。很好，都先去工作，那么久不见，我去给你们买点喝的。是。躲在一旁的季风偷笑，他比其他人更了解温暖，他这不是要去买水，是勇气值用完了，先溜一下，攒点勇气值。等人都回去，温暖才心虚的扭过头，露出了隐藏的害羞。我好像做不到你那样。温暖没有学习对象，所以他的行为都是在模仿季风，而季风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大部分时候季风都很随和，尤其是在学校几乎看不到季风生气，但在公司里，每次他认真或者发脾气的时候，豆丁他们都会很老实，甚至有些怕。温暖做不到季风那样收放自如，这方面恐怕需要很长时间的锻炼才行。我去给他们买点水。行，去吧。温暖前脚走，豆丁后脚就从办公室伸出头。哥，兄弟们安排的如何？豆丁再次生出那种机智如我的表情。季风点着食指，反复点了他好几次。你小子，晚上加个鸡腿。那必须的哥。在豆丁看来，季风和温暖之间虽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两人之间的波折并不算少。温暖那可是大嫂，要是兄弟们不安排，那被穆晚秋偷家了怎么办？不一会，温暖拎着一些饮料走了上来。到了工作室里面，温暖把饮料分发下去，让大家伙舔舔口。随后，温暖到来后的第一次公司会议正式开始。豆丁，聊聊最近的阻力问题吧。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引流人员不够，珍珠市的那几个也在偷偷做，他们接的单子品不行，我们现在很头疼。我知道了。他们聊了很多。季风全程默默站在一边不说话，看着温暖自由发挥。许多细节上的事情，就算是他也不好去解决，这些都需要时间和精力。面谈时，网络上难以明述的问题很容易就说开了。进入工作状态的温暖很认真，确认了一下工作室的状态，还有目前工作室发展的各种问题。阻力后，他把这些问题一一记录，以便于在往后的工作中进行解决或者优化。往常只有5至10分钟的工作室会议，这次持续了半个小时还没有结束。这些都是锻炼温暖的机会，季风可不会去打扰。在他们聊完细节后，季风才宣布公司的事。今天稍等一会后，我将会成立一家新的科技公司，公司名称为指尖未来。公司的总裁为温暖，而我本人出任策划总监兼职技术总监。豆丁暂定为公司内务主管。等公司以后招到厉害的技术大牛之后，我会从技术总监这个位置上撤下来，至于策划这个位置再说。当然，现在公司人很少，除了温暖这个总裁，其他职位基本上都是光杆司令。不过没关系，成长不是一朝一夕，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最后，我再强调一件事，以后公司走上正轨，在公司上班时间里就不要搁前搁后，兄弟老表这样称呼了。豆丁就是豆主管，温暖就是温总，总监就是总监。希望大家可以记住，明白了吗？明白。季风说事的时候，连温暖都得老老实实的听着。宣布完公司事宜，这场全员聚首的公司会议终于结束，不用面对季风的压力，众人也都松了口气。正式聊完，季风带着温暖来到了总裁办公室里，这是他为温暖专门隔出来的办公间，他自己都只是在一旁拉了个桌子凑合一下。没办法，地点有限。季风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还是很有信心的，可钱这方面他实在很缺。公司初期很多事情要花钱，能省则省。总裁办公室里，季风指了指那个曾经属于自己的二手老板乙温总，坐吧。温暖眉毛耸了耸，似乎有些不太习惯。季风看出了他的窘迫，直接上手把他推了过去。不要不习惯，不要害羞，以后你坐在这里，那就是温总。我怕自己不行。温暖目光灼灼地看着季风，确定要成立公司之后，他有点怕自己做不好，不想让季风失望，又希望自己可以帮到他，而且他总觉得总裁这个位置好像把他捧得有点太高。季风看出了他的担忧，轻轻走过去，坐在办公桌上。在我看来，没有人比你更行，温暖。你可能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潜力，而且你也说了我是老板，那你知不知道老板是不能够在公司里当坏人的吗？所以我来当坏人。温暖很聪明，一点就透。老总才是管事的，老板平时当老好人，唱唱白脸就行。至于为什么，
等公司稍微大起来一些后，你就会明白。你作为总裁，以后唱黑脸的日子多着呢，一定要保持好自己的威严，不然不能服众，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威严，服众。见季风说的严肃，温暖也变得十分认真。我明白了，我会做好，也不用这么紧张，事情都是船到桥头自然直。等你之后招个高端点的职业秘书，很多事情秘书都会教你的，到时候别舍不得钱。明白了。拿出一次性杯子，接了杯热水，把温暖有些凉的手贴在热水杯上。还疼吗？啊，没。温暖这才反应过来，季风在问什么没疼就好，休息一下，等会去注册公司。好。不得不说，今天虽然是一整天的时间，可两人要去做的事情非常多，买电瓶车，买手机，来工作室开会交流，之后还要去工商局注册公司，到了晚上还要各自赴约吃饭。这一天可真是太忙了。季风说休息，温暖便坐在老板椅上开始研究自己的手机。苹果的功能挺多，至少比之前那个充话费送的 OP 多很多，温暖还是需要熟悉一下的。季风则是抽空来到了财神爷面前，拿出打火机点了3支香，对着财神爷认真的拜了拜，然后才插了上去。香味在办公室里弥漫，其实季风不怎么喜欢这气味，但他每次都会上香。正因为有过前世的经验，季风才对这种看似迷信的行为保持敬畏。他可以不信鬼神，但前世比他厉害的人信，而且几乎是每个比他厉害的人都信。就像是曾经某个商界大佬说过的一句话，你可以不信鬼神，不信风水，但你得信我。我信，你就得信。霸道又简单的道理。这种事情到底是不是迷信，季风也不清楚，毕竟连重生这种事情都已经发生过。而且他能感觉到，越有钱的人越敬畏。敬畏或许不是信，却一定要保持尊重，就像是他现在这样。我点高香敬神明，让我心中意难平，香气才来。温暖见季风祭拜的虔诚，也从座位上走了下来。我需要拜一拜吗？拜一拜吧，虽然拿几块钱的香去许几千万的愿，有点为难财神爷了，可拜一拜总归没什么坏处，财神爷应该也会高兴的。温暖翘了翘嘴，他明白季风是想让他拜一拜财神的。小时候家里会拜观音，但爸爸走后，妈妈就把观音丢了。10几年过去，他还是第一次拜神。接过季风递来的纸牌打火机，这个打火机温暖已经很熟悉。刷，点燃香，温暖突然顿了顿。拜财神可以许别的愿吗？不知道呢。温暖拿起香握在手里，青烟袅袅。从准备许下愿望那一刻开始，他总是忍不住走神。回过神来时，他想向神明抱歉，却发现手中的香已经快要点完。还好，季风在他耳边轻轻道：别慌，许的离谱点财神也不会怪你。季风的呢喃害他瞬间从耳朵一直红到了天鹅颈。季风是不是故意的？是因为自己今天一直在车上用鼻子蹭他的缘故。下次找机会报复他吧，结束自己的胡思乱想。重新点上香，温暖认真地许下了自己的愿望。看着火焰点燃香，看着他上香祭拜，季风突然有种心满意足的感觉。OK， 自闭少女变成拜神少女，怎么样？有没有很灵验的感觉？温暖扭头看向季风，四目相对时，他眼里多了道不明桃花。挺灵验的。季风又是一愣，啊，实现了。嗨嗨，好吧，他毕竟是大哥，不至于去问温暖到底许了什么愿休息吧。给财神爷上完香，两人都休息了一会。季风靠在沙发上假寐了约莫1刻钟时间，才起身拉着温暖跑路，一路赶往工商局注册公司、商标、办证。两人一直忙碌到下午3点多才完事。小公司没那么轰轰烈烈，还要拉条幅、剪彩，成立了都是静悄悄的。结束了这些必须忙碌的事情，两人好不容易迎来了一些属于他们的独处时间。工商局里跑上跑下，弄各种材料，季风已经累趴了，他随便找了草地躺下，也没在乎自己的白色衣服，甚至因为太累忘了去看看这草地里有没有狗屎。爱狗人士太多了，素质的却太少。温暖拿着一瓶水就想在季风的身旁坐下，可他在捋裙子的时候，季风直接拦住了他。哎，有点领导包袱和美女包袱，你现在不能这样随意。哦，温暖有点遗憾，他本想坐在季风旁边的。他看了看季风伸出去的长腿，坐腿上行不行？算了，那样太不矜持了。还真是够忙的，忙碌一点会让人感觉充实，人充实了就不会多想，充实就不会有时间想难过的事。这突然有感而发，让季风稍显惊讶。温暖虽然也像穆晚秋那样能听懂自己的文艺范，可他是务实派，而且又参与鸡汤号的维护，所以温暖很少去说这种心灵感悟。怎么突然说起这种话？温暖想了想，突然蹙眉了。可能是因为我太闲了，没有认真工作。季风嘴角抽了抽，感觉两人不在一个频道。下午还有点时间，想去哪玩玩吗？
不行，温暖不似那种言情剧中的苦情女，不知道是不是智商的缘故，旋转木马，儿童乐园在他看来实在太过于幼稚，那种东西给他带来不了乐趣，甚至不如去工作。但有一项东西，季风可以确定温暖很喜欢玩，沙子。季风突然咧起嘴，我带你去玩沙子吧。温暖蹙了蹙眉，对于玩沙子这件事情，他似乎有点格外的异动。看温暖犹犹豫豫的表情，季风直接起身拉住他的手，走，就去玩沙子。好，重新上车，从地图里找到了一片沙地游乐场，季风把温暖带了过去，花了20块钱买了2张票，然后又买了一把小黑铲子交给温暖。他不知道温暖为什么喜欢玩沙子，尤其是他看到温暖每次把手插入沙子里时，脸上都会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愉悦。女孩子也喜欢玩铁砂掌，总觉得怪怪的，为什么那么喜欢玩沙子？季风还是忍不住问了为什么。温暖想了一会，但他自己也没得到准确答案。我也不是很清楚，小时候我妈不让我玩，但我偶尔会偷偷玩工地上和路边的，每次插进去时我就会感觉很舒服，插进去就会很舒服。好吧，确实。季风记得看过类似解压调研，插入沙子和米可以解压，但具体内容想不起来了。那你是不是也很喜欢玩米？你怎么知道？猜的。提到米，温暖突然吐了吐舌头。米我就玩过2次，第2次被我妈打得很惨，就没再玩了。温暖刚才吐舌头的样子让季风愣了愣，眼神逐渐温柔。虽然说粒粒皆辛苦，但我觉得回头买几袋大米，让你找个盆爽一下，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温暖的眼睛微微发亮，用力的点了点头。好。2人玩到了下午6点，温暖脸上的笑意就没散去过。随后季风便骑着自己的小电驴，把温暖送到了他晚上同学联谊的地方，江阳饭店。去吧。站在门口，季风对下了车的温暖摆摆手。一天的时间那么快结束，温暖有些不舍。他低着头，眼神微微向上扬起，看起来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像是在等季风说什么。可半晌季风也不开口，温暖顿时有些急了。他走到季风面前，低声一语，你今天怎么不说晚上不要喝酒？季风，好好，这样完事吧。我的。季风撩了一下温暖的青丝，眼神与之对视。那今天晚上别喝酒。好。温暖言语中的满足令人动容。他转过身缓缓离开，不停回头，那回眸的样子让季风心痒。拿出手机抓拍一张季风觉得很好看的背影，当作手机壁纸，直到温暖消失在江阳饭店门口的人群中。坐在小电驴上的季风拿出手机看了看，找到徐明和张超他们的头像，每人发了一个。这2个傻呗，昨天就说吃饭的事情，当时说是没确认好具体饭店，明天发信息给他。这 TM 都6点了还不吱个声，放个屁。再不吱声，他直接溜回去吃猪手饭算了，还搁着吹西北风。骑车离开，找了家烟酒店买了包烟。季风正想给自己点一根，突然发现打火机没了，他心头一惊。卧槽！不过回想一下白天发生的事情，季风心里逐渐平静下来。温暖给财神爷上香的时候把打火机拿走了，之后就没有还给他。确定打火机没有丢，季风心里稍稍松了口气。算了，先买个一次性的凑合一下。这时电话突然响起，季风看了一眼才换的手机没记录号码，不过他感觉不是徐明就是张超的。喂，峰哥，到哪了？声音是徐明的。什么到哪了？你们都没跟我说位置在哪，给你们发消息也不回，我在路上吹风呢。啊，我以为张超给你发了，这个傻逼。算了，你先跟我说在哪吧。离学校那边不是很远，就是历来路的江阳饭店。季风，他扭头看了一眼自己手边的蓝色路牌，历来路江阳饭店。之前温暖说去江阳饭店做什么的来着？同学会联谊。电话还没挂断，季风忍不住问道：哎，老徐，我们去江阳饭店就吃个饭嘛，也不光是吃饭啊。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几个班都来了些人，是几个学委弄的联谊，我们过去也就是吃饭，帮张超那个傻卵认识几个妹子，消费都是 AA 的。峰哥，你要是压力大，回头我帮你报了，还不成吗？徐明说的已经非常诚恳，不过季风很清楚，这小子绝对还是藏了的，十有八九是穆晚秋也要去，他才死乞白赖的让自己也去。对于这种情况，季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徐明也不算出哥了，家里也有点，怎么就栽在穆晚秋这了呢？明哥都是兄弟，有些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不当讲，不当讲。季风，好，连劝的机会都不给兄弟是吧？行，那行吧，我一会就过去。好，哥几个都等着你来点菜呢。挂掉电话，季风重新骑上自己的小电瓶车，扭头朝着江阳饭店赶去。而此时的江阳饭店里面，魔都大学的这场新生小联谊包了一个大厅，厅里面摆了2条长桌，
有点像是酒会的那种模式，不过规格上没那么离谱，饭菜酒水也都是普普通通的水平，毕竟大部分学生都是普通人，不可能把规格弄得太夸张。挂了电话的徐明将目光投向对面，穆晚秋就坐在那里，和寝室的几个舍友有说有笑。徐明起身走过去的瞬间，穆晚秋便发现了他的举动。面对徐明，穆晚秋也是微微叹息。徐明对他有意思，他自然很清楚，可他拒绝徐明的意思也从来都没有隐藏过。几次三番，穆晚秋觉得只要徐明不是一个弱智，都应该能明白，能考上魔都大学的能是弱智吗？可他却还是不明白，或者是装作不明白，这让穆晚秋也有些无奈了。可想了想，他自己又何尝不是一样，苦笑了一声。晚秋，徐明过来了，你怎么叹气？没事，看到他反而想到了我自己的情况。自己的情况？作为穆晚秋多年的闺蜜，梁薇当然知道她喜欢季风的事情。你还忘不了那个装修小哥啊？哎，大学这么多帅哥，下一个更好。呵，穆晚秋笑了一下，没有回应，转头看向大厅里面的一个位置，温暖和他的室友们就坐在那里。今天的温暖很冷艳，黑色御姐系的收腰长裙尽显身材，纤细笔直的双腿上，双手交叉相握，表情冷漠，生人勿近，和他在季风面前的样子截然不同。这会已经开始走菜，面对食物，温暖向来是不会客气的，拿起桌子上的叉子就戳了一块香蕉拔丝塞进嘴里。吃了东西，他冰冷的表情才稍稍溶解，只是下一秒，他的脸就更冷了。门口，季风停好了自己的小电驴，火急火燎地走到江阳饭店的门口时，一个手捧鲜花的男人迎面撞了上来。让一下，让一下，哎呦！一大束鲜花顿时没拿稳就要脱手，还好季风这边眼疾手快，瞬间接住小心点。哥们，将花束还回去时，季风恰好看到了花束卡片上的文字：温暖，我喜欢你，下划线，季风。而对面的黎安夏也看到了此时季风亮起的手机壁纸，上面是温暖的背影。黎安夏先是接过花束，然后撩了撩自己的油头。哥们也喜欢温暖。季风大方承认，喜欢。巧了，我也喜欢，而且我要去表白了，哥们，祝我成功吧。季风的嘴角抽搐了一下，语气真诚。可我感觉你成功不了。为什么？黎安夏眉宇一锁。季风拍了拍黎安夏的肩膀，语气更真诚了。因为温暖喜欢我。穿着一身不知名运动品牌的黎安夏扭了扭脖子，看着季风的眼神越发不善起来。哥们，我是看你帮我接了花才叫你哥们的，不是我说啊，你除了个子高点，长得帅点，还有什么优点吗？你喜欢温暖我都没说什么，还好心跟你打招呼，你这样阴阳怪气就没意思了。都是魔都大学的学生，分也不是白考的，温暖看得上你，做人要有自知之明好吧。被黎安夏一通强力输出，季风抬了抬手，一时间居然忘了说什么。季风觉得自己每一句话都很真诚，也真的是在好心提醒黎安夏，可这哥们怎么就不信呢？真诚被人当作阴阳怪气，真是令人遗憾。跟温暖表白，这哥们真是想下了心。哥们，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啪！黎安夏不想理会季风，就季风刚才说的那番话，他没甩两拳过去，已经算讲文明懂礼貌了。温暖喜欢他，呵呵。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袖，黎安夏大步流星地走进了饭店。季风微微摇头，刚准备跟着一起进去看看这哥们是怎么表白的，就听饭店保安大声喊道：这谁的电瓶车？季风扭头看去，保安正指着自己的小电驴喊着喇叭。无奈的摊摊手，季风只能走过去。我的大哥怎么说？这边能腾一个车位出来，你停那边去。看了眼停着的位置，自己确实占了一大片空地，只是这里也没划车位啊。看不起电瓶车？呵呵，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季风作为生意人，虽然心里这么想，但嘴上还是客气的。他给保安递了根烟，大哥那边车太多了，停不进去。保安接过烟，扫了眼季风，魔都大学的那波？是啊，我是学生。那你停岗停后面吧，那地方大，也没车。OK， 大哥你人真好，谢谢啊。去吧。快速停好车，季风这才笑着走向江阳饭店。这个世界不是一定要你死我活，他也不是龙王归来。通常来说，一个人的笑容和真诚就足以解决70%的问题了。至于剩下的30%，那就先莫欺少年穷吧。季风，你也来吃饭吗？听到顾雪婷的声音，季风叹了口气，真是哪都能碰到啊是。季风说完就走，顾雪婷连忙追上。那我们一起进去吧。随便。江阳饭店的大厅里，温暖，温暖，你别光顾着吃东西啊。你看那边那个法学系的江南，帅吧？还有那个张新祥，高高瘦瘦的，也不错的。被打断吃饭的温暖微微蹙眉，
他白天一直和季风在一起，因为要办的事情太多，中午就买了个卷饼对付一口。跑了一天，这回都快饿死了。他是真的很讨厌有人这样打断他吃饭，而且最近的一段时间，他有些反感王楠，只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种关系。不可以打架，骂人的话他也不太会。季风应该知道处理办法，但今天和季风在一起太开心，忘了问。真烦啊！王楠见温暖没有吱声，又晃了晃他的胳膊。温暖，你快看啊！温暖被推得有点烦，可王楠却像是毫不知觉一样，还在催他看帅哥。温暖撇过头扫了一眼那几人，重新回眸看着王楠，就见王楠迫不及待地问道：怎么样，都挺帅的吧？我感觉每一个都不错来着。温暖想继续吃自己的香蕉拔丝，他以前没吃过这个，感觉不错，便敷衍起王楠。没感觉？怎么会？你是不是没仔细看啊？温暖再次被迫停下，眉宇间的冷漠连对面李云秀都感觉到了。上次的接触，他知道温暖在性格上有些问题，王楠这样怕是要把温暖逼上头。同为室友，他也知道温暖来了例假，这时候便主动推给温暖一杯温水，润一下温暖有些僵硬的情绪。温暖，喝点热的吧。李云秀的慢声细语让温暖舒服了些，他对前者点了点头。谢谢。不客气。李云秀的打断很有效，温暖浅吸气了一下，在和王楠说话时已经没了怒气，只剩下淡漠。他们都是2条腿2只手1个头，没有1只手或者1条腿的，没感觉哪里特殊。王楠，这算什么评价？正常人不都这样吗？他让温暖看这几人的长相，而不是缺胳膊少腿。不是，我说的是他们的长相，你不感觉他们很帅吗？温暖这次又看了一眼，比刚才看的时间多了大概0.5秒。再次回过头时，回答也比上次认真了些。不如季风。噗嗤，这句不如季风让对面的李云秀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他戳了戳身边的严芳，也跟着点点头。温暖眼光还是不错的，我也认为不如季风同学。严芳你觉得呢？眼镜妹严芳抬起头，对刚才的话题似乎毫不关心。我不知道啊。王楠见室友没有一个认同自己，心里有些生气。这么多优秀的男生，哪个不比季风那个渣男好？可每次提到季风是渣男，温暖都会跟他生气。他也不想把寝室关系弄得太僵，话也就没说出口。一时间找不到话题，王楠的表情也变得有些僵，嘴也跟着嘟囔起来，你们的眼光也就这样了。温暖根本没理会王楠的意思，说实话，他不如碗里的饭。可王楠一点逼数都没有，温暖想要好好吃饭的愿望还没继续，就又被他打断了。温暖，温暖，有帅哥过来了。温暖目光一冷，攥紧了手里的叉子，猛地戳进香蕉拔丝里。这动作挺大的，吓了旁边的王楠一跳。不过温暖也没继续，因为王楠说的人已经来了。抬起头，一个大概1.75米、俊朗阳光的男生站在了2人身旁。他叫江南，就是刚才王楠说的那个法学系帅哥。江南第一次见到温暖是在军训之前，当时便一眼万年，惊为天人。只是温暖太自闭，也不出来玩，送东西给他也不理会和反馈，所以他一直都没什么接触的机会。今天终于在这军训之后的班级活动中遇到，想来这便是缘分吧。站在温暖面前，江南更觉得眼前女生的容颜惊艳。他极力地保持着淡定和从容，微微躬身询问：你好，我可以坐在这里吗？一旁的王楠有些激动，旁边的李云秀也不知道他在激动啥，这江南又没问他。温暖的目光一扫而过，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语气淡漠：可以。听到这个回答的江南顿时心头一喜，有戏。正当江南脑补自己和温暖接下来相谈甚欢的画面时，他就看到温暖端起面前的香蕉拔丝盘子，起身离开。江南啊，噗！对面的李云秀又一次笑出声，他也不是爱笑，只是温暖每次的操作都有些让人出乎预料。一旁的王楠也是彻底呆住。温暖，你干嘛去？吃饭。一袭黑裙的温暖缓缓朝着窗台边走去，她清冷淡漠的样子宛如一朵高岭之花。身后的江南张了张嘴，被人当场拒绝的尴尬和心中的不甘让他眼神变换许久，不过最终只是坦然的一笑，在王楠身边坐下。你好啊，同学。啊。王楠微微一愣，江南居然主动找他，这是幸福来敲门的节奏吗？你好，你不是来找温暖的吗？确实是的，可温暖同学好像不太想认识我，不过没关系，多多认识新朋友也没什么不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法学系的江南，同学怎么称呼？我叫王楠。真是个好名字。江南夸赞道。不是普普通通的名字吗？话可不能这么说，南字取名有踏实、稳重、高贵、非凡等含义，因为楠木本身是常绿常木，因此也有坚韧蓬勃的寓意。江南的语态很自然，文学典故也是信手拈来。对于从小就很普通，
根本没谈过恋爱的王楠来说，这样的男生简直是降维打击，直戳他心灵的。三言两语就开始泛起花痴相。王楠同学，相谈甚欢，要么我们加个微信吧，以后也好一起出来玩。好心情激动的王楠哪能拒绝这样的要求，连忙添加了江南的微信。江南轻轻一笑，目光又扫向李云秀和严芳，这两位同学也加一下吧。虽然很不希望大家遇到法律上的问题，可如果有这方面上需要咨询的事情，也可以联系我。江南的理由合情合理，哪怕是李云秀感觉到了一丝异样，也没能拒绝。小南，那温暖同学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吗？一句小南已经把王楠喊晕了，顶着李云秀阻止的目光，王楠主动拿出手机，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吧。哈，这样不太好吧？没事，没事的。那行，你推给我吧。江南脸上的笑容不减，只是没人知道他笑容里面的东西是什么。而在窗边，温暖享受着美食，还有9月底黑白交替时的月亮。夕阳未泯，清辉已现。以前一个人的时候，从未感觉到孤独，甚至会享受这份独处。但现在孤独已经不再享受，只因为少了个人，没了他，碗里的饭都不太好吃了。在温暖悄悄望着月亮的时候，大厅另一边的穆晚秋也在悄悄看着他。他拿着铁勺子把面前的小甜球一个一个按扁，不知道是在发泄还是在玩。晚秋，你在看什么？梁薇顺着穆晚秋的目光看去，自然看到了窗边的温暖。她好美啊！穆晚秋有感而发。梁薇稍稍蹙眉，不明白自己的漂亮闺蜜为啥会对另外一个女生发出这种感慨。为什么要这样说？晚秋你也很漂亮啊，根本不比她差好不好？听着梁薇的称赞，穆晚秋也只是坦然地笑了笑。她抓住梁薇的手甩了好几下，像是在撒娇，又像是在感谢自己闺蜜的安慰。眉眼中的笑意像是动人的秋风，感染了周围几乎所有的男生，尤其是一直盯着她的徐明。可穆晚秋松开梁薇的时候，脸色却重回余悸。是啊，你也说了我很漂亮，我也知道我很好看，很漂亮，从小就知道。但漂亮只是漂亮，好看只是好看。你们都会说我漂亮好看，却不会说我美。梁薇，我们会说落日的余晖很美，会说黑夜的明月很美，也会说无尽的星空很美，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遥不可及之物。所以我就在想，她很美，会不会是因为那遥不可及的距离？梁薇的嘴角抽搐，她知道自己的闺蜜大概是犯病了，文青病，或许还有些相思病。我感觉你就是想太多了，晚秋，不如去网上刷一刷帅哥，消解一下。想多了吗？穆晚秋眉眼上的笑意越来越浓，主动朝着窗台的位置走去。这个举动把梁薇惊了一跳。穆晚秋这是干嘛？跑去找温暖单挑吗？虽然这种剧情她也隐隐有些期待，可温暖那种冷冽的样子，感觉就很能打爱。晚秋你去干嘛？去聊天。穆晚秋还是没有留在徐明、张超他们这边，她本就是自由的，不可能被人束缚，想去哪就去哪。轻轻走到窗边，穆晚秋却没有上前和温暖搭话。她扶着窗沿，看着温暖同样望着的月亮，声音很大。月亮啊月亮，你能照见南边，也能照见北边。你要是照见了某人，你就给他说一声，有个姑娘想他了。穆晚秋说话时带着些雀跃，也有些隐晦。这句话可以是形容想念季风的温暖，也可以是想念季风的自己。正在吃饭的温暖抽了抽，怎么又来一个？默默放下手中的拔丝，起身看向穆晚秋。穆晚秋可不比别人，这是真正能够让他感觉到威胁的女生。温暖的智商让他能听得懂穆晚秋话里的意思，他不像穆晚秋那样会说话，不过他会打直球。你在想他？穆晚秋顿时一滞，如果说没有想，那不就是在自欺欺人？可如果说想了，他和季风之间并无关系，那不就是单相思，算不算败犬？憋了半天也没想到很好的答案，穆晚秋垂眸叹气。好吧好吧，算你厉害。温暖的嘴角微微扬起，他过去的经历很简单，所以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情况。想就想吧，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穆晚秋怔了怔，眼前的温暖让他突然升起一种根本赢不了的感觉。同时他也有点好奇，温暖所说的第一个人，第一个是谁？是顾雪婷。穆晚秋愣了一下，他从顾雪婷口中听过和季风之间的故事。对于季风舔了顾雪婷好几年这件事，穆晚秋只感觉很离谱。如果季风以前真的那么喜欢顾雪婷，那他们之间为什么会变成如今这样？季风以前真的很喜欢顾雪婷吗？应该是的吧。温暖语气有些不确定。你不知道。穆晚秋有些奇怪温暖的回答。不知道。那时候的季风是什么样的？温暖其实不喜欢和除了季风之外的人聊天，可今天遇到穆晚秋，他却很难升起那种抗拒的感觉。那时季风只会抽烟打架，还有就是他每天都给顾雪婷买豆浆和小笼包，大概就这样。抽烟打架豆浆和小笼包，
这便是温暖对季风曾经的所有记忆。至于为什么能记住豆浆和小笼包，那是因为温暖也很想尝尝，可惜她买不起。每个女生都很八卦，哪怕是穆晚秋也不例外。她听到这里，忍不住跑到旁边拽了椅子过来，很不淑女的把一条腿盘在椅子上，然后示意温暖坐下。她每天都送。是的，高中的2年多，每天。穆晚秋突然有些感慨，要是这么算来，季风曾经对顾雪婷的偏爱，恐怕连温暖都无法企及。那你们是怎么回事？我们这词让温暖有些触动，因为他一直都是一个人，他曾经的世界只有黑白两色，根本看不到其他的人和景物，他也不知道所谓的未来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一直到季风闯入他的世界，想到曾经鬼火少年带着被霸凌少女的那一幕，温暖的嘴角不由悄悄上扬。坐在一旁的穆晚秋都不禁被这一幕感触。窗边的少女思考着令她幸福的时刻，露出的微笑，连她的竞争对手都会被治愈。你想知道我和季风是怎么认识的？说说呗。穆晚秋确实很好奇，她很想知道自己输在哪。大概是从鬼火少年为了替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出头，霸凌自闭女生开始吧。穆晚秋，名为《鬼火少年的霸凌物语》。虽然他满头问号不敢置信，可看到温暖脸上的笑意才发现，这似乎是真的。所以季风曾经是个鬼火少年，他为了喜欢的顾雪婷，跑去霸凌自闭女生温暖。牙疼。穆晚秋很想像舍友那样说2句卧槽来舒缓一下自己的感慨。季风和温暖之间的剧情展开，未免也太离奇了些。想不到啊，你们居然还有这样的过往。那之后呢？温暖的目光熠熠生辉。那一晚是顾雪婷的结束，也是她的正式开始。从鬼火少年带我回家那一刻起，我的世界逐渐有了色彩。他难得向人述说起自己的过去，这个人居然还是自己的情敌。穆晚秋从来都是个很好的听众，他默默听着温暖说起自己喜欢人的故事。听到季风在天台对温暖的开导时，他会默默握紧双手；听到季风带温暖去商场改变穿搭时，他会悄悄隐藏住羡慕；听到季风说2万的百图斯不如15的牛栏山时，他也会捧腹大笑，惊讶季风也会如此真实。最后听到他们毕业季的克制、疏远还有离别，穆晚秋也不禁收紧了心脏。2人之间好像没有太多的颠沛流离，却让人不忍分开。甚至在听到他们雨中相逢时，哪怕故事的主角不是自己，穆晚秋也不禁为之振奋。季风之所以在暑假里一直和自己保持距离，其实就是因为温暖的存在。怪不得你考这么高却来到了魔都，是季风改变了我，你也改变了他。穆晚秋的声音很轻，听不出是羡慕还是什么别样的情绪。温暖笑了笑，胜利者无需宣言，因为此时无声胜有声。穆晚秋也很感慨，温暖和季风之间好像根本就没有缝隙，至少他感觉不到缝隙。可能是他们认识的时间错了，好像也不是。温暖和季风之间本就是互相治愈、双向奔赴的吧？如果换做自己，会喜欢那时的季风吗？这个问题没有答案。看着温暖，穆晚秋这回连竞争的念头都有点升不起来，他表情突然变得有些萎靡。曾经有人说，早上起来想到的第一个人，睡前想到的最后一个人，这个人如果不是幸福的来源，那就是痛苦的根源。人应该是从喜欢的人那里得到力量和快乐，而不是花光了力量和快乐去喜欢。错的人不会因为我能熬就变成对的，没能赶上那样的时光，真的好遗憾啊。或许吧。趁着穆晚秋感慨时，温暖悄悄戳了一块桌上的蛋糕，一口吞下去。为了安排这个可敬的对手，他连饭都没好好吃。咽下蛋糕，温暖的眉毛一翘，好吃。用纸巾遮住嘴，心满意足的舔舔嘴唇。今天他已经说了很多，想来穆晚秋应该会知难而退了吧。温暖发丝飘散在肩上，眉眼弯曲着，这是他脸上少见的笑意。黑色的收腰裙让他显得冷艳，穆晚秋则显得活力四射，面带笑容，身穿粉色连衣裙，给人以亲近感。他们的气质相差甚远，但却互相交融，如同闺蜜一般的聊天画面，惊艳众人。2人都没注意到，他们这场窗边的聊天已经引起了太多的瞩目。有些颓然的穆晚秋靠在椅子上，是他自己找温暖聊天的，没想到却败得那么彻底。刚想在温暖面前说点硬气话，却突然皱起了眉头，因为他看到一个梳着油头、手捧鲜花的家伙，正在被几个同学推搡着朝他们走来。同学之间拱火式的表白，穆晚秋以前也见过不少，看对方的样子似乎是冲温暖来的。这阵仗，穆晚秋立刻坐直身体，如临大敌的碰了碰温暖。温暖，那边。正在吃东西的温暖抬起头，立刻就看到了手捧鲜花被几个同学推搡过来的黎安夏。黎安夏这种尬出脚趾却又明目张胆的举动，迅速成为全场的焦点。身后的几个同学开始不断起哄，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这样靠人群起哄绑架式的表白其实非常恶心，很多漂亮的女生都被这种环境和状态胁迫过。
起哄的人群和气氛会给到女生很大的压力，一般女生往往会被氛围弄到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不该拒绝。不少人就是用这种手法逼迫女生妥协接受，但很可惜，黎安夏选错了目标。温暖蹙着眉站了起来，气息骤然变化，生人勿近的感觉十分明显。冷冽的目光让周围起哄的几个人莫名安静下来，一时间连周围的空气都多了几分冷意。等黎安夏走到温暖的面前时，酝酿已久的几个字到了嘴边，连声音都走了调。温暖同学，我。众人正看好戏似的等着温暖拒绝，可温暖的表情却在此时突然由阴转晴。他盯着大厅门口，眼带桃花，笑若春风。穆晚秋没有看向门口，但他从温暖眼里已经猜到了剧情大概是夏天的风吹来了，所以冰山也跟着融化了。原本在饭店走道的时候，季风尝试过走得很慢，想让顾雪婷先走，可他放慢脚步之后，顾雪婷居然也跟着慢了下来。他当跟屁虫这种情况，季风也很无奈，只能稍微加速，快步向前。季风1.81米，顾雪婷不算小短腿，但季风真走快的话，他得小跑才能跟上。季风，你能不能等等？不能。甩下一句话，季风走得更快了，穿过走道，很快便来到了之前服务生说的2楼大厅。一进门，目光便锁定了大厅里面的那个身影，因为顾雪婷造成的些许不耐烦立刻烟消云散，连眼神也逐渐柔和起来。长厅角落的窗前和大门所在的位置相距甚远，可即使如此，两人也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了彼此。远远望着季风脸上的笑意，温暖脸上的冷漠瞬间消解，露出了温柔的笑容。季风没有那种在很多人面前出风头的想法，倒不是刻意低调之类，主要是他现在也没什么太大的成就，这逼装起来也不对味，不是他的风格。对温暖做了个虚的手势，然后指了指大厅外面。温暖立刻眨了好几次眼，表示自己知道了。两人的小交流很短暂，周围人基本上没有察觉到，只是感觉温暖的表情发生了些变化。唯独黎安夏，他亲眼见到了冰山融化，寒冬突然露出了暖阳，心头的紧张瞬间消融大半。随后他更是看到了那连续眨动的眼眸，犹如泛滥在心间的桃花。黎安夏甚至在温暖的眼神中见到一丝黏腻和温柔。难道说上天竟然对他如此眷顾？表白直接成功不说，还能得到女神的青睐？心中激动之余，黎安夏感觉温暖的眼神好像有点偏，不，肯定是自己看错了。他摸了摸自己的油头，刚走上前一步，却见温暖不光不疑，红唇轻启，让让。黎安夏，他说的好像是让让，这种时候他不应该说抱抱吗？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见黎安夏由在长桌和墙壁的走到中间，温暖的脸色又迅速转冷，声音更冷，让开。 OK， 这次听得很清楚，温暖说的是让开而不是让让。伤心欲绝中，黎安夏手中的鲜花没拿稳，摔了一地，那满目疮痍的表情可能就差一手一剪没了。周围人也是发出嘘的声音。温暖直接越过花束，从黎安夏的身边穿过，径直走向门口，结束了这场名为表白的闹剧。他和穆晚秋虽然隐隐是全场目光的焦点，可这样的多人聚会并不会出现那种一个人走了就集体散场的情况，更多人会留在这里，先把眼前的饭吃完，再把黎安夏告白温暖这件事情编成一段故事，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就比如现在，这哥们真可怜啊，怎么能说可怜，应该说真敢这样跟温暖表白，只能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不撑死了。听到一些同学的嘲笑，由头哥黎安夏也是羞愧难当。几个拱火的舍友这时候也纷纷安慰老夏，你还好吧，别灰心，下一个更好。黎安夏没有理会几个舍友，深吸了几口气后逐渐站直了身子。在温暖冰山融化的那一刻，他差点以为自己是上帝之子，可梦只持续了一瞬便碎了。温暖的表情变化是真的，黎安夏很确定那是喜欢的表情。温暖，他看到了自己喜欢的人，所以他才会露出那副表情，所以他才会让自己让开。他走出去是为了找他喜欢的人。黎安夏心有不甘，他很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想看看温暖喜欢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心中带着3分怨气，3分愤怒，3分好奇，还有最后91分的不服。黎安夏默默站起身，拽起已经散落一半的花束，朝门外走去。在他走后，会场还是很热闹，有些人讨论着刚才的事情，有些人则是继续聊起了天。其实每个人都没那么重要，你不在的时候，除了喜欢你的人外，其他人都不会去关注你。看着温暖离开，穆晚秋稍稍叹了口气，之前和温暖的一番谈话让他有些心绪难宁，季风和温暖之间的种种美好让他都有些心驰神往。出于同理心而言，即使他很喜欢季风，也不愿意闯入他们两人的世界。可这回穆晚秋回过神来，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刚才是不是被温暖拿捏了？穆晚秋默默捏住了自己的下巴，开始思考温暖这个人。他外在的表现很冷漠，生人勿近，难以交流，似乎也没什么朋友。这样的外表下，真的很难让人产生温暖是一个有小心机的女生。可温暖考了705，事事状元。之前在食堂穆晚秋就接触过温暖，绝对不会怀疑她的智商。她刚才差一点点就想要放弃那份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喜欢了。本来就很卑微，又感觉不到希望，不放弃又能怎么办呢？啪！穆晚秋用拳头敲起了左手手掌。名牌的阳谋，他有点厉害啊。穆晚秋感觉自己猜到了温暖的想法，可猜到了又能怎样呢？刚才温暖已经明确表明了他和季风的过往，旁人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机会，除非他们两人自己出现问题，而自己能做的似乎只有等待。穆晚秋深吸一口气，调整了一下被温暖无形 CPU 的情绪，只要没有承认，那就还是好哥们。这时候梁威走了过来，晚秋，你还好吧？不是很好。穆晚秋撅了撅嘴，他很懂，但他不是机器人。你刚才和那个温暖聊了什么？对于穆晚秋这种大胆走向自己情敌，还嘎嘎聊半天的行为，梁威也感觉佩服。或许这就是穆晚秋吧，从小就像个太阳一样，热情和活力便是他的代名词。提到刚才的事，穆晚秋很不淑女的咧嘴一笑，嘿嘿，刚才我想知三当三，不过没当成，还被人拿捏了。梁威，知三当三，这话说的根本没道理吧？晚秋，你没发烧吧？你到底在说什么？穆晚秋摊摊手，我在阐述一个事实。梁威的嘴角抽搐，穆晚秋这话说的他越来越听不懂了。重新坐回徐明他们那桌旁边，穆晚秋看似淡定，却默默给自己倒了杯红酒，悄悄地撅着嘴喝了一大口，然后若无其事地和周围同学们聊起了天。另一边，一直在和王楠他们闲聊的江南，这个时候也准备脱身。王楠这个臭饽饽，没水平，还粘人。如今他已经要了温暖的微信，其实早就没有和他聊的必要了。只是他们都是温暖的室友，他不想和这些室友弄得太僵。而且那个叫李云秀的女生也挺不错的，虽然没有温暖那么惊艳。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先别着急，可以从她的闺蜜下手。不过现在妖江南看了眼门口，温暖这边还没失败，不急。刚才黎安夏的表白，在他看来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丑剧，而黎安夏就是这场丑剧的小丑。追女孩子哪有这样表白的？表白不就是给人家拒绝你的机会？蠢得要死。刚才他的视角有些偏，看不到温暖的表情，他知道温暖出去肯定是有原因的，这个时候跟上去或许会有收获。而且黎安夏那个蠢逼也过去了，说不定还有小丑的第二幕可以看。嗨嗨，小南，你们先聊，我去上个洗手间。好，那你去。一番交谈，王楠看着江南的眼里已经满是星星，在他看来，江南这样的男生才值得交往。等到江南起身离开，王楠迫不及待地看向两个室友，怎么样？怎么样？看到什么叫优质帅哥了吗？七，李云秀有些不屑，江南刚才看他的眼神明显带着些额外的意思。李云秀知道自己条件还行，有人追他的话他也会考虑，但江南之前明显想要找温暖，后来又耍手段从王楠那里骗到温暖的微信名片，在没有放弃温暖的情况下，他又时不时地瞄自己，偶尔还会说一些意味不明的话，这算优质？这不是纯渣，估计也就你自己这么感觉。李云秀，你什么意思？处处针对我是吧？王楠，别犯花痴了，你扪心自问一下，他到底什么想法，你自己心里应该有谱。被李云秀一对，王楠突然有些心虚。江南不是那样的人。王楠，要不我俩打个赌？赌什么？赌江南这个厕所没有20分钟回不来，甚至不会回来。他根本没去上厕所，他出去是找温暖的，你信吗？我不信。王楠还是不愿意相信，或者他已经相信，但是不愿意承认。李云秀可不会惯着他，不信是吧？反正饭也没吃完，那我们就好好等着。李云秀的自信让王楠有些不自信，心中的不确定让他闭上了嘴，不再争执，默默吃饭。大厅外，季风正双手环抱靠在门口的石柱上，温暖小跑着出来时，原本柔和的眉宇突然拉成了一条直线。顾雪婷，她怎么也在？季风也察觉到温暖的出现，抬起眼，垮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笑容。温暖浅浅吸气，却没注意到兔兔因此抖动了一下。季风没看愣，反倒是一旁的顾雪婷愣住了，她不动声色地俯眼扫了一下自己。虽然款式不同，但今天两人穿的都是收腰裙，自己的兔兔和温暖比起来，简直像是小嘎米以前高中的时候，温暖穿校服居多。只有季风这种碰到过的，才会震惊于校服下的世界。就算后来改了穿搭，也是以宽松款式为主。顾雪婷知道有差距，只是没想到差距这么大。
现在温暖换上这种稍微紧致一些的衣服，顾雪婷突然有种无法接受现实的感觉。见温暖朝着这边走来，顾雪婷忍不住退让了一步。这种发自内心的怯懦，连她自己都没想到，连看到她都会感觉心虚了吗？温暖看到了顾雪婷的小动作，只是她什么都没说，平静地走到季风身边，微微垫脚，伸出手撩了撩季风的头发，掸掉上面的小半片树叶。你怎么会过来？徐明他们只是说出来吃饭，具体也没说清楚是什么样的活动。知道位置后，我才稀里糊涂的过来。饿了？你没吃饱吗？有点。温暖笑了，笑容有些俏皮可爱。那过会就进去吃，估计里面的热度还没下去，我们稍等下。好，我刚才在里面给你拿了这个。温暖有些兴奋地拿出2包玉溪。季风顿时一愣，突然想起前世有人撒狗粮时说的话，女朋友如果很喜欢你，她甚至会在吃席的时候帮你顺2包华子。此时季风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两人的对话平静而简单，但那种温馨和熟悉感让一旁的顾雪婷感觉到陌生。季风不会对其他女生这样温柔，温暖也不会在其他男生面前显露可爱。作为第三者在旁，顾雪婷觉得自己尴尬到像是个可以移动的石头墩子，站着就是碍事的。我先进去了。季风没吱声，倒是温暖轻轻点着头应允。好。等到顾雪婷离开，季风这边才调笑着开口，主权都让你宣誓完了。什么主权？季风所有权。哪有感觉被戳穿心思的温暖拽着季风胳膊就要用脑袋顶他的背，可他马上就发现了季风的异样。从季风背后伸出头，温暖也看到了手持残花站在门口的黎安夏。他双目失神，魂不守舍。两人刚才的嬉戏简直戳到了黎安夏的肺管子，尤其是他在看到季风的衣服后，突然感觉有些眼熟，这不是自己刚才在门口碰到的那个屌丝吗？你们哥们，刚才我劝过你的，都说了真相才是快刀，可你不信，我也没办法。季风还是很真诚。黎安夏闻言，表情更是难绷。之前在门口的时候，季风确实说过温暖喜欢他，但这种事黎安夏看了一眼站在季风身边，表情虽然冷漠，却紧紧依偎的温暖。那我祝你们幸福吧。季风一愣，这话他好像在哪听过，印象还挺深刻的。季风见黎安夏连苦成这样子，也没有继续摧残他的意思。曾经的舔狗生涯记忆，让他不会去在一个人受情伤的时候去欺负他。很多人都要经历这一幕。撒狗粮其实没什么问题，戳人肺管子，再往伤口上撒盐，就实在没必要了。都是小年轻，万一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情，更是不好。谢谢你的祝福。油头哥走向大厅，在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温暖一眼，随后把那束鲜花塞进了垃圾桶里，头也不回地走了。目送油头哥离去，季风转头看向温暖，却发现温暖正盯着那束垃圾桶的花。感受到了季风的目光，温暖才把眼神收回，看向他。虽然温暖什么都没有说，可季风感到了些许的异样。温暖也会喜欢花，只是他喜欢的人没送他花，更不会去索要。季风知道自己和温暖之间一直少了些什么，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告白。选个合适的日子吧。按下决定，季风指了指走到外面。稍等我一下，我去下厕所，回来就进去吃饭。季风转身前往厕所，前脚刚走，后脚江南就从大厅门口走了出来。他其实早就站在那里了，只是他也没有想到温暖居然已经有了男朋友，而且温暖看上去还挺在乎那个男朋友的。在看到江南的时候，温暖微微蹙眉，就如他预感到的那样，江南径直走向了他。温暖同学，你怎么站在这里不进去？你刚才是被黎安夏那家伙逼出来的吧？黎安夏他确实冲动了点，刚才那样子的举动肯定会让你们女孩子很难堪的。我和他是同学来着，真是不好意思。要不这样，有空的话我们一起出去吃个饭，当时给你道歉，你看怎么样？江南明明看见了温暖和季风的关系，可他还是很自然的当做季风这个人不存在，这便是他和黎安夏不同的地方。温暖抬起头，眉宇略显凌厉，他越发觉得大学时期的学生已经不再像高中时那样单纯，这些人的行为就是骚扰。不用，似乎是觉得这句话的力量不够，温暖又补充了一句，我有男朋友。说罢，他便朝着饭店洗手间的方向走去。江南的眉毛挑了挑，立刻跟在后面。温暖同学，你恐怕误会了。南侧这边突然走出一道身影，似笑非笑地看着江南。误会什么？见季风出来，温暖默默抓紧了季风刚洗过还没擦干的手掌，这一举动很明显，温暖是认识对方的。以温暖的性格来说，人只分为男人和女人，他很少会有什么喜好，所以每个人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区别对待，最多是认识能让温暖主动抓他的手，那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江南没理会季风，好像把他当成了空气，继续对着温暖说道，你要是觉得
最近没时间，带着其他人不方便，过一阵子也行，一个人也行。季风感觉到了温暖收紧的手指，知道这丫头估计是生气了。在温暖没出声之前，季风已经主动上前。我叫季风，你是？哦，你好，我是法学系的江南。江南像是刚回过神来，才看到有季风这个人一样，很礼貌地回答。见状，季风先是眉头一蹙，顿时露出一抹诧异。他扭头看向温暖，一脸认真。你们怎么回事？温暖蹙眉，思索着应该怎么说一下刚才的事情，但江南的口才明显更好。你们难道是……哎，都怪我，真是不好意思。温暖同学，让你朋友误会了，你别和他闹别扭啊。我当然不会和他闹别扭。温暖有些急，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季风，这一眼顿时被江南捕捉，他连忙摆摆手。季风同学对吧？真不好意思，你千万别因为这事跟温暖生气，我只是季风一直没表态，脸上的表情也是不明意味，一只手法很纯熟的蓝绿茶。呵呵，他佯装生气地看了一眼温暖，哼了一声，扭头看向天花板。温暖被季风这样一瞪，顿时有些不知所措，心里也有些委屈。看到这一幕，江南就知道矛盾已经差不多了，于是连忙抽身。我先去下洗手间，你们聊。见他离开，温暖就想要和季风解释一下，可他在看向季风时，却发现季风的眼里根本没有怒意，只有笑意。被这样看着，温暖心跳得很快。我不喜欢这个人，那你喜欢谁呢？季风歪着头，忍不住笑。温暖羞的脸都快鼓起来了。你别笑我。季风摆了摆手指，然后指向温暖的小腿和鞋子，犹如恶魔般低语：把袜子脱下来。温暖，他的脸顿时红成一片，有些不知所措。现在吗？季风要求。温暖虽然很害羞，却还是照做。她今天穿这种裙子和鞋子，所以穿了肉色的短丝袜。把丝袜交给季风之后，她还看到季风放在鼻子前闻了一下，这一幕更让温暖羞不可耐。你干嘛？江湖上的事情少打听。季风对温暖笑了笑，重新走进厕所。江南正站在尿池边愉悦地哼着歌，根本没察觉到有人靠近。突然他眼前一花，视线就被一抹肉色遮住，随后他就被人拽着头发扯到了水池旁。大股洗手液倒在被蒙住的头上，一冲水瞬间呛出大量泡沫，让人难以呼吸，还辣眼睛。江南想要嚎叫，立刻被人一脚踹在了后腰上，随后被人抓着头发拖进了蹲坑里，一把将头塞进了马桶，然后又被人爆干了5拳，踹了几脚锤头摔在马桶里，鼻孔起着泡泡，咕噜咕噜咕噜。一切都发生在短短1至2分钟之内，实在太快。终于套在头上的丝袜被人扯掉，江南的鼻血、眼泪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混在一起，他揉搓着被洗手液糊住的眼睛，忍不住大哭起来。大哥，别打了，我错了。其实在意识到哭喊的时候，季风早已经拿着丝袜走了。温暖见季风出来时，立刻发现他手中那染血的短丝袜，他的心几乎提到嗓子眼。温暖知道季风一中时的那些故事，但那些离他都很遥远。而这一次不同，这次事情的起因就是因为他说不喜欢江南，所以季风才为他出气的。季风，回去吧，他会不会找你麻烦？季风随手把丝袜放进垃圾服务生的超大垃圾桶里，然后找了个茶杯，用茶叶洗了洗手，这才重新抓住温暖。什么他？谁？我们不是出来上厕所的吗？放心。这次被季风抓着手，一种难明的情绪在温暖心头升起，甚至有些让他感觉到不同寻常的雀跃。浑浑噩噩间，温暖已经被季风拽着回到了大厅。季风一脸笑意的和徐明他们打招呼：明帝、超帝、韩帝，义父来了。啪！3人异口同声。这时没多少人留意到他们，季风也就拉着温暖坐下，准备吃饭。他看了一眼还在低着头的温暖，以为自闭少女还没从刚才的事情中平复过来，便不再打扰，让她自己消化一下好了。在季风移开目光后，温暖却悄悄抬起头，傻傻的眼神凝视着季风，她弯弯的眼角、眉宇、睫毛，视线一直移到他的侧脸。自闭少女心中的汹涌根本按耐不住，趁着季风没注意，她的身体悄悄前倾情浓之时，老季，我今天加了2个妹子微信，怎么样？还不错吧？张超突然端着酒杯走了过来，突兀的声音让自闭少女猛然低下头，也瞬间流失掉了自己蓄积起来的所有勇气。那一下不就差一点，可终究是没能成功。其实有异样的可不只是温暖，坐在斜对面的穆晚秋这时候也松了口气。从季风和温暖回来的那一刻起，他其实就在看着2人了，即使目光没有直视，眼角的余光也未曾转移，因为喜欢的人在那里。他同样在意温暖，刚才温暖那充满爱意的眼神，即便只是远远看着，都好像在被那股炽热灼烧。
穆晚秋是有机会阻止的，他只要出个声打断一下就能阻止，但他不想去破坏那一份属于两人的美好。在穆晚秋想来，如果季风被温暖偷偷亲了一下，他自己应该也会感觉很幸福吧，所以他不想去阻止，毫无意义不说，而且也阻止不了什么。可看到张超无意间打断了温暖的举动后，穆晚秋心里又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偷偷的庆幸没法隐藏，患得患失的感觉又让他有些感慨自己内心的复杂。果然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见张超高兴，季风也举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个。行啊，超弟，长本事了。那可不，你超哥不能给咱们205丢人啊。狗东西，和张超打屁了2句，又喝了杯酒。季风扭头看向身旁人，心想这也有一会了，温暖心情应该平复些了吧。可侧眼看过去，季风发现温暖还是把头埋得很低，此时他的脸和面前煮熟的虾子差不多一个色，又红又烫，根本不敢抬头。季风以为温暖不舒服，毕竟他昨天喝饮料喝到痛经，着实是人才，便关心地抚住他额头。温暖，你怎么了？完了。被季风捂住额头的温暖脸更红了，主要是刚才想偷偷拨还没拨到。勇气归零的同时，羞怯程度拉满，季风伸手助攻，直接导致温暖 CPU 瞬间短路。乌季风感觉温暖看起来很僵硬，这就有些奇怪，他刚才明明说自己没吃饱，还很饿来着。你要是不舒服的话。没有。温暖不想回去，在这里能和季风在一起，又能吃吃喝喝，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只是他想降温季风，你能不能先别跟我讲话？季风有点诧异的挠了挠头，感觉温暖有些莫名其妙，这是生气了还是怎么？不过季风也没太在意，温暖就是这样，有事不想说的话，大概率会选择自闭一会，这种时候默默陪着他就好。不讲就不讲呗，不讲话那就包瞎呗，还能咋办呢？毕竟自己这个女朋友有点愣，属于下雨天都不知道打伞的那种。心里小小吐槽了下温暖，然后悄悄给他剥了几个虾。季风知道温暖的心里可能有些小不对劲，所以刻意背过身，包好的虾给放过去。听到他动筷子的声音，季风也就放下心来。OK， 精准投喂成功。投喂完成，季风眼角的余光扫到一把叉子，正在插一盘有点远的甜品小蛋糕。他挑了挑眉，直接起身把盘子端起来，然后放在自己身后。听到温暖吃小蛋糕，季风再次笑着点头。OK， 精准投喂成功 X2。自闭少女只要是还在吃饭，那就没问题的。对她来说，饭就是力量。只是她这样的举动引起了周围几人咦的声音。不过季风无所谓，他是聋子，根本听不见一点。季风和大家伙吃了一会，众人有说有笑间，大厅外面却突然变得有些嘈杂。喜欢吃瓜的同学这时已经走出去，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有人回来，没出去的同学便和他们打听起来。怎么了？外面什么情况？听说是有个人在厕所被打了。谁被打了？法学院的那个江南。谁打的？不知道呢，警察都来了，就在楼下呢，看着挺惨，跟个猪头3似的。这人说着说着就笑了，人就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并不相通。你的遭遇如果没人共情，那大概率会成为别人眼中的笑话和吵闹。人群的议论声不大，但也足以让温暖和季风听见。季风感觉到了温暖的目光，偏过头看去，确认温暖的脸颊已经不红，饭也吃了不少，心情好些了。温暖给了他一个嗔怪的表情。警察都来了，哪还能在乎那些事？他有些担心地看着季风，没有说话。季风明白他的意思，轻轻握住了温暖青葱般的手指。别担心，这事和我们又没关系。季风抿嘴笑了笑，本来就没关系啊。哦，你在这里好好吃饭，别乱跑，我过一会就上来。温暖虽然很担心季风，不过他也明白不能随便添乱的道理，于是便点点头，目送季风离开。其他几人虽然也有些好奇楼下的事，可这时候喝酒正上头话正开，也没有跟过去的意思。江阳饭店楼下，江南酒店经理还有2个民警站在一起，辅警正在给江南做着笔录。你说有人打你，知道对方具体长相吗？不知道，没看见，当时我的头被蒙住了。做笔录的辅警闻言顿了顿，具体打斗经过能不能描述一下？不知道，反正我就在挨打，感觉有很多人，他们又是踹又是捶的，还拽我头发，把我按在水池和马桶里。哦对了，有个人力气很大，能单手把我拖走。辅警嘴角抽搐，这算什么描述？具体几个人知道吗？见辅警这样，江南有些急，感觉2至3个，也许是3至4个，反正我不能力敌，具体我也不清楚。都说了，当时我看不见。江南先生，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你最近有没有和人产生过冲突？提到冲突，江南脑子里闪过好几个人选。
作为一名法学院的学生，在面对这种事情时，他肯定要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判断。推理最近因为泡妞，他和别人产生的冲突其实不少。最近一个大概就是温暖的那个男朋友季风，不过他只是通过2-3句话让季风和温暖吵架而已。江南觉得说话时自己语气非常礼貌，和季风之间也完全没有争吵过，最多就有些气人，实在谈不上冲突。当时他进厕所之后，温暖肯定要和季风吵架或者解释，仔细算来，他应该没有作案的条件，时间对不上。而且那个季风看上去瘦巴巴的，人也挺腼腆 ，OK， 首先排除季风。不过季风如果在门口的话，他或许会知道一些线索。正当江南出现这个念头的时候，季风恰好来到了饭店1楼，看样子是来看热闹的。见到他，江南满脸的惊喜。季风同学，这边，来这边一下。季风左顾右盼了一会，最后指了指自己，找我吗？你是？此时江南被打得像是猪头3，但很巧妙的都是软组织挫伤。我是江南，刚才我们见过面，就在厕所门口，我们是同学，还在一起吃饭来着。季风闻言一脸疑惑的走过去。不是，你这怎么回事啊？我刚才在厕所被人打了，就想问问你，之前你在厕所门口有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物？这我还真没注意，当时光顾着和温暖生气了，这事很重要吗？季风一脸的迟疑，甚至有些自责，主动看向民警。民警大哥和季风对视了一眼，随后摇摇头，没看到也没关系，你也不用太自责，就是厕所这边也没监控，感觉你这同学被打得没头没脑的，都不知道是不是打错人了。好了，江南是吧？你在这签个字，有消息会通知你的。有消息通知？你这句话的意思？和现在这事办不了，俺们得走了差不多。江南脸色顿时一僵，知道这事怕是没戏了。不是，你要是有什么新的线索，也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就这样吧，早点去医院看看。交代完，2个民警就走了。江阳饭店的经理给了江南200慰问金，500的餐券，当是封口费。毕竟有人挨打这种事情，对饭店还是有影响的。等所有人都走了，季风看着委屈在原地的江南，轻声问道：江南同学，你没事吧？不是，季风，你刚才怎么都没看到是谁呢？就那么近，白白被人暴打一顿，江南心情非常不爽，对季风说话的语气也没了刚才的客气。江南坐在台阶上生闷气，季风却在这时拍了拍他的肩膀，俯身在他耳畔：下次还敢吗？一句话，江南尾椎骨的凉意直冲天灵盖，整个人身体骤然紧绷，一脸不敢置信地看着季风。你所以我没看到是有原因的，下次得注意了。江南同学知道了吗？看着季风微微眯起的眼睛，江南感觉自己的呼吸都不太顺畅。难道他想掐死自己？我知道了，知道了就好。季风带着笑意上了楼。季风走了，江南在原地坐了一会。轻微伤最多拘留5至10日，罚款500，校外不会开除。没有证据，不一定会被判。会被报复吗？会。确认了这几件事后，他独自默默打车去了医院。上了楼，季风在温暖询问式的目光下回到原本的位子上，轻轻拍了拍温暖的手，表示没事。自闭少女才重新开始吃起了饭。回归饭局，穆晚秋这时候主动坐到了季风对面，对着季风端起了酒杯。虽然只是啤酒，但杯子挺大的。季风刚才就和其他几人喝过，这时候自然不可能落了穆晚秋的面子，只是举杯前，他出于好意提醒道：少喝点。怎么？难道你是怕我喝醉吗？我现在的酒量可不一般。季风微微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转移了话题。我知道那天在老商圈是你第一次喝酒。季风的话不止让穆晚秋微微一愣，连徐明和张超都感觉到了一丝异样。穆晚秋微微眯起眼，这事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因为你那时候很拙劣，酒量差，酒品也差。季风的锐评让穆晚秋有些不服。我酒品差？你怕不是在尬黑我？那现在呢？有没有进步？这次季风想了想，再次给出锐评。酒量还是很差，现在像个倔强的酒蒙子。哈哈哈哈！穆晚秋笑了，笑得眉眼很好看，笑得连闷头吃饭的温暖都抬了头。温暖看了一眼季风和穆晚秋，似乎感觉到了空气中的那股异样。穆晚秋和季风之间吗？温暖想了想，继续吃饭，原地装死。他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了，很熟练，而且他相信季风能处理好。倔强的酒蒙子，这算对我的恶评吗？阐述一个事实罢了。穆晚秋眼睛蒙蒙亮，又给自己倒了一杯，然后还给季风满上。我不太喜欢酒精的味道，但我很喜欢微醺的感觉，感官触觉全都被放大了，看什么都笑眯眯，说什么都觉得好听。醉眼看世界，事事皆温柔。端起酒杯回敬，季风也享受着啤酒带来的微醺。确实如此，酒至微醺，浪漫又惬意。酒杯里有今天的情绪，也有明天的期许。
穆晚秋眼眸如秋水，他就知道季风一定能接上他的话。季风能懂他的感觉，能理解他的意思，知道他想表达的情绪。可惜他不属于自己。穆晚秋看向温暖，心说这个世界好像不公平，但又好像很公平。温暖的过去很悲惨，但只要想你，就能直接告诉你，自己有美满的家庭，爱他的父母，优渥的生活。可想你的时候，就只能喝酒，还是太贪心了，总是想要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种想法说出去，就像是无病呻吟。借着微醺和酒劲，穆晚秋又一次举杯。OK， 那敬一杯明天。敬明天。季风也跟着抬手。喝完酒，季风错开了穆晚秋的眼神，看向身边的温暖。温暖的目光晶莹剔透，他看了一眼季风手中的酒杯，抿了抿嘴。酒是什么味道的？苦的。苦的。那你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因为酒精会让人进入微醺的状态，从而感受到快乐，就像是熬夜一样，夜晚的时间能让人感觉到自由。我能不能试试？季风还是没有给温暖倒酒，他摇摇头，伸手给温暖盛来了一碗甜汤。有我在的时候，你没必要喝酒；我不在的时候，你不准喝酒。好，温暖直接答应。两人的对话并没有压低声音，众人也都听得一清二楚，包括穆晚秋。他原本以为自己理解季风的微醺，却没想到季风根本就不让温暖喝酒。他对温暖的态度和要求与其他人根本就不一样。喝，我去吹吹风。穆晚秋苦笑起身，季风默然不语。徐明看了看两人，他之前眼看着穆晚秋喝下红酒又喝啤酒，知道他推杯换盏间已经喝了不少，有些担心，像是决定了什么事一样，也跟了上去。穆晚秋端着酒杯来到另一边的窗口。人喝了酒，有了醉意，就喜欢说话，尤其是会说一些平时不敢说的话。就比如跟在穆晚秋身后的徐明，看着眼前的姑娘托着腮，想着事。徐明也同样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他碰了碰穆晚秋的胳膊。晚秋，我穆晚秋眉眼弯弯，对着徐明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竖起自己的食指在嘴边，主动打断了即将开口的徐明。嘘，别说出来，不然连朋友都没得做。徐明不语，他只觉得自己一阵耳鸣，然后耳朵里咚咚作响，脑子像是有人在敲锣打鼓，思绪凌乱的像是一张网，而他像是在网里挣扎的虫子，越挣扎越紧迫，直到心脏隐隐作痛，方才罢休。徐明转过身，夹了块红糖糍粑塞进嘴里，可口边的味道却只剩下苦涩。他的喜欢和穆晚秋一模一样，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或许正因为两者的喜欢非常相似，所以徐明在露出那个眼神的瞬间，穆晚秋就知道了他想要说些什么。他告诉徐明别说出来，不仅仅是警告徐明，也是在警告自己，只要不说出来，我们就一直是朋友。徐明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向穆晚秋，这种喜欢好像是个悲剧。怎么会是悲剧？就像是夏天而言，秋天是他的悲剧吗？徐明怔了怔，他不像季风那样每次都能接住穆晚秋的文意，所以他只是微微摇头。这样的喜欢没有结尾。有。穆晚秋笑盈盈的肯定。有。那结尾是什么？等待。之后呢？没有之后。徐明有些不理解，他摊了摊手，强调了一下，我是说等待之后的结果呢？是什么？穆晚秋悄悄侧过头，看着那个自己喜欢的人，也看着依偎在他身边的姑娘。真好啊，既然现在很好，那为什么还要去追求结果呢？所以等待就是结果，那这个结果不就是悲剧吗？穆晚秋再次摇头，酒精让他的话有点多，也让他心中的情感愈发坚定。等待是秋天，不是悲剧，就像未来不一定有结果，但未来一定有秋天，未来还会有很多个秋天，未来我还会有很多个等待的机会，所以我会一直在秋天的晚霞里等待夏天的风。徐明愣愣地看着穆晚秋，微醺的穆晚秋脸色酡红，这一刻的她似乎不再是以前的漂亮，而是美，很美，美到不可方物，但这种美也让徐明感觉到了触不可及的距离。这一刻他终于明白，自己和穆晚秋之间隔着的根本不是一个季风，而是两套完全无法逾越也无法交融的认知。徐明每次看到穆晚秋和季风说话的时候，都感觉他们两人和其他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只有他们俩能聊到一起去，只有他们俩能互相聊那些文艺活。或许穆晚秋追寻的就是这种感觉吧。他们家特别有钱，他也不缺少家庭的关爱，学习好，人漂亮，情商高，会社交，会玩，所以他在寻找的是一个可以与自己契合的灵魂伴侣，而不是像他们这种只是想谈一个对象，找一个搭子，甚至一个人形飞机杯罢了。穆晚秋，那我们以后还是朋友吗？不一直都是。好。徐明放下了，或许没放下，或许没完全放下，但他不准备再追了。做个朋友也挺好，大学的日子还很长，他和穆晚秋认识的时间也不似季风和穆晚秋认识的时间那么长。
心中的憧憬虽然也在被美化，却还不至于太深刻。以后或许他也会找个新的女朋友，也说不定。走吧，穆晚秋，他们也吃得差不多了。好，称呼从晚秋变成了穆晚秋，但徐明却没感觉到失去了那份亲近，两人之间反而变得比之前更自然了一些。走回长桌，张超和周意涵已经有些醉，梁威在玩手机，穆晚秋的几个室友也在各自聊着天。同样吃饱了的季风正在享受温暖给他包的虾。见两人回来，季风微笑着眯起眼，酒精和情绪的宣泄可以让人舒服一些。徐明此时看起来正常了许多。至于穆晚秋，他一直都没变过。到了这个点，大家都已经吃得差不多，或者说吃完饭其实才是联谊会真正聊天的时候。或多或少的酒劲，保暖丝什么来着，总之大厅里同学们的走动明显频繁起来。温暖的室友李云秀、严芳、王楠三人走了过来，在看到温暖和他身边的季风时，李云秀主动打起了招呼。温暖果然在你这，谢谢你的零食，季风同学。一旁的王楠撇撇嘴，虽然接触并不多，可季风感觉李云秀的性格还不错。至于王楠就不说了，他对着李云秀笑着点头，一点心意，平日里麻烦各位了。这是季风第二次说这话，不过李云秀如今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都是舍友，谈不上麻烦。两人的对话很平淡，季风也没有继续闲聊的意思。此时周围聚集的妹子有点多，季风不是很喜欢这种女人很多的环境。倒不是他不喜欢女人，他前世女人也很多，只是他很清楚这些女同学或许也有爱钱的，但大部分还都是所求情感的普通女生。所求情感的女生其实比所求钱的麻烦很多，而且就像海边的贝壳有很多一样，他已经捡到了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那一个，其他的就留给别人吧。季风起身指了指门外，你们聊，我出去抽根烟，吸烟有害健康，少抽点吧。穆晚秋突然出声，听到他的劝阻，季风微微愣了一下，有些哑然的嗯了一声，走了出去。温暖见季风起身，也不吱声，默默伸手拿起了张超面前的烟。这个举动让他察觉到有几道目光汇聚在自己身上，不过无所谓，他是瞎子，根本看不见。温暖拿着烟走了出去，全然不顾其他几人异样的眼神。半醉半醒的张超眼睁睁地看着温暖把那包烟拿走。不是，温暖也抽啊？抽个锤子，肯定是给季风拿的。徐明小踹了他一脚。穆晚秋闻言愣了愣，随后也跟着起身朝着门外走去。大厅门口另一边的走道，季风靠在墙壁上，把烟叼嘴里，才想起之前去烟酒店买打火机时被徐明的电话打断了，拍了拍口袋，表情顿时有些尴尬。 OK 季。随后他就看到了朝他走来的自闭女孩。温暖双手背在身后，踮牵着脚来到季风面前时突然转了个圈，黑色裙摆随着温暖的旋转而旋转，纤细的手指在季风面前展了个手花，红唇轻音变，纸牌打火机隐藏在手花中，滚轮随着摇晃的手花转动，唰，少女形似画中影，火光亦在这一刻出现。季风还在愣神间，嘴边的香烟已经被点燃。他感觉自己不应该说谢谢那种话，又应该说点什么话，又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文艺小清新信手拈来的季风此时竟然有些语塞，总不能说温暖好棒棒那种傻逼话吧，虽然他心里真有这种想法。嗨嗨，季风闭上眼收敛了一下情绪，不错，比上次熟练了，那以后让我多多练习。温暖眉毛微挑，既然你那么有诚意，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吧。两人互相看着对方，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笑意。有几个路过的同学看到了温暖给季风点烟的这一幕，心里怕是已经酸死。不少人暗暗吐槽，撒狗粮的人真该死啊，就该把他们都杀了。都杀了。其实情侣之间的小情调没那么复杂，也不需要什么观众，只要静静的待在一起，就已经可以感觉到幸福。季风向外抽着烟，温暖靠着栏杆，两人惬意的吹着风。穆晚秋站在不远处，正好看到了温暖元舞一般的火光。以他的舞蹈功底，自然能看出温暖根本就不会跳舞，也没有任何舞蹈的基础。刚才温暖只是想在季风面前旋转，想要在喜欢的人面前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穆晚秋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只是没有机会罢了。温暖似乎是察觉到了穆晚秋的注视，微笑着递过去目光。穆晚秋也是回应了一个大拇指，好看你。两人的关系并没有像所谓的情敌那样发展。穆晚秋的情商高，温暖的智商高。温暖接受了一部分穆晚秋的存在，而穆晚秋也能圆滑地处理好这层关系，这便是他们目前的相处之道。见没有自己的空间，穆晚秋摆摆手，做了个我走了的手势。温暖也是点点头，目送他。季风对两女的情况毫无所觉，感受了一会微风，他转过身，听说接下来还有法学院和金融那边组织的一些社交活动，你要参加吗？温暖想了想，然后摇头，没什么兴趣，
温暖就是这样，社交我不行，吃饭第一名。AA 吃饭可以凑份子，社交活动就告辞了。你要是没兴趣的话，那我们就溜吧。溜吧。季风拿出手机给3个义子发了跑路短信，想了想，还是没给穆晚秋发，倒是转头看向温暖，你发个短信告诉一下舍友，我们先走了。给穆晚秋也发一个。你不发吗？你发。好。两人给各自的室友朋友发了跑路短信，季风便拉着温暖一路离开了江阳饭店。走到岗亭的时候，季风见保安还没换班，便主动递了根烟过去。谢了呀，大哥。哟，你小子女朋友这么漂亮？那必须漂亮。走了呀，大哥。去吧。骑上小电驴，季风带着温暖直接返回了学校，不过没有回各自宿舍，而是选择跑去了学校的图书馆。明天就要正式上课了。季风和温暖都不是那种上了大学就准备4年开摆的人，简单预热一下课程，了解课表，安排时间处理接下来公司的事情，这些都需要规划。正好他们今天已经忙碌一天，体力电池有点见底，坐在这里恢复体力的同时消耗一下脑子也挺好。季风一边翻着书，思绪一边流转，考虑着公司在聚集现金流之后去做什么好。游戏、短视频，还是像花场那样的硬科技。淘客方面虽然能收敛不少的现金流，但这一行想要做大基本上不可能。淘客就是阿里妈妈的猪仔，阿里妈妈也只是猫场猪仔，猫场是阿里巴巴的2只金牛之一。也就是说，淘客再怎么玩都没前途。尤其是过2年直播兴起，带货慢慢成型，鸡汤这种东西会迅速死光光的。所以还是游戏。季风有着前世的业内经验，游戏这种急需前瞻性、急需玩法的商业内容，他的先知先觉对于这个世界的其他人来说简直是具备碾压性优势的。研发游戏需要的资金确实不算少，但如果淘客方面成型，在12至13年绝对足以支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靠前瞻性和可玩性就能闯出一片天，因为这个世界不仅有阿里，也有鹅厂。鹅厂什么尿性，懂的都懂。很多游戏的成败并不是你先发，你品质高、玩法好就能火的。在当下这个时代，掌握了唯2管道的鹅厂、QQ、微信，可以毫无压力的靠复制粘贴弄死大部分游戏开发商。在12至13年，手机号都还没能建立很好的互联网信息管道，而鹅厂手握2大信息管道，已经在这个时期展现几乎破坏性威力。QQ 直接登录，没有 QQ。微信你总有吧？微信也可以直接登录哦。单就这一条，其便利性就能把 N 多游戏公司锤死几遍。这2条管道，即使放在季风前世，都依然是利器。只是那时候手机运营商也算后知后觉，逐渐建立手机号管道，让 App 有手机号一键登录，其他游戏公司才算喘了口气。可即便如此，微信、QQ 依然是神器，赖皮了好多年，甚至还会一直赖皮下去。魔都大学秃哥很多，计算机系的实力也足够强，当真具备做游戏的条件。可做完之后，鹅厂万一复制粘贴，再利用便利性和广告轰炸，他们很快就会撑不住。所以做游戏这件事情真是需要好好考虑才行。在游戏圈，玩法是不存在抄袭概念的，鹅厂那个体量不可能与他合作，只会吃了他。想办法得到一键登录的运营商协议才是生存之道。哎，大公司真离谱啊，锤死小公司就分分钟的事。季风摇摇头，看向正在看书的温暖，这样直勾勾盯着一个女孩子的侧脸看，其实挺不礼貌的。后世有句话叫什么来着？男性凝视。不过要是温暖就没这种顾虑了，他就算发现季风再看他，也只会装不知道让他看，然后脸红，就像现在这样。被季风盯着看了一会，温暖已经没心思看书了。有事吗？怎么？没事不能看？能。温暖声音小小的，脸颊比刚才更红晕了几分。季风托着腮，想到了之前在饭店的告白，那是他对温暖所缺少的亏欠。虽然他们现在很多行为已经是水到渠成，默默处于男女朋友之间的状态，甚至在私下朋友那，季风也说过温暖是他女朋友，可唯独对温暖本人，他没有说过一次，也没有做出过任何承诺。这对温暖不公平。每个女生都喜欢浪漫，每个女生都需要浪漫。温暖，温暖偏过头看向他，藏住自己的心思。季风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暑假的事情，把你的生日都错过了，你想不想补过个生日？季风记得温暖的生日是8月18号，他在身份证上看过。那段时间温暖应该还在照顾他的妈妈，根本没办法过生日。现在他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时间点和日子，只能用这种略显蹩脚的理由了。不过温暖的表情却有些讶异。我生日还没到。季风，不是8月18号吗？我上次看到了你的身份证，那个不准的。我的生日是阴历8月18，在公历上没有办法确定日期，毕竟每年都不一样，
身份证上只能打8月18号。听到温暖这样解释了一番，季风眉毛差点没竖起来，悄咪咪地打开手机。9月30号是中秋节，10月3号就是8月18，这样啊？那你国庆需要回去照顾阿姨吗？不用吧，国庆时间太短了，票也很麻烦。我妈手术之后能正常活动。温暖说着说着就感觉不太对劲，他看向季风，感觉季风好像也不太对劲。季风倒是一脸平静，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国庆节我们可以在公司那边构思一下策划。好，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晚上两人默默地游荡在校园，各自想着心事。开始还保持了一段距离，不过走到半途，季风便悄悄牵住了他的手。月色和路灯照出了两人的倒影，影子越拉越长，走得也越来越慢。只是宿舍终究还是会到。回去吧，早点休息。季风轻轻摆手。等等。温暖见季风要走，下意识地喊道，但喊出声之后，他又忘了自己要说啥。黑夜藏住了他不断发红的脸，却无法舒缓他逐渐僵硬的身体。季风转过身，看着温暖浑身紧绷的样子，稍稍俯下身子，轻轻抱住了他。温暖的身体瞬间舒缓，眼神从呆滞转向柔和，然后也同样抱住了季风。他又用鼻子去蹭了蹭季风，但以前只是后背，这次是脖子。脖颈间的清秀差点让季风迷失了自我。OK， 小季风已经顶不住了，嗨嗨，回去吧。温暖红着脸低着头，头也不回地朝宿舍走去。季风扶着墙想点根烟，不过他发现温暖好像没有把打火机还给他。站在原地冷静一会，季风才朝着宿舍走去。回到宿舍，季风看了眼自己上次买回来的那一堆打火机，30多个，还剩下20几了。TMD， 这帮币怎么用这么快？洗完澡，季风抽掉其中一个给自己点根烟。18岁的身体，血气方刚，欲望最为强烈，理智最为薄弱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小男生很容易放纵，每天沉迷于奖励自己，甚至一天奖励好几次。不过还好，季风有个成熟理智的灵魂滴滴。手机突然亮起，季风拿起看了一眼。你想不想看看腿？季风，1分钟前我只是有个冲动的身体，灵魂是理智且成熟的。1分钟后，这世界有理智的男人。呵呵，我不信。季风抱着手机舔了舔嘴唇，看看，没有等待多久，对面的温暖应该是早已经准备好了图片。图面中是一双颀长水润匀称的秀腿，整条腿笔直，白嫩滚圆的小腿如同秋藕一般，脚趾头像是脆嫩的藕芽。季风盯着看了好久，虽然不是第一次见了，可这种感觉他突然理解前世网上为什么会有人天天嚷嚷着炫我嘴脸。当时季风的反应是什么都欲，只会害了你，可现在似乎也未尝不可。屏幕另一边的温暖有些紧张，也有些羞涩。他是早都想这么做了，只是之前的手机不行，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如果季风喜欢的话最好，如果不喜欢的话，那他再想别的办法。只是这回温暖见季风久久没有回复，心里的紧张越发强烈。不好看吗？输入什么要输入这么久？你要是不喜欢的话，我以后就不发了。温暖刚发完消息，季风的话就传了过来。喜欢，似乎觉得这一句的力量不够，季风又回复了一句好看，很喜欢，非常喜欢。得到了这种肯定的答复，盘腿在床上的温暖憨憨地笑了起来。喜欢就好。对于温暖来说，今天真是很开心的一天，但他还想更贪心一些。你能不能说点跟穆晚秋说的那种话？屏幕前的季风眉宇微蹙，跟穆晚秋说的那种话。他平时都是拒绝穆晚秋的，季风一时间有些没能理解。什么话？温暖发送消息之后，心里有些打鼓，这个要求是不是有些过分？季风是不是只能和会说话的人说出那种话？比如穆晚秋。看着季风聊天框里的正在输入，他甚至开始胡思乱想，猜测季风是不是生气了。恰好手机响起，晚安是个很缱绻浪漫又温柔的词语，星星点点的困意和所有的美好融在月光里，伴着星屑和我说的晚安一起熬成梦境。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想对你说这句晚安，大概是想让梦境能有你的身影，最好是穿着黑丝。温暖捂住了嘴巴。对的，就是这个。穆晚秋喜欢的清新小浪漫，其实他也很喜欢，只是这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温暖迟疑了一下，为什么要穿黑丝？1. 遮瑕。2. 修饰腿部线条，好搭衣服。3. 防止静脉曲张。看着季风发过来的3个作用，温暖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但是穿黑丝会脚臭，丝袜可以削弱太阳晒在腿上的阳光强度，比防晒霜更好更安全。而且天逐渐冷了，女生腿部过凉，身体就会自动给腿部囤积脂肪，穿黑丝可以防止腿粗。另外，人在识别彩色时是有区别的，黑色会有凹陷感，所以显得腿细。温暖看着消息有些恍然，都是科学道理啊。
但是穿黑丝会脚臭的。其实脚臭的原因是细菌分解了你汗液中的蛋白质和油脂产生的。你只要每次穿丝袜和鞋子之前用酒精或者碘伏把鞋子和脚丫消毒一遍，再穿鞋可以至少1天不臭。温暖，感觉季风说的全是知识干货，真是没有一点点私货呀。切出去搜索一下男生为什么喜欢黑丝，最多答案好色。温暖沉默了一下，看向第二个答案，男生喜欢黑丝是智商高的表现。有研究发现，喜欢黑丝的男性智商普遍较高，高学历者占比超过 74%， 学历越高绅士越多。看到这一条，温暖才满意的点点头。那好，晚安吧。收起手机，温暖板板正正的躺在床边，迅速进入梦乡见。温暖晚安。季风这边也跟着躺下，闭上了眼。次日，军训事宜已经过去，学校的一切都回归到了正轨，正常的上课学习。有些人很忙碌，而有些人已经开摆了。季风每次上大课的时候都会坐在最后面，所以这一点他看得很清楚。不过想要从这些人里分辨出一些有实力的，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行。季风和温暖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已经有几天没在一起约会了，最多只有中午在食堂搭个饭。这几天，温暖按照季风的要求招募了一个具备助理还有一定 HR 从业经验的秘书，叫赵兰。每天没课的时候，温暖都会跟着赵兰学习各种各样的职业相关知识。按照季风的意思，让温暖招聘赵兰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她开了。温暖学习的过程中需要藏拙，藏拙不是笨拙，是为让赵兰展现的更多，为了温暖更好更快的学习。当温暖觉得从赵兰身上学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是把她开了的时候。学习和工作交叉进行，两人每日的行程压力不小，公司的事情也很忙。明天周六是29号，温暖会带赵兰去公司进行一次累积了几天的招聘。面试人员基本上都是大学生，有魔都大学的，也有周围其他大学的。季风还没见过赵兰，只是听温暖的语气，赵兰这个人有些过于凌厉和严苛，感觉上并不是很好相处。季风表示无所谓，反正他现在在公司也就是打杂的。到了周六，季风一大早就去了公司，先烧香拜神，然后开始打杂。虽然给豆丁他们请了钟点工来处理卫生，但公司的卫生状况只能说还凑合。今天要招聘，那公司卫生还是尽量干净一些的好。忙忙碌碌弄到中午，季风点了个盖浇饭，弄了瓶冰红茶，手边放了包黄山，妥妥民工3件套。他没有坐温暖的办公室，而是坐在之前给自己摆的小办公桌那。这么一看更像打杂的了。不过季风觉得老板在不做决策性问题的时候就是打杂的，这点没什么问题。今天吃的是肉末茄子，老商圈的盖浇饭只能说油盐拉满了，黑乎乎辣乎乎咸乎乎。季风吃的头皮都有点发麻，被这一顿饭辣的嘶哈嘶哈的呼个不停。刚吃完饭打扫垃圾的时候，一个约莫30岁出头身穿灰色职业装的女性走了进来。在她踏入公司的那一刻，季风就知道这人便是赵兰。赵兰脸上画着不算浓的职业妆，面相说不清是刻薄还是高冷。一时间，季风竟然开始思考温暖和这样的人学习会不会被带歪的想法。季风看到他的同时，赵兰也在审视着季风。季风连忙起身，装作不认识的问道：“你找谁啊？”温总这会不在。赵兰抬眸露出了一个职业化的微笑。温总之前没有通知过你今天的事情吗？通知？你是说今天下午的招聘吗？还没等赵兰回答，季风突然伸出头，对着门口路过搞卫生的大楼人员问道：“哎，大妈，门口那堆废品先别动，我回头问问他们还有没有要的。”赵兰没打断季风的举动，她走到总裁办公室的沙发那。那我先在这里等一会吧。好的，姐。季风刚点头，门口就走进来2人，一个快递员，一个保安。季风连忙对快递员招招手：“哎，快递外卖放在我这里就行了。”随后又看向一旁的保安：“怎么了哥？3楼中庭，你们这边物业费要交了。”“好的哥，我马上就过去交。”赵兰见状笑了笑，心里已经对季风的身份做出了大概判断，行政还算凑合的职业素养，让他没露出什么鄙夷，不过也差不多快了。他看了一眼公司的情况，豆丁他们都在忙碌，整个办公室里除了敲击键盘的声音外，只有偶尔的私语。赵兰看了一眼他们的工作内容，看不懂，但感觉上不是在玩闹，也不像是他猜测的皮包公司。只见未来，这样的一群小年轻真的会有未来。他觉得就是温暖在拿钱开玩笑，反正公司在这，工资照给就行了，别的他也懒得管那么多。至于对公司的归属感，呵呵，他只对钱有归属感。思索着，一身红装，挎着红色皮包，略显凌厉的温暖已经走了进来。豆丁他们见到这样的温暖，微微一愣。温总好。温暖点点头算是回应，
然后径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里。赵兰起身点头，温总，准备一下吧。季风恰好也在这时候回来，他看到一身红色小西装的温暖，也是一愣。我女朋友真好看捏。从抽屉里拿出职业职称表，递给温暖，然后认真道：温总好。温暖抬眸看了季风一眼，又看了看身边的赵兰。聪明的自闭少女瞬间明白季风没有和赵兰说自己的身份，她抿了抿嘴，憋住笑，缓缓点头。等下招聘你也来吧。我。季风指着自己。温暖点头，看了眼赵兰。赵兰耸耸肩，表示自己没问题。时间很快到了1点，之前在网上约好的面试人员已经到来。因为公司承诺的业务工资还不错，虽然提成制，但做不满8000的话，按照8000发工资，这意味着保底工资就有8000。这个价格除了程序员岗，其他系已经非常有吸引力了。简历一共44个，约的时间是1点起，但到了12点45就有第一个应聘者到来。看面相是个约莫30岁，戴帽子的男子。按照之前的约定，主持应聘的人是赵兰。温暖需要学习招聘流程、问话内容、节奏、岗位、薪资预算等等，这些都不是查资料能明白过来的，他都需要学习，所以很认真地盯着赵兰。赵兰坐在办公桌前，应聘者在对面，季风还好心给他们2人倒了杯水，谢谢。赵兰看了看对方的简历，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吕全，22岁，魔都大学计算机系，什么职位？程序员。你写的大4实习工作1年，怎么工作经历上写的2年？原本没什么精神的季风一听，顿时坐直了身体。这人22岁，好面相。吕全的双眼有点茫然，他先是看了看周围，然后才把目光聚焦在赵兰身上。加班加的。赵兰。季风。好。赵兰感觉眼前的吕全有些不太正常，这人看上去说是30岁，他都信。身份证倒是22，真的假的？那好，吕全，你的专业和经历都很符合我们公司的要求，不过我还想知道你有什么更具体一点的能力体现，或者有没有具备什么特别的职业能力。吕全茫然的眼神稍微凝了凝，思索片刻，他缓缓伸手脱掉了自己帽子，露出了自己才22岁就已经没剩下几根的头发。特别能加班算不算？特别能加班。一旁的季风看了差点拍手叫好，如果季风是个社畜，此时只会对其怒目而视。卷狗卷尼玛呢？但现在好，这可真是个优秀的品质。要不是赵兰在这，他恐怕都要直接站起来说，我们公司正需要你这样有能力的同志了。温暖感觉到了季风欣赏的目光，不过他对季风为什么欣赏这种表示疑惑。其实不只是季风，作为面试官的赵兰也是微微点头。他的职场经历可不少，自然明白特别能加班这5个字意味着什么。在过去5年和未来5-10年里，特别能加班都将是最为优秀的职场能力。没办法，大家都在卷，莫名其妙的卷，在上面没有干预的情况下，已经不是你想不卷就能不卷了。之前工作的公司好好的，为什么要来我们公司呢？你的简历上也没写。那家公司倒闭了。赵兰点点头，互联网公司倒闭倒是很常见。那你对薪资待遇的要求是什么？2万吧，越多越好。说出这个数字的吕全很平静。很好，吕全先生，那你先回去，保持电话畅通，我们明天晚上之前给你答复。好。吕全微微点头，离开了办公室。等到吕全走后，赵兰扭头看向温暖。温总感觉这人怎么样？挺好的。赵兰微微诧异，她原本以为温暖会不喜欢这种不修边幅、头发比较稀疏的人员。通常来说，这种有高强度工作经验的程序员，互联网公司都需要留意一下。技术大佬虽然很好，但大部分的人都只是普通码农，能加班的码农就是比不能加班的好用。温暖平静的点点头，季风也说过类似的话，所以他也不算惊讶，淡漠的开口：我知道了。赵兰微微蹙眉，她总感觉温暖这个总裁有些奇怪，很多东西都不懂，确实是个没有经历过职场的小白，但他身上的冷漠疏离也是实打实的。按理说，要是富二代玩票性质的公司，作为老板通常都会很活泼很开朗，喜欢反驳别人，急于证明自己。可这些问题温暖身上一个都没有，他平时会问自己一些问题，但始终沉默居多。这种感觉让赵兰有种无法控制局面的失控感，很不舒服。那下一个吧。好。第一个面试者算很正常的，但接下来的情况就逐渐抽象起来。温暖也逐渐明白了，为什么招聘这种事情也需要大量的学习。赵兰盯着眼前的短发女生问道：那么你来我们公司是为了应聘什么职位呢？会计。刘婷很平静地回道：你有什么特长吗？我算数算得很快。赵兰：那你来我们公司能为公司带来什么呢？
带来一个会计。刘婷依然平静。赵兰，我是说，你能为公司创造什么价值呢？创造一个会计的价值。赵兰嘴角已经开始抽搐了。那你为什么来我们公司应聘呢？你们公司招会计，那你有什么能力能胜任这个岗位呢？我是会计，而且算术很快。那258乘以12再除以23减15，最后等于多少？不会，反正月底能屏障。赵兰，季风，他是个天才。赵兰起身与刘婷握手。很好，刘婷小姐，你的情况我们很满意，明天晚上之前会给你答复。送走刘婷，接下来应聘的人多有奇葩，更有甚者，连季风这种老油子看了都摇头。赵兰，先做个自我介绍吧。面试者 A， 简历上不都有吗？赵兰，出去。赵兰，程序员岗，你会做什么？面试者 B， 我会和公司共创未来，闯出美好新明天。赵兰，能接受加班吗？面试者 B， 有加班费吗？赵兰，你不是要共创未来吗？面试者 B， 我会修电脑。赵兰，出去。赵兰，你还有什么问题？面试者 C， 我可以加入你们公司吗？求求了，我是女生爱。赵兰，你是畜生都不行，出去。44个面试人员的招聘，说快不快，说慢不慢。如果碰到了感觉上还不错的人选，赵兰便会多聊一会，如果人不行，那就3言2语打发。不得不说，赵兰的职业素养挺不错，能力不说多出众，至少胜任他们这样的小公司完全是没问题的。这场面试一直持续到了下午5点多才结束。在所有面试结束之后，温暖需要和赵兰聊一会，整理有关于这场招聘的整体细节，还有他们中意那些人。人数不多，这次的人事选择将由温暖来做最终决定，哪怕是季风本人都不会管这件事。作为老板，事事管，事事问，那公司也发展不起来。温暖有很强的成长空间，能力提升也非常快，对于具备这种能力的人才，哪怕他不是温暖，季风也会给他试错空间，如果做出错误的选择，他及时纠正就行。通常情况下，决定还是让他自己来做比较好。季风唯一干涉的选择就是第一个面试者吕全，其实他不干涉也无所谓。赵兰应该会推荐留下这个人。季风此时有点无聊，女朋友在学习，兄弟们在猛猛出单，自己总不能跑隔壁去打 LOL 吧。现在才下午5点，季风寻思着打杂算了，不过卫生上午已经搞过，现在公司里好像没什么活，要么下楼给他们整点烧烤啥的。说干就干，拿着钱包推门下楼。虽然魔都这边已经有不少商贩弄起了支付宝付款，可这个时期移动支付还不至于取代现金，至少微信出来打对台之前不行。在2楼饭堂溜达一圈，感觉这边的东西兄弟们已经吃腻了，于是季风便出了门，骑上小电驴往老商圈外面跑。过了2条路后，季风找到了一条小吃步行街，他也没挑没拣，随便找了家烧烤点了一堆，又买了点甜薯、章鱼丸子之类的东西。当他准备把大包小包带回小电驴那的时候，迎面走过来2人，让他停住脚步。季风，顾雪婷突然捂住了自己的嘴巴，看见来人，季风微微蹙眉，不过他终究还是松下了眉宇，笑着打起了招呼：你好，李阿姨好。此时站在顾雪婷身边的便是她的母亲李灵奇。季风知道她曾经和老纪有过一段故事，最终却没和老纪走到一起。李灵奇看上去只40岁的样子，很年轻。她下身穿着高跟鞋，职业过膝裙，上身是白色的衬衫，头发盘起，妆容十分端庄大方。就皮肤和身体状态来看，李灵奇比自己妈妈董开慧和温暖妈妈王亚琴都要年轻。他们的年龄其实差不多，顾叔叔应该是很爱她，而且他也很注重保养。但时光就是时光，时光不会错过每一个人。他其实也老了。小风，最近学业很忙吗？感觉高考那阵子都没怎么见到你人了。你也没来家里找过雪婷，怕你们学业忙，我都不敢问。不过还好，你们考到了一个学校，这真是很好的缘分。李灵奇的声音十分柔和，简直就像是电视剧里的暖心阿姨一样。不愧是能让老纪这个死钓鱼佬都心心念念那么久的女人。在季风曾经那些尘封的记忆里，李灵奇就是很好，无条件的好。每次他被顾雪婷伤了心，如果被李灵奇知道，李灵奇都会安慰他。上学时去顾雪婷家玩，李灵奇每次都会很热情的招待他，给他做很多好吃的，甚至偶尔会和他聊聊天，谈心，开导他。即使知道那时候自己逐渐不良，喜欢顾雪婷，李灵奇也没有提出过反对，每次都劝他向好。曾经的季风很不理解李灵奇为什么对他好，但如今很多事他都想通了。季风还记得初中时期，那时自己学习还很好，顾雪婷才是曾经的追赶者。顾雪婷有段时间成绩滑坡，被叫了家长，李灵奇就被班主任叫来了学校。
季风和顾雪婷小学就认识，但这却是他第一次见到李林奇。当时班主任让顾雪婷有不会的可以多问问自己，李林奇正好转头看到了他，他的目光从最初的错愕、不敢置信，到随之而来的思念、回忆，再到淡然、释怀，最后变成了满怀深意的微微一笑。那一抹眼神，那时的季风根本无法读懂。后来走出办公室，在顾雪婷不服气的目光中，李林奇问了他一个问题：你好同学，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季风，季节的季，微风的风。在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后，李林奇沉寂了许久，久到季风和顾雪婷都感觉到奇怪，直到最后他才展颜一笑，难怪有故人之姿，原来是故人之子。曾经的曾经，季风不明白李林奇为什么会说这句话，为什么对他这么好，原来答案早就已经藏在他的话里。何以与君时，无言泪千行，因为他是故人之子。季风可以对顾雪婷冷脸无视，但对于李林奇，于情于理都应该保持礼貌和尊重，因为他是季风成为不良少年后，除了父母外，唯一不会看不起和贬低他的人。学业方面确实挺忙的，李阿姨身体也还好吧？感觉您状态很好，越来越年轻了。听到季风夸自己年轻，李林奇还是很高兴的。不过他作为女人的细腻，还是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季风从他们见面到现在，一眼都没看过自己的女儿，这不正常。要放在以前，季风的目光一定会在女儿的身上停留，根本移不开。爱意的目光容不得掺假，始终都是热烈、冲动，不顾一切。李林奇年轻时也爱过，甚至深爱过，所以他很清楚季风曾经的那种眼神。可如今，那种眼神没有了，剩下的只有淡淡的生疏和距离。李林奇眯起眼，立刻意识到季风和自己女儿间可能出现了问题。小风，你现在有空吗？好久不见了，要么我们一起吃个饭。李林奇的想法很简单，季风和女儿之间有问题的话，就想办法快速解决这个问题。情感的事情不能拖拖拉拉，很多原本美好的缘分就是因为拖拖拉拉，不说清楚，最后就散了。他经历过，很清楚爱而不得实在太正常。如果能当场解决，那自然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不行，季风站在原地蹙了蹙眉，然后提起自己手中的袋子，在李林奇面前晃了晃。估计不行啊，阿姨，您看我这还给同事们带了饭，我这要是不回去的话，他们估计得饿死在公司里头。李林奇眉眼有些紧迫，这种拒绝放在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季风似乎变了，没空也没关系，确实不能失约。哦对了，小风你在兼职吗？算是兼职吧，毕竟我的主职业还是学生。那李林奇思索着接下来要说的话，季风却像是知道他想说什么一样，抢先开口。李阿姨，我今天确实有事，实在不好意思。明天又是中秋，后天11，这样大后天吧，也就是10月2号晚上，到时候请您吃饭，你看行吗？季风看出了李林奇想要约饭，李阿姨的邀约他实在没法拒绝，与其让他开口，不如自己主动一些，这样时间上还能够自己调整。李林奇缓缓点了点头，那好，10月2号我们再联系，真是好久没见，感觉小风一夜之间长大了，人也变帅了好多。呵呵，李阿姨太会夸人了，您也是一直那么年轻漂亮。这孩子，那阿姨我先走了。好，去吧。寒暄并没有持续多久，季风便拎着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离开。李林奇目送季风走远，扭头看向自己的女儿。他和季风对话的全程，季风都没有看过女儿一眼，也没有提及过女儿的名字。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矛盾了，而是忽略、无视。这种情况有些出乎他的预料。雪婷被母亲看着，顾雪婷脸色非常难看。妈，我们回去说行吗？李林奇深吸了一口气，最终点了点头。两人返回李林奇下榻的酒店，一进门，顾雪婷便直接泪崩。妈，季风不要我了。呜呜，李林奇听到女儿这么说，突然有种两眼一黑的感觉。不过闺女终究是亲生，事情得问清楚，或许还有挽回的余地也说不定。这个时候，她这个当妈的一定要冷静。雪婷，你先冷静一下，先说说你和季风是什么时候出现问题的？高中的时候，百日誓师大会前那阵子，高中的时候，几个月前。李林奇眼睛更黑了，自己女儿已经把这事情拖几个月了。她当时跟我表白，我说我不想谈恋爱，然后什么？说呀。然后我和嫣红浩宣布了恋情，然后她就生气了。李林奇宣布恋情和嫣红浩，妈，我当时就觉得季风很烦。那时候嫣红浩正好追我，所以就李林奇强行捂住自己的额头，无法想象自己女儿到底做了多少荒唐事。几十年沉寂如水的功夫，差点在这时候破了防。雪婷，妈可能真的错了，以前太惯着你，让你把小风的好当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东西。但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事情是理所应当的，任何事情都是有沉没成本的。小风人很好，他为了你根本不在乎那些，但你欺骗了他，践踏了他对你的喜欢，
甚至是爱。他不理你，是因为他心冷了。永远不要因为新鲜感而放弃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因为任何人相处久了都会失去新鲜感。顾雪婷见李林奇这样说，顿时有些慌，连忙解释道：“不是的妈，季风虽然当时很生气，但后来我们明明是和好了的。他又变回之前的那样，可后来又出了温暖那个事，然后季风就突然不理我了。温暖。”李林奇作为母亲，自然会关注女儿的学习。顾雪婷在高中时期成绩很好，考全年级第一那是常有的事情。在高三时期，女儿有一段时间一直是第一，一直到一个叫温暖的女孩出现。第一次她和顾雪婷之间只差了2分，但第二次冒头，温暖已经和其他人彻底拉开差距。这已经不是学霸了，而是学神。温暖又在这件事情里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那个温暖和小峰之间是什么情况？妈，季风和温暖好像在一起了，他不要我了，真不要了。呜呜，李林奇被顾雪婷哭得有些心烦意乱。过去的几年有多无所谓，如今的哭泣就有多狼狈。看到自己女儿哭成这副样子，李林奇也于心不忍。他看得出女儿真的很在乎，也很喜欢季风。可那又怎么样呢？季风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一旦错过了，就真的回不去了。就像人一旦有了隔阂，便再也走不近了。雪婷，这件事情是你错了，你没理解他的那些瞬间，他从未怪过你。你可以永远长不大，但是他不能永远没有安全感。更何况，你还对季风做出了欺骗与伤害。没错，欺骗和伤害可以被原谅，但原谅这件事情从来不是一次，而是每想起一次就得原谅一次。顾雪婷捂住了脸，泪水不断从指缝里流出来。这种被母亲一点一点把自己的蠢说清楚的感觉，真的让人折磨。他就这么蠢的把季风弄丢了。妈，我该怎么办？他说自己没那么大度，他现在连朋友都不想跟我做了。别哭了，哭是没有用的。小峰的做法我也能理解，你确实伤他太深。如果你愿意就此作罢，各自安好，也不算是坏事。等时间长了，小峰心里的气消了，你们或许还可以成为朋友。李林奇已经说得很明确，很委婉了，可顾雪婷根本绷不住。我不想做朋友，他走了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喜欢他。妈，你帮帮我从现在小峰的态度来看，他对你已经没感情了，只有淡漠和忽略。在这种情况下，你千万不要再去纠缠他，那样只会适得其反。努力提升自己吧，或许还有机会。顾雪婷有些愣神，努力提升自己和追回季风有关系吗？李林奇有些崩溃，他没想到自己的女儿这么蠢。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能和季风站在一个匹配的位置上，让他感觉到，哎，如今的顾雪婷似乎和以前不一样了。那样的话，你才会有让他重新审视你的机会，也是唯一的机会。其实李林奇有些话没说出来，真的能回去吗？很可能是回不去了。他这样告诉顾雪婷，只是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因为感情的原因自暴自弃而已。努力一些总归没错，即使没有了季风，通过努力成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那也不算是很坏的结果。你若盛开，蝴蝶自来；你若精彩，天自安排。听到母亲提出的方法，顾雪婷颤颤巍巍地放下手，努力变好，匹配上季风。虽然我也不能确定，但这确实是一个方法，具体的情况还不好说。大后天和季风吃饭，我再看看他的态度吧。妈，谢谢你。傻女儿，你已经18岁，也成年了。成年人的世界已经不再是过家家，每一个成年人都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妈，李林奇摇摇头，打断了女儿的哭腔。妈的话还没说完，错了就是错了。雪婷，一旦事情真的不可挽回，你也要及时放手，别再回头。永远，记住是永远，永远不要去后悔那条你自己没有选择的路。人的记忆会美化那条路，配合着美化后的想象，一起欺骗真实世界中的你，明白吗？这些话李林奇说的已经有些严肃。顾雪婷看了看母亲的眼神，最终点点头。我知道了。李林奇默默叹息一声，起身走到了房间窗口，又叹了一声。药不医相思，酒不解离愁，人不如新物，物不如旧。你我不及初时，来去万般无奈。看透局中事，怎奈已是局中人。感情上的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如果他当年也能看得那么清楚，他也就不会和季广勋走散了。所以就像季广勋说的那样，过来人的话其实都是屁话。季风骑着小电驴返回了老商圈，将带回来的烧烤小吃一股脑地塞给兄弟们后，这才走向办公室。赵兰已经下班，温暖开着灯正在办公。赵兰写了些笔记，他自己也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有些杂乱无章，他也需要时间去消化。尤其是招聘选人这件事情，温暖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赵兰作为职业女性，居然对女生的敌意更大一些。女生的要求高，男生的条件反而会放宽，两者之间甚至都不能做到平等对待，这让他有些不太理解。
嘟嘟嘟，敲门声打断了温暖的思考。季风提着一些小吃烧烤走了进来。在忙？有点。是不是有问题？是。先吃，再问。好。今天温暖和季风难得没有出去跟豆丁他们一起吃，而是享受了一下办公室的二人世界。其实也不只是因为想要享受二人时光，更主要的是温暖这会有很多问题想问季风。为什么赵兰选人的时候会偏向男性？因为女人最多只能当一个人用，所以不受欢迎。温暖微微一愣，女人当一个人用，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那男人呢？男人，呵呵呵，在职场他们被称之为牛马。牛马？是的，就是牛马。温暖听到这个称呼，表情也不免有些怪异，但他看到季风十分确定的目光后，也没有去继续反驳，只是好奇为什么会这么说。在当下这个年代，网民不说淳朴吧，至少信息轰炸还没来得那么强烈。牛马和社畜这种词汇虽然在职场圈子已经出现，却还未流入普通人的视野当中，就是字面意思啊。牛马这个词其实最早不是出现在职场，而是在公职体系或者国有体系里，因为他们的福利太好，所以有些事情就会变得略显抽象。比如10个人的办公室，2个领导，7个放假，就1个男人干活。为什么？不为什么，现实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逐渐多起来之后，公职体系里普遍流传着一句话，叫女人最多当男人使，男人却可以当牛马使。这便是职场偏向于男人的最初原因。温暖沉吟一会，尝试理解有关于职场的问题。他确实是小白，这段时间和赵兰在一起已经学了很多，但他感觉赵兰做事有些过于功利。季风虽然也很注重利益，却也注意人，但凡在能让职员爽的地方上，他尽量都会让职员爽到极点。比如只要不外放，就可以随意听歌，下班后可以自由用公司电脑打游戏，虽然公司电脑配置挺一般的。然后就是经常买一堆零食饮料，时不时的请兄弟们吃饭，几乎笑着对待每个人，当然坏人是他来做。温暖也曾问过季风为什么这样，季风的回答也很简单，其实零食饮料这些根本花不了多少钱，下班打游戏更不会耽误上班，让兄弟们舒心了，他们才不会和客户耍脾气。尤其是下班之后留下打游戏这件事，季风其实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增进公司感情都是扯淡话，真实的情况是下班之后如果人回家，那他就彻底与工作无关了，但只要人待在公司里，那他的 QQ 微信就是挂机的。 QQ 微信挂机，每次游戏选人空闲，死亡的时候他们都会回复客户，这就是出单，这就是生意。兄弟们下班打游戏之余能赚点钱，他们也不会拒绝。要真是忙起来了，顶多塔下挂机1分钟，让其他几个兄弟喷2句完事。季风的种种做法其实就是为了维稳团队，目前来说团队就等于公司的钱。显然比起赵兰那种方式，季风对公司的操作也更为合理一些。理清思路，温暖看向季风，那我们以后只招男职员吗？听到温暖这样的提议，季风微微摇头，当然不行，男女搭配还是有必要的，许多女生也具备很出色的工作能力，她们做事不比男生差，而且在细致方面，女生比男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一点在数据化还有财会方面体现得最为明显。而且男人需要女人。温暖的眼睛微微发亮，真的需要吗？明白了，公司刚刚起步，需要处理的事情非常多。温暖在学习职场规则的同时，还需要处理淘客数据、统筹、选品，所以季风在腾出手时便会帮他处理一些有关于淘客方面的事情。其实这种状态下温暖挺辛苦的，不过他也乐得于此，他平时的娱乐活动几乎没有，工作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本身就很快乐。按照温暖自己的说法，他能看到自己的成长和进步，能感受到被人需要、被人尊重，这便是极为美妙的感觉。更何况跟季风在一起怎么会累？就这样两人忙忙碌碌的一直持续到10点多，豆丁他们几个还在打游戏。温暖这边的工作和学习已经结束，反倒是季风手头上的事情没有做完，他在写一个有关于流量裂变的策划案子。温暖坐在一边托着腮，也不吱声，就默默地看。季风的工作效率很高，精神状态也十分放松，完全不似温暖工作时那么的专注和紧张，甚至在做策划的时候还有空和温暖搭话。在看什么？你为什么这么厉害？因为我是季风。说的也是。温暖笑了笑，起身去给季风倒了杯水，然后坐在一边继续看着他。被他一直盯着，季风略微有点绷不住。你这样看弄得我没法工作了。为什么？因为你看我的时候我也想看你。哦。温暖不声不响地撇过头，微笑望向窗外。季风瞄了一眼少女脸上的笑容，没有停下的意思，继续忙碌。儿女情长温柔乡固然美妙，但工作也是不能落下的。
一直到11点多，季风才把策划案写完，伸了个懒腰，关闭电脑。好了，下楼逛逛，整点夜宵。好，温暖欣然答应。明天就是11，但两人都没提回老家的事情。至少在明面上，两人都说11这段时间正好在公司加班，处理招聘和起步的事项。这不，第一天他们就忙到了这个时间点。两人似乎都忽略了在哪住这件事，可这又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眼下已经11点了，回学校肯定是来不及的，那住哪呢？还是没人提。季风没吱声，温暖也没问的意思，似乎完全不担心这方面的问题。比起住呢，他们觉得这回吃点东西更重要一些。去2楼吧，这个时间点再跑远就没道理了。好，季风牵着温暖，感受指尖传来的柔软触感，略显散漫地走到2楼。季风在便利店里买了点啤酒、饮料，又去了隔壁买鱿鱼。温暖则是去买了榴莲酥和自己喜欢吃的甜食。绕了一圈，重新碰头。温暖举起榴莲酥让季风尝尝，季风则是喂给了温暖一串鱿鱼。这种不担心彼此距离的闲逛十分舒服，尤其重新碰在一起时。在这吃吗？不在这了，有点凉，上楼吧。9月底10月初的夜晚已经不似之前那样炎热，甚至有着些许的凉意。来到4楼的公寓区，温暖站在走道怔怔出神。他知道季风在这里租了好几间公寓，作为老板，他单独一间肯定是没问题的。他甚至知道这些房子都是穆晚秋的，没错，不是穆晚秋他们家的，是穆晚秋本人的房子。以魔都的房价，越是创业工作，温暖越是能感觉到这有多离谱。连穆晚秋这样的女孩都喜欢季风，还是明目张胆的单相思，可想而知温暖压力有多大。她什么都没有，更不想只是靠着依赖和偏爱成为一个花瓶，所以她需要更努力，也必须更努力，努力成为一个被季风需要的人，成为真正的温总。想什么呢？没什么。季风不知道温暖在来到这里时已经经历了一番小小的明心励志，他还以为温暖是在天人交战，思考今天晚上是不是真的要住在这里来着。于是站在409门口，季风便开始解释起来，这间是409，晚上你睡在这里就行，等会我去隔壁豆丁那，不用担心。温暖愣了愣，他没担心啊，可他的性格让他开口主动留季风，那更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打开409的门，季风开了公寓的灯，进来吧。温暖是第一次来这里。进了屋，他四处张望了一下，公寓只是正常装修，没什么花里胡哨的地方。季风的房间也很干净，一是他住的少，二是每次家政阿姨打扫的时候也会顺带打扫他这里。他对男生的了解实在太少，几乎没接触过其他男性朋友，认知基本靠上网，所以先看了垃圾桶。垃圾桶里很干净，房间里也没有放很多纸团。季风看上去没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比如温暖在网上搜索到的那些。喜欢黑丝不算特殊的癖好，这是正常的喜好。想着想着，温暖的脸就有点红。季风不知道温暖的小脑瓜子里已经想了那么多，他把吃喝放桌上，便招呼温暖坐下。快吃吧，凉了不好吃。温暖正准备吃呢，突然指了指季风带回来的啤酒。今天没有别人，也不在外面，我能不能？听到他生怯怯的声音，季风嘴角露出一丝无奈和纵容。咔，打开一罐啤酒，放在了温暖面前。就一罐吧。好。温暖拿起面前的啤酒就要喝，季风却让他停下。等等，先举起来。啊，这样吗？季风点了点头，引导着温暖举起啤酒，然后自己也碰了过去。这样，叫干杯。那，干杯。喝下啤酒，温暖的眉毛又一次揪了起来。这东西确实不怎么好喝，味道是苦的，不过倒是挺爽口。两人一边吃着夜宵，一边喝着各自的啤酒，好不惬意。温暖第一次喝酒，酒量什么的完全不明。等他喝完一罐的时候，脸已经红扑扑的，有些发烫，这酒量貌似还不如穆晚秋。酒足饭饱，季风指了指浴室。好了，东西我来收拾，那边是浴室，浴室柜子里有新的洗漱用品，我给你拿一套我的衣服凑合一下，当睡衣，外穿的明天再换回来。温暖抬眼看了下季风，点点头，攥着拳头走向浴室。起先刷牙的时候，季风还淡定的一批，可等到耳边传来了脱下衣服的声音，季风顿时有点没绷住，闭上眼睛念了2遍经才缓过来。打扫完屋子，出门倒掉垃圾，季风又回到了409来。女生洗澡的速度基本上取决于她今天需不需要洗头。淋雨的水声一直在持续，那么看来今天晚上温暖是需要洗头的。水声持续了很久，这段时间对季风来说多多少少有些煎熬，尤其是淋雨的水声环绕在耳畔，总是会让他脑补出一些画面，挥之不去。反复几次，
季风只能伏在阳台上抽着烟，想让夜风吹掉自己的酒意和情绪。一直到他听见浴室的房门被打开，他下意识的就回头望去，这一眼瞳孔地震。温暖就这么直挺挺地站着，平时素面朝天的他，洗完澡后甚至要比之前更为白皙亮丽，宛如芙蓉。略显湿漉的头发随意搭在肩膀上，精致的脚丫正在勾季风的塑料拖鞋，踩上之后缓缓挪动着身体。过于宽大的圆领 T 恤挂在身上，露出大片白皙的胸口和致命的锁骨曲线，笔直修长的双腿直接裸露在外，这一双玉腿直至 T 恤的最下面，让人很难忍住那种把衣服掀起来的想法。隐隐水汽似乎就环绕在温暖的身上，那种微微的浸湿感，人见犹怜。这个视觉效果给季风脆弱的心灵带来了猛烈冲击。噗！季风捂住自己的鼻子，虽然很想当正人君子，可这个时候眼睛根本移不开。不是，君子也不能不防啊。温暖，你能不能把裤子穿上？我记得给你拿了，被季风说了。温暖顿时有些无措，他踩着比自己白皙脚掌大了很多的拖鞋，转身噔噔噔地跑回浴室，把季风的裤子拿了出来，随后在自己的腿面前稍微比划了一下。我刚才试了的，但你裤子太大，我穿上会掉下来，裤子会掉下来。好好好。季风突然意识到不对，他先是起身拉上窗帘，防止温暖走光，然后闭上眼睛揉了揉自己眉间，表情越发难绷，回头坐在沙发上隐藏着自己的尴尬。许久，当他再看向温暖时，他只是委屈巴巴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温暖能感觉到季风的情绪有些不对劲，但他不知道季风坐在那里不动是怎么回事。抬抬眉，瞅了季风一眼，如水一般的杏眼中流露着担心。于是他又走近了2步。季风，你怎么了？哎，你别过来了，让我稍微冷静一下。那边的抽屉里有裤子，那种带松紧的四角裤应该可以，你试试。季风拒绝了温暖的靠近，并为他指了条明路，当然这也是在给他自己指条明路。坐在沙发上，此刻的季风有些脸红。不应该啊，讲道理的，他不应该这么没出息才对，这和自己想象中的情况不太一样。经历了那么多，着实不应该那么冲动。季风微微叹了口气，感慨自己没出息的同时，脑海里又浮现出刚才那如同漫画人物走进现实一般的场景。话说回来，温暖刚才的样子，嘿嘿，季风嘴角开始上扬。当纯爱登场，色欲便开始败退。恰好这时，温暖已经找了条对季风来说稍微紧一些的四角裤穿在身上，还是很大，但不至于掉下来了。他拖着脚下的拖鞋，重新来到了季风面前。你好点了吗？听到温暖这样软软糯糯地问自己，季风突然有些负罪感。他居然以为自己不舒服吗？没什么。你现在要去洗澡吗？可以。季风原本想去豆丁他们那屋洗，就是想要规避一下。不过经过刚才一系列的情绪波动，此时的季风反而淡然了许多。拿好换洗衣服，季风一边拖着自己的上衣，一边走进浴室。浴室里还残留着香味和水汽，令人遐想。季风进入浴室后，温暖站起身，走到饮水机旁，给自己倒了杯水。纸杯放在嘴边，他便莫名地靠在墙上，思绪开始不受控制，如桃花般的眼睛隐隐发亮，随后又微微眯起，最后像月牙一般弯起来。那笑容里多少有些小幸福，也有些狡黠。想着想着，温暖就想出了神。男生洗澡很快，季风梳洗完毕，便用毛巾盖住头，穿着那条温暖穿过的四角裤，赤膊着上身走了出来。这条裤子温暖刚才穿过，穿一条裤子。他站在浴室门口的走道前准备穿衣服，只是没想到温暖居然没坐在床或者沙发上，而是站在走道对面喝水，此时就这么怔怔地看着他。长期锻炼带来的肌肉线条很明显，只是年龄还不够，肌肉和身材的成长需要一些时间。18岁的年纪，即使吃得很多，锻炼强度也够，依然会相对瘦弱。可即便如此，温暖也是看得愣了神，而他白皙的脸蛋迅速转红，盯着季风的眼睛却没有移开的意思。季风也察觉到了他的异常，顿时觉得有些尴尬，连忙套好衣服。真不至于在温暖面前秀身材，男人搔首弄姿什么的实在油腻。从一旁的立柜里拿出吹风机，季风看着手中的吹风机思索了片刻，随后看向温暖，要不要我帮你吹头发？温暖又愣了一下，猛猛地点了几下头。好。男生帮女生吹头发这件事是一项非常亲密的举动，如果是个大猪蹄子，即使是男女朋友也不会去帮做这件事。季风以前不可能帮女人吹头发，而温暖则是不可能让别人给他吹头发，所以两人都感觉怪怪的。温暖盘腿倒坐在床边，背对着季风，而季风则是插上电源站在了他的身后。当季风轻轻用手指插入了他的压发，他突然有种成就解锁的既视感。用手指插入温暖的头发里，这是多久之前季风就想要做的事情了。高中时的天台劝说，不对，
比那还要早，是在工地里第一次扯断他发绳，他那一头黑发散落在自己眼前的时候，那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刻。当时少女的压发近在咫尺，或许那时候的他就已经心动了，只是很长时间都没有承认。一见钟情这个词放在以前，季风纯当放屁，一见钟情不就是见色起意吗？现在他好像又有点相信一见钟情了。初见乍惊欢，久处亦怦然，双标狗是这样的，比如他这种。在想什么？面前的温暖突然开口，大概是季风的许久未动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异常。季风嘴角微扬，轻轻抚摸着温暖还略微有些潮湿的头发。没什么，可能需要点时间，你玩会手机。呼呼呼，吹风机被开启，热风和噪音还是很大的。当暖风划过指尖和发髻，季风与温暖在这个时候都很默契的不再说话。季风有些笨拙的捋出一撮撮头发，然后用暖风吹干。之所以笨拙，是因为季风以前没干过这种事情，不过他很聪明，很快便找到了一些技巧。五指插入头发，慢慢的滑下来。如果遇到打结的地方，先尝试五指张开，看看能不能解结。不行的话，再用手指去拆。随着温暖秀发上的水迹越来越少，她的头发也变得越发顺滑起来。摸在手中，那宛如丝绸一般的质感让季风有些心醉。他忍不住低下头，在温暖的头顶闻了一下。除了洗发水的香味外，季风又一次闻到了那种让他悸动的气味，那种奶香奶香的气味，说不上来的感觉。好了，其实温暖的耳根子已经在季风低下头的那一刻红了。他猜到了季风在闻他，所以没吱声也没躲。他喜欢这种感觉。吹完头发，季风终于起身。我天，这都12点了，我去隔壁，你早点睡吧。要是有事的话，给我信息或者直接打电话就行。听闻季风要走，温暖突然有些纠结起来。他不想让季风走，一点都不想，但又觉得开不了口。季风，怎么了？要不要再聊会天？这已经是温暖能说出口的最大限度的挽留了。说出这句话，已经让他有些抬不起头来。可季风好似完全听不懂一般，微微摇头。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这都12点多了，赶紧休息吧。温暖低着头，默然不语。季风是不懂温暖的想法吗？他当然懂，他太懂了。但他也明白尊重，或者说小心翼翼。他尊重温暖，尊重温暖对他的喜欢，也尊重他自己的第一次喜欢男生遇到真正喜欢的人，第一反应就是自卑。无论这个人多么强大，都会感觉到自卑。那种爱会为对方镀上金身，以至于纠结自己是不是还不配。他以前好像没有爱上过一个人，所以雷厉风行的性格在某些方面也变得小心翼翼。如果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那季风自觉是个足够理性的人，所以需要克制这种沉沦。转身准备离开，季风突然感到自己的手掌被细滑缠住，他知道那是温暖的手指。陪陪我好吧。当这个声音出现在耳畔的时候，钢铁般的意志已在顷刻之间轰然崩塌，化为绕指温柔。他无奈、释然，又包含深意的一笑，不知道是在笑话自己自诩坚定的钢铁意志，还是觉得原本那些铺垫许久的心理建设轰然崩塌很可笑。爱是自由意志的沉沦。是的，当它出现的时候，你根本无法反抗。好，季风几乎没有挣扎的就答应了。他虽然没看温暖，却能够猜到他此时脸上的笑容，因为他自己也在笑。不能聊天了，赶紧睡觉。好，我睡沙发，你睡床。什么？没什么。温暖看起来很听话，或许是好不容易让季风妥协留下，所以他也没有再去强求聊天之类的事情。季风说要睡沙发，他也没有开口否决，只是语气里的失望完全藏不住。他尝试挣脱温暖，可温暖只是撇着嘴，低着头，然后用那种刀人的眼神盯着他。季风有些头皮发麻，他指了指电灯开关。睡觉得关灯吧。温暖终于松开了手，随后季风也关上了房间的灯。关了灯，让房间陷入黑暗，季风才拉开一小截窗帘，顺着窗口向外看去，魔都的夜总是有很多霓虹光彩，宛如不夜之城。再回过头，季风突然发现温暖的睡觉状态略显怪异。他双手双脚伸直，板板正正地靠在床边位置，把整个床位都空了出来。季风有些疑惑，不太理解温暖为什么要这样睡，这是在给他留位子。他刚才不说了自己睡沙发吗？而且就算留位子睡一起也不用这么大，怎么这样睡？没什么，习惯了。这算什么习惯？温暖突然沉默了下来，沉默到季风以为他已经睡着了，他才突然开口。我一直都是这样睡的。看着黑暗中笔直的少女，季风突然一滞。他想起了温暖的家，想起了那个城中村里的老破小房子，想起了那张明明是单人却需要躺下2个人的小床。温暖的妈妈睡在里面，
温暖睡在外面，空间根本不够。尤其是温暖在青春期发育，长个子之后，她的位子会越来越拥挤，睡姿也将会越来越固定。她不能再如同其他少女一般在床榻间放肆慵懒，不能在睡觉时随意的蜷缩身体，甚至不能赖床，更不可能有起床气。因为没位置，所以她需要在睡觉的时候笔直身体，需要板板正正。她不会在宿舍里也这样睡吧？我 TMD 季风突然有种给自己一巴掌的冲动。温暖是个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自闭少女许多年来都是靠自己消解情绪，哪怕是她的妈妈给她的也是紧迫感和危机感。自己对温暖来说是很特别的存在吧？傻丫头，睡觉肯定是要睡床中间的呀，不然你掉下去怎么办？面对这个问题，温暖再次陷入沉默。突然而来的自卑像是潮水一样把她淹没，无措和过去的伤感像是一个漩涡，那些抑郁的情绪犹如深渊中的触手一般，将她拖入水底，捂住她的嘴巴，让她再也发不出声音。啥？是被嫌弃了吗？可能吧，思绪已经被负面填满，厌弃一切的情绪逐渐侵蚀掉她的身体，直至阴暗融入黑夜。突然，温暖的身体骤然紧绷，她好像感觉到黑暗中有人朝她伸出了手，随后她的手掌被人握住，是季风，也是拉她出深渊的光明。季风的手掌，或许她不能记清楚手掌上的每条纹路，但只要握住它就能立刻确认，不厚实却宽大，不柔软却温柔，以及触之所及后刚刚好的力量，那是独属于季风的感觉。温暖浅吸气的同时，紧紧握住指尖，她悄悄加重了自己手指的力道，生怕他会逃脱一样。随着她紧握季风的手掌，原本紧绷的身体也在此时松弛下来。季风在的感觉真好。其实站在温暖身边的季风此时也有些感慨，刚才自己握住温暖手掌的那一刻，他甚至能感觉到温暖手劲的凸起，身体都绷直了。握了好一会，季风才感觉到温暖的身体逐渐松弛。他真的好紧张，好局促。他突然发现自己对温暖的过去知之甚少，除了他自己所说的那些外，过去10几年的时光里，他到底经历了些什么？不着急，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治愈。季风抬手晃了晃温暖的手掌，睡着了。温暖以为季风又要走，心里顿时有些难过。虽然已经握住好一会儿时间，但根本不够，就装作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再贪心一会吧。没有，你不往里面躺一躺，我睡哪呢？啊，总不能一直搁着站着吧。2句话让温暖的智商有那么一刻变成了负值，本就高负荷运转的 CPU 突然宕机了一瞬。他嘴巴微微张开，回过神来的时候，时间又过去好几秒。还好，季风还在等待。哦，好，我往里面睡一点。温暖的声音紧张、局促不安，又怀着强烈的期待。这便是他留下来的原因，这便是他一直期盼的事情。他的小心机完成了，他跟财神许下的愿望又实现了。财神爷可真管用捏，明天给他多上几炷香吧。温暖笨拙地在床上蠕动了几下，一点点地挪动到了床铺的中间。他的后背已经全是汗，紧张又兴奋。在温暖移动到中间之后，季风便顺势躺了下来。他以往的生活也很自律，睡觉姿势什么的同样很规矩，可规矩是规矩，跟温暖那种直挺挺的状态还是有所不同的。侧卧在床边，季风依然紧紧握着温暖的手，温暖的状态倒是没有变化，只是从板板正正的睡在床边变成了板板正正的睡在中间。感受了一下已经汗湿的手心，季风轻轻撩拨温暖额间散乱的头发。太晚了，睡觉吧。温柔的动作让温暖脚趾头都攥在了一起。夜深人静，他能听到季风细微而平稳的呼吸声，他就这么平和而温柔地躺在自己身边，如同做梦一样。季风没有去矫正温暖的睡觉姿势，更不会去训斥或者嘲笑。这种时候，他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事情，只要默默握住温暖的手掌，让他感觉到自己的温度，让他拥有安全感就行。夜的时间仿佛没有尽头，两人都没有说话。过了不知道多久，渐渐的，季风感觉温暖的手指不再出汗，呼吸也不再那么局促紧张，节奏平稳，应该是进入了那种正常睡觉的起伏状态。季风这时候才缓缓睁开眼睛，在黑暗中欣赏着那宛如艺术品一般的侧脸。他没能入睡，不是因为不困，而是眼下这个姿势实在不舒服。但他也知道自己稍稍有风吹草动，温暖紧张的情绪就会立刻紧绷起来。反复下去，他睡不着的，所以才一直没动。等温暖睡着，季风调整了一下姿势，这才开始好好欣赏睡梦中的美人。他眨眼的次数逐渐开始多了起来，一直到进入梦乡。无人打扰的夜很宁静，房间里只有微弱的呼吸声和窗外的虫鸣。在月光的渗透下，床上的人儿轻轻闭目。然而随着时光的流转，天边渐渐泛白，夜色也慢慢褪去。阳光从窗边破晓而入，静悄悄地洒在卧室里，像一双无形之手轻轻拂过，逐渐唤醒了这个沉睡的世界。此时的卧室
有了映着窗棂的阳光影子，一切的事物都逐渐变得明媚。床中间人儿微微睁开了眼，下意识的就要握紧手掌，但指尖的触感让他连忙终止了自己的动作。他还在，没走。温暖突然感觉自己非常的幸福，除了板正睡觉带来的身体僵硬感外，一切都很舒适。悄悄地侧过头，季风还侧卧在一边，他默默握紧自己的手，应该是握了一夜都没有变过姿势，一直这样睡应该会很累吧。看着季风近在咫尺的脸庞，温暖的心跳突然就开始加速，他想要靠近一些，更靠近一些，会不会把季风弄醒呢？醒了的话就要起床了。温暖的思维里并没有太多关于睡懒觉的内容，他的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关于睡懒觉这件事的概念。以前他没有睡懒觉的机会，现在也没有睡懒觉的习惯，所以在他看来醒了就要起床。不过心中的向往很快便淹没了理智，他就是想靠近一些，身体悄悄地朝着季风身边挪动，这是他昨天晚上根本不敢去做的事情。一点一点的靠近，让温暖的心跳越发加速，一直到足够近的时候，温暖微微歪头，把脑袋悄悄靠在了季风腋窝和胸口边的位置，轻轻嗅了一下季风的气味。自闭少女的脸颊已经红成一片，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如果是昨天晚上喝了酒做梦，那就让他多醉一回吧。在温暖看不见的角度，季风悄悄睁开了自己的眼睛，他的生物钟也很准，一直都很准，这已经是他常年的习惯，所以在温暖向他挪动的时候，他就已经醒了。他只是不忍心打断自闭少女笨拙的靠近。温暖的脸皮很薄，勇气值也少得可怜，眼下必然是他因为喜欢而鼓起勇气的动作，不该被打断。更何况他自己也很喜欢。感受着温暖靠在怀里的脑袋，季风的心情也有些波澜，溢出的情感让他也伸出了手，轻轻抚摸温暖的头发和脑袋，就像是在抚摸一个小孩子。温暖本就害羞，季风下意识的温柔让他身体再次僵硬。季风没吱声，他稍稍调整了自己的位置，左手环抱着他的脑袋，让温暖靠在自己胸口上，右手缓缓松开了他的手指，轻轻扶住了温暖纤细的腰肢，都是很自然的举动。做完之后，季风便重新闭上了眼睛。昨天忙碌了一天，很累，而且睡得很晚，生物钟让他醒来并不意味着他已经睡够，他还想睡会，抱着温暖睡会。可比起季风的自然，温暖已经彻底尬住了。首先刚才季风的一系列动作让他整个人都处于恍惚状态。季风是醒了吗？季风没有起床，季风突然松开了自己的手，但是他抱住了自己的腰。温暖甚至不知道自己被松开的左手现在应该放在哪，僵硬在半空中一会，最终还是落在了季风的胸前。他喜欢这样的感觉，喜欢贴在季风的身上，喜欢轻轻闻着季风的气味。而季风在感觉到自闭少女不太老实的鼻尖后，也压低了一些自己的鼻子，让其贴在她的压发上，很明显的嗅了几口，感受怀中少女那僵硬的反应后，他才笑着低吟：别动，再睡一会。怀里的少女瞬间老实了许多，过了一会才从鼻子里发出一声轻轻的听见了少女的回应，季风的目光也逐渐迷离。得到安全感的人从来都不只是温暖，其实季风也是一个没什么安全感的人，只是在过去的时间里他足够强大和冷静，他不需要靠别人给他带来安全感，但情感上的需求他从来没有被满足过，一旦满足就容易让人迷醉，就像是现在这样。季风感觉自己有些醉了，所以才会那么困，那么想睡去。这一次季风比温暖更早一些进入梦乡，怀中的温暖感觉到了那股安定，他意识到季风可能睡着了，感受着自己喜欢的人抱着自己睡着，温暖的心中也充满了欢喜。他的身体重新松弛，想要细细品味这一点一滴的美好。到现在他反而有点舍不得睡去了，只是靠在季风的怀里太过安全和舒适，温暖也渐渐放松下来，重新进入了梦乡。6点的2回头觉，一直睡到了上午10点多。床榻间，温暖在季风的怀里呢喃：阿亚伊。季风根本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东西，梦话似乎不像是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那样的清晰，只能感觉半眯半醒的状态下，温暖又一次开始在自己怀里蹭来蹭去。他的脸颊上带着笑意，双脚不由自主地缠在一起，脚趾蜷缩，然后又随之舒展，空闲的手掌一直在摸季风的身体，这些都是半梦半醒时无意识的动作。可突然手掌的动作快了几分，怀中的身体也逐渐僵硬，最后手干脆悬在半空不动了。季风知道这是温暖醒了，这种反应让他差点笑出了声，轻轻握住那悬空的手掌，让其缓缓放下。季风重新抚摸了一下温暖的头发，在他耳畔轻声细语：撒娇和依赖是所有女人天生就有的被动技能，当一个女生得到了足够的安全感和偏爱，她就会自动出发。不用紧张，你很正常。温暖的脸已经红出水来了，他没回季风的话，而是默默推开了季风的胸膛，背过身去，不让季风看到他的脸。
然后悄悄大口呼吸了几下，调整自己的情绪。我要起床了。还算美好的夜晚，更为美好的早上。季风知道温暖需要一些时间和空间去消化这些，也需要去换衣服。他就不留下观摩了，这丫头脸皮薄。我先下去买点早饭吧，虽然也不是很早了，你想吃点什么？温暖张开嘴，原本想说随便的，可话到嘴边却没说出来。他看到了季风认真询问的眼神，认真的询问应该被认真的回答。我可以选吗？季风微微一愣，当然可以，我的温总。那我想吃小笼包和豆浆。季风微微一愣，小笼包和豆浆这两样东西他其实有点熟悉，因为过去他给顾雪婷买了好多年的早餐，顾雪婷最喜欢的就是小笼包和豆浆，似乎是很简单的要求啊。好，季风欣然答应，然后把空间留给温暖，让他换衣服，独自下楼买了小笼包、蒸饺、生煎，还有汤和豆浆。等季风回到409的时候，温暖已经换好了衣服，表情也恢复了正常，只是偶尔会偷瞄自己，然后眉间多了些笑意。吃早饭，吃完早饭还要工作。工作上的事情还有很多，到了今天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昨天招聘过程中的人选了。昨天很忙，今天可能会更忙。睡了一个懒觉已经是在犯罪，他们时间紧任务重，着实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松懈。原本季风还想提一嘴有关于李林奇请他吃饭的事情，后来想了想还是算了，影响工作状态，晚上再说吧。走吧。好，两人穿戴整齐便前往了3楼中庭。还没进门就听到了豆丁大头几人大声吵嚷。大头，你是傻逼吗？不知道让人投的，滚你大爷，再让他把我反杀了。季风。温暖看向季风，没说话。这帮傻卵叫的那么大声，很明显是在打游戏来着。上班时间不允许大声喧哗，不允许打游戏。季风平日里虽然对兄弟们很客气，但这种属于原则性的问题，自己和温暖迟到是很不合适，可你们在公司打游戏就没道理了。还没进屋，他的火气就腾腾往上冒。带着温暖默默走进公司，豆丁扫了一眼季风和温暖。大哥大嫂来了。说完他又继续的专注于游戏了。季风，是不是哪里不对劲？豆丁这个人虽然愣了点，但他是最听话最懂事的一个。季风敢带着一帮兄弟们裸奔魔都，没了豆丁真的不行。他虽然很多职场能力不行，但他足够听话，道理上的事情几乎不会犯蠢。就比如公司规矩上的错误，上班时间不能搁前搁后，称兄道弟，豆丁也从来都没有犯过。今天等等，季风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劲，他转向温暖。今天是几号？9月30号，8月15。卧槽，今天是中秋节。好像是。温暖点点头。季风有些懵，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太过舒适，很久没有那么放松，所以把这事给忘了。其实不只是季风忘了，温暖的情况也差不多。昨天晚上到现在情绪一直在过山车。时间什么的他完全没有留意，光顾着贴贴了，对于日子完全懵逼，着实不应该。至于季风，他看着正在打游戏的几个兄弟们，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这都中秋节放假了，兄弟们不仅没回老家，还在公司待着，他要再去逼逼那就真是不地道了。资本家都不这样干。今天中秋节你有什么要做的事情没？好像没有。那今天？季风挑了挑眉。一起工作吧。温暖很欣然地说道。季风嘴角抽搐了一下，他其实是想问问温暖想不想出去玩玩的，可温暖开口就是一起工作，他难崩的同时也没理由去拒绝。毕竟对于温暖来说，工作本身就很快乐。那也行，之前招聘的事情我们当时通知的就是1至2天给予答复，像吕泉、刘婷那些今天白天就可以打电话敲定。温暖点了点头，然后就发出了一个灵魂问题：谁打？虽然公司很小，但并不是没有人，温暖作为总裁打肯定是不合适的，恰好公司就有一位精通各项业务，能力出众，口才极佳，又熟知整个公司运作流程的难得人选。经过温总和季总监的一番商讨，此等重任非季风同学莫属。然后季风就蹲在公司里打了一下午电话。喂，你好，吕泉先生是吧？我是指尖未来的策划总监季风，我司诚邀。喂，你好，刘婷小姐是吧？因为季风比较看重吕泉和刘婷，所以这2个人选他是重点照顾的。不仅和2人聊了具体的薪资待遇，还具体妥善详谈了合同、规划以及一定的未来。对于他们这种具备人才潜质的人，季风不和他们谈福利，他只谈钱。在职场，福利是给工具人看的，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只要给他们钱或者足够的利益，他们会拿命拼的。这些人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也不需要所谓福利那种糊弄人的东西，钱就是最实在的东西。忙完招聘的事宜，季风和温暖又重新坐回办公室里。
开始指点温暖有关于推广和策划的知识，顺便修改自己的裂变策划案。下面我们来说说推广和策划。见季风进入认真状态，温暖这边也拿出了纸笔，开始记录流量裂变。一个经典的词汇，又被称之为病毒性引流，具备人传人，是传世的效果。病毒性引流虽然具有很高的随机性，但其实是可以被高手策划的。最经典的案例便是曾经石金泉先生2011年做的局，贵行救女，谋士以身为饵，请天下人入其局。他不赌人性本善，不祈求网友出生救母女，他赌了人性本恶，等一手网友都想让他死。这个局太经典，也太成功，因为广大网友真的想让他去死，瞬间引爆流量的同时，也达成了贵行救女的最初目的。这个案子甚至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奉为经典。不过季风自身的策划水平有限，想不出来这么经典的局，也不需要。他做引流没什么大义可言，纯粹就是为了带货赚钱，也为短视频领域累积资金和经验。如今的他只要做出来一些博人眼球的小局就可以了，比如曾经的某品牌1元月饼，号称卖一份至少亏39元，一夜亏损几百万，还有某品牌1元3条毛巾，一晚被抢26万条等等，这都是很经典的案子，可以照抄。月饼活动确实是亏了几百万，但最后销售将近1亿2，赚了2000多 W， 策划是不会告诉你的。至于那个毛巾案子，哪怕是前世都还属于大热的品牌，亏钱卖东西怎么赚？其实很简单，赚流量，赚眼球。只要让足够多的人知道这个品牌，知道这个货，那商家就永远不可能亏。毕竟79的眉笔都有人买，甚至能卖脱销，哪怕它的成本只有不到1块钱。而很多老国货明明物美价廉，却完全无人问津，这便是流量的区别。因为没人知道老国货，他们在被曝光前根本就没有任何流量。其实季风觉得，为了流量，他甚至可以连佣金都不要了，就是不知道实际操作下来能不能做成有关于策划和推广。基础道理就是这样。课讲的差不多了，季风端起水杯喝了一口。他其实不太喜欢讲这些商业课程，不过今天的学生是温暖，那他肯定是不能藏私的。和温暖作为管理和统筹的工作不同，他作为老板很多事情需要提前考虑。策划这种事情他可以做，但不能一直做，总是需要放权下去的。温暖作为总裁，他需要了解这方面的道理。不说让他做策划，至少以后招了新的策划总监之后，他作为总裁不至于被糊弄。忙完工作，季风带着温暖还有豆丁他们几个在公司过了一个中秋节，买了些楼下的零散月饼，拍了张公司初创的大合照，随后又带着温暖打起了游戏。很显然，在没有穆晚秋那种高手的情况下，季风也不可能带着温暖走下路，会死成狗。最终季风选了剑圣打野，温暖选了个肾去上单。公司5连坐，越打越沉默。温暖玩了一会之后，总算明白为什么季风和豆丁这么好的关系，打游戏也会吵架了，吃吃喝喝玩玩，然后结束这个略显清淡的中秋节。眼下这个时代的中秋节已经少了许多过节的气氛，他乡纵有当头月，不及家山一盏灯。不在家乡，兄弟们也只能和家里的父母聊聊电话或者微信。季风和温暖也是如此。时间又回归到夜晚，季风和老妈老爸通完电话，便靠在了窗台上。当他拿出烟的时候，温暖也同时拿出了那个他拿回去却始终没还回来的打火机。唰，火光亮起，却被夜风吹灭。温暖重新打火，季风也靠近了一些，用双手压了压风。香烟点燃，季风重新靠在了阳台上。打火机你是不是不打算还给我了？不是让我多多练习的吗？而且这本来就是我买的。温暖还振振有词，送出去的东西还有要回去的。这个不一样。好吧，别弄丢了。不会。其实在温暖和季风心里，这是他们的定情信物，两人都是这样认为。继续抽烟，季风盯着温暖的眼神开始迷离起来。他是愿意享乐的那种人，工作出成绩，除了自我价值的实现外，物欲上的满足他也不会拒绝，甚至会享受物欲。今天明明是中秋节的，却被迫上一天班，对季风来说着实有些难顶。只是看到温暖乐在其中的样子，季风也就无所谓了。乐我爱之乐，亦是享乐。既然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那他其实也可以把早上没说的事情拿出来聊聊。温暖，有件事要告诉你。啊，什么事？温暖突然有些紧张。一般来说，季风都是有事说事，直接让他去做，不是没有找他商量的时候，只是相对较少。这种正式的询问，总让温暖有种不是什么好事的感觉。昨天我在买东西吃的时候，碰到了顾雪婷和她妈妈。她妈妈以前很照顾我，是一位很好很好的长辈，所以过2天我可能要请顾雪婷的妈妈吃饭，大概是后天晚上。温暖低眉不吱声。果然，
但凡是这种需要季风明明白白说出来，看似和他商量的事情，通常不是什么令人开心的事情。和季风在一起的时间，好像又要被迫减少了，而且还是顾雪婷那个家伙。我知道了。温暖乖巧的点点头。是的，即使吃醋，他也会装作很大度的，无所谓的。季风嘴角抽了抽，憋住笑。我大概知道他想做什么。我也知道。温暖在心里小声嘀咕。所以，你要和我一起去吗？啊，虽然不是亲戚，但好像依然算是长辈和后辈之间的饭局，带他去吗？到时候顾雪婷肯定也会去的，所以他是以季风的想着想着，温暖便低下了头。季风没有催促他，他喜欢看着温暖静静思考的样子，等他慢慢想明白自己话中的意思。察觉到季风的眼神，温暖像是突然回过神来一样，连忙点头应声。要去。看到温暖的可爱，季风实在没忍住，把手放在了他的脑袋上。好，那就一起。今天的时间不似昨天那么的晚，也远远没有到睡觉的时间点。说完吃饭的事情后，再次四目相对时，季风和温暖之间突然有些莫名的尴尬。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的事情，可以说是有些巧合，也有些刻意为之。早上醒来时，自闭少女的面情还是羞涩的，她很尴尬地推开了自己。所以今天晚上还能像昨天那样心安理得吗？今天你洗澡的时候，衣服提前准备好吧。我去收拾一下。季风的语气有些干，温暖避免尴尬，便主动走回了屋子里。收拾。正当季风疑惑时，温暖居然真的做起了收拾的活计。季风虽然大部分时候挺干净的，但他还是会有些男人常规性的毛病，比如衣服喜欢放成一坨。在家的时候有老妈帮他收拾，可出门在外就不行了，没人收拾的衣服一坨就是一坨，他不会自己叠好。温暖把季风盛放衣服的几个抽屉都拽了出来，衣服都是洗干净的，所以就被温暖顺手的摆放在床上，然后分类叠，一件一件，一种一种。他叠衣服的手法很纯熟，一看就是常干家务的那种。看着收拾衣服的温暖，季风有些尴尬地站在一边。女孩子帮他收拾衣服，以前只有保姆和老妈这样做过，他不知道网上传的那些温柔贤惠的妻子是什么样，反正他也没见过。贤妻这种存在基本上也不会在市面流通，就算有，也是大概率被人窝在家里当宝。那温暖算不算贤妻？嗨，怎么想那么远了？季风留在这里的衣服并不算多，很快温暖便把它们分类完毕。这边的是上衣，这边的是裤子，这边的是外套、长裤，这边是内裤。知道了。这样分类放好不会乱，也不会找不到。我明天要去买衣服了，一起吗？啊，季风微微一愣，我没从学校里带换洗的衣服出来，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季风眉宇间动了动，真的不是因为后天要去见顾雪婷和他妈才去买衣服的。虽然心里有这个想法，可季风绝对不会说出来。好，明天一起。听到季风答应，温暖甜甜地笑了起来。今天的季风话有点少，似乎和以往的情况反了过来。一直都是温暖在说，他时不时的应声两句。季风已经看到了他手边拿好的一套衣服，看样子是准备去洗澡。当然，看见了也装作看不见。他没提洗完怎么穿衣服，更没提自己要睡豆丁房间的事情，一切都好像被安排好了一样，那么顺其自然。随着温暖走入浴室，淋雨的潺潺在耳边响起，季风又一次来到了阳台，用一次性的打火机给自己点了根烟。今天的他淡定了不少，已经不会出现昨天的那种窘态。而温暖从浴室里出来的时候，也没有昨天那样的夸张。没洗头，所以头发基本是干的，也提前准备好了合身的裤子，没像昨天那样露腿在外。季风手里的烟顿了顿，心情不知道是感慨还是遗憾，至少不用刻意拉上窗帘，防止他走光了。我去洗。季风同样很快的洗完澡，出来时温暖已经靠在床边玩起了手机，气氛多多少少有些沉默和怪异。在看到季风出来之后，温暖的目光突然凝了凝，开始不动声色地挪动身体，从床边挪动到了床中间，也就是昨晚睡觉的那个位置，把床边空了出来。左边可以，右边也可以，这让准备坐到沙发上的季风顿时尬在原地。温暖这个举动很明显了，在床位的位置处着5-6秒钟，他只能默默走到昨天的位置躺下，然后开始玩手机。两人都没说话，一切全靠默契。只是季风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一句话：穷玩车，富玩表，玩手机是大傻雕。他不知道自己脑子里为什么会冒出这句话，总之挥之不去，整个人也没有昨天那么洒脱，很僵硬。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温暖主动起身关了灯，又重新睡到了床中间，姿势还是那么的板板正正，但他把右手伸了出来，放在了他和季风的中间。这种很明显的举动，季风当然能看得见，不过昨天晚上侧卧了一宿，实在不舒服，所以他没再像之前那样用右手握住温暖，
而是以正常平躺的姿势睡下，用左手握住温暖的右手，十指相扣。温暖虽然闭着眼睛，但眉毛都翘了起来。这夜是个平静的夜。第二天清晨，季风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的下巴有些痒，似乎是温暖的手指正在抚摸他还不算坚硬的胡茬。好吧，刻意保持的距离没起到什么作用，温暖已经不动声色地贴了过来，悄悄的呼吸声近在咫尺。季风能感觉到他呼吸中的紧张。温暖在他怀里沉寂了一会，不知道在做什么。突然，他感觉到自己的下巴被轻轻啄了一下，浅浅的微凉转瞬即逝。季风甚至都没有反应过来，少女就已经起身离去。刚刚很轻微，但季风知道那是什么，温暖的亲吻。幸福感瞬间充斥全身，让季风有些沉醉。不过季风这会儿人有点麻，不只是心理上的那种。此时他的姿势并不怎么舒服，又不想现在醒来，所以只能继续装睡。睡了一会之后，人就麻了。等温暖去了浴室洗漱，季风这才忙得起身，轻轻摸了一下自己的下巴，嘴角忍不住的上扬起来。嘿，今天是11，温暖简单做了2碗青菜鸡蛋面作为早饭，白水挂面谈不上多好吃，不过季风还是愣撑了一大碗。靠在门边看着洗碗的温暖，真的很像人妻啊。季风突然有种从后背抱上去的冲动，但想了想，还是算了。他和温暖有很多的时间，来日方长。吃完饭，两人便一起下了楼。按照昨天晚上温暖所说的，今天要去买一些新的衣服，他懂的，所以两人便一起前往商场。温暖是第一次逛魔都的商场，不得不说，这里的价格简直让他有些啧舌。品牌衣服动辄上千，就算是以他目前的收入来说，能够支持，他也舍不得。季风自然看出了温暖的想法，根据赵兰教你的，买2套贵一些的正装，其他还是去楼下的衣服店买吧。好。买衣服这件事情不只是为了应对明天的饭局，作为公司领导，他也应该买一些正装了。CEO 的身份肯定是不能穿廉价品的。走在品牌区，温暖的表情越发纠结，这里的衣服都好贵啊，所以走公账。季风突然说道。啊，不行，不合适。听到公账，温暖是有些慌乱的，连忙摆手。季风面无表情的在那里帮温暖挑选衣服，一脸平静的继续。公司会计还没入职，现在走公账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以前也经常走公账花钱，等刘婷入职之后才会比较麻烦。见季风把自己花钱走公账这件事情说得理所当然，温暖就感觉很离谱，因为本来就很离谱。在成立公司之前，公账就等于都是他自己的钱，他花私人账户和公账并没有什么区别。现在成立了公司，季风本人也占股超过 90%， 他在公司是真正的说一不二，说这种话纯属赖皮。温暖作为 CEO 是肯定不会同意的。现在已经是公司了，公是公，私是私，再说我也不是没钱，不行那行吧，假公济私的算盘没打成，季风有些遗憾。作为公司的公账肯定是不能随便动用的，尤其是创业初期，公司需要很多的资金研发投入，大部分创业初期的老板过得其实都不咋地，虽然不至于像普通人那么艰苦，但也绝对谈不上享受。季风知道温暖很在意钱的事情，见他态度强硬，季风也只能作罢。不过他今天还是没打算让温暖付钱，他要让温暖逐渐接受他买单这件事，而不是一直这样拒绝又拒绝，那样双方都会很累。选好衣服让温暖换上，看着他从更衣室中走出，季风明显愣了愣神。职业装精致的剪裁使得温暖的曼妙身姿得到了完美展示，无瑕的面容在穿搭点缀下更加夺目，显现出她不凡的气质和内涵。修长的睫毛眨动间便吸引了营业员的目光，也吸引了季风。这常人难以相比拟的气质自然会引起赞叹。先生，您的女朋友真漂亮。职业装的区域自然不会像是楼下休闲装那样随意，营业员都显得非常端庄和礼貌。温暖闻言脸色红了红，不过现在的她已经比以前大方了很多，悄悄走到季风面前。这套太贵，还是算了。季风没吱声，等温暖进去换衣服的时候，他朝着营业员点点头，递过去自己的卡。我也觉得她很漂亮，刷卡吧。好的，先生您稍等。营业员本来就是微笑服务，这回付了钱，他脸上的笑容更胜之前。一路消费，等季风带着温暖出了商场，自闭少女却一直闷不吱声。之前说好他会付钱的，可季风根本没给他付钱的机会，每次都在换衣服时抢先。温暖不想和季风生气，可每次季风帮他买东西，他都会莫名产生一些情绪。无用之人被抛弃，累赘这种词语总是会从脑子里冒出来。一直走到了小店驴那，季风见温暖始终都没有消化掉自己的情绪，终于还是没忍住，先开了口：你先把头抬起来。啊！被季风要求的温暖缓缓抬起头，对视上了季风的眼睛，那双眼眸就像是深深的湖水，被他看着就会沉溺其中。温暖想要躲开这种目光，
可季风却将她拽了回来。四目重新相对，季风扶住了少女的肩膀。温暖，你应该明白我的。季风眼中流露出深情，温柔的炙热与坦诚的爱意，逐渐驱散掉温暖心中的黑暗，就像是被阴霾笼罩的深山古堡，终于见到了那一抹阳光。他应该明白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寻找答案，因为他始终都能感受到季风的心意，平静儿又坚定的心意。相反的是他自己，他总是在勇敢和怯懦中徘徊。勇敢的时候会让季风不知所措，自卑的时候又会让自己像个可怜的虫子。季风的温柔与付出从来都不讲条件，而自己每次的抗拒或许都会让他很困扰吧。盯着季风的眼睛，温暖的情绪松弛下来，默默的点点头。我明白的。季风见温暖终于没在钱这件事情上继续计较，心情顿时大好。虽然男女生之间在交往上经济互相平衡，互送礼物是一种尊重，但温暖这种就属于纯纯的拒绝了。女生拒绝男生没什么问题，可问题是他们应该是男女朋友才对。小仙女的情况是，接受不等于我同意，温暖的情况却是我可以帮你干活，但我连钱都不想要。她总是把自己看得太轻，根本没意识到季风如今已经离不开她，无论是公司还是她本人。接受好意，这算是历史性的一步，而且这只是一切的开始。明白就好了，快上车。季风拍了拍小龟王的座椅，现在要去哪？去买米，当然还可以顺便买点菜。小情绪早已经一扫而空，温暖听到季风要去买米的时候，心里顿时有些兴奋。好。之后季风和温暖一起去超市买了米、零食，随后又逛了逛菜市场，买了一条活鱼，带着一大堆食材返回了老商圈公寓。季风和温暖准备在家里自己下厨吃一顿。一回到家，季风便把米盆刷干净，然后吩咐温暖去洗手。洗完手回来擦干，温暖还用吹风机吹了一下，确保没有水迹，不然那米玩过就不能吃了。看着季风把米倒进眼前的米盆，自闭少女已经有些跃跃欲试。抿着嘴唇，温暖将手掌缓缓插入米盆里，她闭上了眼睛，感受着指尖颗粒的挤压，瞬间得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满足感。季风在一旁看得想笑，多大的人了还玩米，不像我，现在要开始为了晚上的饭做准备。盯着买回来的那条活鱼，季风的嘴角抽抽。前世混了几十年的社会，他的心早已和刀一样冷了，会搞不定一条鱼。砰！季风的力量很大，菜刀虽然不是砍刀，但用起来没什么问题。只是那鱼会动，一刀下去斩了半个头，他居然还在动。落日季风想一手按住鱼，可他真的滑不溜手，直接跳进了水池里。一旁正在玩米的温暖见状，忍不住笑了出来。让我来吧。那好。季风也不继续尬招了，他知道专业工作需要专业人士来处理，这种时候就不逞强了。温暖杀鱼不算熟练，但也算有过经验。作为一个能撑起家庭日常的女生，处理食材、切菜、淘米、做饭这种事情，她是毫无压力的。整个过程中，季风也就给她打打下手。在温暖的操作下，很快两人便吃上了一顿简简单单的家常菜。温暖的手艺谈不上多好，但季风在乎的不是口味，平静儿又温馨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两人像一对普通的小夫妻，度过了平平淡淡的一天。次日，季风和温暖同时起来，他们的生物钟恰好比较一致，两人很默契的一起去跑了步。最近锻炼方面太摆，着实不应该。跑完步，吃过早饭，季风便联系了李林奇。李阿姨，今天晚上您这边有空吗？那您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吗？如果都可以的话，那就去火锅吧。学校附近那边就有家东林火锅，也相对方便。好，晚上联系。安排好晚上的饭局，季风和温暖重新进入了工作状态。公司里的事情根本做不完，因为等放完假就要安排新的人事工作。温暖这边已经开始提前规划今后这段时间的选品了。忙碌一天，天色渐晚，季风准备拉着温暖去吃饭时，温暖居然破天荒的要上楼换衣服。有必要吗？有。看到自闭少女一脸认真的样子，季风也只能点点头。温暖换了一套蓝白碎花连衣裙，这套也是昨天她自己选的。以往季风为她搭配的凌厉气质完全收敛，兰花很显白，也很凸显气质，整个人看起来就是个温柔可人的邻家女孩。这种感觉着实不错。好看吗？温暖定定地看着季风。好看。得到季风的肯定，温暖也笑了起来。骑着小电驴，季风按照先前的约定和温暖一起前往了学校附近的东林火锅。到了店门口，在联系李林奇时，对方居然说已经到了。季风有些诧异，他可是早到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走吧，他们在里面了。好。这种情况温暖倒是不怎么在意，他双手拉着包，显得十分文静。走到火锅店里面，按照服务生提及的9号包间，季风带着温暖推门而入。晚上好，李阿姨。
清秀的少年和恬静的少女一起出场，温文尔雅的季风，清纯可人的温暖，两人站在一起便如同一对璧人，也让坐在对面的李灵奇顿时一阵错愕。眼前这个女孩的样子他有些眼熟，按照女儿的说法应该是温暖，可她的外貌李灵奇怎么都无法和曾经见到过的校服女孩对应上。其实不只是李灵奇，旁边的顾雪婷在见到温暖也来吃饭时更是微微张开了嘴巴。小风，这位就是温暖同学吧？李灵奇笑着问道。还没等季风开口，温暖就主动点头。你好，李阿姨，我是温暖。站在一旁的季风有些诧异，今天笨丫头怎么没怯场？见李灵奇有语言攻势的架势，季风直接打断施法，招呼服务员。服务员，先生有什么需要？点菜。季风很娴熟地点了一堆，然后将菜单递给李灵奇。李阿姨还有什么想吃的？再加点。不用了，你们看着点就行。拿回菜单，季风又递给了温暖。你有什么想吃的吗？虾子。点了菜，打上一些蘸料，季风便和李灵奇闲聊起来，多是曾经的那些事情，感情牌。温暖默默听着不说话，顾雪婷也没出声。一直到上了菜，季风很随意地为温暖涮起了牛肉，温暖静默地给季风剥虾，两人平静的状态仿佛小夫妻一样。这时李灵奇的面色才发生了一些变化。雪婷，你也吃啊？顾雪婷脸色很难看地低着头。李灵奇无奈的同时又打量起温暖，平静、淡然、沉稳，除了外貌确实倾人倾城外，温暖还给他一种坚韧和锐利的感觉，这是职场女性专有的特质。虽然还很淡薄，但李灵奇能够感觉到，沉稳从来都不单单指性格，也可以形容一个人经历过的事情。和温暖的状态比起来，女儿就好像是还沉寂在校园恋爱中的脆弱花朵，而对方已经成为笔挺的树干。很显然，温暖在自身的成长方面远远超过自家女儿。李灵奇又扫了一眼季风，一时无奈。原本今天的饭局是想要探探季风的口风，看看他和女儿之间还有没有希望，可季风明显是猜到了这一点，直接把温暖带来，这等于是已经给出了他心中问题的答案。李灵奇微微替女儿叹息，面上却不露声色，眼神直接掠过季风，注视温暖。温暖同学的成绩我早有耳闻，一中后几次月考的全校第一，放在市里应该也是第一名的。李阿姨过奖了，按你的分数来说应该是稳稳清北的吧，怎么会来到魔都呢？我记得雪婷说你是全市第一，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听到李灵奇的问题，季风微微蹙眉。市状元这种事情学校应该会过问的才对，一中方面对温暖的成绩没有进行表彰，最后不了了之，期间应该是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的事。他当然也想知道原因，但他更应该护着温暖。李阿姨温暖突然握住了季风的手掌，示意他不要说话。季风有些错愕，但温暖没看他，只是平静地和李灵奇对视。温暖的眼里根本没有顾雪婷这种晚辈。季风说了，李灵奇曾经对他很好，是值得尊重的长辈。季风尊重他，那自己也会尊重对方。今天他来到这里，可不是来当花瓶，和顾雪婷去做对比的。没有变故，只有选择。因为季风在这里，所以我来到了这里。他目光炯炯有神，哪有平日里一分的娇羞怯懦。现在的他就是温总。他选择了季风，坚定且没有一丝动摇。这目光让李灵奇沉默，也让一旁的顾雪婷羞愧。他会像温暖这样坚定地选择季风吗？不会，哪怕是现在后悔了，他恐怕也无法做到像温暖这样坚定不移。第一和第二看似只差一点，实际上即使一点也会差很多。清北即使放在国际上，也是要比魔都强很多的。年轻时做出的选择多多少少带着些冲动，将来不会后悔吗？季风又欲开口，立刻就被温暖按住，随后强行往他嘴里塞了只虾，示意他闭嘴吃东西。好好，独孤 carry 是吧？行，看你表演。这个问题温暖听过不少次了，学校、老师、妈妈，但他心中的答案完全没有动摇，车门早就焊死。阿姨说的没错，但路是自己选择的，即使做错了也只能怪自己，毕竟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既然做了选择，我就会承担一切由这个选择引发的后果。如果我输了，那我就认。李灵奇已经感觉到了，温暖说的是自己，扎的却是顾雪婷。女儿已经把头低到桌子上了。确实如此，路都是自己选的，做错了也只能怪自己，输了就要认。李灵奇微微点头，心中感慨的同时竟然生出一丝敬佩。若是当年自己有眼前的女孩这么勇敢，或许季风就是自己儿子了。他怎么会有这么离谱的想法？温暖的坚定让李灵奇都挑不出毛病来，虽然心里很不愿意承认，但实际结果已经很明显，女儿是不如温暖的，远远不如。身高外貌、能力学习、坚定的情感、本身的内在，无论哪一点都不如。现在没有机会，
未来恐怕也很难有结果。李林奇放弃了，他开始拉着温暖聊起了家常，聊起了季风和顾雪婷小时候的糗事，而温暖始终都面对得很得体，会说的说，不会说的他就不吱声倾听。这一顿饭吃了很久，已经快要11点。临近结束，李林奇主动对温暖举起了茶杯，你和小风能这么好，真是难得的缘分，阿姨这里就以茶代酒，祝你们幸福吧。谢谢阿姨。母女上了车，顾雪婷终于忍不住情绪，哭了起来。李林奇没有去安慰女儿，只是扶着车窗看向月亮，最远不及清河月，雪婷，她已经离你很远了。饭店门口，目送李林奇和顾雪婷的车子远去，温暖突然松了口气似的拍了拍胸口，兔兔的一阵晃动，惹得某人瞩目。原本季风都打算播放一首 MVP 胜利结算音乐了，却没想到温暖也不是他晚上表现的那么淡定，自闭少女的紧张终于在这一刻流露。你今天真厉害！季风由衷的赞叹，又忍不住追问，为什么这么厉害？温暖转头看向季风，目光盈盈如水，却又透露着坚定。我知道即使自己什么都不做，也已经赢他了。这样子确定？季风的脸上还带着调笑，可温暖的目光如秋水一般肯定深沉。因为我知道你会一直在我身边。炙热的情感让季风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而温暖的目光却没有停止流转。你不会让我说，但我想让你赢。季风微怔，也有些错愕。赢的意思是自己选择温暖要比选择顾雪婷更好吗？不，他说的赢应该不只是顾雪婷吧，是比所有人更好。季风缓缓握紧了温暖的手指。好，我们现在回去吗？季风看了看时间，现在是10点59分，距离10月3号也就是阴历8月18还剩下1个小时，所以他摇摇头不回去。温暖微微一愣，都这么晚了，要去哪？去有花的地方。有花的地方？温暖的目光闪过一些讶异，不过很快就被温柔所取代。季风是记得之前那件事吧？那个想不起来名字的人突然跑来给自己送花，虽然他已经想不起来那个人说了什么，想不起来他长什么样子，但他记得那束花是白色的玫瑰。季风难道很在意那天的事情，吃醋了吗？他今天会送自己花吗？好，温暖点点头，未知才值得期待。上车，坐上2人的小电驴，一路飞驰。季风骑得有些快，而温暖则是紧紧抱住了他的腰，把脸贴在了季风的后背。碎花小裙子虽然好看，但10月初的夜晚骑车时就有些冷了，寒风让温暖有些不舒服，谈不上刺骨，但也动人。冷吗？不冷。很好，自闭少女的嘴是够硬的，这回季风自己都觉得有些冷，更别说温暖了。他停下车，脱下了小外套，递给温暖，让他反穿上，这样可以遮风。温暖没有拒绝，因为此时季风的样子根本不容拒绝。他很乖巧地点了点头，知道了。季风见温暖头发被吹得微乱，顿时有些于心不忍。他们应该买一辆车了，走吧。继续上路，温暖不知道季风要带自己去哪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很远。12年的小电驴还没限速，拉满店门的速度真不慢。可魔都实在太大，季风带着温暖骑行了将近40分钟的时间，一直带着他来到了魔都宝山滨江公园。到了啊！看着乌漆麻黑的海岸线栏杆，隔壁不算亮的灯光，还有三三两两在栏杆边等待的行人。温暖一时间不知道季风带他来这里做什么，甚至出于对季风的信任，他连问都没问。季风让他下车，他就下车，然后默默的等待。季风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然后看向温暖，你不问问我带你来这里做什么？我不问。你不问的话，我们之间的对话很难进行下去。温暖见季风一脸苦恼的样子，心里的喜欢更是要溢出来。那来这里做什么？今天是你的生日。季风低声道，可温暖的反应却没有他所想的那样惊喜，少女的目光突然有些犹豫不定。生日是有什么不好吗？季风看到他那不确定的眼神，季风也跟着迟疑了。他的脑子飞速转动，不是自己，难道是说错话了？正常情况下，过生日这种事情大伙不得庆祝一下，当然前提是正常情况下。和温暖在一起之后，季风已经遇到了很多不属于正常情况的状况。假如温暖没过生日呢？甚至更离谱一点，每次生日都会给温暖留下不好的印象呢？出于警惕，季风没有贸然询问，他默默抓住了温暖的手指，在自闭少女不安的目光下，微微摇头，没什么不好。温暖的目光变得有些飘忽，刚才季风眼中的疑惑被他敏锐捕捉到了，他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又做了什么很丢脸的事情。显然季风也看出了温暖的异样，对于他突然变得低落的原因也有所猜测。对于这种情况，季风只能说自闭少女是会胡思乱想的。他握紧了温暖的小手，轻声祈语，喜欢花吗？温暖的眼神亮了一下，
然后眼珠子朝两边快速扫了一下，却没看到花，也没看到送花过来的人，所以季风只是问问。这会儿他的信心莫名弱了一截，但还是点点头。喜欢，喜欢的话就转身吧。温暖有些疑惑，转身之后只有海啊。转过身面对漆黑的海面，温暖有些不知所云。季风也有点纳闷，怎么不准捏？两人的尴尬并没有持续太久。咻，轰，一颗响雷在天空爆炸。没有见过这一幕的温暖瞬间被吓住，身体不自然地向后退，顺势靠在了季风的怀里。但很快他便被那绚丽的色彩所吸引，烟花爆裂，绽放出一朵在天空中变幻夺目的花。温暖微微张开了嘴巴，身体也随之靠前。紧接着第二、第三颗烟花如流星划破夜空，轰轰轰。有的烟花如盛开的花朵，艳丽无比；有的烟花是搞怪的图案，引人惊奇。所有的光彩都在空中舞动，万紫千红。温暖就这么怔怔地看着天空，目不转睛，心中已然成了梦幻。每当绚丽闪过，光芒都会照亮她美丽的脸。烟花的每次爆炸，她的心都会猛烈颤抖。温暖第一次感受到生日的额外意义，那是季风的偏爱。她有些难以形容自己此时的情绪。回过神来时，下意识就要去抓握季风的手掌，直到察觉季风的手指还在被他攥着，温暖才放下心来。还好季风还在，就在他的身边。温暖的嘴唇动了动，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场景，憋了半晌，只能悠悠冒出一句：好美。季风悄悄地侧过脸，温暖的侧颜被烟花的炫光所照亮，比往日里多了几分色彩。确实好美，美丽的不只是烟花，还有看烟花的人。温暖的目光动了动，脸也有些发热，他能感觉到季风炽热的目光。但黑夜就是最好的隐藏。温暖的鼻子突然有些酸，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天空，嘴边却轻轻启齿：你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他本来就好，不为什么。所以季风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继续问道：喜欢花吗？温暖又一次停顿，但这次的信心明显足了很多，他用力地点头：喜欢。身体被季风轻轻地拉开，不知何时一束白色的玫瑰出现在季风手中，以月亮、星星和烟花为礼，敬你如白玫瑰一般纯净无瑕的灵魂，生日快乐。温暖看着眼前的花，随后捂住了嘴，眼泪顺着指缝流下，只是今晚的哭泣不再是悲伤，而是爱意与感动。他没听懂季风话里的意思，但那不重要了。其实季风心里想说的是，曾经的我也在黑暗中徘徊，污秽不堪，但今世的我足以与你相配，以月亮、星星和烟花为礼，敬你如白玫瑰一般纯净无瑕的灵魂。温暖始终自卑，但只有季风知道他那纯净无瑕的灵魂有多高贵，他是自己前世今生命运的救赎。这些话季风无法告诉任何人，但同样的不重要了。温暖擦了擦自己的眼泪，盯着眼前的季风微微颤抖，他很紧张，心都快跳出来了。勇气又在作怪，那股冲动正在告诉他应该做点什么，应该说点什么。他想告诉季风，大声地告诉他我喜欢你。可当他靠近季风的时候，季风却只是从侧边拥住了他，将他转过身来。烟花还没结束呢，快看烟花，日子很巧，就像是魔都为你生日的礼物。被季风打断的温暖瞬间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憋了一会之后只能悠悠点头，知道了。绚丽的烟花一直持续了10多分钟，终于结束。观赏烟花的人群逐渐散去，慢慢的海边只剩下了栏杆前的两人。温暖柔软的身体已经靠在了季风的身上，气氛在此时近乎黏腻，连呼吸都是湿热的。温暖，你永远都在我心中最特别的地方。往后的日子里，我们会一起逛街，一起看日出日落，我们会躺在沙发上一起看电影，在我身边，你永远放心去做一个小孩。我喜欢你，听到了吗？温暖把头埋进了季风的怀里，这是季风的告白。他好像等了很久，又好像没有等待多久，因为和过去17年多的漫长日子对比，和季风在一起的时光真的很短暂，非常短暂。可即便是对于生命来说很短暂的一段日子，温暖也觉得十分漫长。他早就等不了了，心里泛起幸福的酸楚。温暖蹙起了自己的眉头，然后用脑袋撞季风的胸口，一次又一次。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这样撞还挺疼的。季风连忙捂住了自闭少女的头，别撞了，听见了就行。温暖窝了一会，感觉是在蹭自己的眼泪，过了好一会才哼哼出声，我刚才也想告诉你的。季风笑了笑，他当然明白自闭少女刚才的勇敢，虽然勇敢状态只会持续一瞬间，但那一瞬间的勇气值却是 max 的。季风摸了摸温暖柔顺的头发，我怎么会让自己喜欢的女孩去主动跟我表白呢？真的喜欢我吗？温暖其实知道答案，但他就是想问，想一直问，想每天都问。
季风并不清楚他的小心思，只是沉沉的认真点头。真的喜欢？有多喜欢？好家伙，这个问题当真给季风问住了。是啊，有多喜欢呢？季风认真思考了一会，才缓缓开口，远比你想象中喜欢，因为你总能左右我的情绪。我喜欢每天早上醒来看到你的信息，喜欢你有问题时询问我的样子，喜欢你大事小事都会和我说，让我感觉被需要。无论相隔多远，我想让你感受到我内心的炽热。你是首选且唯一，我想和你一直走下去，期待有你的每一天。温暖抬起头，还有泪痕的眼睛已经弯成了小月亮。不过他可没季风那么会说。季风，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吗？季风想了一会，买衣服的那次，吃饭逛街遇到了顾雪婷他们，然后你帮我点了烟。还要更早一些。季风思绪飘远，瞬间追忆到了更远的时刻。天台。温暖轻轻眯着眼，其实可能更早一些，从你让我给你讲题开始就有，但那一天是我确定的日子。天台那次啊，当时重活的季风看啥其实都挺淡然的，却被李龙这个逼整生气了。等找不到温暖，又突然发现他在天台的时候，他的心好像停跳了一下，就如同第一次在废弃工地里见到温暖时刚好补上多跳的那一下。季风记得当时温暖的样子，风吹开了他的头发，很美，但他身上散发着浓烈的消极和死气，还有那种想要解脱一切的感觉。如果我当时没有找到你，没有和你聊天，你会跳吗？所以说我真是很幸运啊。答非所问，但季风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季风，你当时劝我的时候在想什么？季风摸了摸温暖的头发，虽然心中很柔软，想说些甜言蜜语，但这件事情上他还是选择了如实的回答，没有添油加醋。当时劝你，真的是觉得你人很好，没有其他的想法，只是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想我好好的，所以你就劝我去找嫣红浩。季风，操，这什么死亡问题？当时怎么个事来着？季风挠了挠头，我当时以为你喜欢他，我的世界里没有过其他人，除了你。季风被自闭少女说的有些动容，嘴唇轻轻吻上她的头发。是被需要的感觉吗？不是，是被你需要的感觉。季风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起来。好好好，会说话就多说点。当时他刚重生，脑子都没清楚呢，和温暖之间的接触不就只有霸凌？我那是不算好人吧？虽然很奇怪，但我总觉得你送我回家的时候突然变了，从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季风微微吃惊，这便是纯净灵魂的直觉吗？其实确实是变了一个人，不过一个好人这个评价还是有点抽象，看来是我更幸运一点。温暖把季风稍稍推开一些，让自己可以和季风对视。应该是我们都很幸运。是啊，我们都很幸运。季风也跟着肯定。温暖盯着季风，抿抿嘴，认真道：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真正的男朋友了，官宣的那种。所以从现在起，你要记住一件是什么事？既然是男朋友，你要是想亲我，你就亲；想抱我，你就抱。我可能会不好意思，但是我太愿意了。季风有些被温暖的爱意融化，他眉宇耸动半天。比如现在，略带凉意的嘴唇并不冰冷，至少他能融化季风的心。季风的眼睛微微睁大，这一刻的他比平时里会紧张的温暖还要僵硬，双手不知所措，最终还是落在了温暖的后背上。被自己喜欢的人 A 了上来是什么感觉？大概就是被温暖包围的感觉，大概就是从此以后被问几位，他会很直白地说2位，大概就是朋友，是好朋友，是女朋友，大概就是10月凉夜，再无冷意，四季有你，胜过人间无数。许久，纯分。季风没有去干伸舌头那种事情，虽然他挺想的。今天晚上对于两人来说已经足够美好。相拥一会，温暖才和季风分开，举着手里的白玫瑰，他有些好奇，这花你是从哪弄来的？让豆丁去买的，提前准备好，在你转身的时候递过来就行。温暖的表情有些惊异。豆丁，他人呢？早跑路了？难道和我们一样在这里吹冷风啊？听到季风这么说，温暖没忍住扑哧笑出了声。那我们现在回去吗？是该回去了。梦会醒吗？温暖突然问道。季风先是蹙眉，随后嘴角微微上扬。梦会醒，但这不是梦。哦，温暖笑了起来。两人重新骑上了小电驴，吹着冷人的夜风前往老商圈公寓。温暖路上抱得很紧，过了凌晨之后骑车真的非常冷，即使季风把外套脱给温暖也不行，毕竟碎花长裙也是裙子，只要是裙子，骑车那风肯定是呜呜的往里面钻。更离谱的是，原本清澈明亮的夜空，这会居然下起了蒙蒙细雨。细密的雨滴不算大，可在骑行的过程中，雨水会不断深入衣服里。温暖的身体在发抖，牙齿也在打颤。虽然他一声没吭，但季风知道
傻丫头这回肯定是冷死了。这种情况也让季风做下了决定，无论如何都要买辆车了。等回到公寓的时候，温暖已经冻得不说话，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季风连忙拉着她上楼，让她直接去洗个热水澡。温暖也没做迟疑，进了浴室洗头洗澡，花了大概40分钟的时间。可当她穿上衣服，顶着湿漉漉的头发走出来的时，季风还是暗道不好。温暖的脸非常红，轻轻把手附在她的额头上，虽然还不算特别明显，但她已经能够感觉到温暖额头微微发烫。穿着裙子骑行到海边吹风，又哭又笑的情绪波动，然后继续骑行吹风淋雨，铁打的身子怕是也顶不住，她已经发烧了。当然温暖只是发烧了，不是快死了，所以不会出现什么完全动不了必须卧病在床的情况。她有些疲惫的睁着眼，小声道：我有点困，先吹头发吧，这都发烧了，在头发湿着睡觉肯定不行。其实温暖想说的是，你还会给我吹头发吗？只是她看到了季风去拿了吹风机，也就没再问。呼呼呼，吹风机响起，温暖这边已经昏昏欲睡，不断的点着头。季风有些心疼她这个样子，在帮温暖吹好头发之后，季风便让她直接躺下休息。你不睡觉吗？温暖努力的睁着眼，很显然现在的她是想要季风陪在身边的。不过季风还是摇了摇头。首先呢，我这会要下楼去给你买药，发烧这件事可大可小，如果退烧药就能压制，我们就没必要整得像电视剧一样强行拖到医院。第二，我还没洗澡，明白了吗？温暖的表情有些僵硬，但还是点了点头。知道了，知道了，就早点休息吧。季风轻轻握了握温暖的手，便径直离开了公寓。温暖拿起手机想要拖一会睡觉的时间，可眼皮实在太重，很快他就撑不起眼皮的重量，沉沉睡去。今天温暖是带着笑意睡下的，而且被子下的身体也没有平日里那样的板正了。季风下了楼，便直接跨上小电驴去找药店。衣服还是湿漉漉的，这会风一吹，他也很冷。魔都24小时药店并不少，也不远。季风买了一些布洛芬，又买了些消炎药、感冒药、咳嗽药、温度计这些东西，才返回公寓。回来见到温暖已经睡熟，季风再次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这一伸手，季风就知道要完，额头比之前更烫了，很明显是起了烧。他也不清楚现在是不是应该把温暖叫起来先吃药，还是让他继续睡。给温暖弄了条湿毛巾物理降温，季风才准备去洗澡。只是刚刚脱下衣服的那一刻，一个冷战随之而来。阿切，不会我也要遭重吧？洗完澡，季风感觉自己脑袋懵懵的，这可不是什么好的预感，赶紧给自己冲杯板蓝根睡下。当然夜晚还是要握紧温暖的手，虽然有点烫，希望明天会好起来。显然不对财神许下的愿望是很难实现的。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季风鼻子不通气，头和嗓子也疼得要命，很显然是感冒了。温暖更严重，他的脸通红，还没醒。季风来到他身边，轻轻碰了碰他的额头。温暖，醒醒，来量一下体温。嗓子疼。温暖的声音已经完全嘶哑，很明显和他一样着了凉，应该有扁桃体发炎的症状，病情也更严重一些。拿出温度计给他量了体温，好家伙，38.9，这个体温肯定是要吃药了。很体贴的给温暖拿了退烧药和消炎药，安排他吃完药自己也吃一份感冒的。随后就让他继续睡下了。温暖这个状态肯定是不能工作的，公司的事情恐怕还得自己来。接下来的几天，温暖大部分时候在养病，然后蹲在公寓里用笔记本办公。来公司上班的就季风一个，没办法，总裁生病的时候老板就要上岗，毕竟总裁是老板夫人。很快时间便来到了假期的最后一天，温暖早就不发烧了，扁桃体发炎的情况也有所好转。倒是季风自己几天过去，咳嗽还一直持续着，好几天没出门。趁着天气好，季风拉着温暖离开了老商圈。我们现在去哪？到了你就知道了。季风很自然地说道。温暖虽然疑惑，但季风都这样说了，他也就没再多问。一直到季风把小电驴停在了汽车城门口，温暖才开口：你要买车？是啊。温暖蹙眉，他们之前才买了绿源小龟王，现在又要买车吗？他的表情突然变得迟疑起来。温暖很聪明，在听到季风要买车的时候，脑子里已经产生了很多联想，但他现在并不能确定，所以盯着季风的眼睛。买什么车？目前来说，公司现在刚步入正轨，肯定是需要车的，还不止一辆。这个事情之前豆丁他们就提过。魔都规矩多，货车室内很不便利，限行的地方非常多。公司虽然不出货，但选品和验品也需要用车拉货，所以需要一辆可以客货混装的面包车。然后就是公派车，长途出差返场之类的用途也很重要。季风目光纯净的像个10岁少女，根本掺不得一点假。
温暖木讷的点点头，不知道是没反应过来，还是信以为真了。那就看看吧，走，先去50看看。作为今天买车的铺垫，季风当场定下了2辆50荣光，带空调的那款，但是没有中控。兄弟们都是年轻小伙，差不多得了。窗户手摇还能锻炼一下臂力，打交的时候更攒劲一些。没必要买那种高端款。裸车4万3，连保险上路不到5万，10万搞定2辆，这车稳如老狗。见到季风真的买了2辆50荣光，温暖对买车这件事也变得认真起来。给公司配车，他自然没有任何意见的。而且正如季风所说的那样，公司也确实需要车。在魔都，能够客货混装的车太重要了，正常来说交警不会刻意去查的。随后没什么戒备的温暖就被季风顺溜到了奥迪的4儿子店里。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他们年轻而忽略，反而热情地接待了他们。12年这个时间点， BBA 的4儿子店确实挺贴心的，倒水、拿饮料、给零食，连销售的声音都很好听。先生、小姐，你们有没有中意的车型？季风扫视了一圈周围，最终目光落在展厅里的一款红色的轿车上。这款不错，我喜欢红色，喜庆。而且财神爷给我托了梦，说买红色能发财。听到季风这么一说，旁边的销售小姐立刻热情地介绍起这款车来。这款是奥迪 A4L 2012红色款2.0 FSI 自动豪华型，售价是39.8万元。如果现在订车的话，还会赠送。听着销售在那巴拉巴拉地介绍着车，季风反倒是有些心不在焉。车的配置他早就了然于心，起步开50，发家换捷达，小程 BBA， 大程换什么车已经不重要了。功成名就之后，你已经不需要车子来证明什么，别人会拼了命的来舔你，哪怕开个奥拓都有人说你讲情调。公司现在钱确实不多，真要上顶配的豪车也买不起。 A4 豪华版的价位已经算是极限，而且他们的总裁是个年轻女孩子，所以选这款异常合适。现在买车的主要问题还是在温暖本人身上。季风假装认真倾听，还有意无意的点点头，思考了一阵子之后，才面无表情地看向温暖。这车不错，你觉得呢？温暖就算再怎么迟钝，这个时候也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大红色的车，季风开，你莫不是在诈我？真当我傻？季风从来都不是那种张扬的性格，两人这几天都在一起，季风的底裤都被他翻过了，甚至是他整理的。季风所有的裤子、衣服都是黑色、白色，连内裤都只有黑蓝2个颜色。他怎么可能去买红色款车？而且季风让自己在暑假时考一下驾照，他恰好也在母亲返回老家的那段时间里考了。所以所谓的给公司买车是不是一场预谋？温暖压下心里的异样，十分认真地回答起来。是挺好看的，不过红色是不是不太合适？这款车看起来更适合女士，男士还是黑色的相对好一些，而且作为公司的车，稳重一些也没错。那边还有黑色的款式，要不要去看看？温暖努力地说了很多话，平时他根本不会说这么多，他也完全不懂车，只是不想让季风买红色罢了。季风看着温暖目光躲闪的样子就想笑，随即他点点头，黑色款的确实也不错。听到季风这么说，温暖莫名松了口气。可季风接下来的巴巴乱扯又让他开始揪心。不过要买黑色的话，估计有点背了财神爷的意，我怕出事啊。这和财神有什么关系？温暖的声音越说越小。昨晚没跟你说，我拜财神爷的时候，财神爷跟我说红色好，买了必定发财，黑色晦气，买了印堂发黑，3日之内必有血光之灾。温暖，财神爷不是管爱情的吗？他什么时候又开始给人算命了？季风找理由，能不能用点心？能不能别总是这么离谱？温暖低着头，眉毛都快揪在一起了。他也常常和财神爷许愿，每次都很准，所以即使知道季风是在瞎说，他也没开口反驳。万一是真的呢？真的吗？当然，财神爷还能骗你？温暖看着眼前的季风，眼睛里充满矛盾，还有些怀疑。当然不是怀疑季风的为人，是怀疑财神爷到底能不能算命这件事。酝酿了许久，温暖不知道该怎么让季风改口，思来想去，组织不好语言，索性心一横，直接问道：季风，怎么？你是想给我买一辆车吗？他不会说话，但他会打直球。很多时候，打直球都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不会弯弯绕绕，也不会造成误会和困扰。季风脸上的尴尬一闪而逝，季风干笑2声，哼，你想多了兄弟，我这个人很抠的，哪有那么阔气？干嘛这样看着我？你不会真的以为我要给你买车吧？少女，你这样就有点普信了。面对季风的所有说辞，温暖都没有去反驳，他就这么静静盯着季风的眼睛，眼睛清澈如水钻，目光如太阳折射的炫光，让人不可直视。爱让高傲者低头，让胆怯者勇敢，让欺诈者真诚，
让纵欲者纯洁，也让季风这个站在温暖面前的欺诈者再也没法继续说谎。OK， 你击败了我，但我的温总现在确实需要一辆车子。听到季风承认，温暖的情绪突然有些难绷。在过去的日子里，妈妈一直反反复复地告诉他，不是你摔倒就会有人扶你，不是你困难就会有人帮你，不是你缺钱就会有人给你，不是你委屈就会有人疼你。路要自己走，苦要自己吃，钱要自己赚，事要自己扛，靠自己才是最大的底气。他们家很穷，但要穷得有志气，不能指望别人。温暖感觉这话说的没错，他们没有去接受别人的施舍和恩惠，持续了10几年的时间。但这10几年，他又觉得妈妈每天都很痛苦，他也跟着很痛苦，他根本不知道该不该继续坚持下去。高中时期，他很想找个方式让自己解脱，一直到季风的出现，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每天都买多了的早饭？怎么每次他不喜欢吃的菜都是自己喜欢吃的？怎么会有人为了拿一个完全没用的手机去充999的话费？怎么会因为自己开口就把一套完整的流量池技术交给自己？怎么会因为自己多看了一眼别人的花就补给自己一次带着花的告白？季风会扶着他，帮着他，疼着他，每一次都会。他太好了，好到让温暖很怕对他产生太多的依赖，因为他更怕失去。季风，车子不比衣服鞋子那些几十万的东西太贵了，我不能因为我们现在是男女朋友就接受那么贵重的东西。我现在真的做不到。温暖的拒绝并没有出乎季风预料，或者说这本就是他料想之内的事。稍稍调整心态，偏移目光，防止温暖的真诚一击，季风才继续劝说，公司总裁需要车，而且车是以公司名义买的，又不是直接买给你的，本质上还是公司的东西，还能冲税。而且作为最大的股东，公司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所以这辆车其实是买给我自己的，你说对不对？温暖被绕得有些晕，他知道季风是在乱扯，但这乱扯的还挺有道理。公司可以买黑色款的。那不行，绝对不行。对于颜色，季风咬得很死。温暖有些不太理解，为什么黑色不行？太老气了啊！我们公司的名字可是指尖未来，你可是指尖未来的总裁，我们要用指尖的科技去引领未来，怎么可能开黑色款的那种老东西？这是没得商量。季风义正辞严。在两人说话的时候，展厅里也有其他看车的客户。一位正在看黑色款车的中年人顿了顿，目光朝着季风他们扫视了一会，随后又看了看眼前的黑款 A6， 顿时陷入了沉思。黑色是不是真的很老气？其实温暖也被季风这番说辞给糊弄住了。指尖未来这个公司名字确实应该充满朝气，但公司名和公司用什么车关系很大吗？温暖居然在这时候看了一眼自己的黑色苹果手机。黑色真的很老气吗？真的要买吗？不是真的，还能是主的。可是温暖，不要每次都拒绝行吗？温暖的脸纠结在一起，他知道季风都把话说到这份上，这车今天应该是买定了。他原本的底线是不接受别人的钱，所以他和季风之间每次聊到有关于钱的事情都会很抗拒。可上次接受了季风给自己买衣服，两人又正式成为情侣后，他也在逐渐适应季风对他好。季风给自己花钱那些事情，他也在慢慢适应。不过大部分时候都是买个日用品、早饭或者奶茶饮料那些，而且他也会回请季风。每次都抗拒季风的示好和礼物，会给他带来很多困扰吧。季风，其实我有在改变了。今天他这样的态度，实在是因为车子太贵了，属于他一时半会根本接受不了的物件。至于季风那套公司买等于给他自己买，我知道你在改变，那车子这是没得商量。季风态度严厉起来。哦，温暖低下头，见温暖松口，季风眉毛顿时一挑，笑意微现。他早已经站在过巅峰，该爽的，该经历的，他前世都已经经历过。而温暖没有，他想追寻着自己的脚步，想要站在自己身后，想要成为一个被自己需要的人，这些季风都明白。既然如此，那就来一场温总养成进行式吧。温暖妥协之后，季风这边很顺利付款提车，临时牌照放在后面，季风还找销售要了一张实习车贴和一张女司机车贴。小电驴吩咐销售妹子给骑回魔都大学，季风便带着温暖直接开车上路。开车这件事情，季风自然不用多说，老司机。但温暖这边就不太好说了。停在路边，季风看了一眼温暖，之前让你考驾照，应该考了吧？考了。季风点点头，这是他最满意温暖的一点，无与伦比的执行力，只要自己交代下去的事情，他会想尽办法完成。如果真的没办法完成，他会很明确地告诉自己，不玩那些虚头巴脑的。就这种性格和做事方式，即使不是自己女朋友，相处起来都会很舒服。当然，除了他自闭症犯的时候。季风带着温暖来到了一处宽敞人少的郊区车道，把车先停好，
然后便开始语重心长地和温暖聊起来。温暖，拿驾照只是让你能够有证驾驶，和会开车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今天正好没事，我带你练练车，和科目一考试那种填答案不同。车况、路况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实际操作一下才能明白。坐在一边的温暖有些紧张，但还是点点头。我知道了。哦，对了，你科目一多少分？其他考试几次过？科目一100分，其他考试1次过。闻言，季风盯着温暖的目光突然有些迟疑，前世是有这么个说法的，女司机科目一100分，其他考试1次过，真开起车来都挺怕人的。但那些都是道听途说，都是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傲慢和偏见。想来温暖这么聪明的女生，应该不至于这样。见季风目光有些恍惚，温暖小声启齿：怎么了？没什么，换座位试试吧。20分钟后，季风看见前面路口的人了没？温暖看见了。季风撞死他。温暖犯法吧？季风知道犯法，那你为什么不踩刹车？季风是不是我做的不好？温暖眼巴巴地看着季风，那委屈的小眼神实在让季风舍不得继续批评他。好，温暖终于会撒娇了。OK， 这算好事。季风浅吸气，尽量让自己保持住绅士和男朋友应该有的风范。没事，多多练习就行了。练车的第2回合，掉头。季风打死温暖。什么打死？季风把我打死。温暖不好吧？路障。温暖季风前面有个大坑。季风挂跳档跳过去。温暖怎么挂？转弯。温暖转向灯要不要关掉？季风不用，等会我下去给他吹灭。温暖那你什么时候下去吹？刹车。季风刹车。温暖怎么刹？季风把门打开，脚放下去滑拉。温暖踩完刹车呢，脚放呢。季风来炫我嘴里。红绿灯。季风红灯你也不走，绿灯你也不走，为什么呢？是不是没有你喜欢的颜色？温暖对不起，我有点紧张。季风你紧张啥？紧张的应该是路人。温暖后面有辆3轮车，我们要让他超车吗？季风回头看了一眼，他是脚蹬3轮车，你是奥迪 A4， 你确定要被他超车吗？温暖被季风盯着，默默低下了头。带着一个没机械感的妹子练车有多累，季风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猴子当年从南天门砍到蓬莱东路，大概也就这么回事吧。一辆新车这么开，多多少少有点遭重，不过也无所谓了，暴力磨合也是磨合。到了傍晚，季风和温暖已经准备回学校。在魔都大学，如果学生想要长期开车进出学校，需要向学校申请停车许可证，并且需要一定特定的条件资质。季风和温暖现在都没这个资质，所以车子只能停在学校对面的停车场里。到了停车场，温暖看着心绪难消的季风，悄悄撅嘴：还生气呢？没事，书上说男生撒过最多的谎就是没事，那些写书的人都是傻呗。温暖斜眼盯着季风，可季风却只是看着窗户外面。见他一直这样不理自己，温暖突然俯身过去。木啊！季风微微一愣，转过头，眼神有些愕然。被偷亲了，要不要反击？他伸手抓向温暖的时候，温暖闪身一躲，随后甜甜一笑：不生气就让你抓到，那我还是继续生气吧。见季风这样说，温暖顿时有些急了。好，让你抓，来吧。季风见状，笑着抓了抓他的头发，故意弄乱。季风别弄，然后趁着温暖挠头的时候，突然上前小啄一下。OK， 反击成功。你搞突然袭击，你还不是一样。OK， 停。今天练车还是有效果的，以后开车还是要小心一些。知道了。回到校园，两人各自返回了宿舍。季风一回到205，第一反应是看看大桌上的那些个打火机。操，怎么就剩10几个了？张超和徐明挤在一起，没吱声。上铺的周意涵感觉季风有些绷不住，给了个解释：估计过节的时候遭了贼。滚你大爷的，遭了贼，电脑不偷偷打火机是吧？季风确实没绷住，30多个打火机，你就是当摔炮使也不能用得这么快吧？这3个逆子是吃打火机的。还没等他说2句，这边徐明已经开始招手求援。老介，别惦记你那破打火机了，快来给老张支支招。超弟又咋了？他那个学姐又联系他了，超弟提出复合，他那学姐不答应，还他妈一直吊着他，玩他一样。超弟快嘎了，老季快出手救他狗命。季风闻言蹙眉，走到张超面前时，发现这哥们抱着个手机，一副茶饭不思快要嗝屁的样子，心里暗道没出息，舔狗是这样子的。
我看看。季风去拿张超的手机，张超也没躲，直接给了他。扫了一眼两人的聊天记录，季风就知道这学姐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是拿你当备胎呢，超哥，你到底怎么想的？风哥，我就是不甘心。张超的表情有些扭曲，看他的样子，季风就知道劝不动了。白月光的厉害之处就在于，没人能比得了记忆中的他，哪怕现在的他也不行。张超这回就是这样陷进去了，陷入了高中时期的回忆里。信不信哥们？季风拿起手机认真道。信。张超重重点头。 OK， 超哥，我来安排他。季风直接拿起手机开始打字。你到底是把我当朋友，还是一个无聊消遣的对象？似乎是感觉到张超这句话的严厉，很快对面便回复了消息。当然是朋友啊，我们不是聊得挺开心的。建立在虚假希望上的开心，确实是对朋友的精准礼仪呢。哭笑，那我以后不找你聊天了。张超见状顿时有些慌，拉住季风就问，学姐是不是生气了？超哥，她在试探你，试探你的底线。季风一边说着，一边手指不断。那行，正好我怕她误会。她是谁？你有女朋友了吗？只要我想的话，你不会以为我除了你找不到其他女人了吧？那你还找我和好？委屈。聊天到这里，张超看季风的眼神已经只剩下了牛逼二字。你的殷勤让我误会你想和好，我就想再给彼此一个机会，仅此而已。张超，我们能不能像朋友那样先相处，好的话再和好？所以你是缺朋友，还是缺一个和好的理由？我也不知道，我有点乱，害羞。这回连徐明看季风的眼神都不对劲了。卧槽，季风为什么这么会？可季风根本就是无情的打字机器。如果你缺朋友，不好意思，我不缺。如果你缺理由，红色感叹号够不够？干嘛？你想删我？你如果不想和好，我也找不到继续下去的理由。这次屏幕沉寂了许久，整个宿舍都屏住了呼吸。突然微信又一次亮起。我知道了，张超，我们和好吧。张超瞬间跳了起来。卧槽，峰哥牛逼，攻若不弃，超愿拜为义父，滚一边去。季风无奈地把张超撵走，重新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心里微微摇头。把人聊回来有意义吗？说实话或许有，但更大概率上是没意义的，甚至再次受伤。张超不是他，所以他也拿捏不住学姐这样的女人。他能帮一次，不能帮次次。季风没什么帮人帮到底的习惯，这事也帮不到底。不再受一次重伤，季风估计这小子根本醒悟不过来。唉，舔狗。结束张超的小插曲，一切也都变得正常起来。同学们回归校园，生活逐渐有条不紊。季风每天和温暖聊着天，谈着工作。吕全、刘婷那波人也正式入职公司，熟悉公司流程。温暖按照季风的指示，让吕全带着另外一个程序员开始写逃课自动发单的软件。这东西难度不大，主要问题是被封。而且离谱的地方在于，不只是微信、QQ， 连特么微博都封，甚至连阿里妈妈端口都在封。没错，自己封自己，阿里系就是这么傻逼，他们就是不能接受自动化。所以吕全他们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储备软件，累积足够多的自动发单软件版本，以及足够多的流量评论软件版本。一旦被封，就上新版本，3个版本轮流交替使用，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官方封禁打击。公司的每个人都很忙，季风要忙着做年货节的策划案，这将是公司的第一次裂变引流案子，他得亲自操刀。温暖则是进行着 CEO 的职责，打理公司。公司的人员逐渐变多，他需要做的事情也在悄然改变。逃课统筹除了选品外，大数据统计和验货工作都被温暖拆分出去。他如今是总裁，不是总监，不可能事无巨细，哪怕有着赵兰辅助帮忙，因为很多事情都要自己在。温暖只要一有空，便会开车前往公司。即使大部分时候温暖很低调，依然有不少同学知道了他有一辆红色奥迪 A4， 这在12年的学生群里还是非常夸张的。1个月的真正职场生涯让温暖飞速成长，他很乐意见到自己的成长，尤其是在季风的注视下，11月的天气已经转凉，但今天的温暖心情不错。他晚上想去找季风玩，所以特地折腾了一下穿搭。上身里面是黑色的内搭毛衣，紧致款毛衣将他傲人的身材完全展现。外穿白色休闲外套，外挂了个没牌子的小皮包。下身是高腰休闲短裙、黑色丝袜以及白色运动鞋。这套穿搭休闲之中又多了一丢丢性感，在经历过职场的温暖手里简直是随意驾驭。再配合上她如同高岭之花一样的气质，不止斩男，还很斩女。当温暖面无表情地踏入班级里时，立刻就引来了许多人的目光，随之而来的便是小声的议论。温暖今天好漂亮。漂亮有什么用？她又不跟你讲话，不如看看顾雪婷和穆晚秋。也是，听说她每天都和一个中年女人一起办公，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的。我见到她有一辆红色奥迪，有钱人啊。
这种议论声很多，温暖已经习惯。毕竟在大学校园内，最不缺八卦的便是他这种校内风云人物。自闭少女变成风云人物，说来也挺离谱的。无视同学们的议论，温暖走到教室一半的时候，脚步突然顿住，连表情都有点错愕。他扫了一眼周围勉强能认识的几个同学，确认自己没有走错班。随后在众多同学震惊的目光中，温暖略显呆萌的歪歪头。季风居然跑来窜班，目光交汇，总在不经意间，鬼火少年托腮偷笑，早已经在角落偷偷看着他。或许在别人看来，季风此时就像是个憨逼在傻笑，但在温暖眼里，那就是恋人的等待。温暖径直朝着季风走去，季风也在打量着他美腿上的黑丝，眼神微微发亮。作为一个绅士，他当然能够察觉到其他绅士的目光。这帮人眼神都挺绅士的，不过无所谓，他们只能看，等会他能摸。高下立判，温暖也很敏感，自然能感觉到众人绅士般的眼神。不过在他眼里，其他人的绅士目光等于色批，而季风的绅士目光等于爱意。够双标吗？其实他还可以更双标一些，因为谈对象如果不双标的话，那就一定是不够喜欢。忍住嘴角想要上扬的冲动，温暖默默走到季风旁边。你怎么来了？季风起身示意温暖坐在里面。听说这边美女多，来找找看有没有我需要的美女。温暖闻言，小脸顿时一黑，动了动嘴，装作很平静。我们班的美女是很多，确实，今天我可得好好康康。温暖一边的眉毛翘了起来，心里有些不服。他很差吗？季风憋笑，猜到温暖现在心里应该在想，我很差吗？你要跑来我们班找别人这种话。只是自闭少女的面皮太薄，根本说不出口。而且按照温暖的思维发散能力，这回估计已经开始在脑子里写小作文了。11月，季风来公管系找穆晚秋，见温暖撇过头生闷气，季风就很想逗逗他，扫了一眼他的小白鞋。温暖，你鞋带松了，我帮你系一下。不用2个字根本没能说出口，季风已经弯腰蹲了下去。随后温暖就感觉到季风一把扯掉了他的鞋带，装模作样的系了起来。系鞋带中，温暖感觉某人摸了一下他的小腿肚子，又摸了一下，又摸，低着头，用双手捂住额头，只有红透的耳朵露在外面。季风，痒，那就不摸了。季风扯了一下自闭少女的丝袜，啪，嘿，还挺有弹性。季风，别扯，会勾丝的。其实男朋友如果不犯贱的话，生活真的挺无聊的。但温暖的那点防御力，哪能顶得住季风这样聊？见温暖真的绷不住了，季风终于从桌子底下起来，系好了。温暖低着头，手在桌子底下，想要捶季风一下，然而刚出手就被逮住了。被人逮住，温暖肯定是要挣扎的。自闭少女是能一次做40个俯卧撑的女人，蛮劲上来了，真不小。2人的手就在桌子底下拉扯，拉扯不过。你真是跑来找别的女人？比起被季风当场逮捕，很明显温暖更在意这件事情。被逮捕那是情侣间的情调，季风要是真的来找其他女人，那就是另外一种性质了。季风见温暖表情认真，也不再继续调侃，不然自闭少女可真是会生闷气的。真是过来找美女的，而且恐怕不止一个，因为具体的要求在手机上没办法说得很清晰，所以才过来。啊，不止一个。我大概要找4至6个动模，4至6个脸模和2至3个丰模，都是要露脸的。游戏模特，我可以吗？温暖眨眨眼，季风顿时蹙眉，这种抛头露面的事情，怎么可能让我的女朋友上？季风无法接受温暖去当动模和脸模，然后游戏捕捉优化之后，一群抠脚大汉对着温暖的模型大喊老婆老婆这种事情，卧槽，想想就感觉很可怕，绝对不可以。星号，从温暖进入教室到坐在季风身边，再到2人之间小声交流，窃窃私语，随后温暖满脸娇羞，这些举动既亲密又暧昧，在其他人看来简直离谱。温暖何时流露出过这种娇羞神态？不少肖想温暖的男同学们如同在11月的季节里吃了苍蝇，浑身难受，但他们总不能跑过去喊那小子，你听我们解释，他平时里对大伙不是这样的话吧？感觉周围的目光有杀气。季风挠挠头，不用理会。温暖倒是不在意，他开始准备笔记上课。季风知道温暖很忙，所以也就没打扰他。他本人继续扫视着工商管理班中的美女，想看看有没有适合做的模特人选。可这种略显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行为，公管系的哥们有点没绷住。这是能忍，忍不了一点。公管系的几个男生已经商量起来，有人推了推平日里的大哥卢启良。卢启良，你不是喜欢温暖吗？这不去看看？卢启良看到季风的时候，嘴角连续抽搐了好几下，似乎连已经伤愈的大腿此时都在隐隐作痛。
要找事你们自己去，我现在只想好好学习。众多同学，一些人顿时觉得卢启良也只是个尬吹的怂逼，平日里吹得大，现在连季风这种小甜酱的麻烦都不敢找。但也有几个知道卢启良那件事的，这会也都跟着闭嘴。卢启良你怎么这么怂啊？这你能忍的？被人讥讽的卢启良根本不为所动，呵呵，这些人就 TMD 会拱火，一帮傻卵。你们以为我没找过季风的事吗？季风下手有多狠，眼神有多凶，全班就他一个人知道，那是血与泪的教训。谁爱去谁去，反正他已经准备装死到底了。没看我正在学习吗？真怂！见卢启良这么怂，一个叫王迪的男生丢下一句后直接走了过去。季风这边还在打量着好看的女生，目光就被一道身影挡住。王迪看了眼正在预备课程的温暖，见他没回头，便直接戳了戳季风的手臂。哎，同学，没见过你，不是工商管理的吧？怎么个事？季风很客气，能不能换个座位？我想坐你那。我为什么要换座位？季风撇撇嘴，看起来不愿意。这种反应也是在王迪的预料之内，他又扫了一眼旁边的温暖。在确定温暖一直蒙头学习，没有注意他和季风之间的对话后，王迪的信心莫名足了起来。也许刚才温暖和季风只是在说个什么笑话，他们之间或许没什么关系。这样，我给你10块钱，咱们换个座位。10块钱？呵。季风冷笑一声，打发叫花子，最少50。闲少，20，50100总行了吧？行。其实他说50，季风就已经准备答应了。此时见王迪下了血本，季风也顺水推舟，接过他递来的100块钱。温暖能吃，这钱正好晚上加鸡腿。见季风接过100块钱，王迪回头挑衅地看了一眼卢启良，心道即使不用武力，金钱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扭头正想夸季风是个懂事人，可他马上就笑不出来了。季风起身换座位，一旁的温暖也默不吱声地跟着站了起来。对于他来说，季风换不换座位根本没所谓，反正他会坐季风旁边的。至于王迪他是谁，不认识。两人一前一后换到了后排位置。季风笑眯眯地把100块钱递给温暖，一边夸奖王迪：你们班同学人真好啊，我第一次来就给我钱，那晚上加餐吃点好的。温暖捂嘴歪头，毕竟拿了人家的100块，这个时候要是再笑出声，多少有些过分。季风平时是低调，但低调是对自己的事情沾了温暖，他哪是饶人的主。把钱递给温暖后，季风特地扭头看向王迪，一脸诧异：哥们你咋不坐过去？我不是给你让位子了吗？座椅我都给你捂热了。挑衅，赤果果的挑衅。王迪的脸色异常难看，白花100块钱的他像个怨种。他也不是卢启良那种真敢带人赌季风的类型，面对季风蹬鼻子上脸，他连骂回去都不敢。这回正下不来台，又一个让他心颤的声音在身后出现：季风，你怎么来了？哎，这位同学你让让，我要坐这里。穆晚秋。怎么连穆晚秋也认识他？心里虽然苦楚的比之前更厉害，但好在还算多了个台阶下。那好。见王迪走开，穆晚秋提着学习袋坐在了走道的对面。穆晚秋还是那样的青春活力，充满阳光的感觉永远都不会在他脸上改变。穆晚秋盯着季风微微眯眼，随后甜甜的笑了下。撒西布里达纳，季风桑。虽然很想这么中二的来一句，可话到嘴边还是改了口。好久不见，季风同学。他们已经有1个月没见过面了，期间只有在8月15的时候，季风收到了穆晚秋的短信。不过季风也只是礼貌回复，并没有多聊。季风是个很有边界感的人，在决定和温暖在一起之后，他便不可能主动联系其他女生。过多的联系很容易让人产生想法，过多的想法容易发生错误。这并不是他普信，而是无数情侣被断崖式分手产生的事实。恰好这也是穆晚秋喜欢他的地方，而且穆晚秋自己也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人，就如同他告诉徐明的那样，他会默默的等待。只是今天的情况不同，季风主动来了他们班里，那他也不需要当陌生人，就当是正常的普通朋友相处便是。确实有一阵子没见了，你今天怎么会来这里？季风指了指身边的温暖，来找女朋友。其实在季风和穆晚秋开口的那一刻起，温暖就已经抬了头。穆晚秋和其他人是不同的，她很好，非常的好。即使两人现在已经算是朋友，温暖对穆晚秋依然保持警惕。温暖永远不会去做半场开香槟那种蠢事，更不会仗着季风的偏爱去肆无忌惮，除非他们结婚不对，除非生孩子。虽然心里有很多小九九，可当他听到季风对穆晚秋说自己是女朋友的时候，心里还是异常的幸福。他知道这是在面对其他漂亮女生时，季风特地给他的安全感。温暖对穆晚秋笑了笑，也算得上落落大方。晚秋，季风来找我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和温暖的幸福感不同，在穆晚秋听到季风说温暖是女朋友时，他还是忍不住恍惚了一下。
莫名有些心痛，却没有心痛的资格。等待需要时间，而最终的结果无非两种：得到季风或者释怀。但释怀哪有那么容易？如果容易，也不会有那么多人醉倒在自己的回忆里。更可笑的是，他连回忆都没有多少，一抹抢笑挂在嘴角。你们两个还真是过分啊，撒狗粮都撒到这里来了。啊，倒不是刻意这样，确实是需要和温暖聊一些工作上的事情。穆晚秋微微点头，他知道季风有家工作室，而且最近还注册了公司，聊工作上的事情也没问题。不过他们真厉害啊，和自己这种闯不出来什么名堂就只能回家继承家产的人完全不同。你之前欠我一顿饭，到现在都还没兑现，什么时候有空约一下？哦，最近确实比较忙，这样吧，年底之前一定请你。年底之前吗？好，我等着。穆晚秋回过头看向讲台，只是他眼角的余光还是会时不时扫向季风。季风回过头，温暖立刻压低了声音，直勾勾地望着他。你如果要找模特的话，无论是脸模、动模，穆晚秋应该都帮得上忙才对。季风点点头，穆晚秋能帮忙吗？肯定是能的，他是舞蹈社的成员。舞蹈社的人体态优美，身材纤细，还能做出许多高难度的动作，稍加训练一下就能做出一些武术动作。无论男女都是非常优秀的动模捕捉。除此之外，舞蹈社的俊男美女也多，脸模和疯模也很有优势。找个舞蹈社的人引荐一下，确实会省下不少麻烦。只可惜对方是穆晚秋啊，这事你来办。温暖有些愣神，因为季风的声音有些平淡，完全是工作的态度。你不跟他说吗？他肯定会全力帮忙的。温暖并没有试探季风的意思，他是真觉得穆晚秋可以帮忙。但季风只是微微摇头。好女孩要珍惜，你是好女孩，所以我会好好珍惜你。但他也是，太多接触只会给人想象的空间，没必要耽误人家。季风三两句话就把关系和情况剖析清楚，让温暖怔了怔。没必要耽误人家，简单有力的直述。这种时候的季风最具吸引力。表现那么好，要不要偷偷亲一下呢？人好像太多了，还有人在看着他们。想着想着，温暖又悄悄红了脸。今天怎么想起来穿黑丝？晚上想去找你玩的。去哪玩？那不重要。温暖回答的理所当然。是啊，去哪玩不重要，和谁一起才是重要的事情。季风自己也这么觉得。如果晚上出去玩的话，那等会这节课结束，我就先溜了，下午上完课再来找你。好。温暖欣然点头，但他马上又想起了季风找模特的事情还没交代清楚。游戏3类模特的选拔有具体要求吗？季风指了指已经走进教室的老师。你先上课，我给你做计划草稿，等回头下课的时候再给你。季风没有在上课时间打断温暖的意思，他在听讲的过程中，季风便开始在纸上打起草稿。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无论做什么都会很舒服。动作捕捉模特要求动作干净伶俐，身材要好。男2、女4面部捕捉模特要求面部棱角分明，外貌其实没那么重要，五官立体。也是男2女4封面模特要求尽量漂亮。两名女性在温暖学习上课的时候，季风全程保持了安静。他本来就很有耐心，等待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早已经是家常便饭。下课时，上午斜射的太阳有些刺眼。季风把自己的草稿推给温暖，这个给你，下午联系。好。两人刚说完话，旁边的穆晚秋便对温暖招了招手。温暖，去不去上厕所？自闭少女看了眼季风，随后点了点头。好。等两女走后，季风从座位上起身，前世今生那么久，他至今都没弄明白一件事，那就是女生上厕所为什么总是组队，甚至拉帮结派，真是令人疑惑的事情。刚回到计算机系教室的外面，季风遇到了社团招新的活动。教室内以及走道都不准抽烟，他想在外面抽根烟再进去，于是就靠在栏杆上看了一会。几个看起来身形不一的男女举着搏击社的牌子，时不时地逮住一个萌新，然后一番好说歹说。距离太远，导致季风听不清他们在说些什么。不过他看了一眼搏击社那些人的精神状态，又注意了一下几人的耳朵，确认这些人都是菜鸟，瞬间就没了兴趣。掏出烟和打火机，季风发现烟盒已经空了。恰好这时，一个熟悉又嘶哑的声音就在身后响起：喂，借个火。季风只听声音便知道是叶雨薇，他修长的手指夹了2根烟递了过来。今天的太妹出现在他视野里时，和往常的样子大有不同。包臀裙、渔网袜什么的都没穿，上身白色衬衫，下身是黑色长裙和光腿神器，以及黑色小皮靴。他的这副样子让季风瞬间想起了星野喜剧之王里那个假扮学生的太妹柏枝柳飘飘，似乎是见季风看自己的眼神很奇怪。叶雨薇有些不耐烦了：卧槽，我们 TMD 也算认识，你不是连打火机都不肯接吧？好，
还是那个味。而且他一开口，这个说话的语气，这个烟字牙更像柳飘飘了。季风翻了个白眼，拿起他递来的第二根烟给自己先点上，然后才将打火机递了过去。叶雨薇接过火机点烟，略显陶醉地吸了一口，随后顺手就把火机揣兜里了。季风，你什么意思啊？叶雨薇一愣，才反应过来拿了季风的打火机，他一拍脑袋，重新把打火机掏出来。不好意思，我以为我的烟鬼都有拿人打火机这个刁毛病是吧？切，你不是烟鬼，至少我不会拿别人的打火机，这是一个合格烟民的素质。季风撇撇嘴，拿回了自己的打火机。叶雨薇看了一眼那个普通打火机，笑了笑，你那个卡牌的火机呢？丢了，被他拿回去了，你们分手了。叶雨薇一脸惊喜，滚，他拿回去给我点烟的，你懂个屌。哎呦，还给你点烟，恋爱的恶臭味都快溢出来了。不过我确实挺懂屌的，嘿。叶雨薇一笑，那种难以掩盖的痞气便会冒出来，哪怕换了装束也盖不住他原本的样子。不过离谱的事情天天都有，今天也不例外。就比如两个老烟民在这嘎嘎抽烟呢，一个不怎么懂事的精神小伙就走过来表白了。表白的人他叫迟帅。叶雨薇，我喜欢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噗，笑喷的人是季风，居然有人跟叶雨薇表白，他确实没绷住，于是便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挪，准备看这位仁兄表演。叶雨薇人也有点猛，可能确实是没有想到班里居然会有人跟他表白，毕竟他从来到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没伪装过自己的样子，也没有隐藏过自己的经历。今天换了身衣服，也是因为有事情要去办。迟帅见叶雨薇愣住不说话，还以为他是被自己刚才的赤诚打动，于是比之前更进了一步。叶雨薇，我知道你有很多过去，但我不在意你的过去，我觉得那些过去并没有什么说到这里。迟帅的话被叶雨薇一声冷笑打断。呵呵，不介意，说的你好像很了解我的过去一样。叶雨薇，我真的不在乎。迟帅刚说完，叶雨薇便直接捏住了他的下巴，对着脸哈了口气，浓烈的烟味臭味顿时让迟帅脸色一变。迟帅不可避免地撇过头去，你连这点味道都接受不了，还接受姐的过去？你能接受个锤子？迟帅知道叶雨薇很凶悍，但他真没想到叶雨薇会这样脸。我没有嫌弃你的意思，我只是还没习惯。叶雨薇，我是真的喜欢你。叶雨薇将烟叼在嘴里，叹了口气，然后开始给迟帅整理衣领，一边整理一边语重心长的劝慰。人有时候总是拎不清自己，更不懂什么叫喜欢。就比如你们男人吧，碰到喜欢的人都会有所感觉，所以你看到我之后有了感觉，就以为自己喜欢我。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你喜欢我，而是你的感觉喜欢我。这种感觉不是喜欢，而是需要。你只是想给你的兄弟找个背罢了，就像迷途的羔羊需要一个温暖的家。站在一旁的季风再次笑喷了。他听过穆晚秋的文艺范，自己也写过不少文艺范，但叶雨薇这种兄弟文艺，季风也是第一次见。迟帅被惊呆了，叶雨薇还在这时候拍了拍他的脸。小伙子长得不丑，可惜的是叶雨薇很明显不属于他能驾驭的选手。迟帅被打击的不行，但他居然还是不想放弃。可我真的喜欢你。叶雨薇也被整上火了，你他妈的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非要给公交车上锁？你经过公交车师傅的同意了吗？滚！知道了，迟帅终究还是被骂走了。不过季风这时候也没再笑叶雨薇，叶雨薇身上别的事情他不清楚、不了解、不评价，但至少这件事足够直接明了，没钓鱼也没拖着人家。叶雨薇的做法比曾经吊着他的顾雪婷，还有吊着张超的那个学姐来说都要善良，而且是善良的多。看着他假扮清纯却又抽着烟，季风突然没了看戏的心情。要上课了，来不及买，你先给我晕3根，明天还你。行，溜了。好，和叶雨薇要了3根烟，季风便返回了教室。上课时，季风也在认真的听讲和学习，倒是他身旁的张超一直抱着手机和他的学姐甜蜜聊天。想起刚才叶雨薇的直白拒绝，再看看张超的样子，季风恨铁不成钢，真尼玛傻逼。白天的课程很快，中午随便对付一口，下午上完课，季风这边已经结束。一下课，叶雨薇便火急火燎地跑了出去。借过，滚啊！看着急冲冲的叶雨薇，季风心里嘀咕，今天穿成这样，他是要去钓凯子吗？随后拿出手机给温暖发了个短信，我结束了，怎么说？我在公管系教室旁边的小亭子，有2个兼职的应聘，可能需要等一会。没事，我先过去找你吧。好，和张超打个招呼，季风便径直前往公管系那边。到了温暖所指的地方，季风脚步一缓，因为他看见叶雨薇正在用某种贴片贴牙齿，又用喷雾剂喷嘴，随后拿出镜子站在外面整理自己的容貌衣物。应聘到自己家来了，
他没走过去打断温暖的招聘，也没去打扰整理自身的叶雨薇，绕了个圈来到亭子后面的围墙那等着。很快，亭子里的温暖结束了第一轮招聘。应聘的男生结束时想和温暖握手，可温暖只是冷冷道：“出去。”男生尴尬的离开。叶雨薇也随之进入小亭，他看到温暖的时候愣了一下，但马上就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你好，我是叶雨薇，来应聘只间未来的技术岗兼职。”一个女生，还是太妹，应聘技术岗兼职。温暖盯着叶雨薇看了一会：“我们之前在操场见过。”“是的。”叶雨薇也没否认。“很好，叶雨薇同学，我们开始吧。”一段时间的磨砺，温暖对招聘这件事已经得心应手。他做事从来都是很专业的，直奔主题，和叶雨薇简单聊了聊他的技术储备、擅长能力、个人想法。叶雨薇还算对答如流，看来他为了这场面试做了很充足的准备。这种情况倒是有些出乎某人的预料，不过从交谈上来说，叶雨薇的能力只能说普通，没有特别惊艳。“温总，很希望得到这份工作。”叶雨薇紧了紧自己的简历。“知道了，回去等通知吧。”温暖还是面无表情。或许是温暖的气场太强，叶雨薇最终只是轻轻嗯声便离开了。季风没有干预这场招聘，一直到等叶雨薇走了，他才从墙后走了出来，坐在了小亭子里。温暖见季风过来，便主动坐过去，拿出打火机把季风的烟点上。“等了很久吗？”很显然，温暖对时间的敏感让他猜到季风早就来了。“还好，也没多久。”“叶雨薇是你的同班同学吧？上次的事情他还帮了忙。”“是。”季风点点头。见季风拿起叶雨薇的简历，温暖以为季风是想要给他开个后门，需要让他进公司吗？感觉他挺上进，也挺想加入公司的。这种给同学的优待其实不算什么，毕竟季风带出来的那些个兄弟，其实按照能力来说也都一般。季风思考了一会，最终还是摇摇头：“不必，人情是人情，公司是公司，我们是开公司，不是做慈善。你才是 CEO， 人事方面一定要正常当筛选。是金子就会发光，但这里是魔都，遍地都是金子，且金碧辉煌。能力够就上，能力不够就刷下去。有人情往来，我自己还，没必要给他开绿灯。那你为什么一直盯着他的简历？”温暖有些奇怪。盯着叶雨薇的简历，季风自嘲一笑：“没什么，只觉最近自己大抵是病了，竟也开始以貌取人了。”温暖抬起头，目光隐隐地看着季风，眼前挠头的季风映在黑色瞳孔里，略微苦恼的样子让他感觉有些意外，也让温暖的眉眼弯了弯。“季风，你是在自我批评吗？”季风脸上露出一副很正常的表情。“是啊，怎么了？”温暖笑着抿抿嘴，没有立刻回答季风。他先把季风的大腿拽过来，让他的大腿横侧在自己面前，然后再把自己穿着黑丝的双腿翘上去。季风的腿很长，而温暖的腿很细，即使只有大腿部分也足够他放腿了。舒舒服服地搭上双腿，一边在季风面前晃荡着自己的黑丝，一边将后背靠在亭子的靠椅上，双手向外伸出去。“哎呦，好累啊！”平时的温总冷漠严谨，但此时的温总就是个软妹，非常软的软妹。“累了就休息一会。”季风揉了揉他的脑袋，然后顺势就把手放在了温暖的大腿上。“痒，那我不动。”“季风，原来你也会犯错误啊？”季风愣了一下，知道温暖这是在回答刚才的问题。确实，作为一个重生者，又具备很多的阅历，他已经很少犯错了。可今天叶雨薇的一些表现，突然让季风有种自己之前以貌取人的感觉。这话就当你是在夸奖我平时不犯错好了。你平时确实都不犯错啊，感觉你什么都会，而且什么都很厉害。温暖握住了季风的手掌，他刚刚明明说不动的。果然，男人的话一句都信不得。没人能做到一点错误都不犯，人非草木，孰能无过？这是属实没办法拿叶雨薇呢。你和他之间发生了什么？看着温暖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季风就知道这丫头又来劲了。果然，女人的八卦之魂是不会熄灭的。不过这次他也卖了个关子，我先不说，你也接触了一下他，你来先说说，感觉叶雨薇这个人怎么样？温暖靠着椅背的姿势不是很舒服，又伸手把季风的胳膊拽了过来靠上。别的不清楚，人品应该还行。哟，怎么确定的？上次你被我同学堵住，他能站在你旁边没跑，说明挺够义气的。今天你又说自己以貌取人了，肯定是夸他的，那人品自然还不错。其实温暖和季风相处的时间久了，对于他的性格也逐渐摸清。季风虽然对于大部分人都很客气温和，但温暖太明白了，这些温和是充满距离感的。季风和这些人说话，3句话不离很好，不错，你加油，反正他对谁都是往好了说，笑脸相迎。简单点来说，就是一般人根本入不了季风眼，
但他对人接物的表现状态为温和，而不是高傲。其实他和那些高傲的人没什么区别，本质都是看不上别人。能被季风真正意义上夸赞的人真的很少。除了他自己。看不出，你还看得挺透彻的。那是自然。能说说你和他的事了吗？季风笑了起来，温暖看得确实挺准。今天自己对叶雨薇多了些赞许。我们新生日那天碰见的，就是我和你重逢的那天。哦。温暖绷直了自己的身体，露出了倾听的神色。季风连忙摆手，你别这副表情，我和他的故事可没那么长，快说快说。他当时找我搭讪，我看他的那副样子不太喜欢，就在语言上起了些冲突，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又一起去，我找你的时候他跟了上来，给了我一把伞，但我没接。温暖本就很聪明，仔细品味季风话里的内容之后就发现了端倪。语言冲突？你是不是骂人了？算是吧，而且骂得挺难听的。那这个叶雨薇生气了吗？温暖的这个问题让季风微微一怔。当时叶雨薇被他对得很厉害，但他似乎没有生气。他当时看上去是没生气的。那她真是个大度的女孩子，比你大度哦，至少那天是比你大度的。季风被温暖一通输出，突然有点不自信了。当时他和叶雨薇之间有点互相看穿底细的意思。其实仔细想想，叶雨薇的底细并没有隐藏，她直接说了自己玩夜店，是她被叶雨薇戳穿了。她被自己毫不留情的对了之后，也只是一笑而过。叶雨薇比自己大度吗？这么说来，好像确实如此。人品确实还行，就只是还行，那可得不到你的赞许。还有之前打架和今天的事呢。之前打架我让他帮我录视频，准备报警用的，只是后来没用上。至于今天的事情，是他被人表白了，但他拒绝了别人，就是拒绝的方式挺特别的。想到今天叶雨薇和迟帅说的话，季风的眉头紧锁，几次三番的拒绝迟帅，表明自己的态度，而且没有贬低对方。可迟帅实在有些狗皮膏药，死缠着不放，把叶雨薇弄烦了。最终叶雨薇自我贬低，说自己是公交车，说迟帅是想给公交车上锁。这场不知道算不算是闹剧的表白才就此作罢。一个自称公交车的女生季风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大概是觉得自己当时说话着实有些过分。感觉到季风的情绪波动，温暖主动把头歪了过去，靠在季风身上。被这件事情影响了心情吗？是有点。季风之前一直都有种自己很超然的感觉，除了温暖之外，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不怎么放在心上，觉得一切的事物他都尽在掌握。却没想到这种自以为是的超然，在某种时候也会转化成傲慢，被人看穿心思之后的恼羞成怒。或许不至于，但错了就是错了。突然觉得自己也很浅薄，和其他人也没什么不同。温暖点了点头，把鼻子贴在季风身上，轻声细语：我们每个人都是普通人，你也说了是人就会犯错啊，如果能拉下脸的话就去道个歉，如果没办法拉下脸来道歉，那就以后想办法补偿一下。看着自闭少女为自己的坏心情出谋划策，季风的心情也逐渐好转起来。两人享受着放课后的愉悦时光，季风握紧了少女柔软的手。温总说的有道理，明天我给他带2包华子算了。哈哈，和季风接触久了，温暖自然知道华子是什么。不过季风平时都抽黄山，华子倒是很少买。晚上吃点什么？不知道，这会才4点多，讨论吃什么是不是有点太早了？温暖耸了耸眉，和季风出去约会的话，除了吃饭大概就是玩沙子了，其他事情他玩的很少。那去干嘛？如果是男生的话，这个时候一般会说先出来。先出来。是的，去哪边讨论？先出来再说。温暖笑了起来。那我们现在走吗？走着。那你先放我下来。不放。不放怎么走路？温暖突然惊叫，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瞬间失去了平衡，然后被季风举了起来。这样走。被季风举起来的温暖只能紧紧抱着他，尽量不让自己发出引人注目的尖叫，只能小小声的叫：季风，你放我下来。耳朵聋了，没听见。在两人调笑着离开时，走到半途的叶雨薇突然停住脚步，她拿出手机想要给温暖发个短信，表示自己如果无法胜任技术岗的话，统计或者接待岗也是可以的。她现在确实需要一份工作，尤其是指尖未来这种对学历没有过分要求，只要入职薪资待遇就很高的工作。你好，温总，我是刚才来应聘的计算机系叶雨薇。信息只打了几个字，叶雨薇就放弃了。当然她不是放弃温暖或者放弃这份工作，她是放弃用短信来说这件事。刚才的面试中，温暖给了他很大压力，他没想到季风这个烟友的女朋友会是自己应聘公司的 CEO。 上次的一面之缘，温暖只是穿着军训服，他也没看出什么。这一次面试，他是真的惊到了，对方应该只是和自己一样年纪的女生吧，年纪轻轻已经成为一家公司的总裁了，
而且人长得也漂亮，听说学习也极好，是以状元身份来魔都大学的。这样的配置、履历，简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人物。和自己这样在粪坑里挣扎的存在相比，简直就是蛆和月亮的区别。发短信还是不太合适，现在也许人还在，过去看看吧。叶雨薇转头向原本亭子的位置走去，可等他回到亭子那里时，温暖已经不在。叶雨薇扫视了一下周围，也都没有温暖的身影。走了吗？恰好在之前季风躲避视线的围墙那一侧，某男正扛着某自闭少女嬉闹，两人的打闹引起了不少学生的瞩目。只是恰好叶雨薇与之擦肩而过，没找到温暖。叶雨薇心里有些遗憾，不过她也不气馁，迅速调整心态，拿出手机重新续写刚才没说完的话。你好，温总。